万法仙宗以包罗万象的仙法闻名于修道界，被称为修道百科全书，位列5大仙宗。其门内的弟子更是多才多艺，修什么的都有，修剑道的，修体道的，修枪道的，修下水道的，修厕所的，主打一个百无禁忌，想修什么修什么。反正万法宗里肯定能找到适合的功法。而此刻，万法仙宗内门弟子食堂内熙熙攘攘，3三两两弟子聚在一起，饭后闲谈。喂，你们听说了吗？听说什么？征道峰来了个新弟子。征道峰？那征道峰现在不是有2个弟子了？征道峰在万法仙宗诸峰之中尤为特殊，他们一峰只招1位弟子，待到那位弟子修炼有成，参加500年一度的征道战之后，方可招收下一位弟子。每届征道战，征道峰的弟子都能够稳稳夺得一履大道，这也是这座仙峰名字的由来。无数人挤破头都想进入征道峰，想想得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征道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挑选弟子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招到弟子的，但无论是哪一届弟子，都是能够搅动修道界风云的妖孽存在。可现在这一届的征道峰弟子还未参与征道战，便招了下一届，这可是从未有过之事，撕破格招录啊！那这个新弟子的资质该有多逆天啊！讨论的弟子倒吸一口冷气，有些难以置信，哪怕没见过，他都觉得此子恐怖如斯。不，你这么想就错了。他的同伴摆了摆食指，故作神秘地说道：哦，此话怎讲？我告诉你，你可别乱说啊，这新来的弟子是个傻子。什么？你可别乱说，让别人听去了不好。嘿，我这可不是乱说。有一位师兄拿着1块中品灵石和1块上品灵石去询问那位新弟子，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不会选了中品灵石吧？嘿，他还真就选了中品灵石，你说他傻不傻？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他那么傻，还是让征道峰破格录取了？那他的修炼天赋得多高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弟子摸了摸鼻子，尴尬道：无论如何，能进征道峰就已经领先他们不知多远了。在背地里开心地说别人是傻子，可能也有嫉妒、幸灾乐祸的成分，以求得一点心理安慰。不说了，我得修炼去了。对了，我跟你说的是，你可别说出去。放心，你还信不过我，包守口如瓶的。喂，你听说了吗？征道峰有个傻子。对了，你别说出去。放心，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嘴巴就跟上了锁一样的，根本张不开。喂，我刚听到一个消息，征道峰来了个弱智，我只跟你说，你可别泄露出去。放心，你知道吗？征道峰的下一届弟子是个白痴，真的，不信你可以拿灵石去测试一下，他平时喜欢坐在征道峰山脚下发呆。征道峰山脚下的阶梯处，一个穿着纯白道袍，面容清逸到有些出尘，犹如谪仙人一般的少年正坐在阶梯上，他面前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小师弟，我这儿有2颗灵石，你选1颗喜欢的，我送给你。一位弟子从兜里掏出1块中品灵石，1块上品灵石。阿巴，我喜欢这个。少年也就是江明，征道峰的新弟子，他的2颗呆滞无神的眼珠子挤在了一起，成了斗鸡眼，歪着脑袋，嘴里发出阿巴的声音，看上去有些痴傻。这让后面排队的女弟子有些心疼，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盛世容颜，不出众人所料。众目睽睽之下，江明选了中品灵石。那个力压珠峰的征道峰出了傻子，这对万法仙宗弟子来说可是个大新闻，于是纷纷前来打卡，就是为了一探究竟。至于江明有没有可能是装的，当然有可能，但意义何在？征道峰拥有宗门优先的资源倾斜，那可是几乎无穷无尽的资源，他装疯卖傻骗几块灵石有什么意义？所以哪怕弟子们有所怀疑，却依然过来看个热闹，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颇有来看网红打个卡的样子。在付出1块中品灵石的代价后，那位弟子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后面排队的弟子又挤上来，迫不及待地掏出2样东西。这下别说万法仙宗的人，就连外界宗门都知道500年征道战的主力中出了一个傻子，这倒是让外宗的弟子开心了好半天，为自己的宗门在征道战中少了个强力对手感到高兴。时间渐晚，仙云缭绕的万法仙宗也迎来了残阳。原来坐着收钱也这么累。久坐的江明一改呆滞，伸了个懒腰，一时间身上传来了轰鸣的低沉声音，犹如闷雷。如果万法仙宗中有识货的体修听见这动静，估计双眼都能瞪出来。当体修将肉体修炼到当前境界的极限时，便会出现闷雷声。虽然大伙都知道练到身怀闷雷的地步，在突破境界对以后的修炼受益无穷，但并不是所有体修都能够修炼到这一步的。体修还是得吃年轻饭，不可能为了一个身怀闷雷拖着不突破，那等年龄上去了，修炼就更加困难了。总的来说，还是得看天赋，
看机缘。待身体的一鸣平歇，江明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并伴随着一个悦耳清冷的声音：“你在这干什么？”“哟，师姐啊，吃饭了吗？”江明显然认识来者，一边回头一边打招呼。刚回头，江明就被白花花的大腿蒙蔽了双眼。真长啊！每次见到师姐，江明都会感叹一句：她不是腿控。可师姐的腿笔直修长，光洁如玉，还有一点炼体的痕迹，让她的腿变得圆润却不松弛，有力却不显粗糙，如同精心雕刻的玉石。再说一次，她不是腿控。可师姐的腿如同万法仙宗的春水，那是生命的源泉，是春天的摇篮。是最后再说一遍，她不是腿控。没吃，刚练完体，打算走登道街巩固一下。面容绝丽清冷，一眼禁欲的冰山师姐耷拉着柳眉，冷冷地看着江明解释道：平日里那随意披散在身后的秀发，此时被他盘在脑袋上，倒是冲淡了一些清冷，平添几分干练。哦，炼体，难怪不穿道袍穿短裤。颜若七口中的登道阶，指的就是江明屁股下的这条台阶，共9999层，亦为极致。跨过这些9之后，真挚完美，即为道之所在。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普通台阶，自上往下没事，自下往上则会被默认开启试炼。每上一层都会有不一样的考验，重力、幻觉、心魔，五花八门，层层加重。登道阶是开放的，只要是仙宗弟子都能用，但鲜少人能够走完全程。但师姐却把这人人谈而变色的登道阶当成一次修炼后的巩固，这就是争道峰弟子的含金量。再问一遍，你不修炼，在这里干什么？见江明左顾而言他，颜若七的声音又冰冷了几分，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寒冷了起来。我应该是在赚点修炼资源。拜托，坐在这里就有灵石法器拿，搁前世那不得赚疯啊！嗟来之食，好吃。江明想了想，头上突然亮起个灯泡。等等，这样的话，他装疯卖傻的，跟前世那些主播有什么区别？要不去等会去联系一下仙宗某些品牌，问他们要不要带货，直接少走500年弯路，给家人们321上链接。颜若七可不知道自家师弟内心那么多戏，他的声音有些冰冷，恨铁不成钢。是争道峰的资源不够你用吗？虽然历届争道峰都只有1位弟子，但他并不介意多一个师弟来分享资源，但他非常嫌弃有一个享受着最顶级资源却丝毫不上进的师弟。自打他入门这几天，颜若七就没见过他刻苦修炼过，不是在山下办乞讨微不足道的灵石，就是为了躲避登道阶，在后山处修了一个灵石驱动的垂直梯。这以后该如何代表宗门出战？是争道峰的资源不够你用吗？颜若七俏脸寒霜地质问道。江明闻言眨了眨眼，辩解道：够用是够用，但不一样师姐，这些都是我靠自己的努力与汗水挣来的。天上那么大太阳，做这么久都晒出汗了。颜若七闻言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好一个努力和汗水！你要是去做宗门任务的来了，他说不定还会夸一句，但你在山下装傻子乞讨，跟我谈努力与汗水。如果是其他人如此烂泥扶不上墙，颜若七肯定不会再去理会，可是眼前这个是自家师弟。江明虽然现在令他有些头疼，但其实他上山这几天给他的印象还不错，可以说除了不喜欢修炼让他有些异议以外，这个师弟哪儿都挺好的。念此，颜若七还是舒了一口气，耐着性子劝说道：江明师弟，你很有天赋，不然争道峰也选不上你，但是天赋变现是需要努力的，我希望你能够静下心来好好修炼。争道峰的资源你可以随便使用，如果不够你可以和我说，希望你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乞讨身上了，好吗？江明看着一脸认真的师姐，摸了摸下巴，这还是师姐第一次跟他说这么长的话，而且他似乎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冷冰冰啊，难不成是那种外冷内热型的？师姐如此苦口婆心，江明也不会服了他面子。虽然散播他是傻子这件事花了不少时间，但他也没打算一直装傻子。这件事打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获取那点微薄的资源，现在雷已经埋完，明天直接引爆就行了。于是江明点了点头，回应道：师姐教训的是，希望如此。闻言，颜若七舒了口气，布满冰霜的脸缓和了一些。这位师弟来争道峰时间尚短，适应不了争道峰的节奏也正常，毕竟争道峰是全宗门压力最大的一峰事关道争之事。但见江明如此诚恳，想必今后能够痛改前非，好好修炼吧。江明见缝插针地邀请道：谢谢师姐的劝导，我可以请你吃顿饭表示感谢吗？上峰这几天很少和师姐交流这么长时间，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深入了解一下彼此。毕竟师姐可是他的大靠山，在他的计划里，明天要是出了事，可还得靠师姐出面站台。还是那句话，
修道界讲究的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我就不吃了，我要多走几趟登道街，争取早日步入身怀闷雷的炼体境界，以免耽误了今后的修行。颜若期轻微地摇了摇头，柳眉轻皱，有些苦恼。不知为何，明明感觉自己已经能触摸到那个境界了，可是却百般求而不得，卡了许久。可能是修炼少了。颜若期打算把自己每天1小时的休息时间取消掉。说起来，光和这位师弟聊天就已经耽误了10几分钟的修行时间了，有些心疼。唉，希望这次交谈能让他稍微认真一点修炼吧。闻言，江明看了颜若期一眼，像是不经意地说道：“那是因为师姐你练得太紧了，找个时间放松一下就水到渠成了。而且师姐你基础挺好的，虽然没有身怀闷雷，但身怀大雷啊。”胡说。闻言，颜若期美眸瞪了江明一眼。炼体一事，唯有持之以恒方可精进，怎能懈怠？师弟也早日将炼体之事提上日程，莫要用这种借口安慰自己，早日步入身怀闷雷之境，这对你以后的修行十分重要。江明点了点头，随意的应了一声，倒也不着急提醒师姐。争道峰底下有争道战得来的大道碎片，其散发的道运会在冥冥之中引导修炼的弟子走向正确的道路，这也是争道战被各宗重视的原因。而且比起直接提醒让师姐突破，不如以此为借口放长线钓大鱼。江明心里有了计划，倒是颜若期已经不想继续在这位师弟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了，不然今天的修炼计划完不成了。于是他急匆匆地说了一句：“师弟，希望你不要浪费了你的天赋。”言罢，他也不再多言，走上了登道街，趁着天色尚早，还能多走几趟。师姐再见。江明挥了挥手，与师姐道别。见颜若期窈窕的身影越来越远，江明站起了身，伸了个懒腰。他眼眸低垂，看着前方，伸出手掌，一股看不见的能量正慢慢地从他前方徐来，汇聚到了他的手上。欢愉、好奇、疑惑、幸灾乐祸。江明闭着眼分辨了一下，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情绪还是太平淡了，差点意思。似乎是在验证他的说辞一般，话音刚落，江明手上的情绪就不受控制的随风而散了。果然还是得来波大的，让我一举入门，情绪大爆。而最容易调动的极端情绪无疑是愤怒了。那问题来了，什么地方能够让江明惹了众怒之后还能全身而退呢？那必定是一个有法度有规则的地方，最好还有个强硬的靠山做保障。江明舔了舔嘴唇，看向登道街，似乎透过了层层阻碍，看到了一道亮丽的身影。师姐啊师姐，明天靠你了。江明收回目光，并没有顺着登道街往上走，而是绕过登道街，来到了争道峰背后。这儿有一个看上去很简陋的垂直梯，除了师姐，别人还真不知道堂堂争道峰弟子为了偷懒在这儿搭了一个垂直梯。就算是知情的师姐也认为他不务正业，没来搭乘过。如果他来搭乘过，如果他对阵法略有造诣的话，就会发现小小一个垂直梯里刻画了将近上百个法阵，虽然都不是高级法阵，但却有不少难度极高的低级法阵，更别说重重叠叠挤压在这么小一个垂直梯里面。哟，师姐上来了，一起吃点。花了点时间爬了一趟登道街的颜若期刚刚上来，一个声音便让他稍微急促的呼吸一滞。不用猜都知道，这个小师弟一定是走捷径上来了。看着正在屋前用铁锅炖着什么的江明，颜若期有点失望。他也没想过自己一番话能让这位师弟彻底浪子回头，但哪怕有一点点用也好啊，没作用就相当于浪费了他好多宝贵的修炼时间。念此，颜若期摇了摇头，不用了，我吃2颗屁股丹就好。可我看到一些书上记载了，炼体后吃一些灵禽补充营养，炼体效果会更好哦。而且江明神神秘秘地说道，我这做法可是从一本炼体大能的笔记上习来的，师姐你不正好遇到瓶颈了吗？不了，谢谢师弟好心。师姐摇了摇头，她的修炼时间很紧迫，刚刚劝说师弟又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至于师弟说的什么炼体大能，一听就知道是编的。就算是炼体大能的笔记，要对他堂堂金丹期发挥作用，也不是师弟一个炼气期能够做出来的。可是江明就像铁了心一般，就是要请师姐吃顿饭。开玩笑，哪有打窝让鱼跑掉的道理？今天儿师姐必须上钩，钓鱼佬永不空军。这可不仅关乎明天的计划，还关乎到以后能不能经常在师姐身上蹭点软饭吃的大事。师姐，要不这样吧，如果我这顿饭对你没有作用，我从今天开始跟你努力修炼，每天早上和你一起爬登道街。闻言，颜若期柳眉一挑，师弟这信誓旦旦的样子倒是引起了他的好奇。而且如果师弟真的能信守承诺，无论是否有作用，好像横竖都不亏。有用那自然好，对他修炼有帮助；没用也能帮师弟浪子回头。
他今天还剩10几分钟的休息时间，用来吃顿饭还是可以的。思维斗转之下，颜若七轻点琴手。好，哎，羞羞，鸡汤来喽！江明盛了一碗热腾腾的汤，放在师姐前面，里面装了个大鸡腿。颜若七端起碗，小嘴轻张，正要品尝一口。虽然刚出锅，但对颜若七来说，这点温度自然不算什么。她赶时间，但却被江明制止了。哎，师姐，你先别急，喝我这汤可是有讲究了。闻言，端起碗的颜若七小手一顿，喝个汤还有讲究？江明咳嗽2声，开始忽悠。嗨嗨，是这样的，师姐，我这汤需要在一个人在抛开杂念、身体放松的情况下饮用，才能有所收获。颜若七柳眉一皱，真的？他修炼到金丹期，见识不过不少东西，还是头一回听说吃饭还要心平气和的。哼，师姐，来都来的，听我的。虽然急着修炼，但师弟都这么说了，颜若七也只能照做，只是心里还在惦记着修炼。江明也看出来了，出声引导道：师姐，深呼吸，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放屁，混了个什么东西进去？江明这么一打岔，反而让颜若七一愣，思绪都有些不通了。就是现在，师姐快喝汤。颜若七有些无奈，怎么总觉得师弟是在玩呢？但他还是顺从地喝了一小口，一股浓郁的香味在他小嘴里迸发，让颜若七美眸不禁微微瞪大了一点。他惊讶地看着手中的碗，实在没想到这碗卖相普通的鸡汤能有这般味道。江明见状，微微一笑，趁机循循善诱道：好了，师姐，美食在前，你得全身心放松，投入到这碗汤里面，才能发挥它的功效，做着不为人知的事。在江明的强烈要求下，师姐虽然一开始很是抗拒，但身体却非常诚实。慢慢的，红晕爬上了她的俏脸，小嘴轻张，微微喘着令人浮想联翩的粗气。来，师姐，张嘴，再来。江明又给师姐盛了一碗。师姐喝了满满一碗，显然还是有些不满足，真是个小馋猫呢。既然如此，那江明只能狠狠地给她再盛一碗，狠狠地灌满她的肚子。哼，师姐啊师姐，让你尝尝我厨艺的厉害。谢谢。又一碗汤下肚，突然颜若七惊讶地抬起头来，身怀闷雷的瓶颈松动了，虽然只有一点，但居然真的有用。但这怎么可能？他也没觉得这鸡汤里蕴含了多少能量啊？为什么？怎么样，师姐，瓶颈是不是松动了？颜若七闻言不禁抬起头，看着自信满满的师弟，抿了抿红唇。确实有点用，但为什么？因为灌多了就松了。颜若七眉头轻蹙，师弟是指汤喝多了瓶颈就能松吗？自己确实是灌了几碗，瓶颈才略微松了一点，不过可惜汤也喝完了，这让想再来一碗的颜若七有些失望。江明见状便开始放长线钓大鱼了。师姐，这汤的功效就这样，短时间内不会再奏效了，要不明天我再给你做吧。嘿，他就不信师姐好意思白吃。一开始若直接提醒，那只有一个人情，但现在吃一顿饭一个人情，这招是跟拼西西学的。颜若七闻言舒了一口气，谢谢你师弟。江明摆了摆手，没事。说是这样，可是颜若七却感觉不太好，那就是自己白蹭了一顿饭，功力还精进了。要不师弟你可以提点要求。哦，江明脸上露出邪笑，这可是你说的师姐。颜若七倒不在乎，自家师弟一向跳脱且不正经，他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你说吧，师姐，你喜欢玩水吗？啊，喜欢吧。那师姐你洗碗。话音未落，江明就已经一溜烟地跑了，一点让师姐搭话的机会都没有，将碗筷留给了师姐，留下了颜若七一脸惊愕。洗碗？我玩水？洗碗。突然不喜欢玩水了，他还得修炼呢。不过身为白痴的那个，颜若七也不好拒绝，只能叹了口气，接受下这善后的工作。师弟的离去让颜若七神情放松了不少，周围没人时他也不会让自己绷着脸。颜若七看了看眼前的碗筷，突然之间还有点怀念，似乎上了蒸道峰之后就再也没洗过碗了。颜若七的嘴角勾起一丝微笑，艳丽无比。以前和小青一起洗碗的时候，两人洗着洗着就突然玩起了水来，真好啊。那这次就不用驱巫术了，当缅怀一下从前好了。不过师弟这汤做的真好喝，如果有机会能给他尝一下就好了。可惜他还没入宗，如果没算错的话，过几天就是他入宗的日子了。不过自己不能去接他，得全心投入修炼才行。一旦见面，颜若七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为了让自己能够早日获得足够的话语权，
让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和小青在一起，无惧所有目光。还是得努力专心修炼才行。念此，颜若期的眼神似乎又坚定了几分。他也不再耽搁，将锅和碗带回他的小屋，半晌背着月光又出门修炼去了。天一亮，江明便出了门，当然不走登道街，有直立梯，谁还走楼梯？下了山，绕了一周，江明发现登道街那边已经排满了人，正翘首以盼地等待着什么。不是，怎么这么多人？你们都不用修炼的吗？多管闲事，我修炼了那么久，放松一下怎么了？就是，修炼哪有看傻子重要？嘿，他可不是个普通的傻子，他是征道峰的傻子。怎么还没来？听昨天来的师姐说，那小师弟长得还挺帅的。帅有什么用？还不是个傻子，傻爷比你帅啊！你肤浅。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及时安慰了他：师兄，你别跟他们计较，把你跟傻子比，那是在侮辱你。确实，听有人帮自己说话，那位被呛了一下的男弟子心情一下子好了不少，倾诉道：不过是运气好，资质好点而已，又有什么用？没听过傻子能登道的，我看征道峰迟早会把他踢出去。话音刚落，身边便传来了及时的捧哏：师兄所言极是啊！男弟子顿时喜笑颜开，看向那位让他心里得以安慰的师弟，小声逼逼：还是师弟有眼见，不像他们，哼，目光浅短，五官带着三官跑。用最小的声音说出了最凶狠的话，反正就是不敢让旁边的女弟子听见。我还是喜欢和你这种人交朋友，师弟，从今天开始我罩着你。谢谢师兄。对了师弟，你是哪座峰的？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师兄不认识我？我们认识吗？不认识没关系，等会就认识了。江明拍了拍师兄的肩膀，笑了笑。师兄顿时生出了几分自惭形秽的感觉。不是，怎么能这么帅啊？等等，帅！师兄连忙望去，却发现那个俊逸出尘的师弟已经越过拥挤的人群，站在了前方。在众人的目光下，这位少年举起手挥了挥，大喊道：各位，看我看我！我宣布个事！一下子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江明啊，是那个江明吗？不然呢，还能是哪个？那他不是傻子，看这个样子应该不是。显然不少人还是第一时间认出了他。江明也没卖关子，正式认识一下，我是江明，大家想看的傻子。时间紧迫，如果各位有想实验的，直接把零食给我就行了。直抒胸臆的，酣畅淋漓的，就是观众们似乎并不买账。台下先是一阵沉默，接着掀起了轩然大波。哇，好帅！师姐你看，他好帅！看到了，收起你的花痴脸，没见过46帅哥吗？女弟子的反应倒是出奇的一致，毕竟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有人到处说征道峰的弟子很帅，可惜是傻子，他们就是好奇来看看这傻子到底有多帅。现在一看，不仅帅，似乎还不是傻子，这不写传。女弟子是这样的，但男弟子不同，他们要考虑的就很多了。在思索片刻后，他们明白了一个事情，比如说他们被耍了。果然，人群里很快响起了愤怒的质问声。所以你是在装傻？你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就不怕有损征道峰的名声吗？征道峰弟子天天不务正业，装傻子传出去不成笑话了。一下子人群里响起了更多窃窃私语，就是我昨天来的时候看他在这坐了一天，又不修炼，这如何参加征道战？我也是，不如让我上，也不知道这征道峰到底是怎么选拔弟子的。仙宗要完咯。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江明脸色淡然，倒也不急。待到质疑稍微平静之后，他才缓缓走到登道街上，面向众人伸出手虚压了一下。各位稍安勿躁，请听我解释。江明的淡然更是点着了弟子们的愤怒，纷纷质问说，我看你能放出什么屁来？欺骗大家对你有什么好处？就是你想怎么狡辩？败坏宗门荣誉的东西。现在连外面的宗门都知道征道峰出了个傻子了。有些弟子看热闹不嫌事大，帽子扣起来一套一套的。嗨嗨，各位，我知道你们很急，但你们先别急。你们不觉得在场的各位，江明带着温和的微笑环视一周，更像傻子吗？你们不觉得在场的各位更像傻子吗？江明敞开双手，面带微笑，说出来的话却让在场的弟子刹那间安静了下来，面面相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他刚刚说了什么？他说你是傻子？不是，他说的是我们，你还把自己摘出去了。他凭什么说我们是傻子？宁静过后的暴风雨渐渐来临，弟子们反应过来后，一下子炸开了锅，怒骂声让经过的路人都为之一震，纷纷凑过来看热闹，人是越聚越多。哪怕是女弟子，
这回也不帮江明说话了，毕竟都骂到他们身上来了。喂，师弟，你说什么呢？你无缘无故怎能这般说同门？师弟，念你可能是说错话了，道一声歉，此事就过去了。下来挨打，今天就算执法堂来了，老子也要打你一顿。那你先动手啊！法不责众，你上我就上。切，你凭什么说我们傻子？是想破坏宗门和谐吗？一座高楼之上，两位修士对坐而已，一位文雅随和，一身道袍精致修身，一位面容冷峻，令人望之闻风丧胆。透过窗户刚好能看到争到峰山脚。程兄，你不去阻止一下吗？这可是你执法堂的活，人还挺多，打起来的话算聚众斗殴吗？我已经下令让执法堂弟子远离这里了。执法堂堂主程介猛地灌了一大口酒，打起来算弟子们在教训师弟，反正是他先惹事的，不打出个好歹来就不管他了。嘿，不过这个争道峰新弟子看上去有些跳脱，你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天阴峰峰主弄沉摸了摸下巴，有些玩味地说道。程介不以为然，不知道他或许有自己的目的，但不重要，自己惹事能担着就好。咱只管喝酒，光喝酒有什么意思？程堂主，要不我们打个赌吧？赌什么？赌这个江明能不能完好无损的离开。行，赌了。我赌不能，输了自罚3杯。弄臣斜了这个老友一眼，我看你就是想喝酒。看江明那有恃无恐的样子，应该是有把握的。我倒挺好奇，他哪来的信心？颜若期。颜若期什么性子你不知道？他有那么闲吗？程介显然对这个没兴趣，翻了个白眼。那我不知道，看戏就看戏，就你比试多，要不加个面试？快点，走一个。切，无趣。两个老登干了个杯，看起戏来。此时的登道街前，弟子们都憋着一口气。本来今天高高兴兴出门，看完稀罕的傻子后，就回去跟小伙伴们吹水。结果傻子不是傻子，不是傻子的反而被骂成傻子了。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女，谁受得了啊？只不过碍于执法堂，没人敢上，只能口头谩骂。可惜对江明无用，他的淡然像是在火上浇油，更气了。就在这时，一个黑衣模样的弟子走了过来，喊道：各位，我们执法堂有令，这事我们不管，但希望你们下手有分寸点，不然会追究责任到个人，望知晓。弟子们一愣，执法堂跑过来跟他们说这事不管。真的假的？众人望向说完话就离开的弟子，这衣服是执法堂的，这可没人敢伪装，要追责的。这么说是真的？男弟子们纷纷眼睛一亮，教训一顿江明，这可不仅仅能出一口气。虽然他们现在敢仗着人多势众起哄，但心里多少清楚，既然江明不是傻子，那以后的成就可不能是他们可以比的。现在别说踢一脚，就算是打一拳，那也是延年益寿，够他们吹很久的啊。而且江明成就越高，他们越能吹，反正是江明先惹事的，他们占理。念此，弟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缓慢逼近。江明，听到了吗？放心，我们会温柔点的。是的师弟，我就打一拳，我就一脚。师弟，其实你现在跑还来得及。还有劝他的，哪位这么好心？确实，江明往后跑就是登道街了，这些弟子估计也不敢追。不过跑是不可能跑的，跑的话就前功尽弃了。倒是执法堂的命令更令他惦记，执法堂能下这种命令的只有堂主。好，以后给你送礼，聊表心意。江明看着周围缓慢涌动逼近的弟子，他们在犹豫谁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虽然执法堂说免了，但心里仍不自觉有些犹豫，毕竟他们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弟子。而江明不动不跑，面带微笑，似乎还有几分轻蔑，像是料定他们不敢动手似的模样。这副模样倒是越发刺激弟子们的神经。终于有个弟子忍耐不住，越过人群，快步向江明走去，决意第一个吃螃蟹了。江明依然没有动作，只是嘴里轻轻倒数着3。他在数什么？不知道，先打了再说。2，有人带头，弟子们越发逼近。吃螃蟹的那位弟子已经伸手抓住了江明的衣领，准备挥拳。1，倒数结束，江明看着即将到来的拳头，深吸一口气，大喊道：师姐，救命啊！这一声呼救，正义凛然，理直气壮，响彻云霄。饭不能白吃。这声喊叫让想动手的弟子手顿时一僵。争道峰有2个弟子，一个刚入门，一个已经入门数年了。数年对普通修士来说就是眨眼之间，可对妖孽来说，随着江明的呼救，一道轻灵的身影从登道街上跃下，
飘飘忽如蜻蜓点水般落在了江明旁边。颜若期看着人头攒动的场景，微微皱眉，习惯性地板起了脸。一股独属于金丹期的强大气息如大山一般压在了众人的心头，一下子刚刚兴奋的弟子都玩起了1、2、3木头人，抓住江明衣领的人更是如同碰到火一般，唰的一声把手收了回去，当作无事发生。颜若期冰冷的目光扫视了一圈，目光所至皆噤若寒蝉。你们聚在争道峰底下做什么？没人敢开口应答。师姐，先让我说2句。这时江明往前一步，站在师姐面前。其实颜若期本想连带着江明一起训斥的，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一看就知道是这位师弟惹出来的，一天到晚不修炼，整天净搞幺蛾子。但颜若期又有些忧虑，这里人多，他要是开口训斥的话，会不会挫伤这位小师弟的尊严？况且再加上昨天还吃了他一顿饭，成了他的情，一下子颜若期就更不好开口了，教训他了。最后他轻叹一声，后退一步，将位置让了出来，站在江明身后。在下面的弟子看来，颜若期这就是为江明站场。不是说争道峰的颜若期是修炼狂，不问世事的吗？这是在搞什么呢？情报是假的。一下子他们不敢上又不敢跑，只能看着江明，看他搞什么幺蛾子。嘿嘿，各位好，那我们继续。看着阶下敢怒不敢言的众人，江明不紧不慢。各位，我知道你们很急，但你们先别急。我说你们是傻子，并不是血口喷人，而是有理有据的。颜若期闻言斜了江明一眼，难怪这群弟子群雄激愤，原来是你在这搞鬼，还骂他们傻子不知为何。颜若期总觉得这位师弟的到来会让自己安静的修炼生活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接下来我将一一说明。各位请看，这是我亭亭玉立、明艳大方、勤奋努力、漂亮可爱的师姐，争道峰弟子，如今已经是金丹期了。颜若期美眸又斜了江明一眼，说的都是事实，但也不用那么多形容词吧。下边弟子一脸狐疑，颜若期师姐的美名那自然是全宗闻名的，但跟你骂我们有什么关系？江明环顾四周，继续说道，但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声呼救，师姐就能那么快赶过来吗？那是因为我师姐每天早上这个点都会走2趟登道街巩固修为，风雨无阻。再看看你们，江明换上了痛心疾首的表情，看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都是天资出众的万法仙宗弟子，是7、8点钟的太阳，夺目耀眼，但你们都在做什么？大清早过来排队，人潮拥挤，就为了看一个真假不知的傻子，为此不惜浪费宝贵的修炼时间。你们看我师姐，争道峰的天才，每天都还在刻苦修炼，从不懈怠，比你们天才的人都还在努力，而你们这些人居然还在贪图享乐，荒谬，太荒谬了！我建议取消其他分封享受修道资源的资格，全部给我们争道峰算了，反正你们也不会珍惜。此为一傻。台下的弟子基本上都是老油条了，他们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的吗？江明的话对他们来说就跟撒娇一样，根本不为所动，好吧？但架不住里面还混杂着某些年轻油条，他们还是被说的有些感触，脸上露出了羞愧的样子，居然开始反省自身。自从上了万法仙宗，似乎真的有些懈怠了。倒是同为争道峰的颜若期又不禁斜了江明一眼，你是在自我介绍？另外，你们知道争道峰出了个傻子这个消息是谁传出去的吗？江明神秘一笑，倒是阶下的弟子脸色齐齐一变，不会是没错，就是我。我就在这坐着，看你们迫不及待的给我送自己辛苦挣的灵石法器，别人说什么信什么，一点都不带怀疑的。你们不是傻子是什么？求你们出门别说自己是万法仙宗的，到时候被人拐走了还得宗门救，那不成笑柄了。此为2傻。弟子们的脸色很难看了，本以为是别人偶然发现争道峰出了傻子，但如果是江明刻意宣传的，那也就代表着他戏耍了整个宗门，又或者说是宗门里脑子不灵光却又喜欢凑热闹的弟子，那自然是他们。可是没办法，争道峰这3个字对这些弟子来说实在是可望不可及。现在争道峰出了事，他们都想一探究竟，或者说凑个热闹。其实江明也是有意凭借着自己争道峰弟子身份的噱头吸引这些弟子的，当然弟子们也不能光挨骂，有些嘴硬的弟子还是鼓着勇气底气不足的反驳道，可你整天在这装傻，不也浪费时间吗？问得好，此为3傻。怎么问个问题又成傻子了？请问我是哪座峰的？争道峰。你呢？飞来峰，一个不怎么强盛的先锋。看，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喜欢和不如你们的人比，却从不和那些勤奋努力为宗门争光的比。再说我是谁？争道峰的弟子。
名牌认证的，你和我比，你信不信我过几个月就追上你们了？不信。那我江明在此发誓，年末的宗门大比我必拿第一。如果不行，我退宗，全宗为证。你们呢？你们敢和我一样发誓吗？全场突然一片死寂。等等，他说了什么？刚刚江明谈笑之间，是不是立了个不得了的誓言？退宗，这可是5大仙宗之一，退了宗可就成了散修了。按规定，退宗是要废除修为的。他一个真道峰弟子，前途无量，怎么敢发这种誓？江明可不管这些，他淡笑地扫过下方弟子，见他者无不低头。退宗，他们真的不敢赌，入门几天就敢挑战全宗，还不惜立下退宗的誓言。见状，江明笑道：你们为什么不发誓？是不想吗？不是不敢，你们这也怕那也怕，毫无自信，拿什么和我比？台下弟子无不低头。退宗之事太过重要，哪怕对方只是刚入门的弟子，他们也不敢赌。这江明就这么自信，弟子们竟然感觉到有些惭愧，他们确实没有胆子。算了，那这样吧，如果你们有种，就立誓言，不需要你们和我一样退宗，到时候你们打不过我的，叫声爸爸就过去了，好吗？别告诉我连这你们都不敢，你们师弟我啊，才练期7啊，你们都筑基多久了？这都没信心吗？这也太怂了吧！江明一脸轻蔑，冷嘲热讽。人总是折中的，让他们退宗，他们肯定不愿意，但只是叫爸爸的话，似乎可以接受了。总归是有人忍不住喊道：有什么不敢的？我郑群在这发誓，宗门大比定要教训你一顿，输了我叫爸爸。就是，我马运在此发誓，我马化腾。有人带头，一群年轻人被江明骂得狗血淋头，气血之下纷纷发誓：好，好，我们仙宗就需要这样有魄力的弟子。江明一改面容，鼓着掌笑道：你们看，这留影石里记载了所有人的声音和影像，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哦。一些只是跟风没打算实现的弟子脸色一变。什么时候？江明可不管。好了，各位傻子，今个儿我们就散会了，我很期待你们宗门大比较我爸爸的样子。对了，还有很多没来的人，你们也可以转告他们，此誓言对所有人生效。看傻子哪有看你们叫爸爸来的有趣，各位加把劲，多找点人，到时候叫爸爸的气势也强一点。说完，没等弟子们愤怒，江明便拉着颜若期的手腕就往登道街上走，渐渐走出了众人的视线，留下一群弟子面面相觑。怎么办？怎么办？你想叫爸爸吗？不想。宗门大比可是代表自己所在的先锋出战，被打脸就是打背后先锋的脸。他们情绪之下发的誓，但名声可是先锋来背，这下子真把自己的路断了。那就修炼去。不至于吧？宗门大比要筑基期才可以参加，哪怕是历代争道峰的妖孽，也没有修炼几个月就参加宗门大比的先例啊。不怕1万，就怕万一。到时候他没到筑基期，那我们自然可以狠狠报复。但如果他到了筑基期呢？你看他那么嚣张，万一真的有东西呢？我还是好好修炼吧，争取修到筑基后期稳一手。况且他说的一些话还挺有道理的。你疯了？并不是，想当初测试天赋的时候，我也立下宏愿过，想要出席争道战。可现在，算了，修炼去吧。不管怎么说，宗门大比我一定要狠狠揍他出气。师弟，你到底想干嘛？颜若期稍微用力挣脱了江明的手。江明笑着说道：没什么，激励一下宗门弟子。颜若期柳眉紧皱：你把这个叫做激励，分明是把所有人都得罪了。江明闻言沉默了一会，突然问道：师姐，如果我们位置互换，你会怕得罪了他们吗？我……颜若期皱着眉头，如果是自己的话，他没想多久便摇了摇脑袋：不会。那不就是了师姐？江明笑道：你往那一站，他们哪敢说什么话？甚至同样的话你来说，他们也只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你说的对。所以得罪不得罪的，如果我是炼气期，他们会觉得我在冒犯他们，罪该万死；如果我是筑基期，他们会觉得我在挑衅他们，内心暗骂；如果我是金丹期，他们会觉得我在教训他们，言之有理；如果我是元婴，他们会感激伟大的江明师兄居然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激励他们，简直是恩情还不完了。所以师姐啊，这其实是实力的问题罢了。只要我修为够高，哪有什么恨啊爱啊？更别说我又没动手，又没杀人，只不过说了几句话，过几天他们就忘了差不多了。而且师姐，你信不信，到时候我在宗门大比上胜利后，当作不知道这个赌约，他们还得谢谢我。他本身也不是要听这几声爸爸，不至于父爱如此泛滥，只是要情绪而已，目的也达到了。颜若期闻言微微皱眉，
看着这个想得很是透彻师弟，突然觉得有些陌生，但他还是想不通江明这么做的原因。就算颜若期再迟钝，也能猜出师弟之前装疯卖傻，就是为了现在骂其他弟子一顿。可是为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吗？至少肯定不像他刚刚说的，只是激励一下弟子们那般简单。总不能说为了好玩吧？不过颜若期并不是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他只是叹了口气，算了，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可以来找我，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的。身为金丹的他，对实力体会更深，自然知道师弟说的有道理。但师弟，你的修为也不够金丹元婴啊，而且你还那么懒，到底哪来的自信啊？颜若期内心已经开始痛了，自家师弟总不能丢着不管，感觉教导师弟又要浪费不少修炼时间。算了，以后不睡觉了，改成冥想。不过要是师弟能浪子回头，在这种压力下修炼，好像也还行。颜若期感觉自己为师弟操碎了心。江明见状，笑着邀请道：“谢谢师姐，晚上一起吃饭哦，记得把锅也拿过来。”师姐，别的不说，至少对他挺好的，这时候还想着帮他。闻言，颜若期下意识想拒绝，但似乎有一道浓郁的香味在他嘴里萦绕。昨晚的滋味确实不错，而且瓶颈也松动了，不算浪费时间。今天也算帮师弟一个忙了，蹭顿吃的怎么了？好，你怎么看？用眼睛看咯。不过江明那小子说的不无道理，宗门有些弟子是不是太过散漫了？不如把早课加上。天阴峰峰主摸了摸下巴，思索起来。你说那小子能参加宗门大比吗？程介问道。可能性很小，只有大半年时间，从零开始无异于登天，除非他在入宗前就有修为，不太可能。争道风选人只会选毫无修为的人，以便从头接受道运的影响。算了，看戏就好了。如果他真能做到，宗主那老家伙估计可以高兴很久了。嘿，你看下面那帮人，估计有不少会被逼着修炼的。确实，那江明虽然是争道风的，但现在还未起步，倒也不是不可击败的，算是给了他们可以触及的目标。这么说，他还做了件好事。你没发现吗？现在已经没人在乎他装傻子的事情了，这事已经过去了。今后大家的讨论热点就是江明一个人挑战全宗门弟子的事了。可能会有人为了打败江明而努力修炼都说不定。在宗门大比落幕前，他会不断被拿出来讨论，所以他出名了。弄臣点了点头，出名了。虽然不知道他这么做的理由，但想来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不管了，喝酒。等会我得回天阴峰制定早课计划了，就定在早上8点吧。登道接触，江明正一步步往下走去。韭菜割完喽，今天开始他应该就会在仙宗内出名。今天的事传出去，只会让他的名字越传越远，而且经久不衰。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抬起手，一股无形的能量在他手里汇聚，名为情绪。情绪之道，入门了。入门之后就不用比较剧烈的情绪了，细水长流。还是宗门好啊，安全，人多。要是在外边这么搞，他死多少次都不知道了。来吧，把情绪狠狠地灌给我。江明甩了甩手，情绪巨线汇聚的力量顿时散去，心情挺好。因为争道峰不招有修为的弟子，而为了顺利进门，江明也就没有提升自己的修为，这导致他起步较晚，修为也低。情绪之道是一种比较投机取巧的大道，通过影响他人情绪进行修炼。这条道听上去很美好，实际上很少人踏足。一方面是因为修炼速度比较慢，另一方面则是这条大道总体来说其实并不强。情绪听着很强，但实际上后期作用有限。能练到元婴化神那种境界的修士，其实很难调动他们的情绪了。喜怒不限那只是基本操作，但情绪之力前期却很好用，用来辅助十分不错。通过情绪追踪敌人，调动愤怒，引诱别人犯错，江明不介意修一修。其实很少人能像他这么奢侈，说修就修，而大部分人精力有限，能够主修一条大道就不错了。哪怕修多一条辅道，也得选条强大的，阵法炼器这些可比情绪之道来得有前途。但对现在的江明来说，却是个不错的选择。不为别的，只因为他已经修了10几条道了，不介意多一条。修道，江明是专业的，因为他是修道盟的人，说起修道盟，就不得不提争道战了。争道战，众人争的道，不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吗？修道者永远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却从未想过为何天道这老登会报金币给他们捡，也没想过当有一天如果天道不再掉碎片会发生什么。于是就有了修道盟。这个修是修补的修，天道破破烂烂，修道盟缝缝补补。修道盟致力于将各宗争得的碎片给补回去。为此，修道盟的盟主收养了一群资质非常妖孽的25仔
将他们打入各宗。为了方便入门，这些二五仔修为不高，但每个人都精通数条大道，江明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可不仅精通数条大道，但他没告诉任何人。而盟主给江明的目标自然就是万法仙宗争得的大道碎片。不过江明的目标却不是大道碎片，他的目标是享受生活。天道这老登金币还多着呢，够他抱个一阵子了，所以江明也并不着急。比起修补大道这个任务，他更想趁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好好享受一番生活。如果他年纪轻轻便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只会躺平的话，那等他老了就会发现他没什么遗憾了。是花不香吗？是天不蓝吗？是水不甜吗？是油腻的世界不漂亮吗？这些他前世可没好好享受过，现在急着修炼，以后老了对事物失去兴趣的时候，就无法再体会到世间的美好了。所以不急不急，告诉天道让他再坚持一会，我去就来。各位看官是不知道征道峰那个新来的江明啊，往那登道街这么一站，那是气宇轩昂，犹如谪仙。众目睽睽之下，只见他神情泰然，缓缓开口，其言若千斤之重，震得弟子两耳嗡嗡，如闻大道之音。征道峰之傻，原来是其计谋，已深入其训得仙宗弟子幡然醒悟，勤加修炼，报效宗门。江明坐在酒楼一角，听着说书先生吹得天花乱坠，倒是感觉奇妙。只能说不愧是专业的，哪怕是当事人坐在这，都差点没认出来说的是自己。他随手丢了一颗花生米进嘴里，悠闲地靠在椅子上，听着众弟子的议论，毁誉参半。这师弟刚入宗就把那么多弟子耍了一顿，也算有点本事。虽然不知道他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嗨，说书先生不是说了吗？为了骂醒那些懒惰的弟子呗。这你也信？那你说为啥吗？闲得蛋疼。妈的，这说书先生怎么胡编乱造啊？一个混蛋在他嘴里都成了这么高尚的人了。哟，师兄你在现场吗？那肯定啊。你们都不知道那个江明他有多嚣张，而且他也没说书先生那么帅，甚至还不如我呢。他可是骂我们全宗弟子都是傻子，一看就知道居心叵测，想要破坏宗门和谐。我现在怀疑他是外宗派来的卧底。听说那个江明师弟很帅哦，师姐你见过吗？见过，虽然被他骂了，但他确实很帅耶。我入宗2年还没见过比他帅的弟子，我还想被他多骂2句呢。师妹你不知道，他骂人的样子真的很有气势，而且我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这位师姐你可别说了，他虽然帅，但却害得我天阴峰每天要上什么早八，烦都烦死了。戴着斗笠的江明不禁瞄了一眼那一桌，好家伙，还有 M。 不过别的不说，随着他在全宗讨论热度的升高，弟子们的情绪一点一滴汇聚到他身上来，这情绪之力可真是个好东西。而且这次制造的话题够传很久了。江明喝完最后一滴酒，站起身，随手丢了一块中品灵石给说书人。谢谢爷，谢谢爷。说书人眼睛一亮，连忙拜谢。一块中品灵石对说书人来说足够他挥霍一整个月了，但却被一群宗门弟子用来逗弄傻子。讲得不错，下次加点爱情元素。说书人一愣，点了点头，脑子却习惯性的疯狂运转起来了。爱情元素，对哦，征道峰现在不正有一男一女吗？说书人眼睛一亮，正想感谢客人给的灵感，眼前之人却已消失不见。万法仙宗弟子任务接待处，接任务的弟子过来登记。老哥，这个接新生的任务我要了。一个俊气异常的弟子啪地一声，将一张宗门委托拍在了柜台上。我看看，出门接应新人入宗的任务，这个需要封主盖章。招弟子的时候，弟子们可以选择跟随大部队进宗，还是自行进宗。大部队嘛，自然有长老护送，临时飞艇接应。自行进宗的话，宗门会派一些弟子前往通知并指引弟子入门，直到适应宗门。没有封主？没有封主。招待弟子一愣，然后想起了什么，惊呼道：难道你是征道峰的？他的惊呼吸引了众多弟子的注意。征道峰？真的假的？征道峰还得来接任务？征道峰弟子不是可以免接宗门任务吗？以他们享用的资源，怎么会来干这个？那是那个传说中关绝宗门的冷玉美人颜若七师姐吗？好像不是。男的，该不会是那个刚进门就骂同门是傻子的江明吧？好像是叶，我前几天见过他，只不过那时候傻傻的，没想到他是装的。不过他正常起来，好像还挺好看的。无论是征道峰还是江明，都是自带流量的名词，虽然一下子就成为了焦点，但江明不是很在意，都是韭菜罢了。他敲了敲桌子，问道：是的，江明，
没有封主，说说怎么解决吧。这我看看。接待弟子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翻起了一本小册子征道峰，可从来没来这里接过任务。在宗门弟子的刻板印象中，他们都是修炼狂，哪有时间浪费在做任务身上？喂，就是你骂全宗弟子都是傻子。就在招待弟子还在翻小册子找办法的时候，一个浑厚的男声从江明背后传来。江明闻言，眉毛一挑，情绪之力的试验品送上门了。他转过身去，笑着解释道：“这位师兄，我没有骂全宗都是傻子，如果让你误会，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一边说着，一边仔细地感受了一下这个师兄的情绪。按道理说，他情绪知道刚入门，并不能那么精准地捕捉到别人隐藏起来的情绪，但好在眼前这个师兄藏不住，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的，他的情绪赤裸裸的，十分容易感知。愤怒、厌恶、轻蔑、嫉妒，看得出来这个师兄很不喜欢他，让江明有些疑惑。不至于吧？他记得这个师兄不在现场啊，道听途说也能把情绪搞得这么极端吗？还有，嫉妒是什么鬼？不过江明的态度让在场的众人有点诧异。不是说这个新弟子很嚣张的吗？这么快就服软了？都说征道峰新弟子是个刺头，怎么这么老实？与传闻不符啊。顿了顿，不等师兄有所反应，江明接着说道：“我骂的是那些总把从他人听说的事当成事实的人，我认为他们都是傻子。师兄，你觉得呢？”听信谣言确实挺傻。等等，你在说我？师兄眉头一皱，总觉得不对劲。周围隐隐传来了弟子们的嗤笑声。哎，师兄可别冤枉人啊，是你自己觉得的，我可没有说。江明两手一摊，无奈道：“你……”那位师兄紧皱着眉头，有些分不清江明到底是不是在阴阳他，但周围弟子的笑声又有点让他下不来台，只好端起师兄的架子说道：“师弟，听师兄一句劝，入了仙宗就好好修炼，不要仗着自己是征道峰的到处惹事，不然迟早会出事情的。”江明眉毛一挑，师兄能够劝告他，江明很高兴，但这种倚老卖老的语气，江明不喜欢，所以刚好可以拿来练练手。师兄教训的是，但希望师兄能够以身作则，不要仗着师兄的身份，在我还在登记任务的时候来惹事，好吗？一下子，全场弟子聚焦在了中间两人身上。卧槽，这小子是真的刚，直接怼回去了。金远出了名的脾气暴躁，估计不会就此作罢了。确实，执法堂都去过好几次，还经常到处炫耀来着。嘿嘿，听说金师兄是因为追求的女弟子当着他的面疯狂夸赞江明，他才去招惹江明的。这对比起来确实差距挺大。执法堂3日游罢了，我大金师兄又不是没去过。身材魁梧、满脸凶恶的金远师兄顶着大光头，显得更加凶悍。他被此时周围的窃窃私语声搞得有些气血上头，面红耳赤。不过好在执法堂3个字还是足够将他震慑住的。执法堂他经常去不错，但其实还没去过最恐怖的幽囚狱。执法堂的弟子跟他说过，下次被逮小心幽囚狱3日游。他也听到那些弟子说了什么，但敢议论他的都是跟他同境界的。被同门冷嘲热讽，他有些拉不下脸。就这么放过江明，他有点不甘心。对了，听说这小子刚入门，身上应该没什么修为，而我可是筑基境，哪怕是气势也够他受的。于是只见他眼睛一瞪，全力释放出自己筑基修为的气势，以及讨伐妖兽积累的杀气，期望能让这个刚入门的弟子出点丑。别说这招对那些刚入门修为低下的人来说是绝杀，少不得两腿颤颤，毕竟两者有着不可跨越的天堑。于是金远杀气腾腾地瞪着无辜的江明。怎么了师兄，眼睛不舒服吗？张那么大，不会干涩吗？见这金师兄怒目圆睁大半天，江明好心地提醒一句。噗！哈哈哈哈！顿时周围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弟子发出了爆笑声。我杀人不眨眼，你问我眼睛干不干？哈哈！别说，这个江明有点东西啊，刚入门就能抗住机器的威压，还跟没事人一样的。废话，你也不想想，不久前他骂的那堆人里有多少个筑基期？不过也理解，毕竟是征道峰出来的，怎么可能是普通人？金远这会脸可丢大了，以大欺小，还被损，估计憋不住了。见江明一点反应都没有，金远脸色一变。你怎么可能？你不是才刚入门吗？行了师兄，我接任务了，玩去吧。江明见金远不敢动手，也懒得理会他了，摆了摆手，转身看向招待弟子，双手撑在柜台上，右脚脚尖在地上转圈圈，蔑视之情显露无遗。同时情绪之力慢慢涌动，一点一点无声无息地刺激着金远，不需要太多作用，就像点燃导火索的火星，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怎么说，找到了吗？要不直接给我盖章了吧，我师姐能做担保。金远原本没打算怎样，最多说教一下江明，可有时候一旦上了台就难下来了，尤其是江明这种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嚣张姿态，加上周围弟子的讨论声，让金远气血越来越上头。他想冷静下来，可不知为何心里总觉得憋着一股气，凶恶的脸颊通红，短发根根倒竖，有被冲昏头脑的趋势。执法堂又不是没去过，幽求玉大不了走一遭。金远抬手握拳，眼神里透露着一点血气，他好像真想打。卧槽，真打啊！金远疯了吧？快去找执法堂的，走走走，我们看着点金远，可不能让他打出事来了。围观弟子中还是有些明事理的，同为筑基的他们打算看着点，免得真出事了。金师兄其实也没打算打死江明，唯一的理智让他还收着劲，瞄准了江明的背部，估计想用内劲让江明疼上一疼。臭小子还敢顶嘴，今天我就代表被你骂过的弟子教训教训你。金远离江明只有3步之遥，只见他第一步慢踩，第2步蓄力，这是他战斗时的习惯，几乎刻在了他骨子里。前慢后快，可以观察对手反应，也可以暗中蓄力。见江明还是没有动作，金远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让他显得格外凶恶。众人似乎已经预料到了结局，筑基期打刚入门，没有什么悬念，更别说江明这回还背对着金远，似乎来不及做出反应。可当金远用力地踏出第3步时，只见江明突然抬起手打了个响指，清脆无比。砰！还没等众人惊愕，爆炸声响起，只见金师兄右脚刚落地，他所踩的地板爆炸开来。这是金远蓄足力的一蹬，他整个人是要冲出去的，可这突如其来的爆炸让他蹬出去的角度一歪，竟斜飞了出去，从江明身边擦身而过，速度过快，竟然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就这样狠狠地撞在了柜台上。砰！只能说体修不愧是体修，金师兄的大光头毫无阻碍地撞进了柜台里，失去了动静。当然不是晕过去了，他身体没那么弱，甚至连一点伤都没受到，筑基境强大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他觉得头埋进来也挺好，哈哈，至少看不到别人的脸了。先躺一会再说了，缓一缓。这时候出去太丢人了，要不还是装晕吧。睡醒了估计也被搬出去了。这么想着，金师兄头一歪，装作昏迷。原本有些吵闹的场合一片寂静，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局。在他们料想中，一个刚入门的弟子打出激境，那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也不能说打吧，毕竟金师兄连江明都没碰到。卧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金远脚下突然爆开了，为什么？有没有董哥解释一下？妈耶，难不成江明是天选之子，上天都在帮他？还是说有哪位大佬出手了？屁脸，你没看到江明打了响指后才爆开的，明明是他搞的鬼。别说打的那个响指还挺帅，不过我怎么感觉他在装逼？有什么东西是靠响指触发的？这时刚好有个修阵法的弟子在瞧了一会后看出来了，解释道：我是天阵风的，刚刚那个爆炸声应该是个微型起爆阵，杀伤力不大。他皱着眉，表情凝重，但就刚好在金元脚落地的那一刹那引爆，让打算向前冲他失去平衡。这起爆早1秒晚1秒都对金远没有任何效果，时间把握得太好了。金远估计也没料到会这样，距离太近了，再加上他蹬出去的速度又快，根本无法变招。毕竟是打个新人，他有点轻敌了。但江明什么时候刻下的起爆阵呢？总不能是提前刻好等金远过来吧？他还修占卜之术？扯淡，能预知未来，那得多高深的占卜之道。等等，刚刚他转向柜台的时候，用脚尖在地上转来转去，是不是那个时候？一个观察较为仔细的弟子说道：用脚尖刻的。天阵风的弟子一脸不信，脚尖可不比手指那么精细，他来刻估计可以，但一次成功是想都别想了，得练上许久，烂熟于心才可以。好像也没别的可能了。别忘了他才刚入门，这阵法哪学的？征道峰只是不招有修为的，但阵法还是可以在入宗之前练的。没想到他还藏了这么一手，金远也输得不冤。确实，不过连金远前进的路线都被预估得刚刚好，我感觉这江明运气也是逆天。如果金远不踩那儿，他就完了。这时招待弟子也终于给江明盖了章，登记了他的任务，心情不错。情绪之力实验很成功，毕竟是宗门，如果是对方先动手，怎样都占理。外面可不敢这么玩。江明拿着任务登记往外走去，听到弟子们的议论，他脚步一顿，笑道：运气不好，多刻几个不就成了？征道峰的颜若七师姐，执法堂弟子请求一见。征道峰下，2位身穿素正黑衣的弟子押送着一个光头，在风脚下大喊着。
他的声音雄厚，带着筑基期的灵力向峰顶远远传去。这一叫倒是吸引了不少弟子前来围观，有些人更是直接认出中间那位光头。那不是金远吗？好像真的是他，那大光头估计也没谁了。他又犯了什么事？还和征道峰有关？不知道，过去看看。很快，执法堂后边就跟着一堆看热闹的弟子。执法堂弟子无奈地看了后边一眼，但也没说什么，毕竟看热闹真的不犯法。随着弟子夹着凌厉的喊话，远在峰顶打坐冥想的颜若期睁开了双眼，但他有些疑惑，执法堂的弟子来找他做什么？他犯法了。不过不管如何，执法堂代表着宗门之法，无论什么事他都得下去看看。又要浪费修炼时间。征道峰山脚，执法堂弟子喊话不久，一道姿态窈窕的身影轻轻落地，玉立在执法堂弟子前。何事？颜若期习惯性地板起脸，冷冰冰地说道。他发现冷着脸是真的好用。自从他不苟言笑之后，来找他的人，敢跟他搭话的人都没了。于是乎，他艳丽的脸蛋就越来越冷。冰山仙子、冰山师姐这些绰号也不胫而走。师姐，师姐。两位执法堂弟子先是轻轻鞠躬实力，永远是正位。这也是颜若期修道的根本理念，哪怕是独立于珠峰的执法堂，见了面也得先鞠躬。请问江明师弟在贵峰上吗？果然是因为师弟。颜若期暗叹一声，心里早有准备，只得回应道：他不在，不知道哪去了。他做错什么了？对这位入峰几天就开始惹事的师弟，他略感头疼。江明师弟倒没做错什么，是这位名叫金远的弟子在公共场合对他出手。砰砰！突然，在场弟子无论是谁，心跳陡然慢了一拍，一股寒气由外向内渗透。你是说？颜若期语气冰冷，强大的灵力横压全场。这个筑基境的东西出手殴打我师弟，尤其是金远，身为威压主要目标的他，感觉到自己全身都快冻僵了，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声带里发出呵呵的声音，却无法说出口。是，师姐，您冷静点，他虽然出手了，但也没伤到您师弟。执法堂弟子连忙扛着威压，有些吃力地开口道：相反，他在您师弟手下吃了点亏。颜若期一愣，强大的威压一滞，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美眸看向下的有些脸色发白的金远，微微皱眉。对啊，没错啊，是筑基境啊。江明什么水平，他是知道的，最多炼气前期。两人的差距不说天壤之别吧，但用大人和小孩比也差不了多少。颜若期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咿咿呀呀地站起身来，给一个壮汉来了个过肩摔摁。所以这家伙的多废。颜若期不认识金远，可后边的弟子有不少认识他的。金远在江明手底下吃亏，什么东西？我听错了吧？不是，筑基期打刚入门吃亏。这金远白长一副这么凶的脸了，他最近不是还斩杀了一头筑基境的妖虎吗？应该不至于那么菜吧？怎么，江明比筑基期妖虎可怕，还能打败金远？什么打败？我在现场。那是金远吃了点小亏，怎么在你嘴里就变成打败了？一个筑基期能在炼气期弟子手上吃亏，和被打败有什么区别？估计他也没怎么认真。如果开启冥王霸体，起爆阵对他没什么影响。打一个炼气期的同门还开大招是吧？要点脸。一时间众说纷纭，看戏的弟子谁也不服谁，不一会儿便拌起嘴来。见颜若期的威压消失，这边的执法堂弟子松了口气，开始解释：您师弟在接任务时，金远师兄因为您师弟的挑衅上了头。接着江明师弟抓住时机使用了起爆阵，倒是后边的弟子听得一脸茫然，以大欺小还被戏耍了，笑不活了。用角克起爆阵是个什么水平？有没有懂的？不算难。有个弟子冷冷地装了个逼，没想到很快就被认出来了。你天阴峰的凑什么热闹？你来一个。现在不行，我回去练练就会了。放屁吧，你练练就会，我天阵峰扫他欢迎你好吧。一个天阵峰弟子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又解释道：其实并不容易，哪怕会克起爆阵的弟子来，也要花很长的时间练习，毕竟手脚精度与控制度都不一样，而阵法最怕的就是克歪了。这个江明应该入宗前就练过，不然他就是阵法妖孽。最后他总结道：倒是颜若期听闻执法堂弟子的解释，有些难以置信，师弟还会阵法。但不管怎么说，能凭借着自己的本事跨境戏耍一位筑基，哪怕这个金远估计也没怎么认真，却也是一种本事，说明江明师弟是个可造之才，得叮嘱他尽快将境界提升上去，不能再空耗光阴了。这样争道战也能有个好助力。就在师姐沉思的时候，一个大大咧咧的声音传来：你们聚在我家门口干嘛？围观的弟子声音一致，
回头望去，一位右手提着一只白羽灵鸡，左手提了一大堆灵书的俊秀弟子正往人群中挤。绕路？不可能绕路的，这里是我家。江明就这么硬生生的在一群弟子中挤出一条路。哟，师姐，你不修炼在这干嘛呢？江明见到颜若七，眼前一亮，大大方方的打了个招呼，丝毫没有因为颜若七板着脸而胆怯，这倒让周围弟子纷纷侧目。同一作风的就是大胆，敢这么跟颜若七师姐说话，普通弟子被他看一眼都得心惊胆跳。师姐闻言冷冷一指，找你的，既然你来了，那我回去修炼了。等等师姐，何事？帮我把这些提上去。一下子师姐身上的冰冷气息更甚了，执法堂弟子都感到身子一僵。卧槽，这小子他怎么敢？就算是童风也太放肆了吧，他才入门几天，搞得跟若七师姐很熟一样的，估计等会有好戏看，别走先。围观的弟子看热闹从来不嫌事大，颜若七师姐那冰霜一样的俏脸似乎真的跟结了冰一样，寒冷气息有些令人望而生畏。唯独一个人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把手中的食材递向颜若七。师姐冷冷地看了一眼这位放肆的小师弟，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接过江明递过来的菜，下不为例。谢谢师姐。江明笑嘻嘻地看着师姐靓丽的背影喊了一句，师姐这种外冷内温的人不会拒绝他这种小请求的，但为了在别人面前树立形象，还是得装一下，免得都以为他好相处。显然他刚刚的表演很成功，若七师姐肯定是看着这小子是他师弟的份上，别的弟子估计早被拍死了，大家别学。确实运气真好啊，我也想和师姐同处一峰。得了吧，都认不清自己了是吧？人家江明在若七师姐冷着脸的时候还面不改色，你们这群人隔大老远话都不敢说，真以为自己上也行。他说的有点道理，但弟子们突出一个嘴硬，差不多得了，这就开始护主了。人江明再怎么说也是能竞争道风的天骄，你们别老看他现在修为低微就想踩一脚，除了嫉妒我想不出其他理由。呵呵，点这话属实难崩，这么快就扣嫉妒的帽子了。江明虽然是黑红出道，但他有颜有实力有胆子，佩服他的人还真有不少。弟子们又吵了起来，不过始作俑者似乎并不是很在意他们，而是看向了执法堂弟子押送的金远，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哟，这不是金师兄吗？怎么这么快又见面了？金远闻言差点把自己的牙给咬碎，却没有吱声，脸早就丢光了。这时候无论说什么都只会被后面的人嘲笑，现在不说话是最明智的。江明师弟，我们执法堂弟子接到举报后立马调查清楚了事情的起因结果，金远虽有动手在先的罪责，但因为没有对你造成损伤，因此此事以道歉赔偿为决。此次前来是为了让金远与你道歉并协商赔偿项目。执法堂弟子对江明的态度很不错，待他转头看向金远时却又冷下脸来，呵斥道：赶紧说。好。金远咬着牙，最后还是低着头不敢看江明。江明师弟，对不起，没诚意，看着我说。江明淡淡的说道。金远猛地抬头死死瞪着江明，你。不过他还是按捺住了脾气，看着江明说道：江明师弟，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知道错了。江明戏谑地看着金远的眼神笑道：我看你是知道自己要遭殃了。金远闻言脸色一沉，江明师弟，得人饶处且饶人，你不要太过分。加害者劝受害者得人饶处且饶人，点中之点。这类玩意果然哪个世界都存在。江明闻言直接不理会，转头看向执法堂弟子：师兄，如果我不接受道歉，能把他送进去幽囚狱吗？执法堂弟子闻言一愣，没想到他这么刚。理论上可以，但师弟，我还是劝你收了赔偿比较好，毕竟他就算进去也只是受几天苦，对你并无好处。谁说的师兄？江明笑道：把他送进去，我道心通畅，比那点赔偿有益多了。那就这么决定了，有劳师兄了。江明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两位执法堂师兄的态度倒不张扬。如果这金元好好道歉就算了，但看现在这样子，江明也懒得再去跟他纠缠不清了。送进去冷静冷静。哎，那行吧，师弟既然有了抉择，那执法堂尊重师弟的决定。见江明如此坚决，执法堂弟子也不再劝说，压着金远向外走去。金远被押走前转过头，狠狠地瞪着江明，没有说话，但意思不言而喻。江明见状有些害怕，并竖起中指表示屈服。这种万界通用手势倒是让金远眼中的火更甚了，这仇算是结下了。只不过他肯定是不敢明着动手了，毕竟大伙都知道他和江明有仇，万一江明出事了，他铁定会成为第一嫌疑人。江明也不在乎多一个这样的仇人，连放下面子道歉，哪怕只是装出来的都做不到，能有什么出息？一暴易怒，
在哪儿都只配备当枪使。江明见金元走后，一群围观弟子仍在那七嘴八舌的讨论什么，于是他挥了挥手，驱赶道：“好了，各位，散了散了，天天围着我争道风干什么？江明，你不怕他报复你？他算什么玩意报复我？我出示了他第一个被查杀，你信不信？”江明不屑的语话让众人倒吸一口冷气。想想还真是。虽说很多人都看不爽这个张扬的新弟子，但他是争道风的啊。你说说他，自然没事，甚至殴打下他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多算同门恩怨。执法堂也是按法就罚。但江明真出什么大事了，那问题可就大了。行了，赶紧走，我要回去了。这里是你家，我们就不走，你能怎么地？好，那你别走。江明笑了笑，回头看着争道风大喊道：“师姐！”卧槽，逼样的只会狐假虎威，一下子聚集的人如鸟兽散，各自飞。江明一笑，绕过山峰，搭乘直立梯去了。师姐刚登上争道峰，江明就看到了正在冥想的师姐，显然是在等他的过程中又忍不住节约时间练功了。你来了。颜若期缓缓睁开眼睛，脸色比较放松，并未像山下那般板着脸。谈得怎么样了？哦，送进去了，就那点赔偿，不如把他送进幽囚狱玩玩。就那点赔偿？那你前些日子为何要在山下乞讨？师姐言重了，我那不是乞讨，只是收取表演费用，毕竟装傻子也是件技术活。江明笑着说道。闻言，颜若期叹了口气，转而说道：“师弟，你会阵法？略懂一二，进门之前学的。”好吧，但师弟，阵法也只能作为辅道，自身的修为也要重视。颜若期还是语重心长的嘱咐一句。好的，师姐，把锅拿过来，等会就可以开饭了。好。颜若期站起身，回去拿锅碗了。还好其他弟子没见到这一幕，不然的瞪掉眼睛。一个练气期居然敢这样去指使堂堂金丹气。来，师姐多吃点。江明自来熟的夹了一个鸡腿，放到师姐碗里。谢谢，不过师弟，今天不用像昨天那样。不用，那是忽悠你放松的，况且这汤除了好吃以外根本没啥用，也不知道以后师姐知道真相会作何感想。江明摇了摇头。不用师姐，只要你吃饭的时候心平气和，不要想太多就行了。好。闻言，颜若期也开始就餐，他的动作轻灵，筷子下的鸡腿瞬间就被凌厉切成碎片，优雅。经过昨晚那顿饭，今天的颜若期很快就进入状态了，专心享用食物，心情放松之下，美食似乎也变得更加可口了。江明见状笑了笑，再这样多几次，师姐很快就会熟悉和他一起吃饭，只要按时按点养成习惯，师姐自然会将吃饭纳入他日程安排的一部分，到时哪怕他突破了身怀闷雷的境界，也会乖乖过来吃饭。这样两人想不熟络起来都难，熟络起来后，师姐就成他的靠山了。不过可惜明天开始要出门几天，只能等回来再继续调教划掉，培养师姐的好习惯吧。念此，江明也跟师姐交代一声。对了师姐，明天我要出去一趟，接一个新弟子。闻言，师姐优雅的动作一缓。你去接任务了？出去走走，有利于修行。扯淡，我看你就是想出去玩。颜若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不过虽然他希望江明好好修行，却也知道自己不能强迫他，于是只能道：好，注意安全。任务地点在锦官城，我可能要去好几天，这几天师姐你得自己找吃的了。闻言，颜若期瞳孔一缩，小手微微一抖，甚至忘记吐槽自己什么时候不是自个儿找吃的了。但他很快便掩饰过去，像是不经意地问道：那个新弟子叫什么？安青。颜若期闻言并没有多大的反应，毕竟心中早有预料，锦官城就是一个小地方，又有多少人能有足够的天赋进万法仙宗？能出一个就不错了。别看万法仙宗那么多人，实际上他们都是在整片大陆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天骄之子。怎么，师姐认识？江明随意地问道。他可是专业2五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是基本本领。师姐那下手抖，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基本上可以确定，师姐认识这个他要去接待的新弟子安青，而且他们俩之间肯定有什么关系，不然师姐反应有些太过了。认识。颜若期道没有隐瞒，点了点头。我也是从锦官城里出来的，年长他几岁。他是我的朋友。朋友？你那么激动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呢。江明斜了看上去很淡定的师姐一眼。师姐放心，我会好生把她接回来的。但师姐突然就犹豫了，这个师弟有点跳脱惹事，她有点不放心。安青虽然习得了一些凡人武功，
但他是个喜欢文静温柔、不喜欢惹事的人。颜若期怕他和师弟性格上会有冲突，而且师弟实力也不够，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呢？涉及到安青，颜若期要考虑的就多了起来。师弟，咋的了？江明往嘴里送了一口饭，含糊不清地说道。颜若期发现自己这个师弟自打上山以来就没怕过他，平日下山他只要板起个脸，周围3米内都不会有人靠近，更别说搭讪。可这师弟仿佛就没怕过他，搞得他有些怀疑自己的表情管理是不是失效了。就算不怕他冷着脸，好歹尊敬一下他金丹期前辈的身份吧。可师弟却邀请他吃饭，还让他洗碗。对了，在山下还当众指使他拿菜上来。念此，他也只能叹了口气，叮嘱道：安青是个文静腼腆、不喜欢热闹的人，你不要在路上多逗留，尽快把他带回来。没问题，师姐，包在我身上。江明胸脯拍得啪啪响，一下子颜若期美眸里的担心更甚几分。师弟，这个你拿着。细想片刻，师姐从空间戒指里掏出一把寒光四溢的宝剑，上面隐隐约约浮现出3道冰纹。这是我筑基期时用的宝剑，以你现在的实力驾驭不了，但我在里面封存了3道剑气，若有危险，你可以直接驱使。哟，爆装备了。没问题，师姐。江明大大咧咧地接过，随手收了起来。其实这本来就是颜若期准备给小青的筑基礼物，但眼下还是先给江明保险用，以后再给小青准备更好的。倒是江明的反应让他有些好奇，他可是清晰地记得当初获得这把宝剑时的心情，那叫一个激动、兴奋，恨不得直接御剑飞到锦官城跟小青分享这个好消息。可看师弟这模样，是不识货，还是他进宗门之前就见识过大场面？毕竟他入宗前就能接触到阵法，当然也有可能是性格原因吧，毕竟他连自己都不怕。颜若期摇了摇头，不再追究这没有意义的事。就在颜若期发呆的一会功夫，江明3两口把饭干完，挥了挥手，转身回屋里去了。师姐，吃得慢的洗碗，我先走了。主打一个做饭不洗碗。江明也想培养一下师姐洗碗的习惯，有来有回，人情交往才会更深。他还故意留下一个小暗示，下次吃得快的宝宝可以不用洗碗哦。看看师姐下次会不会为了不洗碗吃快点，感觉冰山师姐抢着吃完饭应该挺可爱的。江明突然发难，留下还捧着饭碗的师姐看着才发呆，还剩很多呢，师弟胃口这么小的吗？而且看这样子又是他洗碗了，昨天赌输了洗，今天怎么没赌也洗？不过他是蹭饭的，似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听师弟刚刚的话，下次吃快点是不是可以不用洗碗了？不过师弟这手艺到底哪学的？这肉能做得这么香，不知道小青会不会喜欢。我们俩小时候可是连树皮都不放过的，等他来了，不行，见了面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到时候心有杂念，拖累修行怎么办？当初约好了，等自己登峰造极，再光明正大把他带回家的颜若期吃着，突然陷入了回忆中，心里琢磨着能不能拜托师弟给小青也做点菜。回到屋内的江明也没有闲着，心中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师姐还是太不会说谎了，说到锦官城的时候他便手抖，说到朋友的时候他便犹豫，甚至看眼睛还有些愧疚。谈到护送他就担心，还给自己报这么好的装备，显然不可能是因为担心他，那是担心谁？显然是安青。这么多细节加在一起，真相只有一个，安青绝对不仅仅是他的普通朋友那么简单。至于这背后可能是什么兄弟姐妹相爱相杀什么的剧情，就得自己去探索了。师姐铁定是不会说的。不过他送的剑倒是挺不错的，3道金丹期的剑气，至少安全这方面是不用考虑了，还能在不久后助力他下秘境副本。此次接任务前往锦官城，实际上是他顺手为之，并不是突发奇想去接的任务。他本来便要去锦官城附近支援另外一个修道盟的25载下秘境，但他总感觉自己这样过去会很亏，就像前世玩游戏探索地图却不接任务的感觉。于是他便顺手接了个比较近的任务，不为奖励，就为了填补这种吃亏的感觉。锦官城这并不是一座多大的城市，但城外不远处山上的绿林好汉却是出了名的多，这也让锦官城外的官道并不是很安全。走这条路随时都可能跳出一堆人，拿刀指着你，嘴里嚷嚷着什么此路由我开，此树由我栽，或者是前世国家的，命是自己的，诸如此类的话语。这些似乎是整片大陆绿林好汉抢劫时的通用语，乃是祖上传下来的，秉承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原则，这些语话流传至今也算是一种传承了。强盗猖狂，自然也会有对应的一方无能的官府。锦官城城主组织过几次围剿，但官兵们一旦上了山，便到了好汉们的地盘，那犹如迷宫一般的树林就是他们的主场。剿匪的官兵们自然无功而返，
但神奇的是，这些官兵上去的时候是怎样，下来的时候还是怎样，一点伤口都没有。嘿，你说神不神奇？然而，官道再危险，该走还是得走。毕竟绕远路对商人与富豪来说并不划算。想走有2种方法，一个呢，多带点人，实力强大的话，好汉们自然不会轻易招惹。另外一个呢，就是破钱消灾。对了，千万不要带好看的女眷，不然可能就变成别个的压寨夫人了。这不，现在的官道上就有个妙龄女子，孤身一人。白色的长裙让其盈盈一握的腰肢更为显目，但细致上却结了硕果，让上半身的衣服画出一道优美的曲线，酥胸斜抱半天月，如同刚成熟的水蜜桃，却仿佛带着一点青涩，煞是诱人。然而，与她的身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她不施粉黛的俏脸，柔弱、文静、乖巧，纯真中又带有几分书香之气，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精通琴棋书画、涉世不深的大家闺秀。这一套下来，简直是小黄书中的女主原型，犹如天仙一般纯洁美丽的女子，什么什么恶毒什么什么的。当然，这可能也是压寨夫人的理想目标。此时，女子走在官道上，左顾右盼，柳眉轻蹙，满脸担心与谨慎，似乎是听闻过这条路强盗猖獗。她的小嘴还不断开合，如果靠近便能听到上天保佑，上天保佑，让我平安到达锦官城。当然，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出意外了。美人、孤身、柔弱、身材好，这 buff 都叠满了，还走在强盗猖獗的锦官城官道上，那些小黄书作者不用看都能把后续猜得一清二楚。喂，站住别动！果不其然，旁边的山林里突然传出一声大喝，女子被这声响吓得浑身一抖，不敢动弹。你以为强盗傻？人家都是有人放哨的，一旦有肥羊出现，信号一达，乌泱泱一群人就冲下来了。不过显然，这个强盗并没有呼叫同伙。你是干什么的？一个满脸凶悍、扛着大刀的大汉从旁边的森林里现身。可当他第一眼看清女子吹弹可破的脸蛋，顿时便感觉心头狠狠一跳，小鹿乱撞，精虫上脑，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谁说山猪吃不了细糠的？强盗的审美还是很在线的，并且他也想吃细糠了。这一眼看下去，如果这细糠不吃到嘴里，那以后估计是茶饭不思了。女子听到大汉问话，有些惊慌，她胆怯地低下头，声音柔弱，如同棉花一般柔软。回爷的话，我是去锦官城寻亲的。这软绵绵的声音倒是引得大汉下腹一阵火起。哦，那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啊，小姑娘？这里很危险，没人跟你一起来吗？大汉心里迫不及待，但还是强迫自己露出一个友善的微笑，慢慢靠近女子。细糠就得细品，反正今天他一个人站岗，也不着急。回爷的话，我家中已无人，我是第一次来这寻亲。他看着大汉接近，忍不住后退，声音颤抖，隐隐约约带着哭腔。爷，求求大爷放过我给您钱好吗？我所有钱都给您，只求您放过我。女子急得眼泪都出来了，梨花带雨，看上去楚楚可怜。她慌忙搅乱的在身上摸出几两碎银，颤颤巍巍的放在地上。见女子示弱，大汉笑得更淫荡了。哭，别急，等会有得你哭的。他见女子猜出自己的身份，也不再隐藏，淫笑出声：小娘子，你别怕，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他舔了舔嘴唇，看着眼前绝色清纯的容貌，咽了咽口水。只要你乖乖听话，不要过来，求求你。女子见状，浑身颤抖，左右看了看，突然拔腿就跑，往树林里冲去，似乎想求那一线生机。哟，小娘子还玩捉迷藏，嘿嘿，那相公就陪你玩玩。大汉见状更兴奋了，慢慢悠悠地追了过去。女子跑得并不快，有些踉踉跄跄，看上去平时并不锻炼，再加上是山路斜坡，加剧了她体力的消耗。很快，她便停下来，气喘吁吁了。小娘子，跑不动了吗？你别过来，我喊了。等等，别喊，我不过去。大汉一听，顿时心虚地看了一眼东北方向，这里离他寨子不远不近，要真被兄弟们听到，那他可吃不了独食了。哦，那我不喊了。女子闻言应了一声，虽然女子是回答他的话，但他怎么感觉语气不太对。他望去，却见女子腿也不抖了，气也不喘了。此时现在正一边直起腰杆，一边问道：你的寨子是在那边吗？你刚刚看的那个方向。虽然声音依然悦耳柔弱，但语气却天差地别。坏了，不会上当了吧？大汉顿觉不妙，总觉得自己似乎上当了。他左顾右盼一番，却发现附近并未藏人。稍稍松了一口气后，他转过头，凶狠地瞪着女子：小娘皮，你真以为你能唬住我？
他怀疑这个女子是装的。不过为了不夜长梦多，他不再犹豫，猛扑了上去。一道寒光闪过，接着大汉便感觉一阵天旋地转。等等，那是我的身体吗？然后他的眼前陷入永远的黑暗，无头尸体倒下。女子低下身子，在大汉的衣服上擦掉了血迹，熟练的摸尸，掏出一些碎银。真穷！女子嫌弃的撇了撇嘴，站起身来。她低头看着洁白长裙上的鲜红血迹，有些厌恶的皱起了眉头。怎么脸上也沾了？真恶心！她抬起洁白的袖子，使劲地擦了擦柔美清纯的脸蛋。擦了，但不完全擦了，鲜血并未擦干净，而是擦出一道血痕，让她美丽的脸蛋平添几分妖艳诡异。这让女子更加嫌弃了。算了，赶紧干完这单回去洗澡吧。她转头看向了东北方向，缓缓前去。刚刚大汉看的那个方向，应该是他寨子所在的地方。真累啊，干多2单不干了。入宗的接引弟子应该也快来了吧？不知道若七姐姐会不会亲自过来接我呢？真期待啊！女子像是想起什么，嘴角扬起优美的弧线。霎时间，被遮蔽阳光的森林都明亮了几分。若七姐姐，我好想你呢，真希望能快点见到你。都已经快3年了吧？你应该还没有移情别恋吧？可千万要等我哦。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空中忽然冰雪大作，一道身影从天而降，站在了江明面前。其貌如仙女下凡，肌肤赛雪。只见他玉手轻弹，这金远便倒飞而出，顿时全场瞬间寂静无声。原来是江明的同门师姐，也是他暗恋的梦中情人颜若七出来救场。小小之辈，敢欺吾师弟！其声清脆如冰，威风凛凛，吓得这金远磕头便拜，屎尿齐出。说书先生倒是讲得绘声绘色。身穿朴素麻布衣的江明轻轻啜了一口热腾腾的灵茶。因为要入凡尘，江明也不打算穿那身飘逸出尘的宗门服饰，主要是白色容易脏难洗，在讨得一个能帮他洗衣服的老婆之前，他还是打算能偷懒就偷懒。上面的说书先生故事也到了尾声，在结尾留了个悬念之后，便是且听下回揭晓。这说书先生倒是个听劝的，叫他加点爱情元素，他还真加啊。不过说书先生不敢编撰颜若七喜欢江明这种剧情，于是便把暗恋的名头套在了江明身上。别说征道峰小师弟暗恋大师姐，这噱头倒是挺足。只不过以颜若七在宗门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名声，后续剧情应该是不会让颜若七喜欢上江明的。颜若七在宗门还是有不少颜粉，将她奉为女神的。要是说书先生敢说颜若七喜欢江明，那第2天就会被愤怒的粉丝冲爆。所以江明估计这后续又是一段求而不得的虐情故事。当然，如果江明真的将大师姐拿下并公之于众，那故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江明慢慢悠悠地吃完早餐，过去拍了拍说书人的肩膀。故事不错，下次加点3角恋元素。您是上次那位客官？说书人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眼睛一亮，接着又皱起眉头。三角恋，这是何物？3角形具有稳定性，你都不知道吗？就是师兄喜欢师姐，师妹喜欢师兄，师姐喜欢师妹这种。说书人听得目瞪口呆，还能这样子？这可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剧本，你好好编，绝对能火。江明鼓励地拍了拍说书人的肩膀，走了，留下了若有所思的说书人。锦官城离万法仙宗说近不近，说远也确实不近。对筑基期的弟子来说不远，因为他们会遇见飞行，但对练气期的江明来说，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是坐马车呢，坐船呢，还是走路呢？等等，你不会真的在思考吧？开什么玩笑？江明，征道峰小师弟，去坐车坐船，找个顺风车不就行了？任务接待大厅依然非常热闹，这里大部分都是筑基期的弟子，也只有筑基期的弟子才会不停刷任务挣历练点。一方面是为了出门历练，另一方面则是对筑基期的弟子来说，遇见飞行是真的方便。练气期的跑趟任务要生要死，筑基期就轻松很多了。江明的目的地自然是这里，大家都是要出任务的人，约趟顺风车、顺风剑怎么了？大不了付点拼剑费，好在没高速费这玩意。江明直直走到接待大厅中央，举起双手，深吸一口气，大声吼道：大家看我，看我！我宣布个事。这突如其来的一嗓门着实吸引了在场弟子的注意。咦，他好像是那个江明，就是他，只是换了身衣服而已。他想干什么？不知道，先看看。不得不说，这小子胆真肥啊，一个练气期敢在这大呼小叫。嘿嘿，你不知道，上次他在这里无视了筑基期的威压，把一个师兄戏耍了一遍呢。怎么可能会怕我们？真的假的？
修道界境界等级森严，境界高的修士稳压境界低的一筹，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所以接待大厅的炼气期弟子来接任务一般都很低调，在一群筑基期大佬面前啥也不敢说，接完任务就走，哪有像江明这般扯着嗓门在这叫的。倒可以看到人群中除了筑基师兄师姐审视的目光外，还有一些炼气期弟子颇为崇拜的目光。他真的好勇敢。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一个炼气期的女弟子丹景满眼崇拜，她可能是江明最早的一批拥趸了。上次金元挑衅江明却被反杀的时候，他就默默地看在眼里，同为新弟子，他在这儿连话都不敢大声说一句，而江明却已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戏耍出激进了。听说他还公开挑战全宗门的弟子，这让丹景在佩服的同时又暗暗生出憧憬崇拜的情绪，颇有种追星的感觉。又强又帅，还和他一样是新弟子，追一下怎么了？他还打算找找有没有同好呢。他身边的男同伴摇了摇头，说道：他可是争道锋的，我们普通人看看就好了。倒是引来另外一个同伴的附和。确实，如果他跟我们一样是普通弟子，哪敢这么嚣张？酸气弥漫。丹景闻言不服地辩解道：争道锋怎么了？江明师兄不也是靠自己的实力上去的吗？得了吧，天赋是天赋，实力是实力。哦，这么说炼气期用阵法戏耍筑基期也是天赋咯？这倒没法反驳，将天赋变现在战斗中，那就是实力的体现。再吵下去就显得他有些嘴硬了，于是他干脆闭嘴。丹景见状得意地哼了一声，看向引人注目的江明。他丹景默默地维护了偶像的颜面，江明自然不知道自己的颜面被某位小迷妹保护住了，他忙着呢。见接待厅的弟子都看了过来，江明放下双手，朗声开口道：各位乡亲父老们，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那是我们几世修来的缘分。本以为这小子是有什么大事要说，怎么一开口就在整活？江明顿了顿，继续开口道：你们看，这个世界何止亿万万人，可偏偏这茫茫人海中，我们遇到了彼此，这不是缘分吗？听得在场众人面面相觑，大家在缘分的指引下成为同门，为宗门之崛起而修炼，奋斗终生，奉献自我。正是我们的无私奉献，万法仙宗才会屹立在这片大地之上，永垂不朽。但现在我们仍然还不是世界第一大宗，革命尚未成功，同门们应该继续更加努力修炼，建设宗门。今日我们以万法仙宗为荣，他日万法仙宗以我们为荣。江明猛然握拳举了起来，大声结尾。当然没人附和他，全场一片寂静，有些尴尬。大家毕竟都是老油条，不会被这几句鸡血打动。况且你一个炼气期的弟子，上来就讲这些，让人怎么有认同感？好，谁这么捧场？江明眼神望去，却见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努力地拍着手掌。可是很快，在众人诡异的眼光中，丹景有些尴尬地收起小手，隐身了。嗨，所以江明师弟，你说了那么多，到底是想干嘛？一个师兄咳嗽两声，问道。他是上次那个解释现场的天阵风弟子。江明阵法似乎不错，他身为天阵风的师兄，还是挺喜欢江明这个人的，因此态度还算不错。师兄这话说的，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凝聚宗门力量，让各位宗门栋梁之才互帮互助。江明说的慷慨激昂。师兄一阵无语。嗨，所以各位，江明再次开口，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有没有顺路经过锦官城的师兄师姐？能不能捎上我？江明笑容腼腆地问道。图穷匕现。在场的弟子发现，这个江明真的是先天搞事圣体，想让人带他一程直说不就得了，他还得先吸引全部人注意，开始接着演讲，用什么宗门团结互助友爱来铺垫一下，然后才把目的说出来。纯属脱了裤子放屁。地图整那么长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割韭菜呗。自从练了情绪之道，江明看什么都像是在看韭菜，反正花一点点时间做个慷慨激昂的演讲，又不会浪费多少时间，还能克服一下自己社恐的毛病。万一有人愿意顺便带他一程，那就是3赢。江明赢3次，简直是秦始皇摸电线赢妈了。至于要是没人肯载他一程，怎么办凉拌？他又不是没腿，大不了自己走呗。江明环顾了一下四周，并没有人应他的话。其他人见江明没后续了，也纷纷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看来是拼不到剑了。见此，江明耸了耸肩，抱拳朗声道：打扰了，各位，告辞。他丝毫没有为此感到尴尬，毕竟搭顺风车也得有顺路的才行。锦官城位置比较偏，那边的任务比较少，没人去也正常。当然也可能仅仅是他们不想搭理江明，那对江明来说也无所谓，人家愿意带上他是情分，不是本分，就算不愿意，那也没理由怪别人。
倒是一边的丹景见状，心中替 Jiggy 心疼的同时，却又感觉 Jiggy 被无视后落落大方的样子好帅。他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发现别说被人无视了，就算上去噼里啪啦演讲，他都没那个勇气。师弟，我们要去平阴村，正好经过景观城，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就在江明打算离开的时候，一道温和的声音突然出现，挽留了他。夭夭，其实我们也没那么顺路。没等江明转头望去，又一道雄厚的声音传了过来。显然这位名叫夭夭的顺风剑剑主的同伴有些许异议。这时的江明才看到声音的发出者，我咧个大雷耶！江明是个善于发现美、寻找美、鉴赏美的人，所以他总能被某些人身上的一些优点所吸引，比如师姐修长丰腴的腿，再比如这位夭夭师姐的大白兔，都是能够蒙蔽人们双眼的存在。略微不同的是，因为若七师姐体态修长，她虽然也大，但看上去更加协调挺拔，尽显御姐风范。而这位夭夭师姐身材偏丰腴，却又不显得肥胖，脸上带着点可爱的婴儿肥，还一直挂着温和的微笑，倒是让人如沐春风，像是曹孟德喜欢的类型。虽然她的特点很吸引人，但江明也只是迅速地瞄了一眼，便挪开目光，直视夭夭师姐的眼睛看一眼。那是男人的本能，天下男人都一样。不继续看着，那是他的修养以及对这位好心师姐的尊重。夭夭师姐身边还跟着2个人，一个彪形大汉，和金元有些相似，想来是同一作风的，刚刚反对的意见也是他提出来的。另一个则是面容冰冷的男子，身后背了把锋芒毕露的长枪，他并未发言，但当大汉说话时，他微微点头，显然也不支持带上江明。他们3人应该是一个小队，有些任务难度较高，弟子们通常会选择组队完成，比如丹景刚刚就为了维护江明，跟自家队友拌起嘴来了。分开其实也就拐个弯的事情，不会耽误什么的。夭夭师姐闻言微笑地说道。身体强壮一眼体秀的分开见状，皱了皱眉头，却没有再次出声反对。显然这位夭夭师姐在这个小队伍里有一定的话语权。师弟如何？却之不恭啊，师姐。都到这份上了，江明自然不会拒绝，他走上前去感谢道：谢谢好心师姐和2位好心师兄，师弟感激不尽，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来日必当涌泉相报。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体修分开和枪修君莫虽然并未发话，但神色也不像之前那般紧绷了。严重了师弟，我们打算现在出发，你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顺风车主态度很好，长得还好看，不多说5星好评。没有了师姐，我随时都可以出发。好，跟我来吧。夭夭师姐说完便带着2人走在前头。江明见状连忙跟了上去，稍微落后一个身位。就在他经过某个地方时，突然停下了脚步，转头说道：你刚刚给我鼓掌了？丹景没想到自己的偶像会跟自己说话，一愣之下连忙慌张回应道：啊，是的是的。为什么给我鼓掌？我觉得你……哦不，您说的很好啊。江明闻言有些忍俊不禁，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在扯淡，别的弟子也都知道，所以你到底是觉得我讲得好，还是看那时周围人没反应，想用鼓掌缓解我的尴尬？不管哪个原因，江明都领了这份心意。他从兜里随手掏出一个戒指递给丹景，微笑道：感谢你的捧场，这个就当做我给你的见面礼吧。这个是那群弟子为了测试他是不是傻子时骗到的，虽然当时他选的都是比较次的，但好歹也是筑基期修士掏出来的，给丹景用绰绰有余。丹景看着戒指心跳一滞，偶像给的礼物想要啊？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我这该死的礼貌，这时候那么礼貌干什么？拿着吧，好好修炼。江明随手一扔，摆了摆手后离去。留下慌乱接住戒指后，看着他离去背影的丹景，只觉得心中突然升起万丈高的修炼欲望。假情假意，不就是为了泡妞吗？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不和谐的嘀咕声。你说什么？丹景不复面对江明时的慌乱，小蛮腰一插，质问出声的队友。没说什么。哼，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退队了，各位再见。丹景见状也知道2人之间有了矛盾，不适合继续做任务伙伴了，干脆退队。2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队友可多着是。师弟认识那位师妹？夭夭师姐显然看到了这一幕，有些好奇地问道。不认识。那你还？但他给我鼓掌耶师姐。就这，师姐。江明微笑道。坏消息，夭夭师姐不打算御剑过去。好消息，他们打算开飞灵舟过去。一下子顺风剑的待遇马上就升级成了顺风船了。美滋滋。飞灵舟是一种小型运载工具，为了节省临时消耗，这种灵舟其实与前世的小木船没什么区别，并没有独立的包厢客房，
但好在有个遮风挡雨的帐篷，里面有个小小的四方木桌，速度虽比不上御剑，但胜在舒适。只不过灵舟的空间不大，如果只有3个人的话，还算宽敞。如果有一个人在外面船头掌舵，那么另外2个人可以躺在帐篷里桌子的两旁休息。但加上江明，这个空间就有些拥挤了。这可能也是一开始分开并不想带上江明的原因之一。那位沉默寡言的冷脸枪修军末刚上船便跑去驾驭灵舟了，但很快他又走进了帐篷。我设定好路线了，这段路太平，不会出什么事。他这一进来，空间就显得有些狭小了，但也还好。正方形的桌子，一人坐一边，江明坐在靠里边，他们3人一个小队伍的则坐在相邻的位置上。夭夭师姐闻言温和的笑道：辛苦了，那我们来商讨一下计划吧。夭夭师姐显然是这个小队的领头人，她拿出任务单以及一张白纸，一边在上面写画画，一边解释道：我再次明确一下我们的目标，此次任务的目的地是平宁村，这是锦官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村落，至少原本只是一个小村落，但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一片无人的鬼域了。说到这，夭夭师姐的脸色凝重了起来。在大约15天前，2只鬼将筑基突然降临到平宁村，将所有的村民都献祭成鬼族。这2个鬼将要比寻常的筑基期强大，上一次接取任务的2位弟子已经失败了。江明在旁边静静听着，没有插话。能打得过2个万法仙宗的弟子，那说明这2个鬼将不一般，但2个弟子能够全身而退，却也说明这2个鬼将一般。于是江明凭此得出结论，这2个鬼将一般的不一般，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叫上2位一起前往。分开是冥王峰的翘楚，筑基巅峰，一身不动冥王诀出神入化，肉身强大，坚不可摧。君莫是朱武峰的翘楚，筑基巅峰，寒枪如龙，势不可挡，可以说是朱武峰最强之枪。我是天阴峰的，筑基后期，能给予你们辅助，也有一定的攻击能力，不会拖你们后腿的。我们3人齐心协力，必能拿下这次任务。夭夭师姐声音悦耳温柔，放低自己的身位，对其他2人一番含蓄的吹捧，倒是让他们心情颇为舒畅。别人夸他们厉害，爱听；美女夸他们厉害，更爱听。啧，夭夭师姐不愧是天阴峰的，说话就是好听。不过这3倒是让江明想起了前世的游戏，其实就是肉盾、输出和出杀人书的辅助组合，经典的3人小队。而万法仙宗的优势就在于你无论做什么任务，都能拉出一队合理的人选出来。这个风头找不到，就换一个风头找，你总能找出几个人才队友。我在接任务前也找上一次接任务的弟子打听过了，那2位弟子和2位一样，同样也是筑基巅峰，可以他们的实力，哪怕使出全力也没法在短时间拿下其中1名鬼将，可见这2个鬼将的强大。不仅如此，听他们说这2个鬼将是一伙的，如果对其中一个动手，那另一个鬼将便会马上靠过来。因为怕2位鬼将联合，所以他们只能撤退，放弃了这次任务。江明在一旁皱起了眉头，什么时候这些鬼物这么齐心协力了？毕竟鬼物是可以通过吞噬魂魄精进功力的，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这2头鬼将是会找机会吞噬掉对方的，怎么可能互相帮助？他设想了一下，如果他是其中一只死鬼，见自己的邻居被入侵者群殴致魂飞魄散，那江明只会在旁边鼓掌，好似喵，然后再渔翁得利，吞掉邻居留下来的精魄，功力大涨，再反杀入侵者，这样才是正常情况。当然不可能事事都有公式，自然也有例外。比如这2头鬼将江明还在思考着，那边的夭夭师姐继续发话，我们的计划就是集中所有力量，快速杀掉其中1只鬼将，如果有余力就继续杀另一只，如果没有余力就暂时撤退，歇息后再回来杀掉另一只。为了避免我们杀掉其中1只鬼将后被另一只鬼将渔翁得利，我带了那魂带，一旦杀死鬼将，我们立马将其纳入那魂带。显然夭夭师姐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的，针对这一种情况准备了应对措施。夭夭师姐这个计划谈不上周密，但运行起来简单，容错率高。毕竟他们同样是筑基期巅峰，打不过也可以跑，然后再想办法。但是他考虑的显然少了，或者说知识面不够深，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江明甚至觉得，如果他不出言提醒，夭夭师姐的计划可能会成为他们殒命的原因。大家对这次计划还有异议吗？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夭夭师姐说完后温柔地问道。听到夭夭的问话，风开摇了摇头，没有，我听你指挥。我也没有。君莫跟着俺也一样。就在3人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定下的时候，旁边传来了江明的声音，我有个建议。听到声音的风开眉头一下子便皱了起来，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哗众取宠的师弟，现在更不喜欢了。
之前在争道峰就装疯卖傻，欺弄同门，刚刚在接待大厅还故作姿态发表演讲，吸引注意。没错，当时江明在争道峰骂人的时候，封开也在现场，只不过他不是参与者，只是路过。当他听到江明说要参加大半年后的宗门大比时，就有些嗤之以鼻，知道这是个哗众取宠的人。江明或许天赋出众，但大半年修炼到筑基期，做梦。再结合他装疯卖傻的样子，封开就知道不过是个博人眼球的货色罢了。一个练气期不好好修炼，天赋高又如何？没有勤奋修炼作为地基，天赋也没法兑现。只能说争道峰也瞎了眼，出了这么一个东西。而现在发生的事就更令他不爽了。他们筑基期商讨任务，你一个刚入门的练气期插什么嘴？就那么喜欢出风头吗？还异议？你有什么资格提异议？暴躁的分开思维斗转，几乎没有思考，脱口而出：滚一边去，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话了？分开。夭夭师姐柳眉一皱，虽然师弟这个局外人，这会插话确实不太是时务，但分开这话也有些过分了。君莫没有出声，但他看向江明的眼光也变得不善起来。显然他也认为一个刚入门的练气期没资格出声。搭顺风车就搭，哪来那么多话？如果是其他练气期弟子被一个筑基期这么一吼，再加上旁边一个筑基期虎视眈眈，眼神威胁，恐怕早就缩到一旁钓小珍珠了。但可惜江明不是。夭夭师姐带他坐顺风车，出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生理念，他打算提醒一下这个小队任务的危险隐患。这毕竟只是出于情面，虽然为了入门情绪之道落下了不怎么好的名声，江明也乐意承担后果。要是分开冷眼相待，他也不会说什么，但既然直接开骂了，他也不能当没听见。江明笑着说道：师兄，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如果不是夭夭师姐，我都懒得理你们。原本还算坐得住的分开脸色一沉。你说什么？江明闻言淡然一笑。你聋啊？江明平淡的神情犹如打火机，一下子便点爆了分开这个火药桶。一个练气怎么敢怕？他大手一拍，矮桌便站了起来，怒视着坐在对面的江明。你胆敢这样放肆？看来是没吃过苦头。分开消消气。夭夭师姐见局势不太妙，显然不能任其这样发展下去，于是连忙开口安抚。她柔美的声音蕴含着天阴风功法中平复心境的能力，像是一双温柔的大手轻抚着众人的心。分开有些红温的脸也慢慢消了下去，但他还是死死盯着江明这个不懂尊重的师弟。师弟，你也不要气他了，夭夭师姐还是懂得一碗水端平的。说完分开便回头跟江明说道。江明耸了耸肩，不再开口说话。他对夭夭师姐还是挺有好感的，没必要让她难堪。分开这边稍微冷静一下后也坐了下来，但他的眼神还是带着某种压迫感看向江明，显然是想通过这个比较隐蔽的方式给江明施压。帐篷内的气氛也变得有些紧张。夭夭师姐看着双方，有些怕两边的人冲动动起手来。君莫和分开显然是同一阵营的，通过气势与眼神向江明施压。江明呢？江明都懒得理他们。师姐，能给我纸笔吗？啊，当然可以师弟，给。江明无视两个正在干瞪眼的比亚迪，在纸上涂涂画画起来。两只鬼将盘旋在同一鬼域，除了敌对，还有另一种可能，那便是双胞胎。鬼王也是会生孩子的啊，他们生孩子不用鬼母这玩意，有时会有很小的几率诞下双胞胎鬼将。这鬼将两兄弟不会和其他鬼将对鬼将那般水火不容，都想吃掉对方，而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形式生存在同一片区域。如果江明没有猜错的话，夭夭师姐的目标是一对双胞胎。可问题也在这里，双胞胎鬼将还都是筑基期巅峰的鬼将，一旦其中一只死亡，便会将自己献祭给自己的兄弟，这一献祭可能就会让鬼将升级成鬼王。金丹期的鬼王还是在他的鬼域里面。江明想不到这三人到时候该怎么跑，当然也可能是江明猜错了，那自然就没什么事。原本只是想提醒一下三人，但看在分开的面子上，江明也不想说了。他跟这两人不熟，写张纸保一手夭夭师姐就行了，而且这张纸条说不定他还能从中捞到一点好处。夭夭师姐，给。江明将纸折好递给了夭夭。这是什么？夭夭师姐愣了一下。江明笑着说道：夭夭师姐，如果你进了鬼域，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强敌时，便把这纸打开，如果没有就不用理会。哼，故作神秘，哗众取宠。分开冷笑一声。江明一听还真是，但就故作神秘就哗众取宠，怎么低吗？到时候你别哭就行。夭夭师姐接过纸条，其实她也并不是很在意江明给的纸条，但
他很善解人意。夭夭师姐心里想着，师弟可能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挽回自己的面子，毕竟刚刚他想发言被分开打断了来着。于是夭夭师姐接过纸条，甜甜的笑了一下。好的，谢谢师弟，我会记住的。哎，其实夭夭对这位师弟的印象不错，长得帅，性格开朗，还是争道峰的天才。他不介意提前和江明处好关系，毕竟以往的争道峰弟子基本不抛头露面，连处关系的机会都没有。刚刚师弟想说话时，夭夭其实是不介意让他发言的，哪怕他说的东西可能没什么营养，但分开这么一打断，夭夭反而不能让江明继续说话了，不然分开会认为他偏袒江明师弟，这样人心就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就这样，因为江明的存在，帐篷里陷入一片沉默。江明倒不在意，他的心脏比较强大，偶尔还和师姐调笑2声，倒也好不痛快。君莫与分开干瞪眼半天，发现没什么用后，也讪讪地收回目光，不然有些像傻子了。只不过梁子是结下了。一段时间后，夭夭师姐笑着跟江明说道：师弟，景观城到了，我送你下去吧。师弟，景观城到了，我送你下去吧。夭夭师姐顿了顿，解释道：飞灵州已经设定好目的路线了，更改起来麻烦，所以师弟，我预先送你下去吧。好的师姐，这一路上谢谢了，都是同门，不用客气，走吧。江明跟着夭夭一同前往飞灵州的船头，没有帐篷的遮挡，这里很高，风也很大，风景也不错，挺适合那些股票一片绿的人过来看看。夭夭师姐从空间戒指里掏出一把琴。师姐，不是御剑吗？御剑只是统称，但不是所有修士都用剑的。好吧，御什么不是御？江明打算等自己以后强大了，问问师姐肯不肯让他御一下，或者御一下他。上来吧师弟，这还是我第一次用琴在别人呢。夭夭师姐率先走了上去，对江明伸出手。江明搭着师姐柔弱无骨的小手，一脚便踩在了琴上，似乎是踩到琴弦了，脚下传来一声琴音，咚。师姐，不会被我踩坏吧？哼，筑基期的法器哪有那么容易坏啊？站稳了，我们要飞下去了。好的师姐。夭夭师姐闻言回头一看，就见江明稳稳当当的站着，并没有凑过来找借口搂住他的腰。他感觉这位师弟虽然脾气很刚硬，但为人却很正派的样子，值得深交。不知为何，他突然想要戏耍一下这位师弟。练气期一没有御剑经验，二没灵力稳固身形，很容易在空中容易失衡，更别说每个人的御剑速度不一样了。夭夭是后排辅助，平时见状不妙的迅速撤离，所以他的御剑速度是比较快的。一旦启动，江明肯定会东倒西歪，说不定还会尖叫出声，这也算黑历史吧。到时候和江明熟人的时候，可以用这件小事来增进感情。夭夭这么想着，突然启动脚下的法器，从飞灵舟上几乎垂直的落向地面，速度很快。但是夭夭料想中的尖叫声并没有传来，慌乱抓住他的动作也没有出现。他回头看去，却见这个小师弟正站着稳稳的，一只脚勾住琴底，让他不至于在这近乎垂直的飞行中摔倒。夭夭发现此时的江明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深邃的眼眸里尽是打趣，似乎早就看穿了他幼稚的把戏。夭夭脸色微微一红，转过头去。不知为何，虽然对面是小师弟，但他仍怕有种做恶作剧被长辈抓了个现行的感觉。不过这师弟不简单啊，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他刚刚为了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可是故意突然动起来的，哪怕是筑基期，猝不及防之下都可能吓一跳。可师弟不仅没出声，甚至连身形都没有晃动多少，仅凭肉体便达成了巧妙的平衡，这并不容易。至少夭夭自认，如果仅凭肉体，不用灵气辅助，根本站不稳。这可不仅仅需要很强的身体控制能力、心态调整能力、应变能力等缺一不可。这江明师弟真的是刚入门的，真的是练气期，哪怕是争道峰的，也太离谱了吧。这才入门几天，夭夭师姐暗自感叹，倒是坚定了交好的决心。师姐，在景观城关道旁边的山头上放我下来就行了。正在感叹的夭夭突然听到江明的声音，见江明没有提刚刚的事，夭夭倒是松了一口气。好的师弟。他没有问江明为什么要去森林，而不直接去景观城。从刚刚开始，他哪怕口中叫着师弟，心里却也不敢再将他当成师弟了。凭师弟表现出来的东西，夭夭心里猜测这位师弟可能隐藏了一些东西，再加上上次听闻的用阵法戏耍筑基期的经验，这位师弟很能藏啊，得趁早交好关系才行。争道峰的始终是争道峰的。江明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夭夭师姐是个很温柔的人，对他的态度有着对师弟的照顾，可现在这种感觉不见了。再稍微联想一下，江明便猜出了答案，不禁摇头失笑。果然，你可以装成很菜，
但你不能真的踩。很快，夭夭便带着江明顺利地落到地面上。江明跳下法器，挥手说道：“师姐再见了。”“师弟再见。对了，师姐，别忘了我说的事。”夭夭闻言一愣，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事？”“哦，那张纸条。”其实他并没有多在意，倒不是不重视江明，而是如果他堂堂筑基期都在鬼域里面遇到危险了，那凭一张江明亲手写出来的纸条有什么用？哪怕他在纸条上刻的是阵法，炼气期没有灵力加持，刻出来的阵法又有多强大？如果江明给他的是一件法器什么的，他可能还会重视一下，毕竟法器是身外之物，不受境界影响。可一张纸条，夭夭默认为师弟是在好面子，那他自然也不会不识做，甜甜的回答道：“好，谢谢师弟的心意。”之后，夭夭师姐优美丰腴的身形便化成一道青光飞走了。江明见此，收回了目光，看了看周围，应该是这里了。那个逼崽子留下的线索呢？他周围找了找，哦，在这。只见一块杂草遮挡的隐蔽石头上刻着几个字，汉字：明天40件。为什么这儿有汉字？那就不得不提江明为了在异界传播华夏文化做出的贡献了。在他的推广下，汉字变成了修道盟的秘文，用来秘密通讯。这同样是他在修道盟的弟子里地位要高一些的理由。不说别的，他是全部修道盟弟子的老师。小学语文老师，教拼音汉字的。下面还有日期，我看看是今天留下来的。没来错地方，秘境明天才开啊。算了，先去景观城看看吧。官道，应该在这边。就这样，江明哼着小曲向山下走去。与此同时，景观城外的官道上，一个如肤白貌美的大家闺秀正怯生生地张望着，生怕出现意外。粉嫩的小嘴边还念叨着：“保佑我顺利到达景观城，大王叫我来巡山啊。”江明哼着小曲，唱着歌往官道走去。很幸运，一路上并没有碰到什么意外，他只要下了眼前这个斜坡，就可以到达景观城外的官道上了。就在这时，江明看到了官道上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他定睛望去，是个外表柔弱，看上去有些胆怯的女孩子。她的个子虽然不如师姐那般高挑，但其玲珑的曲线和姣好俏丽的脸蛋并不比师姐差半点，放宗门也能排个宗花什么的。江明站在斜坡上，手抚着下巴，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这位陌生女子的凶器。倒不是他好色，而是正在思考一个问题：电锯狂魔，这绝对电了吧？电了还不少。江明自认阅女骗无数，像若七师姐、夭夭师姐这种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天然的，绝对保真。但官道上这位小心翼翼的女子看似大，但走起路来坚硬如石，一丁点轻微晃动的痕迹都没有，这一点自然逃不过细心的江明。当然，女孩子嘛，这点自尊心能够理解，但这个女孩子显然不是为了自尊心。江明微微眯起了眼睛，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官道上，表面害怕，却又刻意电锯显身材，激发人的欲望。步伐看上去小心翼翼，但每一步的距离却基本相等。走路虽表现得畏畏缩缩，但下盘极稳，行动起来基本没有晃动，干净利落。左顾右盼，眼神胆怯，恐似乎怕有变故发生，但眼里的锐利却没有完全藏干净，更像是在示弱等鱼儿上钩。最后，江明总结：是来钓鱼的。他一边微笑着，一边从怀里摸出一张纸，这是宗门的任务单，上面有着任务目标的画像，是通过神识刻画下来的，跟前世的照片并无二异。江明看了看任务单，又看了看女孩，嘴角勾起一丝微笑。我们真是有缘啊，小师妹，你是在钓什么鱼呢？眼神闪躲害怕，故意让身材显得丰腴，钓的是坏人，好色之徒。左顾右盼，官道两边皆是山林，难不成钓的是山贼，还是强盗？江明摸了摸下巴，玩心大起，跟亲爱的小师妹开个玩笑吧。他收起脸上的有些玩味的笑容，换上了淫笑，深邃的眼眸也露出了好色的光芒，顺便在地上摸了点土抹在脸上，遮挡住自己俊秀异常的容貌。光看眼睛的话，还真的与发情的禽兽无异。嘿嘿嘿，小师妹，我来了。今天没人站岗吗？安青轻轻皱了一下柳眉，上次打草惊蛇了，不过是涂了一个寨子而已，他们有那么怂的吗？亏我还。安青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只有他自己知道这里面的水分。还想干完这一单就不干了，回城等接引弟子过来找我呢。有点可惜，算了，不干就不干了，回去好好打扮打扮，就快要见若七姐姐喽，嘻嘻。安青打算放弃钓鱼，正打算直起鬼鬼祟祟的腰，恢复常态，一声突然的暴喝打断了他。站住！安青眼里闪过一丝惊喜，但很快便隐了去。他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浑身一颤，接着便颤抖了起来，转身看向猎物。安青有些讶异，来者虽然脸上脏乱，目光淫邪，但身材却很修长健美，有种力量感。不会是个练家子吧？问题不大，打不过可以跑。好不容易上钩的鱼，安青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念此，安青念着熟悉的台词：“大爷，放过我。”话还没说完，便哭了出来。娇柔红润的脸蛋上梨花带雨，好不令人怜惜。江明配合地咽了咽口水，一边逼近，一边说着台词：“小姑娘，你不要害怕，其实我是个好人。”安青心里翻了个白眼，这些强盗为什么都喜欢说自己是好人？他们真的从小到大没照过镜子吗？不，你不要过来，我喊人了。安青娇躯抖得更厉害了。当然，某个非常巨大的地方却没有一丝自然的颤动。一眼假。江明闻言，眼前一亮，这句台词他熟啊，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话道：“叫吧，叫吧，就算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嘿嘿嘿。”安青在江明的逼近下，捂着胸脯步步后退，看上去无助又可怜。突然，他转身就往山里跑去，嘴里还大喊着：“救命啊！”江明见状知道戏该进入下一阶段了，于是他连忙抬起手做尔康样，大喊：“别跑！”然后追了上去。两个人你追我跑，深入丛林。很快，前边跑着的安青便略显疲态，他回头想看看鱼怎么样了，却看到他钓的那条鱼此时正弯着腰撑着膝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嘴里却还在念叨着：“小姑娘，别跑，那么快，等我。”安青歪了歪可爱的脑袋，亏他刚刚还以为这家伙是练家子呢，怎么这么虚啊？算了，绑起来逼问寨子下落。酷刑，他也是会一点的。江明抬头见安青向他走来，兴奋的气喘吁吁道：“哈，没有选择逃跑，反而向我走来吗？”有人来了。江明转头看向丛林深处，一个身穿草衣的大汉背着一把巨大的环手刀，正在朝这边走来，气势凛然，看上去并不简单。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堆小弟，而他的身前有一个在前面带路的，此时正跟后面的大汉说着：“刘老大，我看到你说的那个人了，女的，胸很大，屁股很肥很漂亮，她刚刚往这边跑了。”显然，此时的安青也察觉到不对，他转头看向江明，微微皱眉：“没想到你还有同伙，不过来得正好。”江明眨了眨眼睛：“小师妹，你这就不演了，是不是有点不敬业？不像我。”江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刚刚害怕都是装的，你是在故意勾引我们的。”安青闻言笑得很温柔，如同弱柳扶风，但话却如寒风刮人。“不然呢？等等就送你们这些渣子下地府，跟你们的家人团聚。”江明突然想起来师姐那晚对这位小师妹的描述，她是个文静腼腆，不喜欢热闹的人。“不是师姐，你确定？”眼前这位少女就长相而言，确实挺文静的，至少刚刚钓鱼装柔弱的时候，看上去还是挺腼腆文静的。可现在露出真实面目的她，哪还有半点文静？那嘴角扬起的兴奋笑容和空气中飘摇的杀意都在告诉江明，这女孩可不是什么善茬，她都要吃人了，骨头都不带剩那种。此时的安青看了看远处正在赶过来的人，转头看向江明：“我先送你上路吧，放心，等会他们会下去陪你的。”言罢，安青手上突然出现一柄匕首，接着脚下一蹬，像离弦之箭般朝江明冲了过去，哪还有半点刚刚柔弱到跑不动路的样子。他原以为以他突然爆发出来的速度，眼前这个被酒色掏空身体的东西瞬间就会被他击杀，然而让安青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对面那个男人两眼一瞪，转头就跑，关键是他的速度也是极快，同样没有半点刚刚肾虚到跑不动的样子。他一边跑一边还高呼着：“老大救命！”他发疯了，怎么可能？安青银牙一咬，提了点速度，想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杀了这个男人，却没想到自己快抓住他时，他总能微微提速，错开他伸出的匕首，让他失之交臂。不对，他刚才那副样子是装的。安青倒也不傻，算是看出来什么了。不行，不能追了，自己追不上这个人，说明他也是个练家子。再加上不远处赶过来那个看上去也不简单的大汉和一群小弟，他没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得跑。念已至此，安青脚步一顿，转身便想跑，可还没等他起步，后方便传来一阵尖锐的破空声，身体不断传来的预警也让安青放弃起步，连忙侧开身子，一柄大刀贴着安青漂亮的脸蛋旋转着飞了过去，差一点点便把他秀气的鼻子给削了下来。好在有惊无险，这倒是让一旁的江明把刚举起来的手又放了下去。玩归玩，闹归闹，
可不能真的让这位小师妹受太重的伤。这边的安青虽然躲开了袭来的大刀，却也失去了最佳的逃跑时机。那个大汉，也就是刘老大，紧随着大刀跟了过来，握拳带着体内的气劲朝安青打去。安青刚躲避完飞刀，此时也只来得及双手交叉挡住了这一拳。哼！安青闷哼一声，倒飞了出去，撞到了树上。好在他格挡及时，也可能是因为他垫的比较多。强盗老大这一拳并没有让安青受到多少伤害，但却也让他没有再次逃跑的机会。此时的安青也知道，这时不能再给破绽，他迅速起身与刘老大对峙。而刘老大带来的几个小弟也非常识趣地包围住安青，阻挡住他逃跑的路线。江明呢？江明这时候在干嘛？他此时正屁颠屁颠地把刘老大扔出来的刀捡了回来，送到刘老大面前，点头哈腰。老大威武，我差点就被他杀了，还好老大及时赶到。你做得好，算你一份功劳。其实刘老大不认识眼前这个逼，但他们寨子人多，也没有统一的制服和身份识别手段，所以刘老大也不疑有他。毕竟江明刚刚被安青追着跑，也不可能跟这女的是一伙的，脸上的泥可能也是逃跑的时候沾到的吧。江明闻言，眼神里闪烁着惊喜，连连弯腰：谢谢老大，谢谢老大。你去那边堵路。刘老大一指包围圈的空缺：是，保证完成任务。江明小跑着过去了。倒是安青看到这幅场景，心下一沉。那个男人实力不弱，速度很快，刚刚他都没追上。而这个刘老大出拳是大力沉，气劲不弱，还有包围住他的小弟，哪怕他能秒杀，也会被拖住一点时间，甚至露出破绽给刘老大。这下子麻烦了。跑，你怎么不跑了？刘老大并未急着攻击，戏谑地笑道。刚刚那一波交锋，他同样试探出了安青一点东西，气劲并不如他。你是谁？我是谁？你拖我手底下的寨子，却不知道我是谁。安青闻言，笑容如寒冬中绽放的花般冰冷。原来是那群畜生的老大，那你一定是个大畜生吧？师姐，师姐，你说的腼腆文静。刘老大听到安青的嘲讽，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大笑起来。哈哈哈哈，那我可得谢谢你的夸奖啊，小美人。他舔了舔嘴唇，粗糙的脸上露出了不言而喻的笑容。但是小美人啊，你得知道，禽兽的性欲和能力可是很强的，要不你乖乖跟了我，我保证你每天大鱼大肉，欲仙欲死。原本他是打算杀掉安青的，可是看到他的样貌后，却又临时改变了主意。这等姿色，就算他做了几十年强盗，流窜各地都没见识过，就这样杀掉，那还真是暴殄天物。这脸蛋，玩个数十年都不会腻吧？哼，我敢从了你，你敢要我吗？安青冷笑一声，这种话他听得太多了，隔三差五就有人这么跟他说。自从他知道这群强盗欲望这么强后，还故意垫了不少，为了就是能钓到鱼，然后送他们下去。嘿，有啥不敢的，大不了绑着你。刘老大还想继续开口挑拨安青的心理防线，可就在这时，安青动了，趁着刘老大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冲向了其中一位小弟，匕首上寒光一闪，划过那个小弟的喉咙。呵呵，那个小弟捂着喉咙，鲜血狂涌后，倒在地上欢乐地抽搐起来。刘老大倒没在意小弟的生死，而是笑道：小娘子性格真烈啊，我喜欢，玩起来肯定很带劲。他一边说着，一边提着刀，脚下一蹬，在地上蹬出一个小坑，身形斗转，几乎瞬间便跨越了10几米的距离，接近安青。安青并没有因为杀死一个人便放松警惕，他迅速转身避开了刘老大砍来的大刀。他只有一柄匕首，自然不可能和刘老大这种大开大合的武者硬碰硬。在闪开攻击的同时，他的匕首就像阴险的毒蛇一般袭向刘老大的腰子。但刘老大纵横数十载，战斗经验不可谓不丰富，几乎在安青刚动起来，他便将大刀挡在自己右边，同时伸手抓向了安青的脖子。可安青的匕首非常灵动，几乎在刘老大出招的同时，他便放弃了腰子这个目标，匕首向上划向刘老大伸出来的手。刘老大身形退去，两人一波交锋也就此结束。娘子功夫不赖嘛，那自是比禽兽好。呵呵，那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禽兽一般都是群体出动打猎的吗？刘老大挥了挥手，示意小弟们上，同时自己也率先冲了上去。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小弟们几斤几两，根本没寄希望他们能够拿下安青。但像安青这种敏捷性武者，只要靠人数限制住他的腾挪空间，给他制造点干扰，就能让他的威胁大大降低。果然，人一多，安青便有了压力，正面有刘老大大刀耍得虎虎生风，侧边的小弟们菜归菜，但拿着刀在旁边干扰，也能给他制造很大的压力，一下子有些难以招架。局势似乎有些明朗了，拖下去对安青来说，这几乎是必死之局。
若七姐姐，我可能安青也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算自尽，也不能让这个刘老大活捉。都怪自己太过大意，小觑了这帮强盗。他一开始就不该去追杀那个男人的，没想到他居然隐藏了实力，害他错失了最佳的逃离机会。可惜明明很快就能和若七姐姐见面，不过就算死，也得带走这个刘老大和那个男人，不然就太亏了。然而他想象中的浴血奋战、拼死反抗并没有出现。打着打着，这群小弟们突然就开始频繁失误了。每当安青难以招架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小弟突然踉踉跄跄地撞向刘老大，挡住了他的攻势，耽误了他不少时间。废物，给我滚开！刘老大的怒吼传来。而这个时候，安青也总能抓住机会杀死一两个小弟。最后刘老大停下手，拉开了距离。他发现自己的小弟居然在不知不觉间都死完了，只剩一个灰头土脸的小弟。可偏偏牺牲了那么多人，这个安青却完好无损。刘老大要还是反应不过来有内鬼，那就真的完了。而且显而易见，活下来的那个人就是内鬼。你是谁？你根本不是我的人。他死死地盯着江明。江明闻言无辜委屈地说道：啊，老大你在说什么？我当然是你最忠实的小弟啊。倒是一旁的安青有些茫然。不是，他刚刚才酝酿好情绪，准备慷慨赴死的，怎么打着打着敌人就死完了？而且安青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劫后余生的感觉，因为他连一点伤都没受到，似乎也谈不上什么劫后余生、死里逃生。这让他那慷慨赴死的心就像撞在棉花里那样无力可使，一时间居然感觉空落落的，反而是自己最想杀的两个人都活了下来。怎么回事呢？现场局面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三人一人一个位置，互相戒备，谁也不敢先轻举妄动。刘老大提着大刀，警惕地盯着江明与安青，重点放在二五仔江明身上。安青横着匕首，美眸警惕地盯着江明与刘老大，重点放在刘老大身上。江明见状，觉得自己两手空空的，似乎与他们二人有些格格不入。于是他略微思考，身体突然动了起来。不动不要紧，他这一动，其他两个人顿时紧张了起来，偏过头死死盯着江明。在两个人的注视下，江明慢悠悠地走到一个死去的小弟面前，弯腰捡起了一把刀，接着又晃晃悠悠地站回原位，模仿着二人摆了个 pose， 提着刀与其他二人对峙。不是哥们，你不紧张可以不用强迫自己紧张的。安青和刘老大都不是傻子，他们自然能看出来，这个来路不明的人根本就不像他们二人那么紧张。刚刚江明去弯腰捡刀的时候，可是背对着两个高手，将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的，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把他们两个放在心上，不怕他们偷袭。在这对他们来说有些紧张的局面下，就江明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种松弛感。可偏偏江明越是放松，他们就越不敢轻举妄动。安青知道江明似乎帮了自己，但江明对他来说同样来路不明，万一有什么企图呢？刘老大知道江明是二五仔，可看对面这小娘皮戒备的样子，似乎两人也不是一伙的。情况有些复杂，但不影响他们互相戒备观察情况。事实证明，数学书上说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这句话乃至理名言。三个人呈三角形一站，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就这样干瞪着。安青刚刚战斗消耗大，不介意就这样站着恢复一点体力。江明反正闲着无聊，就想看他们能耗到什么时候。刚好现场有个美女可以养养眼。保持长寿的秘诀就是多看美女，看美女能让他心情愉悦，说不定他能因此而触摸到长生大道。所以多看美女。可刘老大不行，他感觉耗下去自己得完蛋。于是他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嗨嗨，如果两位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刘老大开口就很客气，似乎没有刚刚调戏安青那桀骜不驯的样子，哪怕面对的是耍了他的二五仔和杀光他小弟的女人。什么？帮小弟报仇？神经！小弟不是消耗品吗？谁还为消耗品报仇？反正刘老大是不在乎，回去再招一把就是了。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强盗可太多了。至于会不会因此丢脸什么的，第一次听说强盗山贼这些职业还有脸的。身为老油条的刘老大只知道一个道理，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所以先溜，其他的以后再说。安青闻言点了点头，开口道：好，你走。对他而言，现场少一个人便少一份不稳定因素，他就可以少戒备一个人。谢谢女侠，那我先走了。刘老大不敢转身，悄悄地往后退了一步。你不能走。这时江明出声了。果然刘老大停下了脚步，内心一凛，果然没那么容易走。请问少侠你还有什么事吗？江明一指安青，他杀了你那么多小弟，
你说走就走，你还是不是男人了？安青一懵，不是，我杀他小弟关你屁事。刘老大也是一懵，心里大骂了起来，你他妈搞得他一个人能杀光我小弟一样的，还不是你从中作梗？这时候装不知道了是吧？刘老大勃然大怒，露出了谄媚的微笑，杀得好啊！他们本来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以说他们死了都比活着贡献大女侠，简直是为民除害。切，软蛋！江明撇了撇嘴，转头看向安青，指着刘老大说道，他刚刚可是想把你抓回寨子当压寨夫人的，你就这么放他走？你还是不是女人了？安青算是看明白了，这个人就只是想搞事。他银牙一咬，娇喝道，关你屁事！直抒胸臆的，酣畅淋漓的，直言不讳的。闻言，江明顿感无聊，看样子是打不起来了。他挥了挥手，那你走吧。刘老大脸上一喜，谢谢二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就此别过。言罢，刘老大一步一步的向后挪动，在退开一段距离后，迅速转身逃跑。你真让他跑啊？江明看了看远去的刘老大，转头看向警惕盯着他的安青，如果不是你，他今天跑不了。安青冷冷地回答道，关我屁事。江明大感冤枉，他又没干什么，还帮了安青一把呢。可安青不想跟他废话，而是冷冷地质问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害我，又要救我？有何企图？等等再告诉你。他都快跑远了。江明看了看远处还在不断缩小的身影，摇了摇头，弯腰。安青见状，身体紧绷，警惕地问道，你想干嘛？闻言，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的江明随意地回答道，现在不想，我得先斩草除根。对了，玩过扔沙包吗？安青还没细想江明为什么回答现在不想，就看见江明手一摆，摆到身后，接着身体舒展，将手中的石子狠狠地甩了出去。安青只觉得耳朵一震，尖锐的破空声让他汗毛都竖了起来。妈的，小贱货，还有那个小畜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等着，迟早有一天，我……刘老大还没咒骂完呢，突然身体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他本能地张开护体罡气，护住后面，可惜速度太慢了。小石头跨越近千米距离，速度依然不减，精准地穿过了刘老大的脑袋，砰，像熟透的西瓜一般爆了开来。好耶，命中目标。安青看着将手放在额头张望的江明，心脏突然忍不住快速跳动起来，仿佛快要跳出胸腔。完了，好了，该聊聊我们之间的事了。江明收回目光，看向了一旁有些呆滞的安青，笑道。安青被江明这么一看，几乎是下意识的后退半步，手中的匕首横起，紧张地对着江明，这让江明不禁神经一般的现唱两句，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安青没有理会江明突然唱的什么东西，他只是美眸死死盯着江明，银牙紧咬。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情绪看上去有些激动。没办法，今天确实把他折腾得不轻。虽然安青今天身体上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但情绪起起伏伏的波动，确实也比较消耗他的精神。原本安青以为今天只是如往常一样，开开心心的钓个鱼，完成最后一单任务，然后就可以静静等待接引弟子带他入宗，找朝思暮想的若七师姐了。没想到，他先是因为急功近利想杀鱼，结果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接着又在打算拼死相搏，被钓的鱼帮了一把。最后，他看见他钓的鱼突然长出粗壮的手臂，把对他来说都算是强大的敌人给一巴掌拍死了。安青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被钓的那条鱼。这个男人有这本事，一开始还会被他追着跑，还用喊什么救命？就算当场把他按住，再某某他的衣服，接着再某某他估计都反抗不了一点。可偏偏他并没有怎么做，而是装弱，然后混到对面队伍里，接着害死对面小弟，再杀死对面大佬。他明明有实力正面将所有人清得一干二净的，却非要用这种近乎玩弄人的方式。这种人他最讨厌了，因为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像其他淫贼山盗来找他的目的，无非就下半身那点事，这也是他钓鱼的资本。可眼前这个，他却有些捉摸不透了。猥色，那他为什么不早早动手？他相信自己完全没有反抗能力。为财，又不像这种强者赚钱可比抢劫来的简单。为了杀人，也不像，看他的样子，难不成仅仅只是为了玩？怎么可能闲着蛋疼吗？如果真的是闲得蛋疼，安青暗暗发誓，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他的蛋割了，让他免受蛋疼的困扰。别激动。江明脸上挂上淫笑，上下打量着安青前秃过头，但后翘却很真实的身材。我只是玩玩而已，接下来就是享受的时候了。原来是个变态。安青心中一冷，
跑是跑不了的了，打也不可能打得过，等会被这变态抓起来，估计连自尽的机会都没有。若七姐姐，对不起了，最后还是得……安青果断后退，拉开与江明的距离，同时执起匕首抹向自己的脖子。为了防止江明阻止他自尽，他还一边退开一边自杀。卧槽！江明瞬间跨越两人之间的距离，牢牢抓住安青纤细的手腕，阻止了他的动作。果然，安青料想过江明的速度会很快，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拉开的那段距离，居然连个抹脖子的时间都争取不来。既然如此，那就咬舌自尽。安青念此，两排贝齿张开，狠狠咬下。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根手指快速地插进了他的小嘴里。湿湿软软的。嘶！一声倒吸冷气的声音传来，自然不是江明，他炼体身怀闷雷的境界可不是凡人牙齿可以碰瓷的。小师妹，别那么极端嘛，咬舌头很疼的，还不一定能自尽。一边说着，他一边收回了手，以惹。江明嫌弃的在安青漂亮的衣服上擦了擦，但安青却顾不得嫌弃这家伙的手指，惊声问道：“你刚刚叫我什么？小师妹，你接引令牌没带在身上吗？”接引弟子和被接引弟子都会带一张令牌，2张令牌靠近会发亮震动，以表身份。但看安青半天没认出自己的样子，多半是放家里了。你是万法仙宗的师兄？妈！同门相认，分外眼红，这合理吗？安青瞪着美眸，咬牙切齿地问道。江明眨巴了一下眼睛，无辜道：“我们应该算是同期，但你叫我师兄，其实也不是不行。”确认了身份，场面自然变得不那么温馨起来。还没进门，就被自家师兄戏耍了一番，让他差点自尽，这是人干的事。安青咬着银牙，眼里带着无边的愤慨，一字一字地往外挤。我亲爱的师兄，请问你为神吗？要！江明见状，立马打断施法，抢占先机。他收敛了笑容，眼神变得深邃起来，声音淡然中带着一点语重心长和一点恨铁不成钢。小师妹，你以为我是在玩吗？难道不是？哼！江明冷笑一声，正义凛然地反问道：“小师妹，你告诉我，我堂堂仙宗弟子，岂会如此幼稚？你真当我看不出来你是在勾引那些强盗吗？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会以身入局？喂，为什么？原本我只是想看看小师妹的本事，没想到简直没眼看下去。你想想，你今天犯了多少个错误，才会让事情变得如此曲折？这还只是凡人的江湖，修道界比这危险数十倍数百倍，我都不知道你这样子粗心大意，如何能够生存下去？”安青闻言抿了抿嘴，却无从反驳。今天他确实犯了很多错，才会让自己陷入包围圈的。如果今天我不是你师兄，而是那个刘老大故意派出来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能否逃得掉？安青闻言低下了脑袋，逃不掉，唬住了，还是没进门的好骗。所以，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受教了。那就好，也算我没有白费一番功夫。可是师兄，安青抬起头，怎么了？有什么想问的吗？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但师兄其实就是在玩吧？安青美眸紧紧盯着江明，俏脸寒霜。师妹，我虽然还未进入宗门，但也不是那么好骗的。胡说，你刚刚还给我骗到要自尽来着。好吧，既然被识破了，江明也不装了，回到一刚开始的懒散模样。你……安青美眸一瞪，最终还是叹了口气。算了，师兄，无论你怀着什么样的目的，也终归是帮了我，还给我上了一课，我们一笔勾销，重新开始，如何？师妹大气。那我们现在去你家。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仙宗？后天吧，我明天有点事。好，师兄，这边请。师妹客气了。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割掉你那闲着疼的蛋。安青笑着回道。没有，师兄说笑了。师妹，你的眼神有点可怕哦。景观城外的官道上，一对男女并肩而行，女的清纯靓丽，美貌非凡，男的身材高挑，却一脸泥土，算得上男才女貌。呸！江明斜了一眼正在使劲吐口水，一点形象包袱都没有的小师妹，问道：“你又发什么疯？”呸！刚刚忘记吐了，一想到你的手指伸进来，我就好恶心，就算刷100次牙我都觉得刷不掉，脏死了。安青一边吐一边嫌弃地说道。虽然他刚刚说过两人之间的事一笔勾销，但显然他还是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倒也不是说对江明有什么敌意，毕竟江明虽然玩弄过他的感情，但好歹也救了他的命，这个安青还是拎得清的。
但他心里就是有股气。这死师兄刚见面就为了玩乐调戏自己的师妹，简直罄竹难书。所以他打算有事没事就表达一下自己对江明的嫌弃之情，不为别的，就气江明。只不过对小师妹的这种语言攻击，江明表示攻击性太弱了，你攻击我的样子像是在撒娇，知道吗？亲爱的小师妹。江明闻言有些好奇地说道，小师妹，刚刚情况紧急，我没有把握好力度，请问我的手指有不小心伸到你的喉咙里去吗？那倒没有，你问这个干什么？安青好看的柳眉轻蹙，狐疑地看着旁边的师兄，他笑得好淫荡哦，肯定话里有话，就问问而已，你性子那么烈，万一下次还想咬舌自尽怎么办？到时候我就可以把控好程度，不伸喉，以免呛到你。安青美眸紧紧盯着江敏，试图从他脸上看出来点什么，可惜全是泥土，也看不出啥表情。不行不行，好奇怪，特别奇怪。他的直觉在告诉他，这比亚迪师兄肯定话里有话，可偏偏他的知识含量又参不透其中暗藏的含义。好烦，总觉得自己的语言攻击对师兄毫无作用，还被反将一军一样。安青念此只能正经地回答道，我不会再让自己陷入到那种危险的境地了。那就好，算我没白教你。江明闻言欣慰地点点头，自夸道，把安青气得牙痒痒的，你个混蛋教我什么了？不过师妹，你怎么会以身为饵来勾引那些老色胚呢？就没想过万一出意外吗？江明看了看师妹，这姿色真是世间难得，放万法仙宗里能够媲美的都没几个，而且她这脾气虽然谈不上好，但也不像师姐那般喜欢冷着脸，拒人于千里之外，根本不给别人靠近的机会。相比之下，师妹实力不高，性格开朗，估计刚进宗门就会多出一班舔狗和一群喜欢被打骂的呀。就这姿色，万一真出意外被那些禽兽生擒，他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本子剧情。哼，没办法，城主与我有恩，他又对这些山贼束手无策，我只好帮帮他。锦官城穷乡僻壤，油水少，这些山贼里面也没几个高手，以我的身手，就算真打不过，跑还是没问题的。今天要不是为了追你，我也不会被包围。安青想到这个就不禁咬牙切齿，谁能想象钓出来的鱼居然是自家扮猪吃老虎的师兄呢？嗨，我这都是为了锻炼你的应变能力，让你……行了，师兄别扯淡，锦官城到了。安青可不吃这一套，他算是对这个师兄有了个大体的认识，就一混蛋。他从不知道哪儿掏出一个戴着面纱的斗笠，戴到了头上，顿时便遮住了他那引人注目的容貌。师妹回家都这么谨慎的吗？你是不知道我有多漂亮吗？万一传了出去，来了一个我应付不了的强者，强行把我抓走怎么办？城里人可不比山贼，山贼除非有意外，不然我基本不会留活口。城里人嘴碎，我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好吧，看起来师妹知道自己很漂亮，不过也是，哪有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不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的，等着男主捡漏的？你以为你在看小说呢？不留活口的话，那刚刚那个刘老大怎么会知道你？还专门带人过来包抄你？安青闻言眉头皱起，不知道，难道是上次屠寨时放走的那个小孩？算了，我都要离开这里了。他岔开话题，不想说下去。你们站住！突然，两个人在城门口被卫兵拦住了。来了，小说中经典的狗眼看人低，然后被打脸的情节。江明蠢蠢欲动，只见卫兵狐疑地看着江明，你为什么要在脸上涂泥土？哦，倒是忘了这一茬了，师妹也没提醒我擦下脸。江明斜了师妹一眼，虽然安青戴着斗笠和面纱，但江明还是能感觉到他在幸灾乐祸的笑。好吧，看起来他早意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故意不提醒他的。不过他居然笑了，可惜被遮住了，看不清他的俏脸。这一路上他都没笑过，江明还真想看看他笑起来的样子，应该很美吧。欣赏美是人的天性，江明刚好喜欢美的事物，就是色批的意思。说起来自己也没见师姐笑过，下次回风试试逗笑她。江明在心里给自己颁布了个任务。与此同时，他掀起衣服，露出棱角分明的腹肌，接着当众擦脸。不一会儿，他的万法仙宗第一帅脸又重新问世，请问我这样可以进去了吗？江明温和一笑问道，这倒吸引来了不少目光的注视，窃窃私语也不断从排队进城的队伍中响起。好俊俏的后生啊，傻闺女别看了，人家看不上你的。娘爱。安青在旁边一脸见鬼的表情，这是师兄，这真的是那个他认识的师兄。他还以为泥土下面是一张猥琐淫荡的嘴脸呢，毕竟他的眼神和笑声真的很像淫贼。可现在光看脸的话，还以为他是什么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呢。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行为和外貌如此不匹配的？苍天无眼啊！正在吐槽的安青似乎一点也没意识到，其实他乖巧的外貌和他的语言动作也不匹配，可以说两人半斤八两。不过他此时忙着后悔呢，早知道就拿城主令牌直接带他进去了，这回还让他出了个风头，气死人了。江明原以为凭借着这张一看就知道是好人的帅脸，可以通行无阻地进入到景观城中，可城门守卫的一句话却让他温和的笑脸一僵。不好意思，进城请缴纳进城费。我没有陈俗的钱啊。给零食？那不行，多浪费啊。不是进个城还要收费的吗？那我进来了，我又出去了，我又进来了，我又出去了，岂不是要破产？搜刮民脂民膏也不用到这种地步吧？是景观城主定的规则吗？路灯呢？路灯过来就一下，把城主和资本家挂在一块。似乎是读懂了江明的表情，一旁的安青解释道，景观城虽然小，但城主为人清廉，勤勤恳恳造福百姓，收进城税也大都用在了民生上了。因为就1文钱也不多，所以大家都乐于支持城主。终于能从师兄的表情中揣摩出点什么了，不像刚刚脸上裹着一层泥土，什么都琢磨不出来。这让安青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自小便学会从大人的表情中看出喜怒哀乐。有些人乐呵的时候，说不定一开心能赏他一个包子或铜钱什么的，那样他和若七姐姐就可以不用一整天都挨饿了。江明闻言有些诧异，居然是个清官，这可比熊猫稀奇。路灯你先等等，别激动，这个暂时就不挂了。解释完后的安青斗笠下的美眸眨了眨，眯起眼睛看着江明，揶揄地说道，师兄，你不会连1文钱都没有吧？江明闻言学起苍蝇搓手，脸上顿时就露出了谄媚的笑容。嗨嗨，师兄我初来乍到，没带钱不是很正常，可能某个人美心善的师妹或许会愿意资助我一下呢，你说是吧？小师妹，求我，求你。江明1秒都没犹豫，果断的出乎安青的意料，就算江明不求他最后也会给的。可江明这样反而给安青整不会了。你作为师兄的尊严呢？作为男人的面子呢？作为修道者的高傲呢？不过师兄你还真是。安青想了想，却没继续说下去。他其实是想夸一下江明的，但以2人的相处方式，这话他说不出口。不过也难怪安青会诧异，江明是万法仙宗的正式弟子，也就是说，如果他想，他有无数种方法进城。别的不说，只要稍微亮一下身份与气势，周围的人都得立马跪下磕头叫仙师。安青以前可是见过不少耀武扬威的修士，他们对待凡人的态度就跟对待低级动物没什么区别。如果不是他藏得比较好，可能被当众掳走当炉鼎都说不定。所以安青对修士并没有什么好感。当然他也知道不是所有修士都这样，但初印象这东西影响还挺大的。可眼前这个嬉皮笑脸的师兄却改变了他的小部分固有观念，毫无架子，嬉笑打闹，既没有像之前的修士一样高冷地扔出一块下品零食侮辱守卫，或亮出身份用威压震慑民众，甚至还想跟他借1文钱进城，为此不惜求他，跟凡人无异。你要说他是装的吧，2人刚见面他就这样了，贪玩装的可能性不大。你要说他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想泡他吧，安青又觉得不像。如果师兄丑一点点，还有这可能，可以他这俊秀的容貌，貌似找一个和自己一样漂亮的女人并不难。况且以2人的实力差距，就算他用强的，自己也反抗不了。他完全可以在装阴贼那会把自己先饿死，在 school 之后再以接引弟子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眼前撇清关系。如果真是为了他，那师兄占有自己的方法可太多了。安青摇了摇脑袋，算了，2人才刚认识，纠结那么多也没用，日久才能见人心。最终安青还是帮江明交纳了那1文钱。还是师妹好，以后进宗门师兄罩着你，以后有人欺负你，你就说你背后有人，名字叫金远。江明竖起大拇指，大包大揽道，师兄你叫金远，好难听的名字。安青斜了江明一眼，习惯性的呛他一句。别说刚刚师兄求他的时候，他居然感觉到心情舒畅，有种大仇得报的通畅感。被师兄戏耍了这么久，终于赢一回了。不过可惜这次倒是失败了。哦，不是，是我仇家的名字，我也觉得难听。安青小拳头握了握，你怎么连报个名字都不老实啊？那师兄你叫什么呢？安青不知道今天已经第几次这么咬牙切齿了，感觉这辈子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江明的江，江明的明。好，这么自我介绍是吧？所以到底是哪个正哪个命？安青不知道，他决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让这混蛋师兄自己猜去。我叫安青，安青的安，安青的青。
我知道，我的任务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哎，累了，回家，今天早点睡觉。对了，还有一件事，师兄你住哪？我知道有间客栈还不错，只要不怕蟑螂老鼠半夜爬到嘴巴里面，绝对不错。闻言，江明惊讶地说道：当然是住你家了，不然住哪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然地说出这么强盗的话啊？你现在不是带我去你家休息吗？我只是带你去我家互对一下身份令牌而已。你在想什么呢？可是来都来了。不行，我可以睡客厅的。不行，厕所也行。你睡厕所我怎么办？憋着。安青拳头握了又松。反正不行，我怕你半夜兽性大发。师妹，你要相信我的人品。你是人，我可以是。安青发现，只要他不要脸，那他就是无敌的。这逼人根本不在意别人损他、攻击他，狠起来他连自己都损。哇，师妹你家真简朴，一看就知道师妹是个勤俭节约、不拘小节的人。江明将鞋子脱下，进了房子后左右张望了一下，夸奖道：就夸。不过师妹的房子确实简陋，一室一厅一厕所一隔间，隔间看上去是间浴室，里面放着一个大桶。大厅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安青卧室没有关门，江明一眼望过去，也只能看到一张简陋的床、一个柜子和零零散散的必备用品。只能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所以认为房子简陋，是因为师妹没有在房子里放任何装饰物，所放之物都是实用物品。可你要说师妹穷得买不起装饰吧，房子外面却晒了一堆草药，这些草药在凡尘中应该算得上是名贵的习武药材了。别的不说，其中的一株壮血草都够平民百姓生活1个月了。看得出来，师妹确实是个实用主义者。师兄，你是在嘲讽我？一边说着，安青摘下了斗笠，露出俏脸，狐疑地看着江明。在他摘下斗笠的那一刹那，昏暗的房间似乎都亮堂了起来。江明算看出来了，师妹本人就是这间房子最好的装饰品。一切简陋，反而衬托出了他的惊艳。静下来的安青就像是淤泥中开放出的白莲，不染世俗的尘埃。美好的侧脸集聚了世间至美，令人心醉。但可惜长了张嘴。念此，江明哀叹了一声，感到惋惜。师兄，你又在犯什么病？听到江明的叹气声，安青的攻击随之而来。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晚上在客厅打地铺会不会有点冷。不会，你皮那么厚。安青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师妹，有屁快放。好吧，白莲花的印象破碎了。没事，我坐一会，有点累了。江明看了看周围，椅子就在不远处，可他也懒得走了，干脆一屁股坐了下来。该说不说，地板很干净，师妹应该经常打扫虚，外面有补气壮阳的药，你可以跟我买一点。安青绝不放过任何能够挖苦师兄的机会，打不过也得骂得过才行。师妹，你再说下去，师兄我可要证明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虚喽。江明斜了安青一眼，这倒让安青不敢说下去了。虽然这个师兄看上去脾气不错，但毕竟相处时间还短，再挑衅下去，万一他真的忍不住了怎么办？念此，安青也只能不服气地娇哼了一声，说道：我去洗个澡，你不要偷看。从早上到现在，又跑又跳又杀人，穿的还严实，倒还真有些难受。放心师妹，相信我的人品。已经慵懒地瘫在地上的江明随意地挥了挥手。见状，安青小声嘟囔几声：信得过你才有鬼，刚刚还说自己不是人。话虽如此，安青还是对江明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信任，不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提出自己要去洗澡。在这儿洗澡可没有水龙头这玩意，万法仙宗里倒有袭击官术的弟子捣鼓出类似的玩意。安青在水井与浴室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几趟，终于把浴室里的大水桶给装满了。这还是因为他是习武之人，两手拎着2个装满水的大桶，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江明就侧躺在地上，一只手撑着看他忙活，一点帮忙的意思也没有。安青对此倒没什么感觉，甚至如果江明真的出手帮忙，他反而怀疑有鬼。砰！安青一把关上了浴室的门，很快就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脱衣声，令人不禁浮想联翩。师兄，干什么？没事，确定一下你的位置。浴室里传来了师妹的声音。江明发现这师妹真的是很喜欢试探他，以他的感知自然能够听得出来，刚刚浴室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根本不是师妹脱衣服的声音，他故意模仿出类似的声音，估计就是为了试探江明。万一江明真的兽性大发，突然闯进去，他也好做出应对。虽然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种试探有些苍白无力，毕竟江明要真想做什么，冲进去跟他一起洗，师妹又能反抗什么呢？越反抗越兴奋，好吧。不过面对试探，江明也没生气。师妹看上去没什么安全感，对周围人有警惕性，这很正常。
毕竟以她的容貌，不多点心眼，估计早被吃的骨头都不剩了。这时，浴室里又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很快传来了哗哗的水声。这回是真的脱衣服了。不知道师妹是不是想通了，知道自己的试探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江明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人天生便有窥视欲，偷看美女洗澡，那确实是一件能够刺激神经的事。但江明并没有这兴趣，比起偷窥，他更喜欢别人乖乖的、自愿的脱给他看，还是那种一边脱还一边眼神闪躲，动作缓慢，脸颊通红，害羞的无地自容。所以他刚刚原本想躺到师妹洗澡结束休息一下的，但现在不一样了，这师妹居然喜欢试探，那就吓唬吓唬他。江明站起身来，走向浴室，蹑手蹑脚的同时，还故意发出了一点轻微的动静。没办法，如果不发出点动静，以师妹的实力根本注意不到。与此同时，安青正浑身舒坦地泡在大水桶里，部分雪白的肌肤露在水面上，依稀可见其美妙。突然，他猛然张开美眸，浑身紧绷了起来，手已经摸向了放在身边架子上的匕首。暴露本性了吗？还以为你和那些男人不一样呢。安青喃喃地自言自语，同时也在想办法该如何应对这事。一想到江明凭一颗小石子便在那么远的地方击杀刘老大，安青就感到无力。难不成真的只能坐以待毙？要不假意顺从，以后再伺机报仇？只不过那样的话，自己就对不起若七姐姐了，怎么办？先出声问问，看看师兄能不能回心转意，浪子回头。如果能度过这一劫，安青发誓一定要好好修炼。这种面对事情的无力感，他真的非常非常讨厌。师兄，浴室门口传来了江明的声音。怎么了？你在门外做什么？吃饭。吃饭？安青一愣，你为什么要在浴室门口吃？听声音下饭啊？信得过你才有鬼，明明就是在偷看。师兄，你是不是在偷看？没有，就算我想偷看都被你发现了，那还能叫偷看吗？所以你就是在看吧？要不要进来一起洗？可以吗？那我进来了。安青眼睛一眯，盯着门，手里紧紧抓着匕首。如果在他开门的一瞬间扔出，能不能造成一点伤害？然而等了一会，门并没有动静，但江明声音传了过来。行了，不吓唬你了，洗快点吧，我快饿死了。言罢，江明的声音渐渐远去。安青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嘴上发出冷笑。哼，吓唬我？我看你是知道事情败露，怕丢宗门的面子。你是不是认为我怕事情败露？突然，门口传来了江明的声音，吓得安青娇躯一颤。你没走，我走了又回来了，搞得你能发现我一样的。安青闻言懂了，他刚刚是故意弄出动静让自己发现的，所以你真的是在吓唬我？嘿嘿，谁让你一直试探我的？门外传来了江明幼稚的声音。是兄。这是安青今天第 N 次咬牙切齿。浴室门打开了，安青穿着一身简朴严实的麻布衣从浴室走了出来，湿哒哒还未干透的及腰秀发让她越发显得清丽。最让江明注意的点是，她的胸脯终于不再大到不协调的地步了，电锯消失了，她的小白兔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圆润挺拔，与她本就卓越笔直的身姿相辉相映，让安青浑身上下都散发了青春少女最为致命的诱惑。江明稍微目测了一下，应该是 D， 看上去自己一只手抓不住。只不过安青的心情显然不太美丽，不高兴3个字几乎都写在脸上了。怎么了小师妹，谁欺负你了？江明见状明知故问。安青冷笑一声，没有说话，美眸如霜看着江明。先过来坐，小师妹。安青此时倒也不惧，走到江明对面坐了下来。见此，江明微微一笑，开始忽悠划掉。师妹，你知道吗？知道什么？锦官城离万法仙宗还蛮远的。哦，所以呢？不瞒你说，你师兄我入宗门不过才几天而已。什么？这让安青大吃一惊。入门几天就能够碾压他了？仙宗真的有那么强大？所以我和你其实现在都很弱。闻言，安青柳眉轻蹙。你到底想说什么？江明端正了坐姿，一脸严肃，眼神真诚。我希望你能多给我一点信任，师妹。此行山高水远，路上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我不想因为信任问题导致我们受到伤害，你明白吗？师妹，我想完完整整的把你带到宗门，开启你的新生活，这是我的任务。江明表情认真且真挚，他直勾勾地看着安青的美眸，一脸坦然。当然，我也知道让你去信任一位陌生的师兄有些强人所难，但无论如何，我会完全信任你，以此表示诚意，好吗？安青闻言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江明。他深知自己的弱小，也深知人心的险恶，自然不可能因为江明的一番话而信任他，但他还是有些异动。毕竟接下来他要与江明同行，
如果要时刻防备着这个师兄，肯定会很累的。虽然很想将师兄的话听进去，但安青还是反驳道：“你说的信任，就是故意吓唬我。”江明闻言摇了摇头，问道：“师妹，你告诉我，我刚刚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你故意吓唬我？可是师妹，我只是站在浴室门口，其他的什么都没做啊。”安青闻言突然一愣，江明此话一出，反而是惊醒了安青。好像是这样，自己只是听到江明走过来的声音，接着就猜测他暴露本性，在偷窥，还做好他要强闯进来的防备。可是这些全部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实际上的江明其实什么都没做，是自己一开始就给江明做了恶人的预设，所以才会如此戒备他。师妹，想明白了吗？安青沉默了，没有回答，但心里的天平却开始倾斜。江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其实人很多时候对自己的某些心理是没有认知的。有句话叫做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知道师妹你对周围人会下意识的戒备，对我就更甚了。但师妹你自己却不知道这点，所以我才会故意在你洗澡的时候刺激你，为的就是让你清楚你心里对我的真正看法。在你真正了解清楚自己的想法后，我才能将之拿出来，坦诚的与你谈谈。安青抿了抿柔嫩肤而有光泽的粉唇，不得不说师兄说的很有道理，甚至安青都有些惊叹他的做法了。什么都没做，只是往浴室门口一站，却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通通都给摆到明面上了。然后再经过这一轮劝说，安青发现他心里的天平居然是倾向于信任这位师兄。这太可怕了，信任对他来说可是个非常稀罕的东西，除了收养自己和若七姐姐的城主，也就只有若七姐姐值得他信任了。现在要多一个吗？安青看着师兄有些纠结，不过不得不说正经起来的师兄居然意外的不错。怎么样，师妹，我不会逼你信任我，但你可以把接下来的选择当成一次赌博。如果你选择相信我，那么江明伸出手，请握住我的手。安青低头看着师兄伸出来的手，一双修长有力的手，很好看。其实自己已经有了答案。两人从认识到现在，师兄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容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他明明有很多机会的，只是自己长时间以来的不安全感让他始终将师兄预设成坏人罢了。眼下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试试吧。安青伸出手与江明握在了一起，一时间他居然觉得有些如释重负。安青不是什么婆婆妈妈的人，她既然做出了决定，那就会选择相信江明。只不过师妹，你的手真嫩，好滑哦，怎么保养的啊？安青看着刚刚一脸严肃的师兄，此时正握着他的手摸来摸去，仔细品鉴，还做出评价，甚至还擦了擦口水。一时间他的另一只手又握紧了拳头。等等师妹，别动手啊！砰！啊！江明的头被狠狠敲了一下，让他发出一声夸张的痛呼，捂着头委屈巴巴的。安青收回手，抱着胸，咬牙切齿地看着他。师兄，你还真不是个人，刚刚才叫我信任你的。安青对他的态度又回到了之前的模样，只不过从刚刚开始，他的内心可能少了一开始的防备。毕竟江明刚刚那样占他便宜，放之前匕首就刺过来了，乃像现在只是敲一下脑袋，看上去更像玩闹而非生气。这样江明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他其实还挺喜欢和这个奶凶的师妹斗嘴的。江明走出屋外，看了看天空，黄昏悄悄地染红了半边天，花枝招展，静待有心人的欣赏。可惜江明没有心，所以就不打算把时间花在欣赏这艳丽的夕阳。他回头看向正在挑拣草药的师妹，走了过去，朝他摊开手。安青头也不抬地斜了他一眼。干嘛？现在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每次问师兄干嘛，他都回答不？安青总觉得其中有什么门门道道，师兄又讳莫如深，根本不告诉他。这家伙真的是烦死人了。没什么意思，给我钱。你要钱干什么？买菜。买菜？你还会做饭？安青停下了忙碌的手，惊讶地看向江明。这可是万法仙宗的修道者啊，居然会做饭。他们不该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让凡人做饭的吗？干什么？修道者也是要吃饭的吗？你不会是为了玩吧？安青怀疑地看着江明，他可不想花钱浪费食材。虽然他有点积蓄，但浪费食材会让他心里感到难受。这时江明突然想到，自己似乎还是带着隐藏任务来的，那就是弄清楚安青小师妹和若七大师姐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任务奖励，但他真的觉得这俩有问题。如果能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他可能会念头通达，心如明镜，修为大涨也说不定。好吧，就只是单纯的好奇，满足一下自己的八卦之心。所以江明故意说道，我真会做饭，
若七师姐就经常吃我做的饭，虽然就吃了2顿而已。话音未落，安青突然小手一抖，药材松落，掉到了地上。他猛然转过头，看着江明，质问道：“你知道我认识若七姐姐？”师兄刚刚显然是故意说出名字的，不然直接说师姐2字就行了，为何要带上具体名字？当然知道，师姐她可是很关心你的，不然也不会给她报装备了。可是安青在听完后没有露出喜色，相反，她俏脸在此刻冷了下来。为什么师姐会和你提起我？为什么师姐会和一个男人说起他的存在？难道江明突然感觉脖子一寒，杀意就像有人拿着匕首轻巧地划过了他的喉咙？不至于吧？江明看向安青，此时的安青也收回了饱含杀意的目光，低下头避开了江明的对视，但身上散发的冷意却没有半点消减。江明一看，心道坏了，可别因为自己的无心之失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于是他连忙找补，他看了我的任务单，说你是他的朋友，所以吩咐我要多加小心，平安把你送到仙宗。就因为师姐认识我，就那么大杀意吗？师妹这总不会是吃错了吧？不会吧，不会吧？不行，暂时还不能妄下定论。哦，原来是这样。安青闻言，紧绷的身体稍稍放松了一点。不过他显然也知道了，刚刚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了，毕竟那么浓厚的杀意都放出来了，这一下肯定是瞒不过师兄的了。说不定嘛，这鬼精的师兄已经顺藤摸瓜猜测出点什么了，这一下反而是他这里出现了破绽怎么办？谋杀他，都先不说打不打得过吧，其实刚刚的杀意完全是下意识的，安青根本就没想过真的去杀掉江明。两人毕竟也算认识，刚刚还说要互相信任，可万一他知道了他和若七姐姐的关系怎么办？万一他说出去怎么办？一时间安青心乱如麻。江明修炼过情绪之道，对人情绪的变化十分敏感。他看了一眼低着头不给他看到脸蛋的安青，突然淡淡的说道：“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闻言，安青猛然抬头：“你在说什么？”看来他是想装听不懂，以此否认江明的试探。可问题在于安青太过心虚了，这毕竟是他们最大的秘密，此刻却有了暴露的风险，因此他心里很慌，这也让他看上去有些紧张，语速都变快了。这反而让江明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惊天猜测。师妹，你太紧张了。江明神情淡然，装作不在意地点道。安青抿了抿粉唇，有些颓然地低下头。完了，没想到刚刚还想着若七姐姐可能变心了呢，结果这会儿她就暴露出去了。以师兄的精明，估计猜得七七八八了。怎么办？可是师兄刚刚说自己不会说出去的，要不信他一次？他刚刚才叫自己信任他的。安青心里突然燃起了一丝希望，抬起头看向江敏，正想说些什么。师兄，你真的不会？然而话没说完，却被江敏打断了。只见他嘴角勾起了安青熟悉的淫笑，一边说道：“师妹，你也不想我把你们的事情说出去吧？”安青心里一冷，师兄居然想拿这个威胁我吗？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你心里真的不清楚吗？安青银牙咬着下唇，还是冲着他的身体来的吗？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还说什么信任弹，如果自己不就范的话，会不会连累若七姐姐？万一他故意把消息散播出去，有人过来查证怎么办？仙宗要是以此为由将若七姐姐踢出宗门怎么办？涉及道言若七，安青的思维便忍不住发散出去，担心因为自己会对颜若七造成影响。实际上安青的思想还是局限在了凡尘的伦理道德上，在仙门只要实力足够强大，便可无惧所有目光，这一点颜若七反而认识得很清楚。可惜安青还未入宗，并不清楚其中的门门道道，所以他在沉思片刻后咬牙做出选择。我知道了，只要你答应不将这事说出去。好，那你快点吧。江明满意的笑了起来。安青美眸恨恨地瞪了他一眼，闭上了眼睛。狗东西骗取他的信任，枉他选择相信。玉手沿着娇躯往下抓住了布衣的末端处，只要往上一掀，他的清白估计也就交代在这里了。可是安青动作很慢，看上去很是挣扎，小手微微颤抖，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他慢慢往上露出了平坦的小腹。就在安青一咬牙打算一了百了直接脱掉的时候，他只觉得自己的手被一只大手按住了。睁开眼，却看见江明像见了鬼一样的看着他。好端端的，你干嘛突然脱衣服啊？不是你说……咚！安青只觉得自己的脑袋瓜一疼。我是叫你赶紧给我钱，我要去买菜，都快饿死了。干嘛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师兄我？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安青茫然地从衣袖里掏出钱袋子，看着江明：“给我吧，你等着吃饭就行。”江明看着呆呆的安青，发现此时他失去了平时的凶恶，恢复了最符合他面貌的样子，文静可爱，
乖巧，让他忍不住伸出手捏住安青吹弹可破的脸蛋，笑着说道：“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连师姐都不说，死也不说。”如果是平时，安青匕首就上了，可此刻却乖乖的让江明捏了个心满意足。之后，江明起身走了出去，只留下安青不知该做出何种反应。一种有些陌生的情绪在心中升起，冲刷着他的神经。这种情绪叫做羞耻心。他刚刚干了什么？干了什么？在师兄面前脸都丢光了，以后怎么在他面前抬起头来？完了，这下完了。对了，离去的江明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从门外探出了个头来，这倒是把还处于某种状态无法自拔的安青吓了一跳。干什么？声音软软弱弱，如同突然受到惊吓的小兔子一般，倒是让江明侧目，有些怀疑就在自己刚刚出去了那几十秒钟内，师妹被不知名的大能夺舍了。这是我师妹。略带红晕的俏脸，怯弱不敢直视江明的美眸，软绵绵到让人听着心都不自觉一颤的嗓音，安青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不断激发出男人心中的保护欲或者欺负欲。不是，我师妹呢？这不是我师妹啊！我师妹的声音虽然好听，但却带着一股干练和凶厉，像是正在打架的野猫。现在这弱弱的像是家猫一样柔软无力的声音，怎么可能是我师妹发出来的？难不成这小猫咪还有两副面孔，和在官道上勾引山道时勉强演出来的不一样？这回的安青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让她本就极致的容貌平添3分少女自然的青涩，别有一番诱惑。似乎是被江明惊异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了，安青又露出了她的爪牙，稍微让声音骄横了点。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有话快说。可惜安青虽然态度上似乎回到了之前，可气势却不复以往了。面对知道秘密的江明，他的气势天然就弱了3分。如果是以前，估计一句有屁快放就脱口出了，现在竭尽全力也只敢来一句有话快说。没事，就是跟你借一下你的兜帽，我怕把别人帅晕了。闻言，安青不禁翻了个白眼，小声嘀咕道：臭不要脸。嘴上这么说，但他身体却还是十分实诚地站起身，去将他的兜帽甩给了江明。江明一把接过旋转着飞过来的兜帽，戴上。谢了，你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或忌口的？安青闻言摇了摇头，以前有得吃就不错了，哪还会去挑挑拣拣。行，你在家烧点水，洗白白等我回来。我说的是锅。哦。就在江明拿着安青的钱包出去买菜这回，争到峰上刚刚爬完一趟登道街的颜若七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争到峰上没有其他人，颜若七没有板着她娇俏的脸，及腰甚至快到翘臀的秀发被她盘在了头上，让她多了一份干练与成熟。穿着简易修身练功服的她，更是将自身傲人的资本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像是明明还很青涩，但外表却已经成熟的水蜜桃。颜若七出去从来不穿这种显身材的衣服，因为会招来很多让她不喜欢的目光。江明倒是能有大饱眼福的机会，这可是争道峰弟子专有的福利。可惜他现在不在这儿，自然就不能一览这雄伟的风光。不过就算他在这，如果他心里有一丝歪念，估计都会被师姐感知到。好在江明虽然是色批，但在没确定关系之前，他都是用欣赏的目光看待美好的事物。毕竟他可不想搞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那一套。正在歇息的颜若七不经意间看到了江明的房子，不禁有些担忧，也不知道师弟那边怎么样了。既有担心师弟的，也有担心自家小青的。对师弟的担心应该能占其中的1%吧？会不会低了点？他好歹请自己吃了2顿饭呢。要不3%？颜若七是个严谨的人，他根据自己的情绪，把自己心里的担心程度划为100份，其中3份给了师弟。可别小看这3%，能在他心里占据一点地方，都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哪怕是以前跟他一起下秘境的队友，都没有在颜若七心里占到一点位置。要知道江明才来到争道峰几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没颜若七和一些队友相处的时间长呢。说起来，颜若七才发现师弟原来才来到争道峰几天而已。没办法，师弟那自来熟的模样总会让他产生了一种他们好像已经认识很久的感觉，都已经到了他做饭来他洗碗的地步。就这几天的相处，江明居然能让自己惦记着他的安全，这倒是让颜若七万万没有想到的。毕竟江明初来乍到的时候，他可是十分排斥的，担心自己会不习惯争道峰上多了一个人，还是个男人。一想到要和一个男人同处一座山峰，颜若七就打算尽量少和江明见面比较好。因为小时候的经历让他对人的眼神特别敏感，嫉妒、淫邪、厌恶、排斥、占有、欲望，这些颜若七刚入宗门那会经历了不少。虽然他也知道很多同门对他并没有异样的目光，但如果和他们相处，就要去分辨他们是不是真的友善。好麻烦。
所以颜若期干脆一刀切，不与其他人相处，产生联系就行了。他将独自升级，直达巅峰，这样也就不用费心思去辨别其他人的想法。所以一开始对这个新来的师弟，他还是带有一定偏见了。可相处了几天后，他发现结果似乎没那么糟。这个师弟虽然调皮好动，不喜欢修炼，喜欢惹事，喜欢偷懒，抛开这些事实不谈，师弟还是非常不错的。至少和他相处，颜若期不会感到不适，甚至感觉还不错。与师弟见第一面的时候，他就用神识死死锁定了师弟的眼睛，但凡江明露出一点不该露的神色，他马上闭关，尽量少点和师弟产生联系。可问题在于，哪怕在他全力的盯梢下，见到他第一眼的江明眼神里也只有惊叹、欣赏、友善，让颜若期怀疑自己看漏了。于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第一时间仔细观察江明。可江明似乎始终如一，每次看他眼神里都是欣赏、惊叹，甚至偶尔还会自来熟的夸几句。哇，师姐你腿好长哦，真羡慕。哇，师姐你好高哦。哇，师姐你好白哦。咦，师姐今天扎头发了，真好看。哇，师姐你好勤奋哦，真厉害。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这让颜若期时再提不起反感出来。哪怕他对这种夸奖的免疫程度极高，但也禁不住一直夸，更别说师弟眼神还那么真挚。甚至为了试探江明，他还故意穿着现在这身练功服在师弟面前晃。师弟倒好，眼前一亮，却还是没看到他不喜欢的欲望与侵占。终于拿这个考验完干部之后，颜若期还是在心里接受了这位师弟。也正是因为把师弟放在心上了，他才会苦口婆心的去劝师弟好好修炼了，才会愿意腾出宝贵的修炼时间教导师弟。江明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能大饱眼福的机会还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呢。顺利的话应该到达锦官城了吧。也不知道他和小青相处的愉不愉快。小青性子文静，希望不要被师弟带坏了好。颜若期思索着，突然看到了还放在自己屋里已经洗干净的锅碗。突然他居然感觉有些饿了，还有些嘴馋。虽说金丹不吃饭能耐很久，但颜若期这种修炼狂魔消耗也比一般人大得多，平日里都是吃屁股丹，也都习惯了。但在师弟的致命勾引下，他似乎还是走向了不归路，居然觉得这个点没吃到江明做的美食有点不习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一时间他居然觉得这座蒸道峰有些空了。颜若期摸着自己平坦优美的肚子，不禁嘟了嘟嘴，像不经事的少女一般埋怨道，都怪师弟，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唉，吃点屁股丹吧。小安青，我回来喽，你洗白白了吗？江明提着一大袋子各式各样的食材推开房门。小安青，小安青，安青默念了2声。算了，随他吧，毕竟师兄确实比自己大一点。但安青不知道的是，当江明对他的称呼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狗东西就已经开始对他进行试探了。如果安青对江明喊他这个称呼没有任何意见，甚至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说明他对江明的接受程度已经比较高了，甚至摸到了朋友的门槛都说不定。不过安青虽然对江明的称呼没有意见，但他对其他东西还是有意见的。对他来说，师兄的话很多都是云里雾里的，比如他问干嘛时，师兄就老回答不干。这些安青不是很懂，只知道他可能话里有话，但有一些安青是能听得出来的，比如现在。所以安青立马反驳道，师兄，麻烦你不要故意说一些有歧义的话，是锅和碗洗白白，不是我洗白白，不然我有权利怀疑你是在调戏自己的师妹。江明将斗笠摘下放在了桌子上，斜了抗议的安青一眼，笑着调侃道，好好，小安青，过来洗白白这些青菜。安青美眸瞪了江明一眼，身体却乖乖的去打水洗菜。师妹和师姐不一样，自家师姐是个修炼狂，绝对不会把时间花在帮她洗菜这些琐事上的。所以江明一般安排她吃完饭后洗碗，因为像师姐这种装冷淡的人一般比较正经，不好意思吃白食，吃完饭后再洗碗，她不好意思拒绝。而自家师妹呢，动手能力比较强，做事干练，适合拉过来一起干家务活，像处理食材、烧水、洗菜、洗碗这些琐事都可以一起做，有利于培养感情与默契。现在可以一起做这些小事，那以后就可以一起做别的，比如下副本、正义群殴敌人什么的，等以后这一对百合聚在一起吃饭，就一个准备食材，一个做饭，一个洗碗，多和谐的一家3口。这场景想想都觉得美好。做饭不麻烦，处理食材和洗碗比做饭麻烦。有了安青打下手，很快3菜1汤便被摆上了桌。小安青，试试吧，希望你的衣服足够坚韧。原本举起筷子的安青闻言又轻轻放了下去，他的本能发作了，
虽然知道自己的师兄说这些没什么恶意，可能只是想开玩笑，但他还是想顶嘴，以免落得下风。只见安青美眸警惕地盯着自己师兄，关我衣服什么事？你在饭菜里下药了，想迷昏我，然后撕碎我的衣服，有理有据，使人信服，才有鬼。他只是想玩玩好吃到爆衣的梗而已。江明翻了个白眼，说道：别闹师妹，先不说我要撕你的衣服，有没有必要迷昏你？就说刚刚如果我不阻止你，你自己都打算脱光了，还用得着我撕？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安青白嫩的脸蛋上爬上了2朵嫣红，娇嫩欲滴，美眸里羞怒交加，粉拳紧握，娇躯直颤。本来他都打算强迫自己忘记这件令自己蒙羞一辈子的事了，结果这混蛋师兄哪壶不开提哪壶，愤怒让安青想要用眼神瞪死江明这个混蛋师兄，羞耻却又让安青不敢直视师兄，毕竟他说的是事实。一时间，安青只觉得自己心态爆炸了，发作也不是，不发作也不是，最后他只能江明乐呵呵地看着纠结的师妹。突然发现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师妹，此时低着头，轻咬着下嘴唇，大眼睛里居然还蒙上了一层水雾，看上去楚楚可怜，倒是把江明弄得有些过意不去了。说实话，他没想到安青会哭，毕竟一路相处过来，他以为安青的内心无比强大，无论是杀人还是自尽都不带眨眼的，可这回看上去似乎并不是这样的。安青更像是被环境压迫了真实情感，让他用坚强和粗鲁来保护自己，让自己看上去不好欺负，所以才那么喜欢反驳江明，和江明斗嘴，因为他要凸显自己强势的一面。结果江明的一句玩笑话就把他坚强的外表撕碎了。有时候敌人的刀刃不一定比得上朋友的玩笑，这让江明有些愧疚。安青伪装得太好了，甚至连他修炼的情绪之道都没感知到他的真实面目，直到这回安青没忍住，江明才能清晰感知到他的内心。只能说别人看不上这情绪之道是有道理的。等等，难不成师姐说她文静柔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了？实际上师妹就是个文静柔弱的人，毕竟相由心生，她又长得这么乖巧可爱。对上了，一切都对上了，这个以后得注意一下了。当务之急是得想个办法哄好才行。他歪着脑袋凑了过去，江明不过刚刚看到安青带着泪珠的俏脸，他便挪动着身子转了个方向，不让江明看到自己的丑态。他觉得自己好丢人，黑历史洗不掉，想发作还无能为力。若七姐姐不在的这几年，她真的很努力让自己变得坚强了。自己多久没哭了？都快好几年了吧？这次居然忍不住在讨厌的师兄面前哭了。以后在他面前估计都抬不起头来了。以他的性格，都不知道会用什么法子嘲笑自己呢。一想到这，安青干脆自暴自弃了。哭都哭了，他也不装什么坚强凶狠了。反正自己这副模样已经被江明看到了，嘲笑就嘲笑吧，正好宣泄一下积压的情绪。与其说是江明把他弄哭的，不如说江明只是点燃了他这几年积压情绪的导火索。毕竟安青要装成连江明情绪之道都感知不出来的坚强性格，是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的。一时间安青哭得更狠了，原本只是默默流泪的他，现在还传来几声哽咽抽泣的声音。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安青哭着哭着，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他低下头，睁开美眸，凳子底下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出了一张讨人厌的脸。没办法，师妹耍小脾气不给他看，江明只能躺在地上从凳子底下进攻了。见师妹看了过来，江明眨了眨眼睛，这个师妹啊，是师兄的不对，是师兄不好，师兄不该跟你开玩笑的。说实话，江明还真不怎么会安慰女孩子，绞尽脑汁也憋不出什么好词。要不你砍师兄几下，师兄绝对不躲。安青抹了抹眼泪，不理他，转了个方向。江明无奈，只能从地上阴暗爬行，跟着换了个方向。师妹啊，你要怎么才能原谅师兄？要不你踩我2脚。但显然师妹并不想奖励他。安青又换了个方向，没办法，江明只能继续阴暗爬行。师妹，饭菜要凉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好吗？师兄跟你保证，再也不提今天发生的事，再提我就是狗。安青低着头，嘟着嘴，轻声嘟囔着问道：真的吗？虽然师妹这会梨花带雨的，但不得不说，她卸下伪装之后那骨柔若镜，真是可爱极了。真的，我发誓。江明脸上一喜，连忙举起4根手指，只要不哭，什么都好说。其实安青此时心情也平复了，他并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为什么哭他心里很清楚，与师兄有关，但其实关系并不大。离开了若七姐姐后，自己一直在逼自己，把自己树立一个完全违背自己性格的人。不哭了，
不唱歌了，拿起匕首了，开始杀人了。没有人知道他为这些付出了多少努力。想起第一次杀人，他缓了整整1个月，之后又开始杀第2个人，到最后变得习惯利落。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压迫着他的内心。说起来，说不定还得感谢师兄呢。自从师兄阻止他脱衣服的那一刻起，安青就已经完全信任这位师兄了。毕竟连自己送上门都不要，还有什么可图他的呢？师兄只不过是贱了点，贪玩了点而已，但其实没有恶意，是个好人，这个安青是知道了。也正是因为信任师兄，安青才会在师兄面前忍不住哭出来。反正自己在他面前都出过一次丑了，再出一次也无所谓了。要是换成一个陌生人，他估计就像之前那样咬舌自尽，都不可能把自己柔弱的一面展现出来。而且看他哭了以后，师兄也在尽力挽回了。堂堂一个仙门弟子，在地上毫无形象的爬来爬去，显然是为了逗他开心。他都这样了，安青选择原谅他。只不过在他面前，自己以后估计是没法再回到之前那种顶嘴强硬的状态了。只能希望以后师兄不会欺负他吧。就在若七师姐还在争道峰上孤家寡人守空巢，吃着淡而无味的屁股丹时，他最担心的师妹以及有点担心的师弟2人却在围着火炉吃大餐。这何尝不是一种 NTR？ 如果他知道了自家的小亲妹妹3言2语就把他们2个最大的秘密给爆了出来了，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当然，这些对远在景关城的师兄妹2人来说暂时不是很重要。此时他们要考虑的是对方那一反常态的态度。来，师妹，吃个鸡腿，不够我再去买。你练武那么辛苦，多吃点补补营养。江明热情地从锅里捞出一个大鸡腿，放到了安青的碗里，嘴里还说着热情洋溢的关心话语。这让坐江明对面的安青小师妹十分不敢动，甚至有些头皮发麻，毛骨悚然，浑身都有些不自在了。我那个贱贱的师兄呢？不应该是抢着鸡腿吃吗？怎么还给我夹鸡腿？不过安青其实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估计是师兄觉得刚刚把自己弄哭了，感到有些愧疚，此时正在补偿自己。虽然有些不习惯，但出于礼貌，他还是柔声细语地道了一声：“谢谢师兄。”江明打了个冷战，师妹的声音就像把柔软的棉花搪塞到他的嘴巴里，又软又甜，感觉自己的耳朵都被洗了一遍，颇有种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觉。但这让江明有些不太习惯。2个人都在适应着对面的新形态。对安青来说，对面的师兄现在从一个人剑合一的剑人变成了暖心大哥哥；对江明来说，对面的师妹现在从一个嘴强王者变成了一个邻居柔弱文静胆怯的漂亮小妹妹。2个人同时变态，总需要花一点时间适应的。不过好在民以食为天，有时候可口的饭菜总能打开人的话题与情感。当安青微微张开小嘴，轻轻咬了一口鸡腿时，美眸顿时一亮，连忙再咬了一口。这让敏锐的江明察觉到了。师姐说话，谁说出道没有用的？想要得到一个人，先要抓住他的胃。网友诚不欺我也。你看师妹，那一小口一小口不带停的。江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好吃吗？小安青。安青一边动着筷子，一边轻声应答了一下。来，再吃个鸡腿，瞧你瘦的。不用，师兄你吃吧，我吃一个就够了。安青看着碗里的鸡腿，将它夹回江明碗里。不，你吃，师兄吃饱了。江明露出了慈爱的笑容。什么鬼兄？不，师兄你吃，你吃，我不吃，你吃，你不吃，我也不吃。2人夹着个鸡腿，斗气般的推诿了半天，仿佛要将鸡腿夹到对方碗里就算赢。噗嗤，最后2人反而绷不住了，笑出了声。说起来，这似乎还是江明第一次见安青笑。他明媚的大眼睛弯成月牙，小手优雅地遮住了扬起小嘴，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绽放出最为温暖却耀眼的光彩。卸下伪装后，他也可以笑得很开心。师兄，要不我们都正常点？安青看着碗里的鸡腿，提议道。其实你之前那样也挺好，要不师兄你恢复一下？闻言，江明反问道。那师妹你呢？你不恢复一下？2个人都有些异常。可问题在于我那就不叫恢复了。师兄，不知是不是积压的太久，又给师兄知道真面目，此时又打算自暴自弃了。安青莫名其妙地升起了一股倾诉欲。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要像之前那样，我就得掐着声音，还要故意放大声音，这样听起来才有气势。可是经常这么说话很累的，嗓子会不舒服，而且我还得想出一些听上去很吓人的话。比如，安青歪着脑袋思考，青葱般的食指轻轻点在光洁的下巴处，挺起高耸的山峰，板着脸，用本阴凶猛地开口道：我这就送你们下去团聚，关你屁事！你个傻 X， 你找死！你这种变态就该去死！我要杀了你！哼，我这就送你上路。诸如此类的话，
师兄，你怎么了？说着说着，安青突然发现江明看着他一脸沉思，于是开口问道：没有，小安青，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趁着安青原形毕露比较好说话，江明打算试一试。师兄你说。闻言，江明舔了舔嘴唇，露出了意味不明的微笑。是这样的，师妹，你看你能不能用力的踩着我，然后用刚刚的声音骂我几句？卧槽，太可爱了吧！这种软萌的妹子，装作凶狠，但又凶狠不出来，最后变成奶凶奶凶的样子，用软萌软萌的声音骂你，这是什么人间享受啊？安青刚刚的一通表演，让江明觉得自己似乎一不小心被开发出了什么不太正常的属性，只不过感觉还缺了点什么。江明抬起头，正好对上了安青嫌弃的美眸。江明又是眼前一亮，对位了对位了，就是这种眼神。师兄，你要不还是回到刚刚给我夹鸡腿那个状态吧？你这样我害怕。安青挪着凳子往后退了2步，变态竟在我身边。之前以为师兄是贱人是淫贼，没想到还是变态。见状，江明眨了眨眼睛，一本正经地笑道：开玩笑的师妹，你别介意。来，师妹，先回来吃饭，菜凉了不好吃。好感度不够，解锁不了新姿势很正常。江明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再努把力，总有一天他要被安青踩在脚下，娇声辱骂。就在江明 M 属性大爆发的时候，夭夭师姐3人也终于乘着飞灵舟到达了他们的任务目的地平阴村。这原本只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偏远山村，鸟不拉屎到就连强盗都懒得来这里看一眼。可以说这个村子已经尽力的让自己表现出没有利益可以获取的样子了。即便如此，灾厄还是悄悄降临到他们身边。2个实力强大的鬼将突然降临，将此方山村化为鬼域，无人生还。只能说修道的世界，美好与和平永远只是假象，粉饰着残酷的现实。我们到了。夭夭率先跳下飞灵舟，随着他的动作呈现出一阵波涛汹涌。在夭夭后边跟着跳下2个人来，因为慢了一步，他们并没能大饱眼福。体修分开与枪修君莫。这里自然不是平阴村，而是距离平阴村有一段距离的荒凉野外，他们怎么说也算得上经验丰富，当然还没有蠢到直接跳到对面的地盘去。游戏玩家都知道，在打困难的 BOSS 前要给自己上一些 buff。 来，各位，这是驱灵符，能够驱护佑心神，防止鬼将的心灵攻击。夭夭一人发了一张符，这个是回气的骸灵丹和破鬼阵的破障丹，2位拿好。还是夭夭准备的周全，有你领队真是幸运。分开见状连忙开口夸奖，他觊觎夭夭也不是一时半会了，此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献上赞美。说完，分开故意挺了挺胸膛，在上面拍了拍，让自己显得高大，像是炫耀自己胸肌的猩猩。夭夭你放心，有我在，保证鬼将威胁不到你们一点，就算死我也会死在你们前面。他心里清楚，这次是个大任务，如果表现得好，未尝不能吸引到夭夭的注意。到时候分开眼睛斜了一眼夭夭伟岸的胸襟，隐蔽地吞了吞口水。他早就对夭夭有想法了，毕竟在冥王峰上修炼的女人大部分掏出来比他还大，说的是肌肉。还是夭夭这种人美声甜的天阴峰妹子符合他的审美，更别说夭夭还拥有正常人难以企及的胸怀。为了获得他的好感，分开可是非常努力的。夭夭每次找队友他都会争先加入，这次的队友君莫也是他的朋友，花了他不少功夫才请来的。除此之外，分开在夭夭面前也装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正人君子，他的眼神从来都不敢正面袭击夭夭脖子以下的地方，生怕被发现，一般都是趁夭夭不注意偷偷瞄2眼，望眉来止渴。君莫对分开特意表现自己倒没什么意见，故意不作声，保持人设，将舞台让给分开。身为男人与朋友，他自然知道分开的意思，不介意帮衬一把，反正他对大的也没兴趣。夭夭不得不说很会做人，虽然对分开这个4肢或5肢发达的人并不是很感兴趣，但身为辅助，他还是知道战前士气的重要性。别的不说，分开乐于表现自己，勇于冲在前头扛伤，对他的安全也有好处。夭夭自然不会去折了他的面子，至少情绪价值还是得满满给上。夭夭微微一笑，眼神希冀地看着分开，柔声说道：有你在，我们自然放心。直接把分开吊成翘嘴。放心，我可不是江明那种只会哗众取宠的弱鸡，你们说是吧？分开似乎不经意间提了一嘴江明，君莫这时倒是及时附和了一句：确实。分开实际上是在试探夭夭的口风，他一直都不喜欢那个逼崽子，飞灵舟上发生的事更是让他上升为厌恶。而且夭夭对江明的态度他可全都看在眼里，他不仅力排众议让江明搭顺风车，还跟他有说有笑，甚至还亲自送江明去景关城。念此，
风开不禁偷偷看了一眼夭夭丰满的腰肢，一想到夭夭遇见宋江明下去时，江明会紧紧搂住他柔软的腰，风开就觉得有些火大，自己都还没能抱上呢，对一个陌生师弟这么好，怎么看都不正常吧。风开不相信男女之间有普通友谊这玩意。夭夭见风开还对那个小师弟还念念不忘，倒也没顺着他的话往下说，而是微妙地岔开话题。黎明时刻，艳阳初升，是阴阳转换之时，会一定程度削弱鬼物的实力，所以我们要抓住时机，对其中一只鬼将发起进攻。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确定2只鬼将的位置，预测他们的支援时间。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行动吧。夭夭不想顺着风开的话说下去，不然以风开的脑子肯定会在江明面前炫耀，所以他只能用紧急任务来代替回答。但他避而不谈的表现却被风开看在眼里，一时间眼神都阴沉了几分，不过很快就收敛了，并没有表现出来。毕竟以夭夭这种圆滑的性格，说不定只是不想得罪人，不能证明什么。走一步看一步吧，希望等会任务时自己英勇的表现能够征服他，让他知道只有自己才能够保护得了他。夭夭从空间戒指里掏出几只阴气森森的旗子，跟2人解释道：这个是阴风帆，旗面会往附近阴气最重的地方飘，一般来说那就是鬼将所在的位置。我们一人一把，在鬼域外大致探测一下2只鬼将的距离，做好准备。闻言，风开立马皱眉，关心道：那怎么可以呢？夭夭，鬼域周围也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一个人我不放心，要不我们还是一起行动吧。图穷匕现，燕国地图有些过于短了。风开肯定认为自己现在的样子很细心，很贴心，很为夭夭着想，颇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风范。但可惜夭夭并不想领情，但他拒绝人时总能找到合适又不伤人的借口。不用，天色已深，初日将起，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耽误了，还是分开探测效率会高一点。夭夭给出的理由让分开实在没办法拒绝，要是再纠缠下去那就有点不礼貌了。3人各执一柄阴风帆，散了开来助机器办事，效率自然高。很快几人便凭借着3柄阴风帆确定好了2只鬼将的位置，中途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3人通过阴风帆确定了村子里只有2处地方阴气最为浓烈，想来应该就是鬼将所在了。2只鬼将，一只在村头，一只在村尾，正好给了我们突袭其中一只的时间。天快亮了，多的我也不说，我们行动吧。最后夭夭拍板决定，好。行动将至，其他2人也不再客套，纷纷应下之后，风开便顶在前边，带着另外2人一头扎进了鬼域里，没有犹豫，直奔村尾而去。那里一只浑身冒着灰雾，看不清脸的鬼将正在吸收鬼域内的阴气，壮大几身。就在这时，远方的地平线上一缕初阳跨越千山万水，照射到了鬼域里，像是得到某种信号一般，夭夭直接一声娇喝，动手。现实不是戏剧，双方开打前自然不会来一段垃圾话，都不说鬼将有没有心，会不会被语言影响了，就说双方语言也不通啊。要是江明也来了，那他说不定能和鬼将掰扯2句，唠唠家常，毕竟他最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可惜他不在，几乎是在夭夭话音未落，分开身上便冒出璀璨的金光，身形猛然往上拔高了些许，整个人看上去更加魁梧。他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一头撞在了鬼将身上，接着浑身金光大涨，一个发力直接将鬼将压在了身下。一时间五指山压住了孙悟空，鬼将在分开的压制下感受到了危险，嘶吼一声拼命挣扎起来。但分开身上的金光似乎对鬼物有克制效果，分开人凭鬼将挣扎，就是不让他起身。鬼将越挣扎，分开就越感觉兴奋。看着被压在身下挣扎的鬼将，他粗犷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如果不是情况不对，分开都想回头问队友一句，你们看我刁吗？与此同时，一阵慷慨激昂的破阵曲从身后传来，分开只觉得自己体内的灵力在这曲子下猛然长了一截，身上金光更甚，咻，几乎能够刺破普通人耳膜的破空声转瞬而至。一柄带着龙鳞的长枪，带着仿佛能穿透一切的青光，在夭夭破阵曲的加持下，一把洞穿了鬼将的核心。枪尖一抖，鬼核顿时破碎，本是人形的鬼将顿时爆成一团灰雾。可怜的鬼将从出场到现在，连话都没说2句，就被强人所难了。之后更是被君莫具有看穿效果的枪眼准确地找到核心，一波带走，根本不给鬼将发挥任何能力的机会。不过这个结局似乎早就注定了。3个久经历练的筑基期巅峰，正义单挑一只筑基巅峰的鬼将，要还是不能秒杀，反而让这3人有损仙宗威名。事情非常顺利，让3人脸色一喜，甚至这时村头的鬼将都还没赶过来呢。接下来只要主动出击，弄死另一只鬼将，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
三人心态一松，但夭夭也没忘记自己的职责。鬼浆死后会浓缩成精魄的，这精魄可不能让另一只鬼浆得到，以免出现变故。于是他连忙拿起了早已准备好的内魂袋，打算将鬼浆的精魄回收。他将那魂袋对准了死去的鬼将，一声娇喝：“收！”那魂袋开口处传来了一阵强大的吸力。这时夭夭脸色一变，正在趁夭夭做事偷瞄他煽风意淫的分开第一时间注意到他的脸色，赶忙问道：“怎么了，夭夭？”“不对，不对。”夭夭看向鬼将留下的那团灰雾，惊疑道：“那魂袋没吸到精魄，精魄已经不在这只鬼将身上了。”闻言，君莫眉头一皱，他才刚刚被我们杀死，精魄能去了？就在这时，原本还有一两缕阳光照射进来的鬼域陡然暗淡了下去，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一股无形的压力陡然压在了三人身上。夭夭被吓得有些花容失色，怎么回事？鬼域这是怎么突然会这样？分开此时皱着眉，甚至都没心情在夭夭面前表现自己。比起夭夭，他显然更在乎自己的命。三人都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人，就算不知道这片鬼域发生了什么，但他们也都知道，这股莫名而来的压力不会是假的。君莫身为枪修，感知最强，此刻他都觉得有些心惊胆战，赶忙神色凝重地提醒道：“阴气太重了，情况不对，我们快撤。”三人也没有犹豫，随便找了个方向，仓皇御剑离去。无论如何都得先逃出这突变的鬼域，其他的以后再说。飞！三人头也不回，一直飞。他们都沉默不语，没有说话，只觉得压力是越来越重了。鬼域似乎还在进化，就这样一直飞。然后他们再一次看到了熟悉的灰雾鬼将死后的残留，又回来了。这是他们第3次看见这个了。无论他们往哪个方向飞行，最后都会回到这里。期间他们把所有能用上的办法都用上了，破障丹、冥王诀、枪眼，可以说是各显神通了，但可惜统统无效，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束手无策了。绝望慢慢爬上了他们的心田。怎么办？一向很有主见，以任务领导人自居的夭夭，此刻也暴露出了心中的柔弱，看向两个队友。如果是江明对夭夭有想法，他就能看出此时是最适合趁虚而入的机会，只要做点什么，大概率是能拿下夭夭的。可惜分开不懂，突如其来的异变让他格外烦躁，心语带来的冲动也消退了，此刻自然也就懒得去献殷勤。他暴躁地挥了挥手：“我他妈怎么知道？”倒是君莫还保持着冷静：“你们先别急，我们再试。”话音未落，君莫突然倒飞了出去，从夭夭身边擦了过去，狠狠砸在了墙上，口吐鲜血，吓得夭夭娇躯一颤，连连倒退，美眸里皆是惊恐。分开眼神一凝，身形急退到君莫身边，有些恐惧地大喝道：“谁？”周围还是一片漆黑，三人就算有夜视的能力，却也什么人也没看见，并没有人回应分开。一片寂静反而让恐惧填满了众人的心间。君莫连人都没看见就被秒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夭夭抱着头，一下便崩溃了，不复之前的从容，有些绝望地喃喃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还不想死。”他们三人经历丰富不假，但可惜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生死一线，有经验，但心态却没到能抗压未知的水平。这或许是散修与宗门弟子的区别。散修无依无靠，天赋低下，这也让他们总是习惯拿命搏的一点资源，一线生机。而宗门弟子享有最好的功法、最好的资源、最和谐的环境、难度最适中的任务，反倒是让大部分弟子都习惯了这种循序渐进式的安逸。你闭嘴，别吵到老子！旁边的分开满头冷汗，旁边夭夭的自言自语更让他心烦意乱，忍不住吼了一句。夭夭顿时失去了声音，但周围却更加寂静了，只有跳动的心跳声不断传来。啊，我的手！一声惨叫突然在夭夭身边响起，吓得他抖得更厉害了。是分开的声音，紧接着他色厉内荏的声音传了过来：“谁？滚出来！藏头露尾的东西，滚出来！”自然没有回应。这时最先倒下的君莫吐出一口鲜血，艰难地开口：“是鬼王，我以前在师尊那里见识过这种力量，是鬼将，进化了，未知是可怕的，已知也是，但好歹能让你死得明明白白。鬼王，金丹期，真以为大宗弟子随随便便就能越级挑战？那还要境界划分有什么用？这可是金丹期，吹口气都能碾死住机器。现在这情况，看来是鬼王想要慢慢折磨他们，让他们的灵魂堆满恐惧，这样吃起来会可口一点。”君莫的话也让夭夭彻底绝望了，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草，都怪你个臭娘们，接什么逼任务？我真他妈想给你一巴掌！
封开被断了一只手臂，但冥王峰有针对这种情况的止血止痛方法，倒也没给他带来多大困扰。比起这个，他更想把怨气发泄在夭夭身上，丝毫不记得这个任务是他为了讨好夭夭自己要加入的。什么？为什么不对鬼王发脾气？他不敢，哪怕明知最后是死路一条，他仍然不敢谩骂鬼王。万一鬼王把他魂魄抽出来折磨呢？就在三个人绝望之际，突然瘫坐的夭夭好似有一丝灵光闪过，总觉得自己忘了什么。操！就在这时，旁边的封开又传来惨叫。夭夭只感觉自己的俏脸上似乎溅到了什么粘稠的液体，似乎是分开的血。分开，江明。夭夭顺着分开想到了他看不顺眼的小师弟江明。为什么会想起江明？这莫名其妙出现的灵光让夭夭细思下去。江明在灵飞舟上似乎说过什么筑基期的记忆，让他瞬间提取了当时江明的话。夭夭师姐，如果你进了鬼域，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强敌时，便把这只打开，如果没有就不用理会。无法解决的强敌，为什么师弟特意强调的是无法解决的强敌，而不是其他诸如陷阱、陷害之类的危险？难不成师弟早就预测到鬼域会出现变故，鬼王会诞生？虽然很扯，但夭夭还是忍不住往这个方向想。这可能是唯一救命的稻草了。筑基期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刚入门的炼气期写出来的东西上，多么可笑！但夭夭还是艰难地咽了咽口水，从空间戒指中找到了纸，拿出来，双手颤颤巍巍地打开。夭夭，小心！旁边君莫的声音传了过来。夭夭没理会，迅速将纸摊开。与此同时，他感受到一股锋利的阴气袭来，下一刻便能切断他的右手臂。但是夭夭还能感受到自己因为恐惧而不断剧烈颤抖的右手，手还在，就不知为何，那只看不见的鬼王停下了他的攻击。这时鬼域似乎明亮了一些，至少不像刚刚那样被黑暗阻挡了视线与神识，能看清东西了。怎么回事？分开惊疑不定的声音传来，有人来救我们了。只不过分开和君莫心里刚刚升起一丝丝希望，又被无情的粉碎了。一道黑雾在他们面前凝聚，看不清脸，但其身上的阴气却犹如实质一般，在黑雾身上形成一袭长袍。鬼王，三人都不用猜，凭鬼王身上没有刻意收敛的压力就可以得知，为什么鬼王会突然现身。按流程不应该是慢慢玩死他们，让他们品尝恐惧吗？这时在三人恐惧的注视下，鬼王缓缓向夭夭伸出了黑雾弥漫的手臂。众人还以为鬼王是玩够了想开饭，纷纷目露绝望。随着鬼王手臂的靠近，夭夭身子剧烈的颤抖起来，心脏都快要跳到嗓子眼。然后在三人的注视下，鬼王慢慢的从夭夭的手中抽走了那张写满不明文字的纸条。有人负重前行，自然就有人岁月静好。师妹，吃饱了吗？江明笑得像勾引小红帽的大灰狼。安青见状倒也没什么特别反应，有些习惯了。师兄的笑意味特别丰富，无论是淫笑、贱笑、奸笑、变态笑，他都能信手拈来。可无论他怎么笑，却从来不在动作上付之行动。吃饱了，师兄。安青看了一眼狼藉的碗筷，站起身子。我去洗碗。江明闻言笑容一滞，原本想将安青骗去洗碗而准备的说辞毫无用武之地。果然人与人之间不能相提并论，要是师姐也能这么自觉就好了。这么看还是师妹比较有贤妻良母的潜质，当然是这个师妹的这副面孔，不是之前那副。虽然师妹自愿洗碗，但该客气还是得客气一下的。江明坐在椅子上不动如山，嘴上却不好意思地说道：这怎么好意思啊？安青闻言收拾碗筷的动作一顿，抬起头看向自家师兄。那师兄，我们一起洗吧。江明看着安青眨了眨眼睛，安青看着江明也跟着眨了眨眼睛，气氛一下子就凝住了。我困了。江明迅速地从椅子上滑落，躺在了地上，闭上了眼睛。安青看着躺在地上的师兄，突然开口道：师兄，要不你去我床上睡。江明猛然坐起来，惊讶地看着安青。真的假的？安青甜甜一笑。假的，快来洗碗。江明脸色一垮。师妹，你学坏了。闻言，安青美眸斜了自家师兄一眼。你以为我跟谁学的？不过他的内心却不禁一乐。与师兄相处，一直以来他都是弱势的一方，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过。这回看师兄垮着脸色，居然让他有种扳回一城的感觉，感觉真好。这番想着，安青也没再去喊师兄洗碗，端着碗筷锅盆走了出去。江明看着安青款款离去的窈窕背影，摩挲着下巴。师妹居然敢跟他开这种玩笑了，好感度上升了。好事啊！江明爬起身跟了上去。师妹，
那我帮你一起洗碗，今晚能让我睡床吗？我以人格担保，我只睡半边，绝不碰你。睡觉是和今天的自己告别。像安青这种习武之人，向来喜欢早睡，可以养精养神。但江明不一样，他不是习武的，他是修仙的。前世修仙，今世也修仙，只不过前世是修赛博真仙，与网友们赛博斗法，在电子世界里熬命，而今世是真的修仙。但无论如何，早睡是不可能早睡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早睡的了。江明躺在安青房间外的地板上，一脸惆怅地问道：师妹，真不能让我上床睡吗？这里好冷，好硬，呜呜呜。话音刚落，房间里传来了安青悠悠的声音：晚安，师兄。答非所问，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见状，江明也不再说话了，呆呆地看着天花板。虽然他没那么早睡，但他也不会去打扰别人早睡。剑也能分个3、6、9等，有时候适可而止的剑也能算得上适中幽默风趣，这叫上剑。但如果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那剑就只能是剑了，这就叫下剑。比如刚刚不小心没把握好分寸，把安青弄哭了，江明愿称之为操作失误的下剑，得加以改正。一时间，屋子也因为江明的沉默安静了下来。房间内，安青躺在床上，并没有闭眼入睡，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师兄虽然口头花花，但显然并没有闯进来睡他床的想法。经过了一整天的相处，安青对师兄这方面的信任度还是挺高的。但师兄虽然不会闯进来，可以他那种闲不住的贪玩性格，安青笃定待会师兄肯定还会继续用语言骚扰他睡觉的，所以他在等江明出声。可是他就这么呆呆的躺了一会，发现师兄居然真的不说话了。不应该啊，师兄这是出去了吗？安青不禁侧身看向房门，忍不住试探性的轻声喊了一句：师兄。话音刚落，门口就传来了江明的素质3连，速度快到安青反应不过来。怎么了师妹？回心转意了，我这就过来。直到传来敲门声，安青才反应过来，连忙以否定3连应对。没有，不是，你别过来。闻言，江明失望的叹了一声，可怜兮兮道：哦师妹，外面好冷好黑，我好孤独好害怕。晚安师兄。屋子内又陷入了寂静。安青眨了眨大眼睛，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师兄真的不说话了？这还是自己那个师兄吗？不应该啊，这时候他不应该继续搭话吗？然后气自己，为什么？安青有些百思不得其解，抿了抿嘴，还是忍不住问道：师兄，你怎么不说话了？这下搞得江明有些莫名其妙了。师妹，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不是你说的晚安吗？女人真是善变的动物，刚刚还说晚安，这回又问他为什么不说话。哼，真是令人丁寒。安青听到江明的质问，有些脸红，自己似乎是有些无理取闹了。不过师兄居然真的是因为自己要睡觉就不吵他耶，这么一想，自己对他是不是有些太过偏见了？实际上师兄是很顾及他的感受的。安青反思了起来，刚刚自己哭出声的时候，师兄还一脸愧疚地安慰自己的，甚至为此还在地上爬来爬去。想到这，安青就忍不住勾勾嘴角。其实师兄也挺好的，一想到这，安青反而觉得有些愧疚了。就这样把师兄丢外面，是不是有点不太好？虽然以师兄的武艺应该不至于怕冷，但地板确实也挺硬的，睡起来难受。当然他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师兄叫来一起睡。虽然师兄的人品还是可以相信的，但孤男寡女睡一张床，安青接受不了，心里会觉得对不起若七姐姐的。不过江明正躺着看天花板发呆呢，突然旁边的房门啪地一声就打开了，然后入眼的是白花花的一片哦，是白色的被子啊。师兄，这个给你。安青将被子扔给江明，江明一把接住，瞬间就有一股淡淡的幽香袭来，沁人心脾。这似乎是安青的被子，还是师妹心疼我？不过师妹，这是你的被子吧？今天不是很冷，师兄你用来铺垫一下吧，不会那么硬。安青点了点头，声音温柔。闻言，江明眉头一皱，但是师妹，我们明明有更好解决的办法，我睡你床上，这样我们都有软软的床垫和温暖的被。砰，门被关上了，无情地打断了江明的话。显然好感度不够，解锁新场景失败。不过江明看着手中的被子微微一笑，但是好感度显然是一直在往上涨的。安青大抵是睡了，把被子丢给江明之后就没了声音。但江明还不想入睡。江明是这样的了，师妹只要早早睡觉就行了，江明要考虑的就比较多了，比如自己该如何与师姐师妹相处。他怎么也没想到若七师姐和安青小师妹能是一对儿，还都如此角色，有点可惜。虽说百合无限好，但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撬不倒。可人家两情相悦，江明自然也不会去强行攻略。问题在于他和师姐一样是争到疯的，
同时也是安青小师妹的接引人。以后他肯定得经常和这俩打交道的。江明都能料想到以后的场景了，比如自己不小心在师姐面前调戏了一下可爱的师妹，估计他马上就能尝试一下若七师姐金丹期的威力了。而且以安青师妹的资质，大概也进不了正道峰，到时候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师姐两人孤男寡女待在正道峰上。安青师妹不会吃醋吧？她是会偷偷躲在角落里掉小珍珠哭唧唧的，还是换上另一副面孔追杀自己？江明细思了片刻，感觉夹在一对百合中间还挺刺激的。当着师姐调戏师妹，当着师妹和师姐独处，这何尝不是一种牛头人？江明居然觉得自己有些蠢蠢欲动起来了。当然前提是自己能够活下来。江明想着想着，居然觉得这事还挺乐呵的。算了，不想了，就和他们正常相处吧。师姐那么漂亮，看着都养眼，还是自己的强大后台，不处好关系怎么行？师妹那么软萌，不欺负一下她都感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人生苦短，怎么乐呵怎么来。这对百合认识多年，情比金坚，应该也不至于被自己一个小小的外来者拆散吧。所以江明决定按自己的性格来，放开造，大不了就当这两人的男闺蜜。下定好决心以后，江明闭上眼，打算睡会觉。只不过他刚刚闭上眼，心中一动，鬼域。在三人的注视下，鬼王缓缓将夭夭手中的纸抽了出来，都是筑基期。其他两人自然也记得这张纸是哪来的。那个令他们嫌弃的炼气期，当着他们的面跟夭夭要了张纸，写了一些东西给他。分开还嘲笑他哗众取宠来着。但没想到，看眼前这个样子，这张纸似乎真的能让眼前这个碾压他们的鬼王产生反应。怎么可能？他只是个炼气期啊！一个炼气期，他就算再逆天，也不可能仅凭一张纸就让一个金丹期鬼王放了他们吧？上面到底写了什么？连夭夭心里都有些后悔，早知道就拆开来看看了，这样心里也有个底。他更后悔的是，当初师弟想提出异议被分开打断后，他为了照顾分开和君莫的面子，没让师弟继续说下去。结合之前师弟说的遇到不可匹敌的强敌，他恐怕早就对现在的情况有所预料了。看鬼王现在这个样子，夭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一时间他真的想回头给分开一巴掌。如果不是他在师弟的好心提醒之下，他们可能根本不用经历这些。不过有一点夭夭非常庆幸，还好自己想讨好师弟，对他态度还不错，师弟这才愿意给自己写张纸。要不是他的这张纸，可能他们三人已经被玩弄致死了。一想到之前面临的那种无助绝望，夭夭就不禁抖了抖娇躯。他下定决心，如果师弟真的能够仅凭这张纸就拯救了他的性命，那回宗以后他就是师弟最忠实的舔狗。虽然对一个炼气期写的东西能影响鬼王的杀意有些难以置信，但现在这种情况，三人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江明上面了。三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紧张地看向鬼王。在他们对面，鬼王缓缓将纸拿到眼前。江明写了什么？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驱鬼符啊、阵法啊之类的。拜托，他才炼气期，就算他阵道符道再怎么精深，这境界的差距可抹不平。他要是金丹期，以他对符道的理解程度，直接写个驱鬼符，这心境的鬼王看到纸条的那一刹那就魂飞魄散了。可惜他不是，所以江明自然不会在纸上用什么阵法之类的攻击性玩意，那样除了激怒鬼王、弄死夭夭师姐之外，没有其他作用。所以想要救下师姐，得写点有用的东西才行。华夏有句古话叫做惜物者为俊杰，遇到打不过的人怎么办？当然是直接滑跪了。但这滑跪也得讲究个技巧，像夭夭三人这样，那叫等死，不叫滑跪。偏偏他们想滑跪还没什么办法，因为他们没办法和鬼王沟通，这就体现了一门外语的重要性了。江明修了10几条大道，其中一条就叫阴，鬼道。好吧，其实大道的命名方面还是挺宽松的，顾名思义就是鬼和阴魂这类玩意修的大道嘛。当然江明还活着，所以也没法继续修炼下去。修炼鬼道完全是为了以后不小心把自己作死以后准备的，得等死后才能发挥其作用。而修炼鬼道，你得学会2样玩意，一种叫鬼话，另一种叫鬼文。华夏还有一句古话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让鬼推磨，自然能让鬼放你一马。所以江明写在纸上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是一份用鬼文写成的地府契约。其实就是类似于天道誓言的玩意，都是无法违背，事关大道的承诺。江明写的其实就是一纸赔偿契约，他先讲明了这3个人的来历，是大宗弟子，实力雄厚，告诉鬼王他们都是很好的冤大头，别杀，然后再许诺鬼王一些赔偿条件，比如阴灵石啊、还魂草啊
这类对新晋鬼王大有裨益的灵物，这些玩意可比3个筑基期的神魄有吸引力多了。至于鬼王会不会为他兄弟报仇，宁愿不要赔偿。江明表示别搞笑，他研究过鬼道，对鬼物什么德行自然有所了解。鬼将之下，那种没有神智、浑浑噩噩的存在可能会有这种行为，但进阶到鬼王了，那就不一样，他已经是一种新的生命体了，升级才是他们唯一要做的事。如果有利可图，2类插刀不存在，但插兄弟2刀可是十分乐意的。当然，为了让鬼王同意这份契约，江明将条件列得也很清楚，保障好交易双方的安全，这让细心检查的鬼王很是满意。鬼说起来生前也是人，所以他们在金丹期后会直接开启灵智，省掉学习这一步。这个鬼王自然也是精得很，所以接下来3位万法仙宗的弟子见到了永生难忘的一幕。只见鬼王拿着纸飘到了君莫身边，指了指他的手，又指了指契约，契约的自愿才可以生效。按手印这活，鬼王也没法代劳，但他的动作却把众人搞懵了。不是，这鬼王为什么莫名看上去还有些和善？师弟到底写了什么？于是君莫看向纸，又懵了。江明师弟，这写的什么东西？阴气森森的，他怎么一个都看不懂。见君莫似乎不明白自己的意思，鬼王对这个冤大头显得格外有耐心。只见他伸出一根手指，拿指甲在上面一划，顿时阴气四溢，然后他将手指按在契约上，可以说十分生动形象了。君莫再蠢也该明白，这是让自己按手印呢。可是师弟到底写了什么啊？看不懂不敢按啊？为什么他一个练气期还懂这些歪门邪道啊？但他有的选吗？没有，所以他干脆咬破自己的手指按了下去，只能相信江明师弟了。说来好笑，自己之前还顺着分开的话踩了他几脚的，这回还得靠他活下来了。君莫按完后，3人居然从鬼王身上感受到一种叫做开森的波动。这边夭夭也咬破了手指，等待着鬼王的到来。没想到鬼王却悠悠地从他身边飘过，直奔断了一只手和一只脚的分开。见风开断了一只手，鬼王还贴心地帮风开划了一道小口子，服务态度满分。分开眼角一抽，倒也没有犹豫，直接按了下去。鬼王更开森了。夭夭以为最后终于轮到自己了，提起手指，却发现鬼王朝他们挥了挥手，身形渐渐隐去，只留下3人面面相觑。可是3人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劫后余生的喜悦，突然浓郁的阴气汇聚了过来，把几人吓了一跳，戒备地看着正在汇聚的阴气。妈的，我就知道江明那小子不靠谱。分开谨慎地看着阴气，咬牙切齿地开口道：果然鬼王就不会那么轻易放他们离开，我就说他一个练气期怎么可能？还没等分开说完，阴气已经汇聚成型。同时分开原本想继续抱怨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嘴巴一般。没办法，他没脸继续说下去了，因为眼前的阴气并未汇聚成什么攻击性法术，而是变成一个箭头，指向了远方。3人朝阴气箭头所指的方向看去，发现那个方向阴气浓度是逐渐降低的，也就说明那个方向是鬼域的出口。一时间3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鬼王为了防止他们像之前逃跑时一样迷路，还特意用箭头给他们标明了方向，服务态度是不是太好了点？可是鬼王服务态度越好，签订了契约的君莫和分开心里就越加堵塞。江明到底在那张纸上写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能让一个堂堂金丹期的鬼王做到这种地步啊？一想到自己按了手印，2人就更加心惊胆战了。最后还是夭夭开口打破了沉默，说道：我们还是先离开鬼域吧，人总会在经历大事后成长起来。夭夭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面对不可匹敌的强敌时表现得有多差劲，但正因为如此，他反而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或许会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一课。这一课教会了他很多以前从未明白的人生道理，比如说一定要抱紧江明的大腿。3人仓皇逃出鬼域，有些狼狈。夭夭状况是最好的，既没有受伤，也没有签订赔偿契约。其他人自然也都知道为什么3人中就他不用按压手印。君莫状况还好，他虽然最先遭受到攻击，但护体法宝帮他抵挡了大部分伤害。3人中最惨的无疑就是分开，断了一条腿，还断了一只手。要不他的功法冥王诀里面有止痛止血的法门，他这回估计得撕心裂肺的惨叫起来了。不过结果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不可以接受，他的手脚被切断后还留在原地，逃跑时全给他捡回来了。到时候回冥王峰可以接上，虽然完全康复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以及很长的时间，但活着就好。这也让他对江明这个人更加痛恨了。妈的，江明那东西
是不是早就猜到我们会遇到鬼王？其他两人沉默以对。明显是的，看鬼王那个样子，江明显然将一切都算在里面了，才会写出那张救他们命的纸。只不过江明显然给夭夭开了小灶，他没按手印的人不用承担任何东西。见两人沉默，分开继续愤怒地开口，想要引导两人。如果他直接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用这么惨了。君莫依然沉默，没有再附和，并且往后面退了2步。他自然知道分开的想法，以分开这性格，肯定是抹不下脸去跟江明道歉的，因为他已经把江明得罪狠了。所以就算江明救了他，他也只能在黑子这条路上走到死了。但君莫不一样，他感觉自己和江明关系还不至于到结仇的地步，毕竟他也只是给分开附和了几声而已。而现在他还得从江明身上得知刚刚那张纸上写的具体内容。有求于江明，他现在自然不可能继续站在分开这一边了，所以他选择了沉默并远离分开。惜物者为俊杰嘛，是这样的。反倒是夭夭却出乎意料的开口附和了。是啊，如果他能开口告诉我们，现在你也不会这么惨。他脸上不复温和，看着怨愤的分开冷冷一笑，嘲弄道：我只能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给他说话的机会。现在你开心了？夭夭觉得自己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没有坚定地站在江明那边。不过还好，还有挽救的机会。他选择直接和分开撕破脸皮。与人记仇可不是说说而已，在鬼域的时候，分开可是说要给他一巴掌的。就算没有江明，夭夭也不打算和分开这东西继续笑脸相迎了。显然分开也知道自己和夭夭是走远了，所以他也不装了，咧嘴笑道：你也是个臭娘们，占着自己胸前2坨肉卖弄风骚，是不是在等着给江明那小白脸喂奶啊？死贱货，要不是没机会，老子早把你饿死，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下面镶了零食吗 ？XXXXXX， 骂得很难听，滔滔不绝，什么污言秽语都来了。夭夭冷冷地看着明显有些疯癫的分开，并没有动怒。经历过鬼王带来的绝望之后，他突然觉得分开恶心人的谩骂就像撒娇一样无力，让他颇感无趣。他摇了摇头，不再浪费时间，御剑飞走了。去哪？警官城啊！江明师弟，你的专车司机过来接你了。留下现场2人。分开看向君莫，君莫抢在他之前开口了：分开兄，我从江明口中知道那张契约的内容后会告诉你的，现在先告辞了。说罢，君莫也御剑飞走了。告知契约内容是他最后的情谊了，他已经不想和分开有太多的联系了。分开是冥王峰的翘楚不错，可君莫感觉他已经不值得自己结交了，性格糟糕，实力倒退，甚至还不如江明小师弟。君莫心里和夭夭有同样的后悔，早知道自己就少说2句了。分开得罪江明时，自己瞎附和什么呢？就算不支持江明，也不要插嘴嘛。君莫都忍不住给自己来一嘴巴子，多管闲事啊你！现在还得去求江明，交友不慎啊！只留下分开，一只脚独立，一只手不知该放哪的凄惨模样。他看着离去的2个人，有些茫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难道不怨恨那个江明吗？明明是他故意不告诉你们，才会让事情变成这样的。草，一群沙比！江明，呵！分开取出一只金刚杵，歪歪斜斜一只脚站在上面，飞走了。他得回去接枝才行。鬼域鬼王看着他们离去，满怀期待。只要他们能把许诺的东西带回来，他说不定可以直接冲击鬼王中期。当然，在契约里，鬼王也并不是什么都不用付出的。他也许诺了2件事：一，放3人离开；二，为一个叫江明这张契约的见证者的人办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远在景观城的江明刚闭上了他的卡姿兰大眼睛，却又马上睁开了。他写的地府契约生效了。因为江明在纸上将自己列为见证人，所以契约生效时他也有所感应。反正分开和君莫他们也看不懂鬼文，他不介意从中小小获利一把。鬼王一次出手的机会，救了那俩一命，总得捞点什么吧，要不然不就白救了。金丹期出手的机会总会有用得上的时候。怎么了，师兄？这时房间内传来了安青有些迷糊的声音。没事，你接着睡吧。没想到这么小的声音也能把安青惊醒，看来他睡得并不深，对周围没什么安全感。不睡了，天快亮了，再睡会更困的。安青的声音逐渐清醒过来，他似乎在伸懒腰，发出了慵懒柔和的呻吟声，像一把棉花般柔软的声音，不禁让江明在脑海中浮现一些画面。双峰高高撑起宽松的衣服，完美而随意的曲线，盈盈一握的小蛮腰，娇憨的俏脸，轻松的眼神，慵懒的姿态，披散在身后的秀发。他好了，理智又重回到江明的脑子。
该说不说，想象力真是人类的一大瑰宝。不过师妹居然是个不赖床的狠人，趁着天还未全亮，刚好可以和师妹商量一下行程。师妹，接下来一天你怎么安排？我们明天才出发。我想跟城主道个别，然后去做一些事。安青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什么事？用不用帮忙？不用，师兄你忙你的就行。对了，师兄你要去干嘛？师兄说过他有事要做来着。安青顺便问了一嘴。去下个副本。副本。安青猛猛地重复一遍。显然安青听不懂专业名词。就是一个秘境。江明换了个说法。可安青还是听不懂，他毕竟还未入宗，对修道世界的事物还一无所知。好在江明非常善解人意，没等他发问便继续解释道，就是某些大佬闲着没事干捏了一个小世界，然后在里面设置一点困难，最后再放点小奖励让我们去抢去争。这下安青听懂了。虽然江明语气很轻松，但平淡的语话却在冲击着安青的三观。捏小世界，这也是可以捏的吗？就在这时，江明突然问道，师妹想去见识一下吗？你说不定能从秘境里获得点什么好处，哪怕没有也可以尝尝你的见识。闻言，房间内的安青心里一动，说实话他还真有点想去。修道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他见识过修道者视凡人为蝼蚁的场景，所以他一直很想知道这修道的世界究竟有何不同，为何会将那些人捧得那么高高在上，也想知道他心心念念的若琪姐姐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也会变吗？而现在师兄给出了这样一个可以一窥修道界冰山一角的机会，对他充满了别样的诱惑。但想了想，安青还是拒绝了，还是不了。师兄，我实力低微，怕连累到你。这个你可以放心，这个秘境限制炼气期以上的修士进入，而炼气期其实不比你好多少，大部分炼气期前中期，那就是法术没学几个，功法也没学到位的入门小菜鸡。真要打起来，安青这种学过武术的说不定更能打。当然炼气后期开始就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了，可以学一些基础的法术。没等安青说话，江明直接将事情拍板定下了。那就这么说定了，等会我和你一起去处理你的事情，中午前我们出发前往秘境，可以吗？像师妹软软的人考虑的会比较多，容易胡思乱想，但如果此时有人能够强势的帮他做出决定，那他多半会选择接受。果然江明话音刚落，房间里就传来安青半推半就的声音。可以。清晨的阳光总是喜人，不刺眼不炎热，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暖。江明走到屋子门外，伸了个懒腰，静静等待着自家师妹。很快背后便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师妹好了吗？江明头也不回地问道。安青没有回话，反手将一个能遮住容貌的斗笠扣到江明头上。可以了，走吧。江明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师妹也戴上了遮面的斗笠，还换上了一身方便行动的练功服，胸前夺人眼目的伟岸胸襟也便平坦了许多，想来是裹起来了，看上去不再前凸后翘。这身装扮倒是让他的样子低调了许多。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江明感觉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气质扑面而来。想了想，江明小心翼翼地开口，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师妹有事跟你说一下。有屁快放。感觉对了，回来了，都回来了。师妹你又变回来了。安青转头看向江明，声音冷淡。你在说什么？师兄我怎么听不懂？好，小猫咪不承认自己有两副面孔，可是昨晚那个师妹真的很可爱啊，不行，得挽救一下。于是江明不依不饶地问道，师妹我还有机会见到昨晚的你吗？这次安青道没有选择性忘却了，他轻轻叹了口气，知道这件事不说清楚是过不去了。他转过身子，认真地看向江明，想要好好的跟师兄说道。然后安青发现斗笠的帘子遮住了两个人的脸，他眨了眨眼，想了想，觉得这样看不清对方的脸可能会显得不够郑重，于是他伸出两只洁白的小手，一手撩开自己斗笠上的面纱，一手撩开江明斗笠上的面纱，然后就看到了江明憋笑的脸。不是，师妹你干什么呢？掀面纱，这是卖萌还是调情呢？见此，安青奶凶地瞪了江明一眼，满脸寒霜。师兄你认真点，我有话要跟你说。似乎是因为昨天在师兄面前原形毕露了，安青老觉得自己在面对江明时无法像以前一样彻底凶狠起来了呢。你说。见此，江明忍住笑意，看着故作冷漠努力板着脸装凶悍的安青，可他的小脸蛋真的好可爱。不行，不能笑。在安青快要杀人的目光下，江明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死死憋住笑，
瞪着眼睛看着安青。江明的动作反而让安青没绷住，破功了。安青生气地跺了跺脚丫子，嘟了嘟小嘴，委屈罢了。师兄你正经点。好好，师妹你说，我听着。见状，江明也不再逗弄他。师兄正经起来了。安青被这么一打岔，反而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跟他说话了。最后他也只能深吸一口气，然后努力回想以前的样子，板起小脸蛋，郑重地看着江明，说道：师兄，你记住，从今天开始才是我真正的样子。昨晚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才是我装的，知道了吗？装了那么久的坚强，安青不想半途而废。昨晚那个样子就当难得的放松吧，以后不能够再那样哭哭啼啼的了，多丢脸啊。若曦姐姐说过，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她可不想被骑，所以以后一定要凶，才能威慑住人。见师妹煞有其事，江明郑重地点了点头，知道了。才有鬼，我就不信以后你能一直保持这个样子，一直绷着可是很累的。师姐这样，师妹也这样，你们又何苦呢？不过江明也知道三言两语是没办法让师妹放弃他的想法的，不过不急，日子还长。江明就不信摘不下这对师姐妹脸上的面具。师妹，你这小包裹里装的什么东西？银子，给我点。安青斜了江明一眼，你要银子干嘛？仙宗里又用不上，我就想试试被包养的感觉。安青突然觉得斗笠自带的面罩有些碍事，不然他肯定要用眼神狠狠地瞪死这个不正经的师兄。不过以师兄的脸皮，估计就算瞪他也会被他反弹。师妹，咱去了。济幼院。哦，其实就是孤儿院。再看看安青手里的包裹，江明明白了他的意图。你想把所有银子全捐给济幼院？不是所有银子，还留了一点盘缠，回宗的路上要用。还是师妹细心，不过这算不算包养我了？安青冷冷一笑，不好意思，我没有预留你的份额。绝杀！吴姐，不！江明发出凄惨的叫声。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哼！稍微赢了师兄一小回，安青心情突然就好了起来，连故作沉稳的脚步都轻盈了一些。到了，师兄。在安青的带领下，两人最终在一条小巷子里停下了脚步。眼前是一扇大木门，木门上方有一幅普普通通的牌匾，写着3个大字济幼院。隔着大门，里边传来了孩子的欢声笑语，童真无邪。看来院子里有不少小孩在快乐地玩耍着。江明转头，隔着面纱，他隐隐约约能够感受到安青的喜悦。虽然江明没有打听过小师妹的身世，但从师姐师妹的表现来看，他们的童年估计经历过不少事，所以他们才会渴望力量，才会对外人如此戒备，才会喜欢板着脸戴着面具。然而师妹并没有因此成为恶人，相反，他们以前淋过雨，现在却还想给其他人撑伞。可是在安青的背后，江明看着这家疗养院，轻轻地叹了口气。人啊，咚咚。安青上前敲了敲大门，很快大门开了，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太太。她面容慈祥温和，略微苍老的脸上却并没有太多皱纹，相反十分光滑，似乎保养十分得当。老太打量了两人一眼，笑着说道：你们是来资助孩子们的吧？请进，请进。看着老太太说辞，估计有不少人来捐过款。安青点了点头，压着声音轻声开口：打扰了。两人走了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不大的院子，10几个孩子正在院子里开心地玩耍着，脸上绽放着童真稚嫩的笑容。这些孩子身上穿的不算名贵，但也不寒碜，无论男女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脸蛋红润俊秀。显然在吃食这方面也应该没有亏待这些孩子，只不过这么一面其乐融融的场景，却让江明脸上一直带着的玩世不恭的笑容消失不见了，脸色显得有些沉着。安青，这些孩子养得真好，呵呵。安青闻言点了点头，说道：所以这位老太深受锦官城人民的信赖，大家都愿意尽绵薄之力。不过说着说着，安青的声音越来越小，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师兄似乎很少正经地叫她名字，要么叫她师妹、小师妹，要么叫她小安青，很少直接叫她安青的。这是怎么了？而且这时清风轻轻扬起了江明的脸前的面纱，安青正好瞥到了他的嘴角。为什么师兄不笑了？师兄，安青拉了拉江明的袖子，有些疑惑。怎么了师妹？你没事吧？闻言江明摇了摇头。我能有什么事？但你等会有没有事就不一定了。师妹，你经常来这里捐款吗？偶尔会来，不过以往的时候我都不会进来，而是敲门将银子放在门口，等人拿进去后我就离开了。
顿了顿，安青继续说道：“这是最后一次过来，所以我想进来看看。”这时，刚刚离去的老太太折而复返，捧着一个小箱子过来，箱子外贴着一张红纸，上边写了2个金光灿灿的大字“功德”。老太在2人面前停下，举起箱子，慈祥地笑道：“2位好心人，如果要捐款，请把善款放到这个功德箱里。老太我啊，会将每一分善款都花在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身上，也希望2位善人留下姓名，我每天都会带着孩子们为2位祈福，祝2位平平安安。”老太说话时很认真，言罢，她转过头看向了正在嬉戏的孩子们，脸上满是慈祥。孩子们，过来见见2位善人，正是因为他们，你们才能健康长大。来了奶奶。孩子们整齐地放下玩具，纷纷拥到2人身边，献上祝福。祝大哥哥大姐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祝2位财源滚滚。祝大哥哥大姐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哥哥姐姐白头偕老。江明闻言有些心虚，抬起头看向远方，生怕师姐的金丹剑气纵横千里把他劈了。毕竟他心里确实有着调戏小师妹的想法。他旁边的安青闻言顿时也有些手足无措，慌忙解释道：“不是，我们不是夫妻。”那样子像是怕被遥远的若妻姐姐听到一般。本来2人没什么关系的，但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像是背着颜若妻偷情的感觉。可是孩子们仿佛听不懂安青的话一般，并没有安静下来，还在叽叽喳喳地献上各自的祝福。就在这时，老太似乎看出了安青的烦恼，温和地开口道：“好了孩子们，你们去玩吧，奶奶要和这2位善人聊聊天。”老太话音刚落，小孩子们便一哄而散，每个人都跑回自己所在的位置继续玩耍。看着居然还有点训练有素，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又是积攒功德，又是为你祈福，又是孩子们的祝福的，说不定捐款人心情一好还会多捐一点。老太也恰到好处的将功德箱往前递了递，劝慰般的说道：“两位，哪怕只是几文钱，也是功德一件，不必太过强求自己，我们依然会为两位祈福。”说着，江明注意到老太浑浊的眼珠子非常隐蔽，而迅速地掠过安青手中装银子的包裹。贺安青这边闻言，也是将手中的包裹提了起来，里面的碎银碰撞声似乎让老太眼睛都明亮了一些。功德箱也适当的往前凑了凑，包裹被高举过箱口，眼看着安青就要松手，突然一只修长的手轻轻放在了安青细嫩的小手上。安青一愣，但不知为何，像是心领神会一般，将小手收了回来，并没有把包裹放进箱子里。师兄总不会是突发奇想占自己便宜吧？那肯定就是另有原因。联想到师兄刚刚收起笑容的脸，怎么了？两位是有什么顾虑吗？放心，这些善款绝对会用在孩子们身上，你看他们多快乐啊！老太见状顿时急了，但他没表现出来，而是有些疑惑不解地说道，接着又像是表示理解地说道，当然济幼院提倡量力救助，如果二位觉得为难，不妨把这些善款用在自己身上。安青并没有因为老太的话而有所动作，也没有回话，而是看向自家的师兄江明。师妹啊师妹，江明直接在心里给师妹颁发了好队友资格证。或许师妹目前什么都不知道，但她懂得相信江明。昨晚说相信江明，那她今天就毫无怀疑的相信。这么好的队友去哪找？江明也在这时开口了，老登。错了，老登指的是男性。江明改口问道，老母登，请问一下您这济幼院开了多久了？老太不知道老母登是什么意思，但眼前这位看不清脸的男性声音儒雅，还懂用敬语，颇有礼貌。想来这个老母登应该是某个地方用来对老人表示尊敬的方言吧。这样想着，老太也礼貌地回答道，你不必那么客气，这家济幼院已经开了23载有余了，这么长时间了，那看来老母登您凑集了不少善款啊。那还得多谢景观城的好心人们，是他们让无家可归的孩子快乐长大。老太丝毫不居功，格局大大的。那老母登，请问20余载的济幼院只有这些孩子吗？江明指了指旁边玩耍的孩子。安青拿着包裹后退一步，静静看着师兄。老太似乎早有准备，从容对答，当然不是，有些孩子早已离开了济幼院，他们已经有能力能够养活自己。除此之外，我还会在外寻找一些有意收留孩子的家庭，将一些孩子送去。你们看到的这些孩子，其中有一些已经有家庭愿意收留了，只不过还尚未来带走。在以后，我还会收留更多无家可归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完整的童年。老太笑容慈悲，就差背后冒金光了。连安青都忍不住点了点脑袋，但他还是没说话。收留他们的家庭是在景观城吗？并不是，而是外面大城市的一些家庭。那老母登您人脉挺广啊，还认识大城市的人。不知为何，老太总觉得老母登这个词并不是很顺耳。到底是哪儿的方言会这么称呼老人？那是自然，
因为我年轻时便住在外面的大城市里，后来才来此定居，办起寄邮院。那想来挣了不少钱吧？江明笑着问道。挣钱？老太眉头一皱，我所作所为皆为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孩子，所有善款都花在了他们身上，何来挣钱之说？哦，是吗？江明不置可否，冷笑一声，指着老太身后的房子。那么请问大善人，您身后这间房子的地下里藏了什么东西？江明抬头看向了屋子，在屋子里头，地板上犹如泉水一般不断的冒出黑雾，在屋内缭绕，黑压压的把原本就不大的房子填充的满满当当，不留一点余地，一股沉重感排山倒海般的袭来。可惜这些东西别人看不到，但江明可以，因为这些黑雾都是一种情绪，一种叫做绝望的情绪。那么请问大善人，您身后这间房子的地下里藏了什么东西？江明指着老太身后的房子，口齿清晰地问道。但老太不愧是老太，倒也没白活几十年。在被江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要害后，老太神色微变，瞳孔一缩，但很快他便眨了一下眼睛，借用眨眼的动作来掩盖住了他震惊的眼神。这个男人是谁？为什么会知道地下室？难不成这里已经暴露了？还是说他们只是怀疑有问题，不敢确定？只有2个人，那应该不是官方的，不然官兵早就一拥而上了，根本不用证据。所以是多管闲事、自诩正义的侠客。听到一些风声后，找到了这里。算了，不管如何，解决完这2个人后赶紧转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这个男人都问到地下室了，显然是知道什么，接下来肯定会要求去看看的。到时就借机心思急转之下，老太瞬间做出决定，心里闪过一丝杀意。他的这些动作与思维说起来很漫长，实际上也就短短一个眨眼的时间。当老太轻轻眨完眼睛再睁开之时，他便已经抹去了一不小心表现出来的所有痕迹，浑浊的眼睛里只剩下疑惑不解。地下室，这位善人是如何知道这里有地下室的？接着他又耐心地解释道，但这个地下室只是用来储藏一些干粮和孩子们的杂物而已。是吗？那方便我们下去看看吗？我只是想看看你们的食物储备够不够，如果不够……江明将手往身后一伸，安青眨巴了一下眼睛，默契地将包裹放到他手上。江明打开包裹，面向老太，笑着说道：老母灯，您看，如果粮食不够的话，这些银两我都捐给你们。再苦咱也不能苦孩子不是。老太眼睛斜了包裹一眼，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全是完整的银子。他之前听声音还以为是些碎银呢，没想到全是完整的。那这一袋子银子要是可以拿到手，收获可不算少，足够用来抵掉不久后转移所需要的费用了。挺好。至于江明要去看地下室的要求，老太早有意料。毕竟如果他不想现在便下去一探究竟的话，完全没必要当着他的面指出地下室有问题。这个男人完全可以偷偷调查清楚，而不是那么着急的把自己摆在明面上。但他现在既然已经光明正大的指出来了，那这个男人接下来肯定会有所行动。果然他提出了去地下室的要求，这也正好符合老太的心意。毕竟在外面天远地阔的，还真不好杀了这2人。老太不知对方的来历，也不知对方的深浅，更不知对方如何得知这里，但眼下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去思考这些问题，那无疑是自找烦恼，自缚手脚。当务之急就是杀了这2人灭口，然后快速转移。其他的事得在安全之后再去纠结。这一整套流程，老太其实还蛮熟悉的。当年业务不熟练时，基地也暴露过几次。现在只要照葫芦画瓢，再走一遍流程就行了。念此，老太叹了口气，微笑地说道：好吧，既然善人执意如此，那也自无不可，反正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2位请跟我来。好的，谢谢老母灯。江明笑着说道，带着安青跟上老太。他知道这老母灯对他有杀意，想必这老母灯也知道他来者不善，两边都各怀鬼胎。这种情况之下还敢带他们去地下室，猜都不用猜，地下室里肯定有陷阱，有埋伏。可我都修到了，我还怕个凡人？那我倒不是白修了。虽说历来炼气期在凡间翻车的大把，但他们是谁，我是谁，炼气期之间亦有差距。真要能在这里翻车，江明表示自己干脆一头撞死在安青的胸口上算了。师姐的也行，不过身边还有个小师妹。安青，要不你留在这。师兄，你是认为那个地下室可能有危险？不是可能，是一定。江明笑道。那我要跟着。安青闻言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之后想起什么又补充道，但师兄你不用顾忌我，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只要保障好自己的安全即可。虽然他还未知全貌，但安青不傻，从刚才起他便一直盯着老太的表情，尤其是江明指出地下室后，
虽然老太仓皇之下已经掩饰得很完美了，但还是被安青捕捉到了什么。自己一直救助的济幼院可能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不知道师兄是怎么发现的，但安青还是想亲眼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万一有危险，自己也可以帮上一点忙。虽然自己不如师兄那般厉害，但挡刀还是可以的。那怎么行？江明摇了摇头，招了招手，过来，师妹。怎么了？安青乖乖地靠了上来。没等到江明说话，他的小蛮腰便攀上了一只大手。接着被搂进了温热的怀里。师兄。安青只觉得内心一颤，下意识地挣扎了起来。好了，师妹，别乱动，相信我。相信我3个字一出，安青居然真的安静下来了，老老实实的被自家师兄搂着。安青感觉得到一只大手正静静地贴在自己柔软的腰间。还好，也仅此而已，师兄并没有过多的动作。自己虽然在师兄的怀里，但其实贴的也不是很紧，身体接触的部分也不多。但不知道为何，安青心里总觉得有些奇怪，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他心里蔓延。以前也只有若七姐姐这么搂过他，只是那时他心里没有任何波动，只觉得满满的安全感。但师兄这样搂着他，他总觉得感觉有些不太一样，有点不太适应。说不出来，可能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被异性搂着吧。而且为什么感觉师兄的手那么热，比师姐的热好多，手掌还大，完全握住了自己的侧腰。安青连忙晃了晃小脑袋，不再胡思乱想，这只是正常的身体接触而已，自己只是相信师兄而已。若七姐姐不会怪自己的吧？江明自问光明正大，行为磊落，乃正人君子的典范，所以把安青小师妹叫过来搂着，自然不是为了占便宜。好吧，至少不全是，主要是提前保一手队友，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万一等会前面那个老太走着走着偷袭呢？是吧？不过师妹的腰真软啊，好想捏一下。不行，江明啊江明，你怎能如此堕落？简直愧对师妹对你的信任。不过师妹腰好细，又有武者锻炼过后的韧性，一定很弹吧？好想捏一下。不行，怎么回事？糟糕，我的手它不受控制了。咦惹！安青突然感觉自己的腰部被捏了一下，吓他一跳。师兄。刚刚手有点痒，不好意思。江明目视前方，表示自己戴着斗笠，看不到师妹怀疑的眼神。走在前方的老太并没有理会后面两人一路上在嘀嘀咕咕打打闹闹的干些什么，一直默默的带路。后面的两人越放松警惕，对他就越有好处，他没道理去阻止这对狗男女嬉戏打闹，最好一路打到阴曹地府。在老太的带领下，3人八拐七弯的来到房子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空无一物，显得有些空旷。这时只听老太歉意的说道：请稍等一下。之后他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伸手在墙上摸了摸，接着在一个地方用力一按，墙面顿时陷进去了一块。随着老太的动作，一阵响动传来，轰隆隆，只见空旷的地面，一块厚实的巨石缓缓移动，带起了一阵阵轻微的震动。很快，一个隐藏门便出现在了3人面前。见状，江明似有嘲讽地说道：哟，您这地下室藏得还挺深啊，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公子说笑了，粮食自然得看景点，要是被偷了，孩子们可是要饿肚子的。老太慈祥地笑了笑，带头走了进去。师兄。安青看着地下室入口，皱了皱柳眉，有些迟疑。江明见状，连忙像狼外婆一般说道：师妹别怕，怕的话就抱紧我，我不嫌弃。安青闻言斜了师兄一眼：我才不怕，只不过为什么你要搂着我啊？等会遇到危险，岂不是会限制你的行动？还有，我嫌弃。对于师妹这种问题，肯定得挑好听的回答。比如，为了保护你，我宁愿牺牲自己；再比如，遇到危险，我方便帮你挡刀。所以江明冷静地回答道：搂着你，等会方便把你拿来做肉排。谢谢，有被见到。行了，师妹，走吧，集中注意。哼！两人跟在老太后头走进了地下室。这是一条很长楼梯，借助门外的光亮看去，并看不到尽头。两人不过刚走进地下室，身后便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很快，唯一的光亮也消失了，只剩下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与寂静。关门了，接下来应该就是放狗了。师兄。江明身边传来了安青明明有些胆怯，但还是故作坚强的声音。这里很黑，看不到任何东西，这对他来说不是很友好，毕竟他的武功还没好到脱离视觉感知危险的程度。怕的话你可以抱紧我，我不介意的。我不怕，还有我介意。安青这话说的并不是很有底气，倒也不是他胆小，毕竟坏人他也没少杀。可是这里的环境实在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到，让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种绝对黑暗的情况，对每一个习惯用眼睛的人来说都是种折磨。如果不明白这种感受，闭上眼睛走个100米就知道了。况且这条路上还埋藏着不为人知的风险。现在安青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搭在自己腰间的手以及身边的人。如果师兄没搂着他，他估计跟都得跟丢了。难怪师兄刚刚要搂着我，原来是早就料到有这种情况了吗？果然，师兄虽然口头花花，但关键时候还是挺靠谱的。江明能感觉到安青的身体有些紧绷，似乎有点紧张。像安青这种女孩子，哪怕装得再坚强凶厉，她的内心深处也是怯弱的。如果她在某种场合露出胆怯的预兆，那么强硬点总不会有错的。就像约女孩子去鬼屋，如果人家怕得瑟瑟发抖，一把搂过来总不会有错。别怕这样会不会不适合，你都能把她约出来了，还怕什么不适合？想要提升好感度，就得在关键时刻主动出击。于是江明笑着顺着安青的话说道：我不介意你介意的。说完，不等安青反应，他的手便稍微用力将她往自己怀里搂了搂。一下子，师妹半边娇软的身躯贴到他的胸怀，少女特有的幽香越发浓郁。师兄。安青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倒也没挣扎。虽然不太好意思，但现在这种情况能让他稍微安心一点的只有旁边的师兄了。这时候这种情况自然不能耍一些小性子，抱就抱吧，反正也只是有点身体接触而已。而且看师兄那么淡定，他肯定是有什么夜视的手段，看得清路。这时候还是依靠一下他比较好，这只是队友正常的互助。这种情况若七姐姐肯定不会怪自己的，想来师兄也不会多想。是这样的，没错。安青给自己做了半天思想工作后，终于给自己找好了接受师兄怀抱的理由。为了缓解一下情绪，安青开口问道：师兄，你看得到前面的路吗？看不到。好吧，当他没说。咦，那个老太呢？安青突然发现前面带路的人在不知不觉已然失去了声音，连之前的脚步声都消失了，悄悄跑前面埋伏去了。江明随意地回答道：他在修道盟时接受过类似的训练，不完全依赖眼睛。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看不到吗？看不到，不知道，不等是秒了。安青又是一猛。师兄，你能不能说点人能听得懂的话？好了师妹，我们走快2步，别让他久等了。江明搂着安青加快了脚步。安青在江明怀里看不见路，只能顺着江明的速度跟着走。然后安青就体会到了什么叫胆小可怜又无助。走着走着，他的脑袋瓜突然被师兄往下按了一下，同时轻微的声响从他的头上划过。接着安青又感觉自己被师兄抱了起来，地下似乎传来了什么东西破土而出的声音。刚被放下来，他又被师兄带着旋转了一圈，似乎躲开了某种尖锐的刀具。安青感觉自己就像提线木偶一样，什么也看不到，就任由江明折腾，被他带着上蹿下跳。他什么都看不到，也知道周围很危险，但又感觉很安全。这种感觉有些似曾相识，若七姐姐还在自己身边时就是这样。那时自己什么都不用思考，将身心全部交给她，心中却填满了安全感。又或者说，这是一种叫做依赖的感觉。当若七姐姐离开了以后，安青才强迫着自己为自己做主，强迫着自己独自面对生活。但现在她却又再一次的体会到了那种感觉，但不是在师姐身上，而是一位异性师兄不行，这不对，这不应该。只有若七姐姐才能给自己带来这样的感觉。可是为什么安青感觉自己的内心深处居然有那么一点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渴望呢？渴望安全感，渴望他人的保护，渴望依赖他人，渴望这些不该奢望的东西。但安青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在这个平时不着调的师兄身上感受到了这些令他渴望的东西，哪怕这些不是师姐带来的。明明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明明知道周围肯定非常危险，陷阱不断，但安青却从师兄身上感受到了阔别已久的安全感。似乎只要他在身边，只要相信他，他就能带着自己跨过所有困难。安青知道这种想法很不应该，因为这是自己软弱下意识寻找依靠的表现，会让自己这些年的努力白费。而且依赖往往会在长时间的演变中变成另外一种感情。可是他真的忍不住这种安全感，对他而言真的非常有诱惑力。反正现在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乱动也只会拖后腿。那不如就把自己交给师兄，好好享受一下这种能够依赖别人的感觉。就这一次，真的就这一次，对不起若七姐姐，就这一次。江明可不知道自家师妹此时心里五味杂陈，胡思乱想。如果知道了，他可能会忍不住笑出声。安全感与归属感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之一，
但不同的人，他会因为环境、性格、习惯的不同，导致追求安全感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师姐，她追求的安全感显而易见，便是来源于自身的强大。而像安青这种性子比较弱的人，哪怕再怎么伪装，也总会下意识地需求他人的保护，从别人身上获得安全感。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并不值得好笑。关键是安青，他把自己依赖江明，把从师兄身上获得安全感当成一种对若七姐姐的背叛，这就有点让人忍俊不禁了。不过人的想法因成长和经历而变，倒也无从指责。还好江明并不知道自己在师妹心中已经快变成牛头人了，对他来说，应付眼前的机关更加重要。这前往地下室的长长阶梯就埋了不下10数种陷阱，但不得不说，这些陷阱机关对他而言有些老套了。地刺、毒箭、飞斧，翻来覆去就这些。这些陷阱可能换一个武林高手，甚至练气期菜鸟来了都得原地去世。毕竟这李牧不能是，陷阱又藏得很隐蔽，但对江明来说却不是什么大问题，哪怕带着个香香软软的挂件。只不过这个挂件还是大只了点，有时并不方便带着它避开这些攻击。但江明说过要带安青飞，那就得带飞，绝不食言。为了保住自家师妹无伤通关，他也不得不付出一点小代价，偶尔得身体挨个1-2招来保全师妹。江明侧头躲开了袭来的匕首，居然还有人来偷袭，好事啊！肉盾送上门来了。江明用偷袭者几乎没法反应的速度打碎了他的喉咙，提着他当肉盾。安青总觉得时间过得有些漫长，为什么这条危险的隧道还没过去？这种被保护的感觉虽然好，但安青也知道这地方很危险。况且被师兄保护的越久，他就越害怕、愧疚，害怕自己彻底接受了师兄带来的安全感，那样自己不就是彻底背叛了若七姐姐？不是这样的，现在只是自己无能为力，才暂时接受师兄的保护而已，只是暂时的。若七姐姐很快就过去了。对不起。只是一会，就在安青安慰自己的时候，突然他感觉有什么锐利的东西擦着自己的脸蛋飞了过去，并没有打中他，但一声轻微的声音传来，噗嗤。与此同时，一点热乎粘稠的液体溅到了安青的俏脸上。这声音和感觉安青并不陌生，他拿着匕首捅人的时候也是这个声音。那在脸颊上滑落的东西应该就是血了。师兄受伤了，不知道有没有事，不过看师兄刚刚信心满满的样子，这受伤应该只是意外吧。安青不敢开口，怕乱了师兄的节奏，只能安慰自己。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一只手臂护住了自己的脖子，噗嗤噗嗤噗嗤，接连不断的声音从他耳边传来，从护住他的那只手臂上传来。安青脑子一懵，恍惚过后突然惊醒过来，所以师兄这是用身体给我挡住了伤害。对了，以师兄的功夫应付这里的陷阱轻而易举，是为了自己他才会受伤的。带着自己这么大一个人走这么狭窄的陷阱通道，想想都该知道这其中的难度有多大。原来是他害得安青很后悔，是他高估了自己的本事，刚刚他就应该选择留在上面等待师兄的，没想到跟下来后忙没帮上，还成了拖油瓶。原来自己享受到的安全感是师兄用自己的身体支撑住的吗？念此，安全感消退，愧疚爬上心头，这让安青忍不住小声开口道：师兄，放我下来吧。别闹，躺好，不送包赢。师兄依然回了一堆他听不太懂的话，但这次安青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平时安青只会觉得师兄莫名其妙，不说人话，可是现在师兄带着他这个拖油瓶遭遇危险了，甚至还为了他受伤了，可是他却没有迎来师兄的抱怨与指责，有的依然是熟悉的已读乱回。他好像丝毫不把他的拖累放在心上，对他始终如一，这何尝不是一种乐观？就这种心态，安青自问100个自己都顶不上师兄一个，但师兄越是这样，安青越觉得愧疚，还不如骂他2句呢。师兄，快到了，放心，绝对无伤通过。你的伤，小伤而已。江明说的是实话，确实是小伤，但像安青这种心思敏感的人来说，就能够自动理解成师兄是为了不让我担心才这么说的吧。一时间安青越发愧疚，忍不住低声道歉：师兄，对不起。没关系，待会我把血舔回去，就当没受伤了。虽然对师兄的胡言乱语有了改观，但他依然有种被呛得说不出话的感觉。突然江明的声音传来：到了，无伤通关。安青只觉得眼前昏暗的视线突然出现了一点光亮，是火把散发出来的光亮，这也意味着两人终于走出了长长的陷阱阶梯。但安青却没有感到任何惊喜，一想到师兄为了带他走出这条道受了伤，他就感到心慌。在视觉终于恢复后，安青连忙转身查看师兄的受伤情况，只不过
他刚转身就忍不住惊呼出声，带着些许哭腔：“师兄！”安青知道江明受伤了，但刚刚和他说话时，师兄声音中气十足，还以为只是轻伤。可当他转身看去时，心跳却不禁一滞，一股恐慌的情绪瞬间淹没了他，让安青的声音都变得有些颤抖。“师兄，血！”师兄的脸涂满了鲜血，看上去凄惨异常。除此之外，背上、手臂外侧、腿上也全是血，甚至还有一些箭头、小刀还插在上面。随着江明的动作摇摇晃晃。然而，虽然江明外侧受了很多伤，但内侧却几乎没有伤口。为什么？安青自然知道为什么江明的里边没有受到多少伤，因为他一直待在师兄的怀里，一点伤害都没受到。是师兄用身体为他挡下了所有伤害，是他害师兄受这么重的伤。念此，眼泪还是止不住的从安青的眼里掉了下来。“师兄，对不起，是我。”安青伸出颤抖的小手，想检查江明身上的伤口，却又怕不小心动到，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江明见状眨了眨眼：“怎么了，师妹？又哭什么？”安青眼泪滴滴答答，梨花带雨，好不可怜。她抬起袖子抹了抹眼泪，忍住哭声：“师兄，你别说话，我帮你处理下伤口。”闻言，江明笑了：“我这点小伤哪还用处理？小伤？师兄，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哎，你干嘛？别乱动！”安青话还没说完，江明就动起手来了。他弯下腰，拔出插在自己身上的那些暗器。“不要这样拔，会大出血的。”安青见状，吓得魂都飞了，连忙阻止。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就他阻止这回功夫，江明已经将所有暗器拔出来了。安青见状，没有犹豫，直接撕下自己的袖子，准备帮鲁莽的师兄止血。然后血呢？他这才发现，虽然这些暗器插在江明身上，但伤口都意外的浅，就像这些暗器只是想蹭蹭而已，并没有深入。所以江明身上的血虽然多，但其实伤的并不重。这让安青拿着撕下来的袖子，一时间呆愣在了原地，有些尴尬。师兄说自己受的是小伤，好像没有说谎。可是那为什么师兄脸上那么多血？这时江明伸手拿走了安青撕下来的袖子，擦了擦脸。虽然没擦干净，但安青还是看出来了，一点伤都没有。也就是说，师兄其实没什么事。安青心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感觉自己刚刚的眼泪白流了。说好的坚强，结果在师兄面前2次破功。只不过师兄，你脸上哪来那么多血？哦，刚刚有个人偷袭，被我拿来挡陷阱了，这是他的血，不是我的。刚刚有人偷袭，那条陷阱通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待在师兄怀里，安全感太过爆棚了吗？安青突然觉得自己武功白练了。不过师兄的怀里，安青甩了甩脑袋，没敢想下去。所以师兄，你真的没事吗？没事，一夜7次都没问题。走吧，老母灯还在等我们呢。江明摇了摇头，往前走去。一夜7次，这又是什么东西？安青有些头疼。以前只认为是师兄胡言乱语，他并不在意，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突然很想明白师兄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听懂他的话，是不是就能多了解他一点了？倒不是有什么其他心思，朋友之间相互了解很正常的吧。自己真实的一面都给师兄看过了，但自己却一点都不了解师兄，甚至连他的话都听不懂，这不公平。不行，以后得把师兄的话全部搞懂。安青打定主意后，小跑着追上师兄，询问道：“师兄，一夜7次是什么意思？”一夜我知道，7次指的是什么？这江明闻言陷入了沉思。要不要说真话呢？万一师妹去告诉师姐怎么办算了？还是不要玷污纯洁的师妹了。这份肮脏让我独自承受就行。思考片刻，江明解释道：“这是个修道界里的神话传说。传闻在一处名为天上人间的禁地里，有一只名为祭师的魔兽。”江明斜了安青一眼，发现他听得很认真，顿时有点汗流浃背了。但是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编下去了。这只魔兽会引诱过往的路人，吸光他们的生命精华，让人日渐消瘦，英年早逝。于是有一位正义的修道大能看不下去了，发誓要拿下这只魔兽。可是这魔兽刀枪不入，极难对付，大能没有办法，只能改变计策。江明一脸可惜，他主动献出自己的生命精华，在一夜之间献出了7次，活生生的撑死了那只魔兽，但他也陨落了。所以现在后人都用一夜7次来形容那些生命力强悍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说自己一夜7次是想表达自己生命力顽强。没错，是的，就是这样。江明信誓旦旦的点了点头。安青闻言眨了眨美眸，虽然简陋，但这真是个悲壮的故事啊。他默默地将这个成语典故记在了心里，将来说不定可以跟若七姐姐分享。
若琪姐姐也很顽强，应该也算是一夜七次的人吧。地下室很大，很难相信，就外面那点大的房子，地下却隐藏了这么大的空间，估计都挖到隔壁邻居的几间房子去了。显然，这并不是用来装粮食的。周围依旧昏暗，但好在有零零散散的火把提供一点光亮，倒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师妹，你在我身后干什么呢？江明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了跟在他身后的安青。因为江明突然停住，猝不及防之下，安青一头撞进了江明怀里。原本这应该只是一次正常的不小心的相撞，可安青却像是撞到什么恐怖的蛇蝎一般，慌忙后退几步。好你个小师妹，我保你无伤通关，你却这么对我。师妹，你退后几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却那么大。安青此时也反应过来，自己的反应似乎有点大了，慌忙之下支支吾吾地找了个蹩脚的借口，弱弱地开口道：我只是怕撞疼你，毕竟你身上有伤。他总不能说实话吧？安青刚刚可是在心里向若七姐姐保证，仅此一次的。要是又跑到师兄怀里，要是又忍不住沉浸在师兄的保护中，这可能只是寻求安全感。但安青知道，如果自己习惯性的寻求师兄的保护，习惯依赖师兄，那到时候他能不能再用平常心去对待师兄，那就不得而知了。比起若七姐姐，他可不是什么意志坚强的人，到时他或许就真的背叛若七姐姐了。这种事情不要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安青决定远离师兄的怀抱。江明并不知道眼前这位少女那复杂的心思，女人永远那么简单，又那么复杂。她们永远都处于简单与复杂的量子叠加状态，在你搞懂她之前，永远不知道她小小的脑筋里转了什么大大的弯。虽然江明很怀疑安青的说辞，但却也没有追问。师妹显然不会告诉他她在想什么，因此江明岔开话题：那你跟在我后面什么？为什么不跟我走一块？这个问题安青倒是诚实，我只是在看你背后的伤口而已，周围有点暗，所以我靠近了点。刚刚安青就是太过集中注意力检查伤口，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江明已经停下了脚步，才撞到他身上的。江明有些无奈地看着安青：我都说了没事。安青用最弱的声音说出了他最强硬的话：那我也要看看，觉得还是亲眼看看安心一点。师兄那么不着调，万一只是口头花花逞强怎么办？江明没有回话，直接动起手来。哎，师兄你干什么？给你看，让你看个够。江明不由分说的把上衣脱了下来，然后伸手去解裤带。我不看了，师兄你别脱。江明斜了俏脸，微红的安青一眼。确定？你那么活泼，应该没事。我不看了。安青连忙如小鸡啄米般点起头来。哪有人会在敌人的地盘当场卸甲的？而且他刚刚其实也看得差不多了，师兄身上的伤口都很浅，他也放下心来。行，那继续走吧，站我身边，别跟我后面了，这样有事我不好保护你。江明把衣服穿好，他只是逗一下这小妮子，肯定不会在这儿脱光。好。安青闻言抿了抿唇，保护不知为何看着师兄身上为他受的伤，内心有点莫名的悸动，甩了甩小脑袋，强迫自己不要乱想。安青连忙快走几步跟了上去。对了，安青。江明抬起头，一脸震惊，眼神深邃地看着昏暗不明的前方，那绝望之气弥漫，像是人的凶兽。怎么了，师兄？师兄又叫自己名字了，是刚刚后退的动作让他不开心了吗？不知为何，安青心里突然感到有些不安，小手不自觉地捏了捏衣角。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在不久之前，他绝不会因为江明的一个称呼去想那么多。只听见江明缓缓开口道：你记住，有时善会成为恶的帮凶，但错不在善。老太皱着眉头遥望着出口方向。为什么小七还没回来？小七可是总部派来的精通暗杀的武林高手，脚步无声，行动如风，总不至于栽跟头了吧？那暗道里的陷阱还都是他设置的呢。别胡思乱想，没事的。当初小七给他介绍那些陷阱的时候，他看着都心惊胆战，惊叹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走过那条路，更别说小七还亲自出手了事。到如今，老太也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了。就在这时，黑暗处一只脏兮兮的小手伸出，抓住了老太的裤脚，一个稚嫩却虚弱沙哑的声音响起：院长，求求您给我妹一点吃的吧，她昏倒了。可是这哀求的声音像是点燃了老太不安的情绪，她抬起脚猛踩在伸出来的小手上。还敢要吃的？你们这般废物！饭要不到，卖又卖不出去，浪费粮食的东西。伴随着他尖锐的声音，老太的脚在小手上碾了起来，似要将气发泄在小手上。啊！小手的主人发出虚弱的痛呼，却也没力气挣脱老太的脚。就在老太泄愤之时，
尖锐的破空声由远及近，呼啸而来，一颗小石子精准地砸在老太的小腿，砰！庞大的气劲让他的腿在一瞬间炸了开来。啊，我的脚！凄厉刺耳的叫声响起。长这么大了，还欺负小孩呢！江明没有感情波动的声音在远方响起。要不，让来我跟你练练。老太一只脚独木难支，直接摔倒在地上，抱着断了一截的腿，发出凄厉尖锐的惨叫。哒哒哒！不远处，一阵脚步声正踏着不紧不慢的步伐靠近，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了他的心上，让他越发压抑。安青跟在江明后边，亦步亦趋，只不过他的美眸早已布满了杀意。老太的身边倒着个像狗一样拴着锁链的小孩，他的小手上满是鲜血，浑身伤痕，人已然晕了过去。小孩身前是一个破破烂烂的饭盆，里面干干净净，一点东西都没剩下。在他旁边微弱的火光下，安青看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孩子，彼此躺在一起，了无声息，不知生死。一股腐烂恶臭到极致的味道围绕着这片地下室趋之不散。这还仅仅是被火光照耀到能看得见的地方，地下室那么大，安青不敢想象远处还有多少个像这样的小孩。一想到自己捐助了那么久的济幼院居然做出这种勾当，他就觉得堵堵的，像是有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底，让他呼吸都有些困难了。他捐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成为迫害这些小孩的武器，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占据了他，悔恨、杀意、愧疚，可能都有。这时安青也才反应过来，为什么师兄执意要来地下室？为什么师兄刚刚会莫名其妙地跟他说什么善与恶？原来他早就发现了。安青攥紧了拳头，看着发出惨叫的老太，美眸里没有丝毫同情，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他本柔弱，但这几年也改变了很多。或许他会在师兄和若七姐姐面前不小心露出柔弱的一面，但绝不会在这种场合暴露出来。哪怕他现在心里很难受，很想哭，不过他并没有动手，而是看向师兄。虽然平时师兄很是跳脱，但安青看着师兄的背影，却又感觉到可靠感油然而生。安青，你去看看那些孩子的情况。突然江明说到他一开始询问安青是否要下来的时候，便给了他选择。既然他选择一起下来，那就不能白来，去看看吧，看看这人间的丑恶。毕竟修道界只多不少，邪修、诡异、妖兽以后师妹只会面对的更多，现在先提前适应一下吧。安青闻言，手不可控制地抖了一下，他深吸了一口气。好的，师兄。安青迈着犹豫而又坚定的步伐走向了昏暗，娇躯似乎在颤抖，但江明没有理他，而是走向了老太。老太的叫声戛然而止，变为惊恐的叫喊：你别过来！你想干什么？我让你说话了。还没等老太说下去，江明突然伸出一只脚，轻轻踩在了他断裂的腿上，接着狠狠一碾，顿时鲜血四溅。啊！剧烈的疼痛瞬间链接到老太的神经，让他连惨叫都破了音。好了，现在你可以说了，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可是老太并没有回话，只是不断惨叫，剧烈的痛苦让他有些窒息，甚至说不出一句话。这么多年了，他施加过无数这样的痛苦，唯独自己没有尝试过。江明见老太只顾着叫，有些不满，脚下用了点力。说话怎么光叫不吱声？是看不起我吗？顿时老太腿的断裂处被江明一脚踩扁了，血肉飞溅。啊！吵闹的惨叫让江明皱了皱眉头，他抬起脚换了个位置，踩在了老太的另一只完好的脚上，似乎有所感觉。老太从疼痛中挣扎，大声喊道：不，等等啊！没等他说完，江明脚下用力，顿时老太完好的腿呈现出诡异的弯曲。江明冰冷的声音传来：刚刚让你说你不说，继续叫，不要停。啊不要，我错了，放过我，我没让你说话。江明的脚往上挪了一点，再次狠狠踩下。啊！好了，现在你不许叫喽。闻言，老太惨叫戛然而止，像是被掐住了喉咙，可剧烈的疼痛还是让她的喉咙露出了一点声音。呵呵，看上去痛苦异常。老太很后悔，她一开始听这两个人的声音年轻，以为是什么年轻的正义侠客要多管闲事，就打算诱杀他们，却没想到人没杀到，自己栽了。难怪这个男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原来是有实力在身的。可是那条陷阱通道，就算是武林盟主来了都得栽，他们到底是怎么过来的？老太想不通。当然，老太现在并没有时间想这些，她有更重要的问题要想。比如，江明开口问道：1000减7等于多少？老太没想到会是这种问题，犹豫了1秒，然后疼痛淹没了她。啊，993是993。
答对了，看起来你神智还挺清醒。求求你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老太没说什么放过我，正常人都知道不可能。当然可以，说说吧。江明看了看远处，他似乎看到安青正在呕吐，看来是看到了什么太过残忍的东西。说什么啊？知道什么说什么，还用我教？是，我是一个人贩子，后来为一个叫不归的组织服务，在各地收集这些孩子，无论是有家的还是无家的，有些条件优秀的孩子，训练后我们会将他们卖给一些有需要的豪门，其他的孩子看情况可以打断腿去乞讨，卖去奴隶市场，或者用来活计，哪怕武林也有些练邪功的，修道界的邪修就是他们的高级版，有些需要活计，还得是童男童女，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专门害人利己。继续，没了啊！老太的声带似乎喊得有些受损，此时不复慈祥柔和，像乌鸦一般沙哑难听。要不再想想。我说我是跟随总部来到这里的，他们打算在比较偏僻的城市发展，将这些货物运到其他城市，这样足够隐秘，不用担心官方的兵。景关城外的山贼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时候他们还能提供一些条件好的小孩。所以不归的总部在景关城？不在景关城外面北边的地下。没了，真的没了，求求你给个痛快。哦，那总部那里有小孩吗？没有，他们不负责储藏，一般是给我们这些人贩子提供一些帮助。哦，行，求求你杀了我。江明随手将癫狂的老太打昏了过去，防止她自杀。这时安青也回来了，只是逛了一圈，他的神情便仿佛却像是被折磨过一样憔悴。师兄，我回来了。怎么样？大部分孩子都还活着，只是很呆滞，还有的已经死了有一会了。说到这，安青似乎又有些作呕。我还看到一些啃食的痕迹。辛苦了，安青，你很棒了。安青有些虚弱。师兄，那现在怎么办？你说的那个城主能处理这些孩子吗？应该可以，他是个好人。好。江明没有急着去安慰开导安青，而是点了点头，看向深处的黑暗，摊开手。浓郁的绝望情绪仿佛受到了什么牵引，纷纷向他汇聚。把这些负面情绪吸收，或许能减轻一下这些孩子的负担。江明将这些情绪浓缩成一把小剑，储藏在丹田里，与其他情绪分开。这种情绪太过沉重，甚至会污染他的真气，所以江明将它单独储藏，之后可能有用得着的地方。安青不知道师兄在干什么，但不知为何，总觉得这里沉重的气氛似乎减轻了一点点。师兄，我们现在去找城主吗？安青撑着精神问道，他的美眸平望向江明，心里有种强烈的驱动力，在不断的驱使他扑到师兄怀里大哭一场，但被他强行忍住了。江明也知道他很累，毕竟他不仅要面对这里的惨状，还得面对自己内心的拷问。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这些孩子们，但为了安青着想，速度得快，所以江明也不打算慢吞吞地跑到城主府再跑回来了。他从储藏戒指中掏出了一把剑，转头看向安青，小师妹，再坚持一会，很快就结束了。顺便给你看看，如果有一天你强大了，该如何处理这种事。江明拿出剑，然后又收了回去，看向安青说道，师妹，转过去一下。啊！安青一懵，也就他蒙圈的这回功夫，江明已经把上衣脱了，此时正打算脱裤子了。师兄又在搞什么？刚刚还一脸正经的，怎么转眼又开始犯病了？安青被师兄这么一打岔，突然觉得刚刚沉重的心情有些不连贯了。不过这回他倒没有再次上前阻止师兄，而是乖乖地转过身去。无论如何，先相信。安青转过身，刚好看到了模样凄惨的老太，双腿一截断裂，伤口血肉模糊，另一条腿似乎是被师兄踩了好几下，变得弯弯曲曲的了，鲜血溅得很远，看起来师兄下脚很狠。不过他腿断裂处没有再流血了，师兄似乎帮他止血了，应该是留着还有作用。安青看到老太这样子，有些不适。他杀人都是抹脖子的，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像这种血肉模糊的惨状，他很少见。但是一想到刚刚看到的场景，安青被齿紧咬，突然觉得师兄下手不够狠。好了，师妹。怎么感觉师兄的声音有些不对？这个声音怎么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安青转过身子，打算一探究竟。师兄呢？这是谁？我那个穿着简陋布衣，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笑容的师兄呢？安青狐疑地看着眼前的男子，他身穿华丽白袍，如同被贬下凡尘的谪仙，似乎成为了救赎这片黑暗的光。脑袋45度微抬，
深邃的眼神里满是悲天悯人，是在批判着这丑恶的世间吗？手执3尺清风，散发出来的寒光似乎要破开这地下室的昏暗与罪恶。师兄，安青不确信地喊道。师妹。江明对着安青温和一笑，居然让安青产生一种受宠若惊却又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像是仙人抚我顶。怎么回事？这不像演的啊！我之前的师兄呢？师兄难不成也和他一样，也经常伪装自己吗？那到底哪个师兄才是真的？是跳脱的师兄，是下手狠辣的师兄，还是眼前这个仙气飘飘的师兄？分不清，他真的分不清。安青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对师兄一点都不了解，偏偏自己的真实面目已经全暴露给师兄了师妹。江明轻轻抚摸了一下安青的头，缓声道：辛苦你了，休息一会吧。好。安青呆呆的点头，这一下更分不清了，但师兄的手好暖，声音也是好想在他怀里哭一顿不行。安青，别继续想下去。江明没再理会正在与自己做斗争的安青，手执师姐给的宝剑，能挥3道金丹期的剑气。说实话，用在这里确实挺浪费的，但江明并不是很在意。拜托，多请师姐吃几顿饭，让她重新再封印几道不就行了？怎么会有人认为这是消耗品？修道界讲究的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江明在戒指里掏出一张扩音符箓和一张短暂的悬空符箓，贴在身上。这些小符箓平时有些鸡肋，比如扩音符只能放大声音，犹如洪钟，但真正的大佬都是那种轻声说话却能在每个人耳边清晰响起的高逼格技能。再比如悬空符只能浮在空中当靶子，但筑基期就能御剑飞行了。所以这些符箓并不是什么高级货色，江明都能随手画一堆。阵法和符箓有相通之处，他当然不介意多学一门手艺，技多不压身嘛。况且低级符箓有用没用得看场合，就像不久前江明照样用低级起爆阵戏耍了筑基期，而这些符箓用在这正好。只见江明举起手中的剑，随手一挥，一道凌厉的剑气冲天而起，瞬间将天花板切开，形成宽大的剑痕，落时更是瞬间被搅成灰尘。剑气于是不减，直冲云霄，将天边聚拢的云彩一分为二。这还是江明有意控制，没激发全部剑气的结果。只能说金丹期不愧是破坏力最为显著的境界，到了元婴期，很多修道者的攻击反而返璞归真的，大部分攻击都变得无声无息，特效也不华丽了，低调异常，也更方便偷袭了。只能说越老越阴逼。突如其来的异象引得景关城的人民不知何时纷纷抬头看去，宛如发现了神迹。快看天上，天裂开了，不好像是被劈开的。地下室，安青看着师兄张大了小嘴，不是师兄，你这么厉害，之前干嘛装的那么弱？刚刚直接砍进来不就行了？谁还能打得过你啊？安青自然不知道，厉害的不是江明，而是他心心念念的弱妻姐姐江明没空理会这个。他抓起昏迷的老太，在悬空符和扩音符的作用下缓缓浮空，同时声如洪钟一般响彻全城。吾乃万法仙宗仙师，路经景关城，但目见阴暗之处藏有不平之事。今本座欲代仙宗清理邪恶，以招善德，望景关城上下一心，全力配合。江明手上提着凄惨异常、昏迷不醒的老太，缓缓腾空而起，穿过了砍出来的剑气裂痕，一直升到了景关城的上空。这里整座规模不大的景关城尽收眼底，恭迎仙师莅临景关城，为民除害。不知是哪个小机灵鬼喊出了第一声，接下来景关城里大部分民众皆朝江明所在的方向伏跪下去，大声呼喊：感谢仙师为民除害，仙师至善，真乃仙人降世。草民叩谢先生，感谢仙师为景关城除害。杂乱无章的称赞声纷纷从景关城的各处响起，此起彼伏，甚至有些争先恐后。但是他们真的信江明是来为景关城除害的吗？那不一定，毕竟人们其实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江明提在手里的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江明说的是真是假。但会有人跳出来质问他吗？也不会有。人们只会绞尽脑汁，用毕生所学去夸赞江明，恭维江明。为什么？因为江明会飞，手里还拿着闪光熠熠的宝剑，这些可都是仙家手段，在凡人里那就代表着绝对的权力。所以江明是不是真的来除害的并不重要，只要仙师说是，那就是。他就算指着马说这是雪豹，人们也只会应和。江明显然知道这一点，不过并不在意。他这么高调出场，可不是为了装逼，好吧，至少不全是，更主要是为了调动人们与官府的积极性，一致对外。
老太一个人是没办法运转起整个救济院的，景关城里肯定还有不少人贩子潜藏其中。这些人光靠城主府肯定是搞不定的，毕竟他们连城外的山贼都搞不定。所以这就要发动群众的力量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现在群众的窝里出现了不少肮脏的老鼠，觊觎他们的粮食，甚至是他们的亲骨肉。利益相关之下，便可以轻易调动人们寻找人贩子的积极性，这往往能给城主府提供极大的便利。毕竟所有群众都变成城主府的眼线了，人贩子又有多少路可以跑？这个想法很美好，至于现实会如何，这不是江明该担心的事，这是景关城人民和城主该担心的。他已经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不可能每一步都给操办到底，那还要他们干嘛？这可是他们自己的家。况且江明本可以对这件事袖手旁观的，比如说当作不知道济幼院有鬼，但他没有，还是入局了。一方面是他对人贩子这玩意深恶痛绝，这些东西死了都比活着贡献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安青看清真相，让他经历一些事，促他成长。而现在在揪出人贩子后，非但没有抽身，还打算再推一把，让人民与官方齐心协力起来。江明之所以这么费时费力搞这些，其实有一部分还是为了师妹，或许做这些事能让认为自己是帮凶的师妹心里好受一点。至于如何让民众打从心里相信他说的话，一致对外，而不是为了阿谀奉承，这个其实很简单。人们经常批判这个该死的看脸的事件，但不能否认的是，颜狗在某些方面确实占据了优势，上天给予了江明足以惊艳世人的容貌，那自然也会夺走他的一些东西，比如烦恼。如果是一个身穿黑袍满脸凶戾的修士升空，手里还提着一个鲜血淋漓伤口狰狞的老太太，那底下的人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坏了，邪修要屠城。但此时容貌俊逸非凡，体态挺拔，身穿洁白长袍的江明在全城人的目光之中缓缓升到半空之中，人们会怎么想？别的不说，至少第一印象不会把江明往邪修上靠，因为他的外貌条件和人们印象中的仙师基本一致，甚至比脑海中的仙师还要仙。这种情况下，江明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就更有说服力。江明发出了一声咳嗽，似乎有话要讲。咳，一下子全城人民的目光聚集在江明身上，静待仙师讲话。不久前，城主府里，一位年约40的女性正坐在桌子上处理案牍，她的容貌谈得上风韵犹存，但其身上带着不怒自威的气势，却往往会让人忽视掉她的容貌和性别，变得不敢小觑。景关城城主于清，他此时眉头紧皱，显然心情并不美丽。景关城这只是偏僻的小城市，但只要人聚集的地方，事情往往都会变得复杂。外有山道虎视眈眈，内有财政忧虑，更有经常前来报官说自己孩子丢了的。这些事情都在不断消磨着这位精干爱民城主的精力。他很想做点什么为民众解忧，但有时他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山道，他一介女流识字不识武，处理案牍可以，但培养能够讨伐山贼的精兵还真有些力不从心。偏偏手下还没有会带兵的勇士，因此他手底下的兵处理小事可以，大事无能。还好小青自告奋勇帮他分担了不少压力，缺点就是他每天都得担心小青的人身安全，得派人在安青家蹲点，以便得知他安全归来的消息。因为让利于民而产生的景关城赤字，他暂时能想办法填补，但频频丢孩子，这显然是人贩子在作祟。可哪怕于青藤出手去调查，也很难在有纪律的人贩子组织上调查出什么。说到底就2件事，缺人才，缺钱。缺钱招人才，缺人才招钱。唉，这日子没法过了。于青放下笔，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头疼。要是天上能掉下个帮他处理这些事的人就好了。吾乃万法仙宗仙师，路经景关城，但目见阴暗之处藏有不平之事。今本座欲代仙宗清理邪恶，以招善德，望景关城上下一心，全力配合。就在这时，城主府外面传来了清朗洪亮的声音。于青唰的一声就站了起来，跑了出去。仙师，真的假的？江明俯看着景关城的众生，与此同时，众生正跪在地上，抬起头仰望着这位仙气渺渺的仙师。仙与凡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宛若隔成2个世界。可是真的如此吗？仙从何来？江明缓缓开口了，声如洪钟，振聋发聩。仅第一句话便几乎让景关城所有人民露出了惊愕的眼神。站起来，不许跪！站起来，不许跪！江明的声音响彻全城，百姓们看着浮在天上的江明，眼神里露出了茫然的神色。仙师刚刚说了什么？好像是让我们站起来，可能是我们听错了吧？就在百姓们犹豫不决的时候，
天上又传来了江明的声音：“都站起来吧。”这次他的声音很平淡，像是要和人唠唠家常一般。百姓们闻言面面相觑，但还是顺从地站起身，抬起头看向仙师。江明见状，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他们站起来，并不是为了让百姓去改变他们对修道者的观念，提倡什么自由平等。都先不说他费力不讨好做这些玩意干什么，就说这件事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实现。修道者和凡人那是力量层次的差距，这也决定了他们思想境界上的差距。这些百姓也不可能会因为江明的三言两语就突然觉醒，心生感召，提出世界属于所有人，反对修道者霸权。想啥呢？全世界的凡人绑在一起都不够大修士的一个 AAOE， 这种个体力量悬殊的情况就别提什么平等了。就算将一个大能放在前世那样的法治社会，第二天地球都会成为他的后花园，直接跳过小心超人的阶段，进化成开心超人。所以江明让百姓们站起来，并不是为了宣扬什么新思想，让他们做什么新青年，仅仅只是为了方便接下来的演讲。各位，我不管你们之前遇到了什么仙师，也不管你们之后会遇到什么仙师，但我对你们的跪拜以及赞美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些对我对你们而言都没有意义的事。今日我站在这里，不过是因为本座路过此地，突然善心大发，打算做点善事积积德，各位能明白吗？百姓在底下看着天上的仙师，话他们当然听得明白，就是感觉眼前这个仙师似乎和以前来的仙师有点不一样。这个仙师说话怎么感觉挺接地气的，态度谈不上多么温柔可亲，可与以往来那些目中无人的仙师相比，至少是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以往的仙师看都不会看他们一眼，无论他们是跪拜还是在做什么，而这位还贴心地问他们明不明白呢，搞得百姓们都有些诚惶诚恐了。仙师居然跟他们对上话了，不过真的可以回答吗？不会冒犯到他吧？这时不知是哪位小可爱壮着胆回了一句：“明白了。”百姓们惊慌地望向天上的仙师，发现他居然满意地点了点头，一时间像是得到鼓励一般，景观城各处都响起了“明白了”的回应。这算不算是和仙师说过话了？以后还可以拿去吹牛。好了，江明单手虚压，百姓们也适时地收了声。他们不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江明的态度比较和善就敢随意放肆，这种思想观念是不可能改变的。好，现在你们都站起来了，那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家是在哪座城市？景观城。这次的声音统一了些，百姓们也都壮着胆回答了起来。很好，各位，那你们看看我手上的人，认识他吗？江明提起手中的老太问道。闻言，百姓们集中精神看向了之前被忽略的老太，把这当成仙师出的考题，似乎是第一次能够与高高在上的仙师产生互动，百姓们都很积极。不一会儿就有人认出来了，一个男子举起手大声喊道：“我认识，他是济幼院的那个老太，我还给他捐过款。”江明闻言点了点头，随口夸了一句：“很好，你是一位有善心的人，请再接再厉。”一时间，男子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他身上，眼里说不出的羡慕。男子更是身体颤抖，他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居然有幸能够被仙师称赞了。谢谢仙师，我一定会继续做好事的。当地位足够悬殊，一句随口的夸赞都可能成为至宝。没错，这位是济幼院的那位老院长。但江明的声音变得严肃，百姓们无不噤声。他也是景观城最大的人贩子头头。寂静过后，景观城上下一片哗然。什么？真的假？你闭嘴！你怎么敢质疑仙师？哦，对，一定是真的。仙师没道理骗我们，不然呢？仙师还会故意去针对一个老太婆不成？就连一路带着人赶过来的于青也不禁眼前一亮。如果仙师说的是真的，那也就代表着他可以少一桩大麻烦。不过他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仙师会专门跑到济幼院里去抓人。仙师有好有坏，于青是知道的。可以往态度比较好的仙师，也不会浪费时间去管凡人的事啊。这位仙师倒好，不仅抓人，还花时间公之于众。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事江明继续开口了。今日本座与师妹于济幼院中发现了蹊跷，便一路探寻，最终找出这罪恶的源头。如若不信，各位可自行前往济幼院查看。我们相信仙师。百姓们没有犹豫，纷纷表态。也不能说他们随波逐流，放弃独立思考，主要是一个堂堂仙师会专门去找凡人麻烦，然后来骗他们，真有那么闲的仙师吗？倒是安亲，没想到师兄居然还把自己也给带上了，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不过。他抬起头看着阳光下白衣飘飘的师兄，师兄果然和以前见过的仙师不一样，明明样貌俊朗，却相当不正经，明明有机可乘，却不占他便宜，
他哭了以后，还毫无形象地哄他，明明可以不多管闲事，却也还是选择花费时间精力去揭露罪恶。明明是仙师，却也会因为凡人孩童的遭遇而愤怒。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还是把自己名字加上了，是为了让他好受点吗？这位人贩子虽被我抓住了，但是他只是主谋。锦官城里，也就是你们的家里，依然藏着许多老鼠，对你们的孩子虎视眈眈。告诉我，能不能放过他们？不能。江明的话点燃了百姓们的情绪，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受害者。此时的他们已经赶往寄邮院，想要看看能不能找回自己丢失的孩子。不知道当他们看到里面的情形时，会是怎样一种心态。很好，记住，让你们站起来，是因为这里是你们的家，潜藏的罪恶需要你们动手去铲除，而不是依靠我。本座已经仁至义尽，不可能再帮你们什么了。听闻你们的城主是个清廉的好官，希望你们能够上下一心，塑造自己的快乐家园。说到这，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听安青说，这个锦官城城主是个爱民的人。现在气氛都调动到这地步了，城主只要实做点，完全可以借助这阵风，将百姓们拧成一条绳。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不关他的事了。他做的已经够多了。谢谢仙师，我们一定会听从你们的教诲。谢谢仙师。等等，刚刚起你就鬼鬼祟祟的，你跑什么？不得不说，效果有些立竿见影了。下方的百姓似乎抓到了因为江明的演讲有些心虚的人贩子，很快就被愤怒的百姓抓了起来质问。带人正赶往寄邮院的于青也听到了江明的发言，他瞬间明白了江明的意思。显然仙师是在帮他一把。至于帮他的理由，于青隐隐约约也猜到了一点。毕竟仙师口中的师妹，他认识的一位即将拜入仙宗的人，也经常去寄邮院捐款。如果对得上的话，那这个仙师所有的举动都对得上了。江明没再理会下方，而是将昏迷的老太唤醒。老太缓缓睁开眼睛，恐怖的高度让他不禁一抖。啊，这里是哪？别叫了，吵死了。身后传来了懒洋洋的声音，这个声音比起高度更让老太觉得恐惧。是你。看着悬浮在空中的江明，老太也在这一刻终于恍然。你是修道者？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难怪能察觉到寄邮院的异常，难怪明知道有陷阱还有恃无恐地跟他走，难怪小七死得无声无息。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堂堂一个修道者，居然还装成弱者来戏耍他。一个会御空的修道者，明明可以直接表明身份，他又怎敢反抗？喂，别装死，告诉我，你说的总部在哪？闻言，老太抬起浑浊眼眸，凄惨一笑呵，你想去找他们？对啊，不行吗？当然可以，他们可打不过一位仙师。老太咧了咧嘴，指向了锦官城外山林里的某处。那儿是一片森林，郁郁葱葱，但如果仔细看去，便可以发现有一片地方的树似乎砍伐过，露出一片空地。尤其是江明，此时在半空中的他看得就更为明显了。见老太这么爽快，江明斜了他一眼，这就把你同伙卖了。老太闻言笑了，反正我也都是要死的，不如最后帮你一把，也算是给我赎赎罪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才怪，自己的一切都被眼前这个人摧毁了，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连自己的性命都得丢了，这怎能让老太不怨恨这个人？而他复仇的希望就在总部。不归的领导人只是个武林高手没错，但老太却知道，领导人不过是被推出来的傀儡罢了。实际上，领导人之上还有一位人物，他亲眼见过，是一位可以踩着剑飞上天的仙师，穿着黑袍，全身散发着让他恐惧的气息，挥一挥手便将他带过去的小孩全部化成血水。那恐怖的景象让他这辈子不能忘怀，甚至回去以后生了好几天的病。哼，就让这个人去找他吧。喜欢多管闲事，那就去吧。最好能跟那个恐怖的人打起来，最好死在那里。老太这般想着，嘴上却道：不归的领导人也不过是一位武林高手，你还记得你在地下室杀死的那个人吗？他已经是总部里数一数二的高手了，他还在试图打消江明的疑心，怂恿他管闲事管到底，去找总部麻烦。像这种仙师，心高气傲，不可能会把凡人看在眼里的。老太期待着他去找不归的那一刻，尽管他可能没机会看到了。哦，江明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你确定是在那里吗？江明指了指远处的空地。是的，千真万确，里面都是些罪大恶极的人，负责其他事务。老太肯定的点了点头，目露期待，似乎是等着江明能够挺身而出，惩罚罪恶，还添下一个朗朗乾坤，他也好赎罪。行，江明也没废话，点了点头，依旧浮在空中一动不动。他贴的是浮空符，可动不了。
倒是老太不禁皱了皱眉头，为什么还不飞过去？他还以为江明问完就会直接飞过去总部，让他指路呢。毕竟这点距离对凡人来说很远，但对修道者来说应该不用花多少时间吧。最后老太忍不住问道：你还不去？江明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去哪？不归总部啊。我去干嘛？你不是要去消灭他们吗？是的。那你不去，我可以给你指路，好为社会做点贡献。谁跟你说消灭他们一定要过去的？老太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看到江明抬起了另一只手，手上握着一把锋利的宝剑。他这是想干嘛？只见江明一手提着他，一手拿着宝剑，对准了不归总部，闭上一只眼睛瞄来瞄去。大家快看，仙师这是在干什么？对哦，仙师为什么还没离开？他不是已经讲完了吗？仙师说让我们自己看好自己的家，我们得加油了。等等，你们看，仙师想干嘛？他似乎是想要挥剑。师兄怎么还不下来？安青状态有点差。这里虽然被破开了一个洞，空气流通了些，可压抑的气氛依然让他感到不适。他之所以还待在这，一方面是等师兄下来，另一方面，如果他没估计错的话，城主一会儿就过来了，刚好能跟他说明一下情况，顺便道个别。小青。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于青带着一堆人走到地下室。安青眼前一亮，青姨，你来了。仙师说的师妹果然是你，你真是帮了大忙了。安青摇了摇头，是师兄帮你的呀，我可没出什么力。于青一边指挥着人去看看地下室情况，一边笑着说道：傻孩子，如果不是你，仙师怎么可能会管这事？不是的。安青摇了摇头，认真地看着于青。师兄他不一样，他是个好人。刚刚破开地下室只用了半道剑气，寻常人可没办法挥出半道剑气这种操作，3道剑气挥3次是固定操作了。但江明刚好略懂一些剑道，强行把1道金丹剑气变成2个半道，当然无法继续细分了，境界不够。现在剑里还剩2道半。咦，好数字啊！这么富裕的账肯定直接火力覆盖了，免得有所遗漏。所以江明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举剑，向左斜下角挥了一下，向右斜下角挥了一下，2道庞大透明的剑气形成一个中分，带着无声的呼啸与无坚不摧的气势冲向了不归。不归的总部可能是在地下，但无所谓，师姐的剑气刚刚都把云给分开了，攻击距离妥妥的。果然及时的剑气几乎瞬息之间便到达了老太所说的地方，像是砍在纸上一般，剑气几乎没有任何阻滞，带着锋芒直冲地底。轰！巨大的轰鸣声远远传来，师姐的剑痕根本就不是细细的，她的一剑范围足够覆盖一整个篮球场了，这就不是正常金丹剑修挥出来的剑气，打击范围太广了。可偏偏威力却没削减多少，只能说师姐不愧是师姐。江明站在上空，极目望去，剑气砍出来的是剑痕，但2道剑痕叠加在一起，反而像是锤子砸出来的深坑。江明发现被剑气砸出来的深坑里似乎有剑柱和血肉的痕迹，看来不归确实是在那。江明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向了目光呆滞的老太，赞赏道：你没撒谎，看来你是真的想赎罪。事情也差不多了，江明也没打算继续在天上飘着，这儿风有点大，发型都乱了。江明将还剩半道剑气的师姐剑收回戒指，没错，他给这把剑取名叫师姐剑，刚取的，名字好记好认还有意义。接着身形还是缓缓下落，只能说浮空符不愧是低级符箓，连下降的速度都这么慢。有些无聊的江明转头跟还张着嘴难以置信的老太聊起天了。怎么了？我都帮你赎罪完了，你怎么还一副司马脸？这不是如你所愿了吗？老太从呆滞中回过神，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明。你张了张嘴，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本想把江明引到自家基地去，然后借助不归的靠山弄死他，没想到江明连位置都不带动的，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直接把不归总部扬了。这下仇没报到，反而把自家的水晶给玩炸了，让老太的脑子已经混沌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算了，反正他对不归也没什么感情，只不过能从中谋取利益罢了。这下也好，至少死了下去的时候路上不会太孤独。不归，你了不起，你清高。念此，老太也只是叹了口气，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杀死我？我不杀你，你觉得我会信你？老太可知道自己做的事到底有多伤天害理，10条命都不够他赔下去，怎么可能会放他走？但是他心里又下意识地升起一点希望，万一可是江明无情地碾碎了他的幻想。为什么不信？江明好奇地看了老太一眼。
我只是说我不杀你，又没说别人不杀你。老太沉默不语，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脱，被他承认，还是被气了一下。江明确实没打算杀他，他是警官成人贩子的头头，肯定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等会安青还得去跟城主告别，那待会去把他交给城主府，让城主烦恼去。这聊几句的功夫，江明也终于落到地面上了。刚刚似乎有人来过，孩子们都被人运走了，只剩一些痕迹来不及清理，只剩下安青怯生生地站在那儿，还在等候着他。见到江明，他欣喜地喊了一声，迎了上来。师兄。见到江明回来，他俏脸上的愁容似乎都淡了几分。淡斑精华江明见状，随手将手中提着的老太扔到一边，接着抚着头，带着3分虚弱、7分痛苦和90分的演技说道：啊，头好晕，身体看上去似乎有些站不稳，几乎快要晕倒一般。可是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么多方位，该往哪倒呢？当然是师妹的怀里啦。江明话都没说完，果断朝师妹怀里倒去，丝毫不给他任何反应时间。好在师妹没有残忍地避开师兄，安青见状只是惊呼一声：师兄你怎么了？接着身子没有任何犹豫地张开双手迎上了自家师兄。果然这师妹没白疼，江明也准确无误，如愿以偿，结结实实地倒在了师妹的怀里，脑袋似乎撞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还回弹了一下。小师妹倒是不疑有他，在接过江明之后，便顺着江明摔倒的方向顺势滑坐在了地上，让江明能用一个舒服的姿势躺在自己怀里，还焦急地喊着：师兄你没事吧？我带你去医馆。别担心，我没事。江明虚弱的稍微转了转脑袋，选了个舒服的姿势。消耗有点大，歇一会就好。真软啊，还香。江明一直觉得师妹身上的香味有些好闻，与众不同，淡雅不浓郁，悠悠如花，沁人心田。一时间江明居然真的有点想睡觉了。他倒也不全是演的，一个练气期强行分开金丹期剑气还是很耗费精神的。但是睡不着，因为小师妹这个心跳感觉变得有点太快了，砰砰砰的，急促的不像小鹿乱撞，都快赶得上机枪扫射了。而这边抱着师兄的安青也确实有些好吧，很紧张，非常紧张。被师兄在地下室抱了那么多次，这还是第一次抱着师兄。如果只是抱着那倒没什么，毕竟只是正常的身体接触而已，他已经一点点习惯了。若七姐姐不会介意的，关键是这次不一样。师兄他枕着的位置让安青有点害羞，身体传来的触感会让他不自觉地感到紧张。可偏偏师兄已经闭上眼睛了，似乎是在闭目养神，这让安青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不敢轻举乱动，也不敢改变师兄的姿势，就这样呆呆地坐在地上，双手轻轻环着师兄的身体，防止他滑落。甚至他连呼吸都放缓了起来，生怕胸口的起伏会吵到师兄休息。这些都没问题，可问题在于这个心脏他控制不住啊。安青在这静悄悄的环境里，更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已经快要跳出胸膛了，甚至他的耳朵都能听到砰砰砰的跳动声，他都能听见，靠着他的师兄肯定也听见了，还更清楚。不会吵到他吧？安青这时候担心的还是心跳会不会吵到师兄，毕竟显然让师兄靠着休息一下是他唯一能做出的贡献了，一直到现在他都没发挥出什么作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师兄包办了，又是杀敌又是闯关又是演讲的他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现在不一样了，终于能发挥点作用了。虽然这并不算是什么大贡献，但好歹也算一点点贡献嘛。只是安青感觉自己要连这点事也要做不好了，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跳。安青，这只是正常的身体接触。安青，师兄又不是故意的，你别紧张啊。安青，深呼吸，要慢点，别吵到师兄了。安青，别紧张，把师兄当成若七姐姐就行了。小师妹脸颊绯红，在心里拼命地劝慰自己，希望能让自己稍微冷静下来一点，可惜似乎不是很有用。你别跳了，不对，是让你跳慢一点。安青试图与自己亲爱的小心脏沟通一番，但可惜似乎不是很管用。相反，他越在意就越紧张，越紧张心跳就越快，心跳越快就越在意，越在意就安青感觉自己要哭了。师妹还在和自己的小心脏做斗争的时候，倒是江明先绷不住了。不是，小师妹你这心跳怎么越来越快了？这下倒是把在温柔乡里躺了一小会的江明搞得有些害怕了。再躺下去，师妹的小心脏都要跳出来给他一拳了。而且他也知道安青此刻也有点累了，毕竟是第一次遭遇这种事，因此
他也不打算继续沉迷在小师妹那广阔而温暖的胸怀里了。于是江明悠悠转醒，有些虚弱地问道：师妹，我躺了多久了？很快上头便传来了安青压抑着紧张的声音：才过了几分钟而已，师兄你。师妹抿了抿嘴，强行压下了自己的羞涩，声若蚊大地说道：你可以再躺多一会的。这个提议很难不接受啊。但江明摇了摇头：算了，师妹你也很累了。安青闻言连忙摇了摇小脑袋，否认道：我不累，而且我没做什么，也没帮上你什么。江明稍微用力从师妹怀里坐了起来，转身看向安青，柔声道：不是的，师妹，你今天做得很棒，可是我什么都……安青，先听我说。江明轻轻抓住安青的手臂，直视着她的美眸：师兄又叫她全名了。安青下意识地避开江明的眼神，但很快他又强行将自己的视线挪了回来，直视着江明。坚强的安青是不能逃避师兄目光的。小师妹点了点头，应道：师兄你说，在我老家有一个战士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知道刚来这里时你很害怕，但当我让你去看看那些孩子情况的时候，你却没有逃避这个残酷的现实。即使你一直在颤抖，即使你很害怕，就凭这点，你已经战胜了很多的人了。安青，饶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表现也不会比你好多少。这次经历会为你的以后奠定勇气的基础，但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休息一会吧。你真的很棒了，做得很好了。江明的声音温和坚定，像一阵微风，吹走了安青脑海中许多纷杂的情绪，也像一双温柔的大手抚平了安青躁动不安的心。他怔怔地看着眼前温和的师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涌上了他的心头，像是被理解、被宽慰、被保护的感觉。这是他一直渴求的感觉，很温暖。安青今天真的很累了，这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人性的残酷在他面前毫无遮掩的揭露。他捐赠的每一分善意都成为了抽象孩子的鞭子，可当他的善沦为了恶的帮凶，师兄却说错不在他。当他为今天的无所作为感到愧疚的时候，师兄却说他已经做得很好，很棒了。安青不知道师兄是不是在宽慰自己才这么说，可是他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安慰。人总会在沮丧的时候获得别人的关心与安慰。俗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像安青这样性子软、缺乏安全感的人，就更渴望他人的理解与关心。而那个平时最不正经的师兄，却在恰当的时候献上了他最需要的东西，就像一个在岸上的人给一个溺水的人递过的一根竹子，让安青在沉重的心理负担下得以喘息。他怔怔地看着师兄，回想起之前被保护的温暖，一时间一种难以压抑的心情在安青心里躁动。之前被他强行压回去的想法越演越烈，他很想哭，他很想缩在师兄的怀里哭得哗啦啦啦啦啦啦，眼泪不带停的哭，将所有的事、所有的心绪、所有的烦恼都给哭出来。很想，非常想，但是这种事情想想就好了。之前已经向若七姐姐保证过的，跟她说好了，仅此一次。躲在师兄怀里寻求庇护，仅此一次，不能再躲。要是再躲到师兄怀里，那不是就违反承诺了。那他该如何跟若七姐姐、跟自己交代？况且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依赖师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软弱。今天的自己已经够软弱了，不能再软弱下去了。再这样下去，这几年强装出来的坚强都忘光了。今天出门前还跟师兄说，坚强的自己才是他真正的样子，让师兄忘掉昨天的自己呢。安青摇了摇脑袋，将所有纷杂的想法一并甩了出去。他微微抬起美眸，有些渴望的目光隐秘地扫过江明的胸怀，忍着疲惫的俏脸上露出了些许勉强的微笑。谢谢你，师兄，你的话我很受用。如果师兄不客气，那我们现在去城主府跟城主道个别。能够主动抱住我的话，走吧。算不算违背自己的诺言？安青一边转身走着，突然这么想着。毕竟如果是师兄主动，那自己就是被迫的，以师兄的武力，他也无法反抗不是。安青刚刚走了2步，突然一双手环着他的腰，将他拥入熟悉的温暖怀抱里。耳边传来了江明的声音，眼睛都红了，要不哭完再走吧。像是一根紧紧绷住的弦，顷刻断裂。安青蓄势已久的眼泪像是决堤的洪水一般倾泻而出，他2只小手抓着师兄洁白的道袍，脑袋抵住胸膛，放开了声音。哇呜死呜！江明一只手轻轻环抱着安青，另一只手轻抚着他的后背，没有说话。这时候让他哭哭就好，安慰什么的之前已经说了。很快
江明就感觉自己胸前的衣服一阵冰凉，看样子应该是湿了一大片了。果然，女人都是水做的，而且看师妹这势头正猛，一时半会似乎还停不下来。其实安青也不想，在师兄不可反抗的强迫下，她无力反抗，只能顺着师兄的意思乖乖顺从，躲在他怀里痛哭。这应该不算背弃自己不久前的诺言吧？毕竟是师兄先动的手，他又打不过，也逃不了。若七姐姐应该能够理解。原本安青也只是想哭个一小会后，就一把推开江明，然后板起小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再淡淡的跟师兄说一句谢谢你的安慰。3步计划走完，这样自己既发泄了，又能表达他不再依赖师兄以及要坚强自主的决心。可是计划虽好，但事实往往不会如他所愿。他停不来了，哇呜！师兄的怀里又结实又温暖，宛若安全的港湾，庇护住他这在风雨中漂泊无依的旅客。更别提师兄轻抚他背的大手，由上而下抚平他的不安，这些都像是在帮他催泪一般。太好哭了，安青想止住眼泪，发现眼泪和他的心脏一样不听话。呜，师兄，我没事，不着急，还早。江明轻轻拍了拍安青的背，缓声说道。安青并没有从中听到不耐烦。对不起，我很快就好。但他还是一边哽咽一边说道。说完后哭得更大声了。得抓紧时间了。这次过后，安青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再有机会躲在师兄怀里哭了。自己是不可能主动的，不然就对不起若七姐姐了，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机会难得，得抓紧才行。江明还在有节奏的轻抚安青的玉背，隔着衣服都能感受到安青肌肤的柔软与弹性，一个幽香环绕心间，倒也不枯燥。只不过小师妹，虽说女人都是水做的，但水与水之间亦有差距。别人是小湖泊，你这就有点海了。他感觉自己胸前的衣服已经能凝出水来了，这也太夸张了吧。突然江明感觉自己的胸膛被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推了推，好像是要把它推开。只不过这个娇弱的力道不像是要把它推开，像是在撒娇。实际上安青也确实是想把师兄推开，他感觉自己已经哭得差不多了，心情也好了许多，是时候反抗师兄强制的怀抱了。推开后就可以按刚刚在心里制定的计划进行，板起小脸蛋，淡然自若地说声谢谢，就当无事发生。他还是那个坚强的安青，可是当他的小手贴住师兄胸膛的时候，安青的心里突然出现了连他都没法控制的抗拒与不舍。这下意识的念头让他第一时间没能得使上力，没能推开师兄，这让安青也是小脑瓜一懵。他也没想到一下子会使不上劲，而且主要是这个力度不像是推开师兄，更有点像是舍不得离开。糟了，师兄不会误会了吧？好在师兄及时传来的声音让安青松了一口气。师妹，哭完了。不过计划开头的这一推没成功，使得安青后面的计划也无法进行下去了。听到师兄的提问，安青只能在他怀里点了点头，乖巧地说道：哭完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离开了师兄的怀抱，不知为何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像是浪人又离开了安全的港湾，出发流浪。只不过在令人安心的港湾内休息了一会，安青确实觉得自己的心情好了不少。不对，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计划得按计划走下去。虽然开局不利，但还是有办法挽救的。我想想，离开师兄的怀抱后要把脸板起来，这样就可以表现得。就在安青思考着该如何板起脸才能显得有决心的时候，突然脸上传来了温和的触感，一只手拿着手帕轻轻擦掉了他残留的泪痕，动作很轻很仔细，让安青像是被打断施法一般，一时间忘记该如何板起脸了。他怔怔地看着师兄认真的脸庞，微微张了张小嘴，眼睛都哭肿了。等会去城主府给你拿热毛巾敷一下。江明收回了手，说道。安青闻言回过神来，对了，他想干嘛来着？板脸脸怎么板来着？可是安青看着师兄，他突然又不想板起脸色了。万一师兄认为他翻脸不认人怎么办？万一师兄认为他对他有意见怎么办？万一师兄认为他很难相处怎么办？万一不过自己的3步计划算是彻底宣告失败了。不对，计划还有最后一步。安青看着师兄，笑容如弱柳扶风，却又如微阳初生，昏暗的地下室仿佛为他而亮。谢谢你，师兄。好吧，江明承认，饶是他自称铁石心肠，在看到师妹的笑容时也有些怦然心动。嗨，那我们现在去城主府。江明咳嗽2声，将那一会呆愣掩饰了过去。安青乖巧地点了点头，柔弱地应了一声。那师妹你转过去一下。好。
安青乖乖地转过身去，没有问为什么，简直像是百依百顺的乖巧媳。江明看了看天花板的剑痕，止住了危险的想法。不是，这是又变回昨晚那个乖巧版本的小师妹了吗？她今早刚出门那会还说要凶起来。不过女人都是善变的动物，江明也不在意。两个版本的师妹各有特色，一个外凶内软，适合拌嘴；一个内软外软，适合欺负。都挺好。江明刷刷快速地把衣服脱掉，换回了之前的麻布衣。事情也做完了，就不穿那么白的衣服了，弄脏了还不好洗，上面还有安青留下的大片泪痕呢。然后他走到被他随手扔在地上，结果头着地陷入昏迷的老太身边，将他提溜起来。那随意的程度看上去不像是对待一个人，而像是对待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走吧，师妹。好的，师兄。安青的回答让江明不禁打了个冷战。师妹的声音也太甜了吧，怎么感觉比平时还要软，还要温柔？坏了，不会真把他攻略了吧？也不对，似乎没感觉到这种情绪。依赖、好感、信任，这些倒是肉眼可见的提升。这些哪怕江明没有修炼情绪之道也能看得出来。该说不说，情绪之道不愧是辣鸡中的战斗机，要是情绪内敛藏得稍微深一点的话，根本感觉不出来什么东西。初见安青那会，他就没察觉出来师妹的真正性格。当然这里面也有江明境界太低的原因，不过问题不大，反正他也没打算将这玩意修炼得太深。只要情绪之道能够将他的修为自动修炼到筑基期，那他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再往后情绪之道也乏力，没必要再修下去了，用完就扔，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也只有江明会这么奢侈，旁人哪敢将好不容易修炼入门的大道说扔就扔。去城主府的路不算远，毕竟景观城也不大，没病走2步就到了。江明带上了战损版斗笠，再把老太装到一个不知道哪里搜出来的麻袋里，跟着同样带着斗笠的师妹走在了城主府的路上。一路上倒也没有吸引什么注意力。江明从天上下来之后，百姓们也都恢复了之前的样子。毕竟虽然跟仙师互动让他们精神亢奋，但当仙师离去后，他们也要过自己的生活。仙师不会为他们停留，他们又何尝会为仙师停留呢？只不过江明的演讲显然不是毫无用处的。前方的街角处，一群人正押送着一个尖嘴猴腮的人前往官府，想来是抓到了一个人贩子。只要城主识趣点，不仅是人贩子，景观城的整体治安都将会上升一个台阶，因为人民都愿意配合他。别的不说，那情报能力绝对是顶中之顶。君不见江明前世的朝阳群众被称为世界5大情报机构之一。师兄，你在景观城出名了，街上全在讨论你，这个对我没意义。师妹，比起讨论我更希望他们能够站起来看看四周，自己捍卫生活的家。江明摇了摇头说道，他之前也说了，他不需要这些人的感谢与赞赏，这个是真的，因为对他而言真的没用。凡人的情绪甚至没办法给他的情绪之道提供一点动力，除非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情绪，比如他丹田里那把绝望凝聚而成的小剑。他本来想把这剑塞到老太嘴里的，让他尝尝孩子们的复仇情绪之道更偏向于精神攻击，要真把剑塞他嘴里，估计能把他折磨得生不如死。只不过老太还有点用处，江明也就放弃了这个选择。反正待会跟城主吩咐一下，不要让他好过就行了。不过师妹，安青疑惑地看向江明，柔声问道，怎么了师兄？江明思索了一会，掐着嗓子模仿着女性的声音说道，师兄，你记住，从今天开始才是我真正的样子，昨晚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才是我装的。安青脚下一顿停了下来，这些话听着很耳熟，安青都不用思考，早上出门时的记忆便涌了上来。他掀开了师兄的面纱，盯着他的眼睛，信誓旦旦地跟他说了这些话，然后就在地下室抱着师兄痛哭一顿，衣服都给他打湿一大片了。一想到这个，安青就感觉一阵阵羞耻心不断地冲击着他的神经，两幅画面在他的脑海里交替播放。快把刚刚那个温柔的师兄喊回来啊！怎么又变成那个贱贱的师兄了？呜呜呜！江明也跟着安青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小师妹。乖巧版的师妹不拿来欺负，那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师妹。安青的娇躯肉眼可见的微微颤抖了起来，粉拳紧握，似乎是在忍着什么。江明还十分贴心地弯下腰，掀开了他斗笠上的面纱，悄悄望去，看着安青银牙紧咬，俏脸通红，像是熟透的红苹果一般，让人忍不住咬一口。似乎是察觉到了江明的眼神，安青他本该狠狠瞪过去，让这个调侃自己的师兄害怕，那是本该存在于幻想的内容。现实这回，安青根本不敢跟师兄对视了，更别说发脾气了。察觉到师兄的眼神后，他慌忙地挪开视线，同时甩了甩脑袋，把师兄掀开面纱的手荡开。
接着莲步轻移，像逃跑一般的往城主府走去，将师兄甩在身后。完了完了完了！安青非常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并不是指被师兄欺负这事，而是当他被师兄欺负时，居然没感到生气，只有无尽的害羞。这也就代表着自己的心里并不抗拒师兄这样的玩笑。更重要的是，安青意识到自己刚刚没有发火，没有反驳，没有怒斥，这也就代表着以后和师兄相处，他或许只能乖乖的被师兄欺负了。一想到这，安青心里直呼完了。师妹头也不回的跑路了，将江明扔在脑后。果然调戏师妹一时爽，哄师妹时火葬场。虽然江明也能感觉到师妹并没有生气，但这时候态度必须要端正，就算师妹没有生气，他也得哄着，得让安青知道师兄是在哄他，这样小师妹就感到舒心，会产生被重视的感觉。哄好了，师妹开心了，下次才方便继续欺负，这就叫绿色可持续发展。光欺负不哄好，那下次就不好欺负了。等以后师妹渐渐习惯被他欺负了，那时候就不用哄了，他会自己哄自己的。但现阶段不行，现在必须哄好才行。所以江明连忙朝闷头向前走的安青追赶过去，一边喊道：师妹等等我，别跑这么快嘛。安青像是没听到一样，低着头也不理会师兄，小脚丫哒哒哒哒的往前走。只是比起以前轻盈的脚步，安青此时的脚步刻意更重了几分，这无疑是在给江明传递着什么信号。师妹！身后再次传来师兄的呼喊。安青视若罔闻，他知道如果和师兄说话，师兄只会继续调侃自己，就像之前就这样，所以他干脆不和师兄说话了，这样才能让师兄知道自己很生气，后果有点严重。至少在他通红的脸色彻底消去之前，他是不会理会师兄的。安青估计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分钟，刚好从这里走到城主府也只要2分钟左右，所以在这2分钟内，他是不会跟师兄说任何一句话的，一句话都不会回应。这回一定要装作很生气的样子，晾他个一小会，不然以后指不定怎么欺负自己呢。安青下定决心，闷头往前走，甚至还加快了一点脚步。江明在后边追着哄，安青在闷头赶路，两个人像是在无形之中开启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这会江明也终于加快脚步赶了上来，在安青耳边贱兮兮地喊道：师妹，小师妹，小妹妹妹。安青不理会他，闷头往前走。安青，小安青，小青青青。虽然师兄的叫声很搞怪，但显然并不足以撼动安青的决心。不理他，哼，师妹，你是知道师兄我的，哪怕是在万法仙宗，我也算得上是天纵奇才，少有敌手。安青虽然不理会江明，但其实他听得很认真，为什么师兄突然就开始夸起自己来了？难道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快点过来哄等等？安青一愣，突然惊觉，我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自己会想着师兄是过来哄我的？难不成我从刚刚开始心里就一直在等师兄过来哄？不是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是要生气，要生气给师兄看，让他以后不敢随意欺负我。对，就是这样，自己绝对没有想要被哄的意思。安青连忙调整心态，但是这时的江明又开口说话了。安青连忙竖起耳朵认真听，纵然你师兄是天纵奇才，这么多年了，却始终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是什么？安青在心里问了一句，有些好奇。以师兄的性格，真的会那么多年去纠结一个问题吗？江明没有说下去，而是看着安青问道：师妹，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安青在心里应了一句，刚想摇摇头，但他突然惊醒，好险，差点就顺着师兄的话摇头了，那不就理会他了吗？好阴险的师兄，居然用问题来引诱我，还好醒悟得早。安青连忙再次加快脚步，师妹别走那么快，难道你不想知道我搞不明白的问题是什么吗？不想。哼。但是安青的脚步还是放慢了一点点，等待师兄追上来。师妹，那我说了。你说。你可要听好了。听着呢，快说。城主府都快到了。安青聚精会神，等待着师兄公布答案。哎呦！然而就在安青集中精力的时候，他并没有等来答案，只等来了一声张皇失措的惊呼。安青的余光看到身旁的那道身影似乎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正在向前摔倒，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师兄接下来要公布的答案上，一时间甚至没来得及去思考为什么堂堂一个高手会走着走着被绊倒。没思考，但安青的动作却丝毫不慢，身体几乎本能似的往前踏出了一步，伸出纤细但有力量的小手，一把捞住了快要摔倒在地的师兄。
这时的安青方才反应过来，师兄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摔倒？师妹，听到声音，安青低下头看向了手里捞着的师兄。我一直想不明白。江明躺在他手臂上，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朵仙踪里随手摘的如安青一般洁白的花。你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师兄，你吓到我了。师妹，这花是不是很像你一样好看？一点都不像。哼，确实不像，因为这会儿的安青不像白花，像红花。不过安青接过江明递过来的花，谢谢师兄。城主府就在眼前。安青看着眼前的城主府叹了口气，终究还是在抵达城主府之前跟师兄搭话了。但安青拿着手中的鲜花，心里却并没有什么恼怒，甚至还有点不好意思承认的小开心。被人夸奖会感到开心，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当初若七姐姐抚摸着她的脸蛋说她长得真漂亮时，她也感到很开心啊，所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没什么不能承认的。是这样的，没错。安青说服自己后，大大方方的开心起来。说起来，这还是师兄第一次夸自己漂亮吗？虽然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哄她才这么说的，但安青抿了抿粉嫩的嘴唇，看着手中的鲜花，不放过任何一丝细节。这朵花是真的很漂亮啊！江明从安青的手中起来后，跑过去将被他甩出去的老太捡起来。今天已经不知道将他当垃圾一样扔出去多少次了，但无所谓，当事人都没说话呢，问题不大。江明看向还在看着手中花怔怔出神的师妹，本想开口呼唤，但是话到嘴边却又被他咽了回去。少女手持洁白的鲜花，懂事的微风拂起她的面纱，很轻很轻，唯恐惊扰家人，却也让江明得以惊鸿一瞥。俏脸含羞，白里透红，低头的那一抹风情胜过世间千言万语。至少江明找不出什么文雅之词来修饰师妹，或者说用安青这二字去修饰世间美丽事物也不无不可。江明是粗鄙之人，想不出什么华丽辞藻，最后也只落得一个好看，爱看，想看，就让时间在此多待一会吧。世间繁杂，他想多想片刻属于美好少女的宁静。小青，可惜世事总不随人所愿，一个女人的呼唤打破了这份宁静与美好。突如其来的呼喊让安青小手一抖，下意识地将拿着鲜花的小手背至身后。等等，我在心虚什么？安青回过神来，看向从外走过来的女人，喊了一声：青姨。来者正是赶回来的锦官城城主，他可是知道先是要带安青前来拜访的，于是便匆匆赶了回来。于青虽然满脸疲惫，但却也掩盖不住他脸上的喜悦。他感觉自己很久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了。从未有如此美妙的开局。小青，还有这位一定就是仙师吧？怎么在门外站着？快快请进。于青热情地邀请道。只不过安青没意识到于青的眼睛狐疑地划过她微微泛红的俏脸。有时候女子的脸红胜过千言万语。三人入座后，于青亲自己这对师兄妹泡了一壶茶，先是给了安青一杯，之后双手恭敬地给江明递了一杯。他有些歉意地说道：实在不好意思，人手实在是太缺乏了，只能我来给你们沏茶，手艺不精，请多海涵。难怪城主府门口一个看门的都没有，连干杂物的下人都被派出去帮忙了，更别说看门的了。青姨，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今天我就要跟江明师兄一起启程了。小青也长大了。于青喝了口茶，感慨道：没想到你们姐妹俩居然都有仙缘，能把你们养大，简直是我三生修来的福分。不要这样说，青姨，如果不是你，或许我和若七姐姐都已经遭遇不测了。安青说着，眼眶又红了，美眸里满是不舍。于青对他来说跟父母没什么区别，不然他也不会自愿冒着险去杀山贼，帮于青排忧解难。见安青如此，一时间于青眼眶也有点酸涩。当初颜若七离开的时候，他和安青抱在一起哭了很久，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见安青哭过。相反，他越来越坚强，越来越独立。但安青越这样，于青便越担心，因为他知道安青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如今安青终于真情流露，这让于青欣喜的同时也不禁有些悲伤。他一介女流，在锦官城励精图治，平日里也只有安青与颜若七能给予他些许安慰。对他来说，安青与颜若七又何尝不是他的女儿呢？母女依依惜别，自然得抱着哭上一阵子。倒是江明坐在旁边喝茶，身为局外人，他这会挺尴尬的。他总不能过去问一下能不能加一个吧，一直盯着哭泣的两人好像也挺不礼貌的。所以江明也只能眼睛盯着茶杯了。杯里自有黄金屋，杯里自有颜如玉。啊，这茶真好看。啊，这杯真好看。
虽然两人都是在哭，但是比起满心伤怀的安青，于青要考虑的就多了。他身为城主，总会看得更多一点，也总会想得更深一点。比如说，安青哭了，这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于青对安青来说，一师一母，悲伤不舍之下，在于青面前表露真情，这很正常。但是在场的不仅仅只有于青一人，还有江明。安青在江明面前哭了，那这件事可就不一样了。以于青对安青的理解，他是不可能会在不信任的人面前哭泣的，哪怕对方是仙师。于青可是知道安青心里对仙师是有点偏见的，以仙师的身份想要取得安青的信任，反而是层阻力。但这回他却丝毫没有顾及江明的存在，梨花带雨，丝毫不顾及形象。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已经把江明当成自己人了。再联想到在地下室里，安青表情非常认真地对他说的那句话，不是的，师兄是好人。看起来这个长相英俊的仙师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安青的信任，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不过安青究竟有多信任他呢？会不会连那件秘密也告诉他了？于青的脑子开始转了起来。有句话说得好，叫做知女莫若母。他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心结，那就是他在偶然中不小心得知了安青与颜若期之间的秘密。可问题在于，于青他并不是很赞成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这并不正常，也不符合伦理道德。自古阴阳协调才是正道，这是人尽皆知的。不过他也没有干涉，因为实在是没有好的办法。以这两女的样貌，去哪儿找般配的人？可能找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几率会更大一点。所以于青也只能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了。只不过于青身为旁观者，反而比身为当事人的两女更能看清一些东西。比如这两女有没有可能是在长期的相伴中误会了自己的情感？这绝对是有可能的。而如今江明的出现更是坚定了于青的猜想，安青很信任他，而且可能还不仅仅是信任。刚刚在城主府门口，于青可是清楚地看见安青脸上的娇羞，更别提当他喊安青名字时，安青那做贼心虚将鲜花背在身后的表现。这一切都没能逃脱于青锐利的眼睛。花从哪来？安青为何娇羞？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这也让于青看到了希望。江明，万法仙宗弟子，长相俊逸出尘，怀有善心，实力强大，甚至愿意为凡人挺身而出。花费时间刚在城主府门口见面时，于青就对他充满好感，不仅仅是因为江明出手帮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仙师他也见过几回，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过像江明这么帅却又没有任何傲气的仙师，行为举止都令人如沐春风，丝毫不像高高在上的仙师，更像是一位谦谦君子。看他这回还非常有礼貌地避开目光呢。最重要的是，安青相信他还会因为他而娇羞。这叫什么？这就叫两情相悦。还有比江明更好的伴侣人选吗？没有。而且安青的表现也说明了他是完全不排斥与异性相处的，甚至他还会喜欢上异性。这不就更能说明其实他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喜欢同性吗？念此，于青的眼光频频看向江明，越看越觉得这俩般配。不行，得支开小青，好好跟这位仙师聊一聊，询问一下他的意向。如果他对安青也有意思，那不是正好凑一对？于青在心里还是挺笃定的，这位仙师绝对会对安青动心。都先不说安青那如仙女下凡的容貌与身材了，就说安青那软软的性格，绝对是那种比较强势的男人最喜爱的类型。不过该怎么支开小青呢？于青思考了起来。安青这会还抱着于青低声啜泣，依依不舍呢，却不知自己早就被他最亲的青一脉了。倒是江明不再看杯子了，而是抬起头看向了于青。他感觉敏锐，自然能感受到于青频频看向他的目光。于青和江明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两个到现在也没多少交流的人突然有些心领神会。于青看了看自己抱着的安青，又用眼珠子向门外动了动，似乎在示意着什么。他心里祈祷，希望这位仙师能够了解他的意思。江明倒也不负所托，他好歹也是人精一枚，瞬间看出了于青的意思。嗨嗨！江明突然咳嗽两声，于青适时地推开安青的怀抱，歉意地看着江明。啊，仙师还在这呢，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对，对不起，师兄，我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走了。安青还在小声抽泣，梨花带雨，秀气的鼻子都哭红了，看上去楚楚可怜，让人不禁想要拥入怀中，好好安慰一番。师妹，过来。江明招了招手手。怎么了？师兄。安青闻言顺从地走了过去。
这一举动让于青眼前一亮。江明轻轻抓着安青的双臂，仔细地看了看他的俏脸，沉思了起来。倒是安青不明所以，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师兄，怎么了？你别吓我。没事，师妹，只不过你这状态不适合跟我去秘境啊。江明似乎有些苦恼地叹了口气，都哭成小花猫了，精神状态肯定不好啊。那怎么办？要不我不去了。那不行，这种练气期的秘境对你而言有莫大的好处，说是新手福利也不足为过，去还是得去的。江明沉思了一会，要不这样吧，师妹，现在时间还早，你找个地方静下心来歇息一会，等会出发了我就叫你，行吗？好的，师兄。安青乖巧的点了点头。于青知道该自己出场了。小青，刚好城主府有间休息室，现在没人，挺安静的，我带你过去。好吧，谢谢青姨。哎呀，你这孩子说这种客气话，跟我来吧。安青将放在桌子上的花拿起，跟着于青走了。江明似乎还听到安青的问话，青姨，这朵花你能帮我照顾好吗？带着它，我怕弄丢了。当然可以。这朵花对你很重要吗？那倒也不是，就是它很漂亮。行，放心交给我吧。这时江明看到于青一只手伸到背后，悄悄地对他竖起一只大拇指。江明慢慢啜着手中的茶，看着茶叶碎渣在里面浮浮沉沉，看得出来于青沏茶的手法确实一般。好在自己并不是什么懂茶的人，倒也不觉得糟蹋了茶叶。不过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于青该不会还要哄师妹睡觉吧？那不如让他来，他可会哄了，保证让师妹乖乖睡觉。就在江明心里正想着如何哄师妹睡觉时，一阵轻微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他抬起头看向前方，只见于青蹑手蹑脚的快步走了出来。他3步一回头，像是后面有鬼在追他一般。这鬼鬼祟祟的样子倒是勾起了江明的好奇心，又是将安青引开，又是偷偷摸摸的，于青到底想要和他聊什么？先师，不好意思，久等了。于青走了过来，坐下，松了口气，歉意道。他坐的位置非常细节地朝向安青所在的方向，这样万一安青出来，他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您叫我小明就好，其实也没等多少时间。江明微微一笑，温文尔雅。眼前这位于青也算得上安青和颜若期的养母了。嘿，凭他江明和这对师妹的关系，他们的养母就是他的养母，还是客气点好。倒是于青闻言顿时大惊失色，诚惶诚恐。啊，这怎么可以？其实心里早就心花怒放了。多好的孩子啊！身为仙师却不自持身份，面对他这个凡人还如此谦逊。好，不愧是小青看中的人。见状，江明连连摆手。没事，安青叫您青姨，那我也斗胆跟着一起喊你一声青姨吧。您把我当普通的晚辈就成。啊，这好孩子啊！瞧这青姨的叫得多好听啊！于青见状也只能勉为其难地说道：既然小明你这般热情，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客套时间结束，江明也不浪费时间，开门见山地问道：那请问青姨支开安青所为何事？说到正事，于青也微微坐直了身子。小明，你知道安青其实还有一个叫做颜若期的姐姐吗？于青在姐姐这2个字上咬得很重。自然认识，她是我的同风师姐，我们天天见面。这要巧，难不成你是若期派过来接小青的？于青脸色惊讶。那倒不是，只是凑巧而已。凑巧好啊，巧说明你和小青有缘。那倒确实挺有缘的。江明点了点头，肯定道。于青闻言，脸上浮现出了藏不住的姨母笑，继续问道：小明，你觉得小青怎么样？我不敢妄评仙女，怕上天责罚。小嘴真甜。但于青知道这是有戏，连忙说道：那你对她有那种意思吗？结成道侣那种？这是直接打明牌了啊。江明诧异地看了于青一眼，没有回答，反问道：青姨为何这么问？看您的样子似乎很着急给安青找一个道侣。闻言，于青沉默了一会，突然想起来，江明2姐妹都认识，他夹在中间，万一安青真的喜欢上他，那江明和安青该如何面对若期？哎，好复杂。于青叹了口气，看向江明：小明，你知道小青和若期之间的关系吗？不是姐妹吗？不，还有更深层次的关系。于青原本打算继续说下去的，却发现这时候江明居然微微点了点头，这让于青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音量都提高了一些。你知道？难不成是安青告诉他的？他连他的青姨都不曾透露过，居然就告诉见面没几天的师兄，女大不中留啊！江明见状，知道于青心里所想，连忙补了一句：
我也只是偶然得知的。原来如此，不管江明说的真假，既然他知道了，那接下来就好沟通多了。小明，你觉得他们这关系正常吗？江明还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或许很少见，但他前世可见得多了。要说不正常，似乎还挺正常的。于青见状，以为江明是不想在背后议论师姐师妹，不免地佩服他的品德，所以他自己接过话茬，说道：在我看来，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希望他们能摆脱这种不正常。但小明你也知道，以他们的容貌，随意暴露只会多生事端，所以我一直尽心尽力地隐藏他们。若七离开后，小青也就再也没怎么跟人交流过了，更别说喜欢上一个男人。直到你的出现。于青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看向江明。我看得出来，小青很信任你，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往的他只有面对若七时有这样的表现，但现在又多了个你，所以小明也别怪我心急，这可能是一个可以把他们变正常的机会，我必须把握住。江明眨了眨眼睛，安抚道：青衣你别激动，就算我对安青有好感，最后和我结成道侣了，可是那样若七师姐怎么办？确实，若七怎么办？这是他刚刚不想思考的问题，这回又被江明摆到了明面上，那就不得不做出回答了，不然万一江明觉得为难，放弃了怎么办？于青思考了一会，突然灵机一动：那你对若七有那种想法吗？结成道侣那种？那你对若七有那种想法吗？结成道侣那种？我咧个青衣啊！一时半会江明都说不清于青的思想是开放还是封建了。于青倒像是想通了一般，继续鼓舞道：小明你听我细细分析，你看以小明你的长相和小青若七两人简直是天造之合，金童玉女，你们又都是仙宗弟子，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再加上你和小青与若七都有关系，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你有这个意思，一切都会变得简单起来。江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笑道：可是青姨，若七师姐和安青师妹相处多年，情比金坚，怎么可能随意让我插一足？闻言，于青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小明，你知道小青和若七小时候的事吗？江明来了精神，摇了摇头，不太清楚。7年前，我上任锦官城，在路边遇到了2个脏兮兮的小孩，灰头土脸，身形消瘦，不见其貌。当时，一个正在挖土，挑出细软的部分，一个正在扒着路边的树皮，想来是饿到了极致。见此，我于心不忍，便想着将他们一起带去锦官城，也算是行善积德了。却不想他们异常警惕，见了我们就跑。我只能让随行的军士将他们抓了回来，带回了锦官城。原本我是想将他们放到祭幼院的，可是在帮他们清理完毕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将他们藏了起来，勒令他们不准抛头露面。江明点了点头，这对师姐妹哪怕是小时候，估计也有倾城之姿。红颜祸水这4字也不是开玩笑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也渐渐信任了我，告知了我来历。他们并非我们大汉中人，而是大宋来的难民。大汉与大宋都不是世俗皇朝，里面强者无数，倒不输一流修道宗门。大宋政变，一些世家遭到清洗，他们本该被抓，幸得贵人相助逃了出来，机缘巧合之下，一路流落到锦官城外，被我所识。说到这，于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其实一开始我是想将他们养大后献给汉皇的，只不过后来我将他们当成自己的骨肉，便也不舍得送入皇宫，那深似海，注定不会幸福。之后的数年里，除了我，他们便很少与外人相处，哪怕是外出也皆遮住面容，时刻保持警惕。说到这，于青话锋一转，终于说回正题。所以问题便在此处，小明，你且认真听我分析。江明老老实实的点头，认真倾听。他们2人在长时间里都是彼此互相依靠，也无他人可信，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产生别样的情感，是吧？江明只能附和的点头。但是这种情感不过是在极端的环境下造成的，一旦他们与其他人有了交集，开始信任别人，恢复了正常的社交，这种情感将会不攻而破。你就是最好的证明。你的出现证明了小青她是能够喜欢上男人的。等等，你是怎么假定安青喜欢我的？情绪之力都感觉不出来。江明也只当安青对自己有好感，可算不上什么喜欢于青，并没有理会江明内心的想法，继续说道：以此类推，若七她也是喜欢男人的。好一个以此类推。青衣你和福尔摩斯坐一桌，小明你若有意，稍微出手便可以将他们扭转回来，改邪归正。江明眨了眨眼睛，其实于青说的很有道理，如果安青性取向真的是女的话，那就也不至于会因为她而感到羞涩。
可这个稍微出手就有点扯淡了。都不说师姐金丹期的一剑，他能不能抗住吧？就算两人不是同，可多年的相处，共患难那么久，说是情比金坚都不为过，哪能说拆就拆？退一步讲，就算真把小师妹攻略了，那师姐又怎么攻略？小师妹这边是因为她软弱的性子暴露了，她成了强势的一方，才会变得如此。那师姐呢？她性子可没那么软。再退一步，把两人都攻略了，曾经的一对变成了情敌，那他们二人怎么相处？看着对方不尴尬吗？江明夹在中间，那就更惨了，想想都头疼。念此，理智告诉江明，这事只能果断拒绝。青衣，你说的有道理，我愿尽我所能帮他们改邪归正。奇怪，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江明慷慨赴死的样子，倒是让于青愣了一下。他当然知道自己是在扯淡，感情的事错综复杂，哪有说的那么容易？原本还准备了很多说辞说服江明试试的，没想到他居然接受了。一下子，于青也不给他反悔的机会，郑重地看向江明。那他们就靠你了。对了，这个你拿好。一个小本本递了过来，这是我这些年记录下来的他们的兴趣爱好以及生活习惯、口味等。青衣只能帮你到这了。江明惊为天人，双手恭敬地接过这个小本本，如获至宝。我定，不负所托。于青松了一口气。江明能不能做到，那就看他自己了。他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至于江明万一是什么品德败坏的人什么的，于青反而不担心了。要是他真能被两姐妹认可，那肯定是一等一的人中龙凤。这姐妹俩是同，又不是瞎，他们自会考验江明的。江明这边心情也很复杂，他可不是敷衍于青的。这件事这么刺激，不掺一手，有些说不过去。现在是两女的养母下达的圣旨，他江明可是奉旨泡妞。别慌，看他操作。成则享其人之乐，败则这事呢？安青不解地望了望周围，感觉有些迷糊。四周空无一物，也空无一人，但见仙雾缭绕，不知西东，像是入了迷宫。这让无依无靠的安青突然有些胆怯，也有些茫然。突然，一道修长亮丽的身影在安青前方出现，隐隐约约，朦朦胧胧，隔着雾气难以见其真容。但在见到身影的那一刹那，安青的心却在顷刻之间被惊喜填满。虽然身高变高了，前更凸，后也更翘了，但安青还是第一时间认出来，因为这是他魂牵梦绕了3年的身影。没有任何犹豫，安青迫不及待地大喊一声：“若七姐姐！”接着便像如燕归巢一般扑了过去，但扑了个空。安青小脸蛋带着迷茫，转头望去，却发现自己最亲爱的若七姐姐稍微侧身，避开了他的拥抱。若七姐姐。安青看不清眼前之人的脸，仿佛带上了一层迷雾，但他确信这就是颜若七，他不可能认错的。可他为什么要避开他？这时颜若七开口说话了，声音如百灵，亦如冰山般冰冷：“安青，你背叛了我。”安青闻言，一时间如遭雷击，几乎没有犹豫地辩驳道：“不，我没有，若七姐姐，我没有。”可是颜若七恍若未闻，只是再次强调了一遍：“安青，你背叛了我。”他的语气更重，更凶厉，更痛恶，更冰冷了。我没有。安青被颜若七吼得下意识一缩，眼泪不自觉的就蹦出来了，带着哭腔辩解道：“我没有，我一直都在想你，一直都。”梨花带雨，楚楚可怜。但可惜颜若七并没有为此感到愧疚，他只是冰冷的出声道：“没有。”那江明是谁？安青哭哭啼啼：“他是师兄。”呜呜。颜若七再次发出冰冷的质问：“只是师兄？只是师兄？”安青问心无愧。虽然在师兄那里寻得了几次安全感，偶尔也会感到一些莫名的情愫，但他心里最深处却始终还是只念着若七姐姐的。对若七姐姐的情感与对师兄的情感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点毋庸置疑。毕竟这么多年的相处陪伴，又怎可能让江明几天便取代了去？颜若七闻言继续发出质问：“只是师兄，你为何和他那么亲密？”我只是迫不得已。这点安青有些心虚，虽然几次拥抱都不是他主动，说是迫于现实带来的无奈也不无不可，但他几次在师兄怀里胡思乱想，甚至去渴望师兄带来的安全感也是真的。为此他好几次在心里向若七姐姐道歉与发誓，这个他无法反驳。呵，迫不得已。我看你是在投怀送抱。我没有。呵呵，安青到现在还不敢承认吗？我承认什么？我一直爱着若七姐姐。呵呵，你还以为我是颜若七呢？难道不是？
你再好好看看我是谁。你……安青仔细看去，却发现眼前身影的身形突然变了，变矮了一点点，身形不再修长，虽然苗条，但却给人一种软乎乎的感觉。你……安青张了张嘴，这道身影他也很熟悉，这不就是他吗？认出来了吗？我……没错，就是你，我就是你，你背叛了颜若七，我背叛了颜若七，我没有，你有，我没有，我一直爱着的都是若七姐姐，你现在还爱没错，可你的心已经开始变了，你没发觉吗？安青闻言，一阵回忆涌来，师兄装山贼的师兄，渐渐的师兄，温柔的师兄，哄他的师兄，强大的师兄，体贴的师兄，送花的师兄，师兄似乎却是不知不觉的在他心里占据了一点地位，要不然他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忏悔。他知道的，他知道了，自己的心确实是发生了一点点变化，但他原以为只要自己坚持住对若七姐姐的爱，便不会有问题。可是师兄他恰好出现，恰好识破了他，恰好给了他最需要的东西，一切都是恰好，恰好的时间，恰好的地点，恰好的事情，恰好横冲直撞的在他心里占据了一席之地。这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块地方，但谁又知道以后会不会占据更多的地方。现在安青能确定自己喜欢的是颜若七，而不是江敏，但以后呢，便已经开始了。突然一阵恐惧袭来，自己要背叛颜若七姐姐了。安青恍惚地自问，我变了，我变了，妈，你变了，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变，我不想背叛若七姐姐，我不想，我！安青惊恐地大喊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他捂着脑瓜，有些不知所措。远离江明，保持距离，等你到了万法仙宗，与他脱离关系，去找若七姐姐，去找她，远离师兄。下意识的心里有些不舍，舍不得了。安青啊安青，你还敢嘴硬？我！安青眼泪不停流涌，内心似乎有所抗拒，有些挣扎，但他更放不下若七姐姐，自己一直依靠的若七姐姐。安青突然间懂了，如果眼前的人就是自己，那现在就是对一直逃避的自己进行的一场审判。是了，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身上出现了危险的征兆，那就是对师兄的态度，但在现实中他一直对此避而不见，甚至下意识地忽略过去，而现在被自己剖开了表层，直面了自己的内心，不得不面对了哪有二者兼得的好处。一边是相处好多年相互依靠的若七姐姐，一边是能给他带来以往前所未有感觉的师兄，甚至有些感觉连若七姐姐都没给他过。该怎么选？似乎并不存在选项。我明白了，我会远离师兄的。青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和师妹还有事，就此别过了。江明估算了一下时间，感觉差不多了，便站起身说道，实在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久，那一切拜托。放心吧青姨，我会带着他们回来看您的。要么就是他们其中一人带着我的脑袋回来看您。江明在心里默默地补了一句。于青闻言，脸笑得像一朵绽放的花。那姨在这儿等着你。好，那我去叫安青起床，她在哪？于青颇有不舍地笑了笑，说道，直走左拐，你去就成，姨要去忙了，免得小青见着我又哭鼻子。其实他还认为亲自叫人起床也是一件亲密的事，所以于青打算直接开溜，让江明独自前往。闻言，江明秒懂了于青的意思，笑着点了点头。好的青姨，您去忙吧，先和您说声再见。小明，祝你一路顺风，马到成功。留下一句祝福语后，于青匆匆离开了。他活还有很多，要不是为了安青，他可能不会在此浪费这么多时间。谢谢青姨。江明在后面喊了一句，也不管于青有没有听到。不管怎么说，于青帮了他很多，可能看上去什么都没做，但其实最重要的是给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原本江明在得知两姐妹的关系后，只是想着和姐妹俩正常处处，事情会发展成怎样是没有预期的，但这回他可是奉旨泡妞，奉养母之命，扭转两姐妹之间不正当不正常的关系。这叫正义之名，名正言顺的。如果这两姐妹真如于青说的那样，只是误解了自己的感情，那就不要怪江明不客气了。以前只是想顺遇而安地处处，那现在他是带有目的性的主动出击。虽然好吧，听上去挺雄心壮志的，毕竟是两位角色的家人，还是一对，但其实该怎么做，江明也没有这种经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喽。
还能咋地？要是走到绝路，那就提头来见，问题不大。江明自然不知道，就在自己聊天这回功夫，他的攻略难度随着小师妹在梦中直面本心又涨了一小截。颜若七皱了皱眉头，不知为何，感觉这几天有点奇怪，似乎经常有人在惦记着他似的。身为金丹期，再加上争道峰地下道运的影响，他总能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一点东西。但奇怪的是，他也不知道是啥，看上去也不像有人施法在害自己，而且他的直觉在告诉他，这种感觉会影响到他的未来。难道是小青在想我？感觉也不对，好像不只是一个人的样子，难道是我得罪了谁？颜若七细长好看的眉毛挑了挑，思考片刻，果断放弃思考，开始认真修炼。只要自身强大了，一切想要对他不利的东西都是纸老虎。江明走到安青房间时，小师妹并没有醒。此时的她正在床上正侧卧着，娇软的身躯蜷缩着，双手抱胸，看上去像一团柔软的毛毛虫。听说习惯蜷缩身子睡的人是缺乏一定安全感的表现，这种说话是真是假，江明不太清楚，但放在安青身上可能有一定的可信度。他悄悄靠近，不带一点声响问：怎么眉头皱这么深？刚刚站远处还没看到，江明一靠近就看到安青的小脸蛋上紧皱着眉头，看上去很纠结。做噩梦了还是不舒服？江明伸出手放在了安青光洁的额头上。没发烧。倒是安青，他是习武之人，警惕性也比较高，虽然能力不足以察觉到江明靠近，但江明这会手放他脸上了，他要是再没有反应，那武功也白练了。他瞬间张开了美眸，身体紧绷，刚想有动作，接着便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以及额头上温热的大手，他的身子一下子便放松了下来，似乎是睡懵了。安青还像求抚摸的猫咪一般，下意识地蹭了一下江明的手，睡眼惺忪的样子倒是把江明蒙了一下，只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安青的美眸渐渐清醒，这时他看了看眼前的师兄，突然像是碰到了什么可怕事物一般，猛然往后一缩，逃跑似的离开了江明的手。江明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安青，头上止不住地冒问号。师妹。安青低着头，不敢去看江明的眼睛，他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也知道可能会让师兄误会，可能会让师兄伤心。虽然他的心里很愧疚，但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了。安青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意志力强大的人，在师兄面前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征兆，如果不远离师兄，他担心自己会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到最后无法自拔。既然如此，那也只能与师兄保持疏远的距离。虽然心里会愧疚，会不舍，会伤心，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啊。安青劝慰自己，只要坚持到万法仙宗就好了，坚持住，只要见了若七姐姐，他就能正常与师兄来往了。因为只要见到了若七姐姐，他就不会再动摇了。到时候安青相信自己一定能克服师兄的诱惑，在此之前还是保持一下距离吧。师妹，你是哪里不舒服吗？做噩梦了。江明看见安青恐慌的样子，第一时间还以为是他哪出问题了，毕竟饶是他也没想到睡之前还好好的师妹，心态能在睡醒后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女人心海底针这句话他还得慢慢悟。我没事，师兄，我只是安青想不到该如何跟师兄说才能不伤到他的心，最后他觉得实话实说，师兄可能会理解他。师兄。最后安青抬起头，小嘴微张。我喜欢的是若七姐姐，我们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吧，我怕对不起她。我喜欢的是若七姐姐，我们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吧，我怕对不起她。江明一脸懵圈地看着低着脑袋的安青，情绪知道告诉他，师妹似乎还沉浸在某种对他的愧疚感情中，以至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好像自爆了，爆得还挺彻底的。什么叫怕对不起师姐？这跟说我对师兄你越来越有那意思有什么区别？江明也明白了，为什么明眼都能看得出师妹对自己有好感，但情绪知道却感觉不到喜欢这种情绪。原来是因为师姐这座大山把安青的感情死死压住了，想要拿下小师妹，就必须得跨过颜若七这座大山。这时候就考验江明的情商了。没有相关经验的江明瞬间就在脑海里预想了几种回答。低情商。好你个安青，帮了你那么久，你居然想远离我，忘恩负义的家伙，吃俺老姜一棒。中情商。师妹，你喜欢师姐，我也喜欢师姐，我们是一伙的啊。高情商。师妹，我不是来破坏你们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我们仨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想法一瞬即逝，但很快江明脑子里闪过一道灵光，等等，自己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先攻略了师妹，那入宗后怎么办？
以安青这种小可爱软软的性格，估计3两下就把他们的关系透露给师姐了。到时候就算师姐不劈死他，江明攻略师姐的难度也会大大提高，那真是地狱开局了。这样看来，无论先攻略哪一方确定关系，都会给另一方增加大难度，因此得循序渐进，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才可以。要同时攻略2个人，一碗水端平，而且最好不是他主动告白，他得处于被动的位置，让师姐师妹先表态。而江明因为双方都不忍心拒绝，最终达成你们都是我的翅膀结局，这样应该能成。就算不成，至少也不会落得人手分离、抱头远航的结局吧。好，以后就以此为行动纲领。说时迟，那时快，想法在江明脑海里一闪而过，他瞬间做出了决定。抱着不主动、不表态的渣男态度，他像是听不懂一般的问道：“师妹，你在说什么？”安青疑惑地抬起头，不知道为什么师兄听不懂，于是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刚刚的话，想看看是不是自己表达有问题，师兄才没听懂的。然而念着念着，他似乎终于反应过来了。刹那间，雪白的俏脸迅速被红晕占领，像是被热水烫熟的虾。师兄，不是的，我其实是刚睡醒，不知道说了什么。我是说我怕师姐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就是这样。我只是想说，怕师姐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而已。你别误会，别乱想。小师妹支支吾吾、慌慌张张地解释着，语无伦次，最后终于灵机一动，找了个蹩脚的借口。但不知道该放哪里的小手、通红的脸蛋，以及那都快飘到天上去的眼珠，却暴露了他此刻的内心。江明还没来得及说话，安青似乎怕他不信，继续此地无银300两的强调：“师兄，你相信我只是刚睡醒，所以才说错话了的。师兄，你知道我喜欢若琪姐姐的，你知道的，我是怕我们离这么近，她会误会，我不想她误会而已，你别误会。”安青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他极力想要澄清什么，结果越来越慌乱。江明感觉这样下去他 CPU 的烧掉，于是连忙开口道：“好师妹，我不误会。”安青闻言稍微冷静了一点，他抬起头，怯生生地看向江明，像只胆小的兔子缩着脑袋般小心翼翼地问道：“师兄，你真不误会吗？”江明笑着摸了摸师妹的脑袋瓜，说道：“我不误会，我们该出发了，准备吧。”安青也不闪不避，任由师兄揉了揉他的秀发，似乎是刚刚自爆带来的影响，让他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开始的目的，远离师兄。现在的他愣神之间，只在考虑师兄到底有没有误会这件事了。半晌，安青才恍然间想起了什么，甩了甩脑袋，将师兄的大手甩开：“师兄，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我真的只是怕师姐误会而已。”“哎，师妹，其实我也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江明善解人意地说道。“但是呢，我们在回宗的路上，这样的接触必不可免，你总不能让我不碰你吧？”师兄说的有道理，虽然想着远离师兄，可是回宗的路上总会接触的吧？那怎么办？安青一下子陷入了迷茫之中。“师妹，要不这样吧？”安青闻言抬起头看向师兄，等待着他提出建议。江明深思熟虑后，在秉持着为安青着想的理念下提出建议：“我们还是正常相处，回宗之后我们再保持距离，这样师姐也不知道，自然也就不会误会了，行不？”“不！”安青内心狂吼，他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远离师兄，以免越陷越深。结果刚刚因为愧疚，怕远离师兄会让他误会师妹是忘恩负义的人，不小心头脑一热就把真话说出来了。为了狡辩，安青又把话题带向了怕师姐误会这个方向。而现在师兄的提议是针对后者的，而不是前者的，偏离了安青的本意。可偏偏他还没法不接受，因为师兄的提议很好，是不会让师姐误会，与安青的要求完全一致。想哭，呜，绕来绕去又回到原点了，最后还是得和师兄正常接触。怎么办？要答应师兄的建议吗？安青心里做着天人交战。怎么样，师妹？江明恰到好处地催促了一声。安青小嘴微张，欲哭无泪。好，师兄，你的提议很好。那就这么决定了，我们也该出发了，走吧。江明伸出手，安青看着眼前的大手，像是豁出去了一般，握了上去。走吧，师兄。安青咬着下唇，为什么他感觉做出决定后，自己好像松了口气。师妹洗澡去了，原本江明想在浴室门口吃饭的，但师妹不肯，把他赶了出来，还说他变态。江明不懂，并大感委屈。这有什么好变态的？人是铁，饭是钢，他吃个饭招，谁惹谁了？但既然师妹不肯，
江明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城主府门口等着了。烈日高挂，比起清晨多了几分炎热。恍神间，仿佛又回到不久前从师妹家里出来的那会。江明清晰地记得，那时师妹掀开自己的面罩，凶巴巴地让他忘掉昨天的他，还说什么今天的他才是他真正的样子。现在好了，今天的他也哭了，昨天的他也哭了，今天还哭得更惨。等会师妹洗完澡出来，该不会又要跟他说前天的他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吧？那可真就充满快活的空气了。江明闲来无事，任由思绪乱飞。安青出现在他身边之前，都会处于一种凶与萌的量子叠加状态。江明也不知道他会以什么形态出击。师兄，对不起，久等了。突然，身后传来了软绵绵的声音。听声音，应该是没有变化形态了，还是那个真实形态的师妹。江明转身望去，人们总会凭肉眼的第一印象给别人贴上标签，比如师妹。江明见到总会给她贴个软的标签。刚洗完澡的她，头发还有一点湿哒哒的，并没有用发带束起来，身上换了一件简练的白色侠客长裙，严严实实的，只露出小巧的脚丫子，腰上系着束带，将她盈盈一握却略带肉感的小蛮腰束起。俏脸上带着一点点适当的婴儿肥，稍显圆润又不失清丽，颇为有些娇憨。这样的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是飒爽的女侠客，穿在真实形态的师妹身上就成了装大人的小孩一般，呆萌呆萌的，看上去就很软，身体软，性子软，声音也软，抱起来应该会很舒服。等等，这个江明觉得自己有发言权，确实很舒服。这边师妹迈着向着江明脸部款款而来，可是走到一半，她又匆匆地跑了回去。很快，安青带着一顶斗笠出来了，手上还拿着一顶。她走到江明身边，小脚压一点，熟练地将斗笠扣到了江明头上。安青怀着对未来修道生活的向往，喊了一声：“走吧，师兄，我们去秘境。”然后他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师兄并没有回话。安青转头看向师兄，发现他正呆呆地看着自己，这让安青有些疑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子，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后，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师兄？”江明闻言想了想，掀开了自己斗笠上的面纱，然后又用另一只手掀开了安青斗笠上的面纱。他郑重地看着师妹略带蒙圈的黑色美眸，缓缓开口道：“师妹，你记住，从今天开始，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景观城外的山上，三个人在这等候着什么两男一女。男的生着英俊却眼带藏不住的淫邪，女的长得清纯可人，眯着一对月牙眼。其中一个男的跺着脚步，不耐烦地问道：“罗师弟，你约的人还没来吗？”“快了，快了，吴楚师兄，请耐心等候一下，没有他，我们过不了这个秘境。”罗小青，也就是唯一一个看着像女生的人，开口回答道。清纯可人的面孔，说出来的却是男性阴柔的声音，这让吴楚眼里闪过一丝厌恶。狗日的恶心东西！一想到自己不久前还去搭讪这个娘炮，他就想吐。当初看到这个刚入门的师弟时，他还以为遇到了什么真命天女，终于能够摆脱单身生涯。结果要不是这逼说有个秘境可以探索，他是绝对不会再去看罗小青一眼，以免脏了眼睛。这时另一个男人皱着眉头问道：“那个人有那么重要吗？”罗小青态度很好，转身谦恭地回答道：“是的，少年师兄，听说这个秘境想通关必须献祭一个人，我那位朋友是个修为低下的散修，无依无靠，最适合用来献祭了。”“哦，那就再等等吧。”少年闻言闭上了眼，继续耐心等待。秘境里要付出1-2条人命挺正常的，哪怕是炼气期秘境。不过没想到罗师弟会这么狠辣，居然把自己入宗前的朋友给找过来了。三人又陷入了一片寂静。吴楚因为某些原因并不想和罗小青说话，会生理性不适，而赵年则在思考着什么。他突然问道：“不过罗师弟，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个秘境的？”回师兄的话是从一位筑基期师兄那里得知的，他进不去炼气期的秘境，便把消息给了我。哪个筑基期师兄会那么好心？赵年眉头微微一皱，连吴楚都好奇地望了过来。他们两个都是炼气期巅峰，但离筑基期还有一段距离，而罗小青一个刚入门的新弟子，怎么可能攀上一个筑基期？那位师兄的名字就不方便透露了，而且这消息也不是免费的。罗小青娇俏的脸蛋浮上了一抹红霞，娇羞地低下了头，这样子差点把吴楚搞吐了。赵年嘴角也是抽了抽，为什么合欢宗里面还有好这口的？同性之间双修功法又不能生效，就贪图个肉体之乐，也不知道那位筑基期师兄的道侣知道了会怎么想。要知道在合欢宗里面，筑基期的弟子是一定会有道侣的，毕竟双修功法得一男一女才会生效，更别说功法里面威力强大的合击之技了。所以
一旦弟子晋级到筑基期还没找到道侣，那宗门就会包分配，只要彼此看对眼，那就能在一起；看不对眼，勉强能过日子，那也能在一起。反正无论如何都得找个道侣，谁单身谁尴尬。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还夹杂着男子的哀嚎：“小青亲亲亲亲，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等等我，别走那么快。”哼！一声娇哼声传来，无论是赵年还是吴楚皆眼前一亮，他们和欢宗可是专业的，听这声音就知道发出这声娇哼的人一定是个极品，就算长相一般，关上灯听声音也是种莫大的享受。当不成道侣，拿来当开胃小菜却是绰绰有余。安青气鼓鼓地走在前面，脚步不复轻盈，小嘴嘟着，喃喃自语：“坏师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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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欺负我，又欺负我，又欺负我，不理你了，不理你了，不理你了，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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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在念什么咒语一般，语速奇快，咬字不清。啊，师兄是怎么欺负他的？师兄把他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不管怎样，师兄就是在欺负他。师妹，走错方向了，往左边一点点。这时身后传来了江明悠远的声音：“哦哼，别和我说话。”安青一边说着，脚下一顿，稍微调整了一下方向，继续前行。两人此时正在景观城外的山上，正打算前往秘境。不过安青此时正在气头上，就气呼呼地独自往前走，也不等后面的师兄。这幅场景似曾相识，但安青发誓，这次的他绝不妥协，无论师兄怎么哄，他都要生气到秘境为止，不能像之前那样在到达城主府之前就被哄好。当然师兄要是有诚意的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师妹，往右边一点点。哦哼，我不和你说话了，在右边一点点。哦，除了指方向，其他我是不会应你的。安青小嘴颇硬，江明也不介意，许许跟在身后。师妹气呼呼的样子煞是可爱，嘟着个小嘴，原本就有点婴儿肥的俏脸微微鼓起，像是气炸的河豚。那用力却又故意放慢的步伐，显然是在暗示师兄快去哄他。他生气起来，后果很严重。只不过江明带着笑意摸了摸下巴，难道师妹没有发现他现在这个样子有点像是在撒娇吗？既然如此，那倒也不着急哄他。师妹长大了，要学会自己哄自己了。师妹，累吗？要不歇一会？我不理你。哼！安青悬崖勒马，暗道一声好险。刚刚才说除了指方向不理师兄的，师兄老是引诱他，可恶啊！坏师兄！不过显然师妹还没达到自己哄自己的地步。安青等了那么久，落脚那么用力，发现师兄竟然没追上来，一下子更气了，心下委屈，脸蛋更鼓了，小脸皱巴巴的，步伐也不再故意放慢，加快了脚步。江明一见坏了，赶紧追了上去。小青亲亲亲亲，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等等我，别走那么快。哼！安青报之以娇哼。晚了，现在才知道哄。对不起，哄不好了。就在安青打算不理会师兄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几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安青及时停下了脚步，气鼓鼓的俏脸瞬间收敛，连柔弱的声音也都低沉凶厉了起来。谁？一边问着，一边往后退，也看清了来者的样貌。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很清纯可爱，但那两个男的，安青皱了皱柳眉。虽然他们装得很风度翩翩，可安青还是从他们的眼睛深处看到了淫邪与欲望，这是他最讨厌的眼神。外貌不及师兄1/1000就算了，人品也差。安青不禁摸了摸自己的斗笠，还在。对面两人那赤裸裸的侵略性眼神，让安青还以为是自己的斗笠掉了，露出真容。小妹妹，有兴趣加入合欢宗吗？吴楚刚刚跟罗小青确认过，这回赶来的就是他的那个散修朋友，只不过不知为何带了一个女的。散修身边带着女的，那多半也是散修，同境界散修等于好欺负，这几乎是修道界公认的。于是吴楚与赵年都坐不住了，直接迎上来，迫不及待地询问。虽然这小妹妹带着斗笠，但吴楚和赵年还是瞬间在心里评完了分。身材满分，纤细中带着肉感；声音满分，听得出来故意变了一种声音；样貌满分，隔着面纱看不清，但肯定不差。没兴趣，你们走开点。安青本来想说让他们滚远点的，可是这样说话会不会给师兄添麻烦？他们说不定就是师兄口中的队友呢。被拒绝，吴楚也不生气，逼近一步说道：“别嘛，小妹妹，做我们合欢宗的弟子，可比散修有前途。”安青皱着眉头后退了一步，然后就自投罗网了，跟身后的人撞了个满怀。江明也不客气，反手将师妹娇软的身子搂住。
安青不仅没有挣扎，还往师兄怀里缩了缩。江明看着变了脸色的吴楚，谄媚地问道：“真的假的？听说合欢宗可是5大宗门之一，我可以加入吗？”吴楚的眼神掠过了江明，搂着安青的手，笑着说道：“当然可以，你就是罗小青的散修朋友吧？只要我们推荐，保证你们可以加入合欢宗。”江明闻言，眼神里露出了对强大宗门的渴望，问道：“好，那有代价是什么？”赵年与吴楚对视了一眼，这个散修挺上道，还知道付出代价。吴楚笑了笑，没说话，而是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了安青，同时身上散发出了炼气期巅峰的威势。隔壁的赵年见状，也对表露出了炼气期巅峰的修为。他们身为大宗弟子，也懒得跟着散修逼逼赖赖装模作样了，只能说罗小青干得好啊，不仅叫来了一个祭品，还带来了一个极品，买1送1。江明顺着吴楚的手指看向了怀里的安青，脸色一变，悲痛、不舍、犹豫一闪而过，最后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低头问道：“小青，你觉得呢？”吴楚和赵年见状，满意的笑了。安青茫然的看着师兄：“觉得什么？你刚刚见到他们，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安青回忆了一会，说道：“没兴趣，你们走开点。”江明摇了摇头：“不是你说的第一句，是你想说的第一句。”安青一愣：“想说的？没兴趣，你们滚远点。”江明抬头看向吴楚与赵年：“不好意思，我家小青不同意。还有，他叫你们滚远点，能听得懂吗？”“不好意思，我家小青不同意。还有，他叫你们滚远点，能听得懂吗？”江明话音一出，吴楚和赵年的脸色瞬间阴沉的仿佛要滴出水来。只见吴楚声音阴鸷的开口道：“我们能听懂，希望你等会也能这么硬气就行。”双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不开打就不礼貌了。至于能不能打得过别闹，都不用掏出师姐剑。江明身怀闷雷的境界，意味着他炼体修为已经是炼气期的极致，离住击七指差一步那种。他欺负这2个法术都没学过几个的炼气巅峰菜鸟，比欺负师妹还容易。欺负师妹还要哄回来，欺负他们不用，要是欺负坏了，连找个地方埋了都不用，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候，江明看到悄悄躲在吴楚身后的罗小青，轻轻对着他摇了摇头。见此，江明瞬间收回了动手的想法。罗小青是他们这群二五仔中的二五仔，阴得很。虽然不知道这个老硬币在想什么，但江明毕竟是应邀而来支援他的，自然得给他几分面子。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小子现在加入合欢宗了。那合欢宗里面有什么呢？双修功法甚至3修功法。一想到这个，这下江明不得不配合他了。毕竟以后可能还要罗小青这小子给他抄点双修功法过来，说不定用得着呢。当然，如果到时候合欢宗的双修功法用不上的话，那江明相信巫神宗的刑天诀可能会比较适合他。安青见气氛紧张，当即挣脱了江明的搂抱，做出了战斗的姿势，小手摸向腰间，随时准备拔出匕首。只不过他的脑子却不可遏制地回放着刚刚江明的话：“师兄说什么？我家小青？我家小青谁家？师兄家。所以师兄这句话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要是故意的，是不是说明师兄他心里不对？不对，也可能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同一个宗门而已。”安青，安青，别想太多，专心准备战斗。他连忙将多余的想法甩出脑袋。自己最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是不自觉地去思考师兄说的话？明知道他喜欢口头花花，嘴里没几句正经话，自己还去多想。要是以后把师兄开玩笑的话当真可怎么办？安青连忙集中注意力，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战斗。虽然对方2人的气势很可怕，但他也不会因此畏惧而拖了师兄后腿的。只不过安青刚刚挣脱出师兄的怀抱，却又觉得纤腰一紧，竟然又被江明一把搂了回去。安青一愣，不禁开口问道：“明哥哥，你？”安青并没有叫师兄，因为师兄刚刚也没有叫他师妹，而是叫他小青。再加上吴楚说他们俩是什么散修，安青猜测师兄应该是在隐瞒身份，所以他换了一个称呼。只不过安青心里总感觉怪怪的，以前只要叫一个若七姐姐，现在又多了个明哥哥，明哥哥，明哥哥若七姐姐，若七姐姐已惹。还好现在只是情况特殊才喊的，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喊了，要是被若七姐姐听去了，都不知道她会不会误会。倒是江明被安青突如其来的称呼喊得骨头一酥，不禁怪异地看了安青一眼。这小师妹总会在一些地方不自觉地散发出致命的诱惑，还好有外人在场，这小妮子是压着声音喊的。要是用她柔柔的本音喊明哥哥，江明怕不是要像当场中了化骨绵掌一般。不过
该演的还是得演的。只见江明脑袋微抬45度，一脸狂傲自负地说道：莫，没事的小青，2个大宗弟子而已，不用你出手，我一只手就能应付。话虽这么说，但江明的双腿却难以察觉的微微颤抖，像是知道对方强大，但因为在美女面前拉不下脸来，只能应承的傻子。不管罗小青想干什么，江明打算先把人设立住，这样后面好配合他。毕竟愚蠢的人总能让人放松警惕，这可是经验之谈。果然，江明这话一出，把合欢宗的2人气笑了。一介散修，腿都被吓得发抖了，还想在美女面前装逼呢？真以为他们是什么善茬，还得附和你装逼？吴楚冷笑一声，不再废话，体内灵力催动，蓄势待发。赵年则在旁边抱胸看着，区区练气期散修，吴楚一个人就足够应付他了。到时他只要负责欣赏江明脸上的绝望，以及女朋友被当面调戏的屈辱就行了。吴师兄，吴师兄，请等等。这时沉默许久的罗小青突然说话了，他一把拉住了吴楚的手腕。吴楚脸色一变，像是碰到了什么恶心的事物一样，急忙甩手，就连身上蓄积已久的气势都被打乱了。对面的江明也因为罗小青的出手，重重的松了一口气，就像是危急时刻终于等到朋友的救助一般。罗小青，你干什么？吴楚愤怒地质问道。他感觉自己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叫恶心。吴师兄息怒，息怒。罗小青没有生气，连忙陪笑，低声说道：2位师兄，请稍安勿躁，我这朋友从小缺少社会的毒打，性格如此，师兄也不必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到时候我们进了秘境，他一死，那位美女还不是2位师兄的囊中之物吗？说完，罗小青小心翼翼地往江明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怕他听到。吴楚皱了皱眉，但罗小青说的有道理，自己何必和一个死人怄气，等会让他死在秘境里，也算是废物利用了，总比死在这儿好。吴楚舒了一口气，冷着脸点点头，大声道：这次就算了，看好你的朋友。罗小青也大声道谢：谢谢师兄，谢谢师兄。说罢，罗小青连忙跑到江明身边扯了扯：江明，把你的脾气收起来，这里已经不是咱以前的村里了，你再这样我也救不了你。江明梗着脖子，看上去有些不服。你应该让他们收敛点，就算他们是大宗弟子，也别想调戏我的小青。说完还紧了紧怀里的安青，这话声音大小正好被吴楚听到了，这让他心里冷笑，暗道：放心，我会好好对待你的小青的。罗小青闻言有些愤怒地说道：你少说2句。算了，你别说话了，老老实实跟着我就行了，知道了吗？知道了。哼。江明虽然有些不服气，但心里其实也不太敢继续纠缠下去，只能勉为其难地应了一句。说完，他又看向师妹，朗声说道：小青，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安青却呆呆的，并没有回话，像是没听到一般。事实上他也确实没听到，因为他的单核 CPU 正在处理另外一些东西。师兄刚刚说了什么？我的小青，不是我家的小青，我的小青，我的。安青自然知道师兄这么反常，肯定是因为一些他不知道的原因而演戏，但是他还是不自觉的去在意，去思考，万一师兄是趁机说心里话呢？坏师兄烦死了，为什么老是说这些东西，害得他那么纠结。裂缝状的秘境散发着幽幽蓝光，似乎也在催促着磨蹭的众人。罗小青训斥完江明后，马上又堆起了谄媚的笑容，小步跑到吴楚与赵年面前，前倨而后恭：2位师兄，既然都到齐了，那我们也该前往秘境了，请。罗小青手一伸，示意2位师兄先走。吴楚蔑视地斜了江明一眼，摇了摇头，不容辩驳地说道：让他们先走，要知道秘境一般是不能从入口出来的。吴楚怕他们先进去后，江明就带着自己的女人跑路了。煮熟的鸭子可不能飞走了。这……罗小青为难地看了江明一眼，说道：江明，要不你先进去。江明闻言身子一颤，但脸上依然一副不服输的样子，梗着脖子说道：先进就先进，谁怕谁。说罢，江明便搂着安青往散发着蓝色微光的空间裂缝走去，走2步顿1步，犹豫不决。赵年见状，皱着眉头，不耐烦地催促道：别磨蹭，快点。他现在看见江明搂着安青，便心里烦躁，一个散修怎配拥有这么好的颅顶？算了，反正等会也是他的。赵年隐蔽地看了一眼吴楚。江明闻言深吸了一口气，压抑着颤抖的声音：小青，你抱紧我，最好有多紧抱多紧。安青此刻也没再去纠结师兄口中的我的小青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了，毕竟秘境就在眼前，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修道界的神秘，稍微有点紧张，主要是师兄在旁边演得很传神。
都快让安青都有些分不清，他是真的怕还是假的怕了。毕竟自己一向看不透师兄的真假。不过小师妹还是很乖巧的伸出双手，环住了江明的腰，抱得很紧。安青的藕臂不算短，绕过江明的腰后，两只小手死死扣住。不管怎样，先相信师兄。这时候师兄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师兄要他做什么，那他就做什么。不要去质疑师兄，如果连师兄都怀疑，那他就没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了。这样情况只会更糟糕。江明也不客气，见安青如此乖巧，他直接反手紧紧抱住了小师妹。这可能是他跟安青贴得最近最紧的一次了。以往他抱着安青时比较规矩，大部分时间只是轻轻搂着，而现在两人面对面贴身抱着，身体间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空隙，双方都能充分感受到对方的温度。抱着柔弱无骨的师妹，居然让他产生一种会陷进去的奇妙感觉，好像他只要微微用力，全身都会陷入到一片柔软当中。小师妹真的是太软了，这还是江明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原来女孩子能够这么香软的。要是冬天能抱着睡觉，肯定硬是睡不着。安青感觉自己的心跳微微加速，不过好在她似乎有点习惯和师兄进行身体接触。毕竟只是正常的身体接触而已，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安青，你不用害羞的，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普通的、迫不得已情况所需的身体接触，是迫不得已的。本来他是想远离师兄的，可惜了，现在情况复杂，他也只能听师兄的，紧紧抱着他了。唉，实在没办法。安青在心里走完了一系列流程之后，便安心地抱住师兄了。这还是他第一次抱得这么紧。原来师兄的身体这么热的吗？还是说热的其实是他？一股与众不同的气息冲击着安青，让他有些晕乎乎的。不过师兄抱起来和若七姐姐完全不一样，耶，他好硬，肌肉好结实，难怪力量那么大，感觉和若七姐姐比起来各有千秋。不对，安青你在想什么呢？和师兄只是正常的身体接触，和若七姐姐才是饱含爱意的拥抱，这不一样的，别乱想。安青觉得只是为了防止接下来出现意外才抱着师兄的。对，就是这样。安青有点想给自己的小脑瓜来一锤，为什么最近老是胡思乱想？专心，这可是秘境，是你踏入修道界的第一步，好好珍惜师兄给的这次机会，不要胡思乱想。不过师兄现在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还有那个罗小青居然是男的，好像还是师兄的朋友，但看上去又不是和师兄一伙的爱，好麻烦。还是相信师兄吧。安青收敛心神，不再动脑子。他本来就不擅长思考这些，要不然当初也不会选择用肉身勾引山贼这种风险极大、收益极小的方法了。只能说安青傻人有傻福，没出现什么意外。也可以说江明非常幸运，在安青出现意外之前遇上了他。两人因为抱得太紧，也没法正常走路了，只能像螃蟹一般往秘境裂缝挪去，样子似乎有点滑稽，让吴楚和赵年脸上扬起了蔑视的微笑。只能说散修就是散修，井底之蛙，进个秘境都能怕成这样。两个人都没注意到，当江明走过罗小青身边时，罗小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江明的口袋里塞了带鲜红的东西。一阵天旋地转，猝不及防之下，有些人可能会连胆汁都被甩出来，呕吐不止都算轻的了。但好在安青小师妹虽然不擅长思考，也没什么经验，但她真的很听话。江明叫她抱紧，她就真的死死抱住，一刻都不松手的。事实证明，相信师兄在某些时候是不会错的。江明就像是大海中的浮木一样，因为有了江明这个已然不动的依靠，安青极大地减少了第一次秘境传送带来的不适感。当旋转停止，两人安全落地时，安青还是死死搂着江明的腰，脑袋深深埋在江明的怀里，像是受到惊吓的小鸵鸟。江明倒没什么感觉，进秘境和远距离传送阵感觉差不多，他也做过不少次传送阵了，因此倒也能适应。甚至他还能空出一只手，帮安青按住要点飞出去的斗笠。小青，我们到了，感觉怎么样？是，明哥哥，我没事，只是有点晕。似乎是被转得有些猛，小安青迷迷糊糊、柔柔弱弱地说道。一声明哥哥，差点把江明送走。现在周围还算安全，你再趴会吧。江明看了看四周，并没发现什么危险，于是便按着安青的小脑瓜，让他靠着自己休息一会。这让安青有些不乐意了。秘境都已经进来了，自己也该远离师兄了，但自己的头好像确实有点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恢复自己的精神作为第一要务。没办法，再抱一会吧。安青心安理得地靠在师兄的胸怀里。对了，小青。江明看了看那三个人还没下来，他叮嘱道，如果我不在你身边，那你就听那个小南娘，那个罗小青的，他可以信。本来江明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叮嘱一下而已，
但是安青却紧张起来了。师兄，你要去哪边？别离开我。这时几道人影突然出现，这也让安青的话咽了回去，只是更加用力地抱着师兄。没事，只是跟你说一下。江明拍了拍安青的小脑瓜。我哪也不去。秘境内后面进来的几道人影缓缓出现。哦，刚平稳落地，吴楚和赵年便腿一软，直接趴在地上呕了起来，五颜六色，好不精彩。罗小青在旁边无奈地看着糗样百出的吴楚与赵年，刚刚还自以为是的跟别人装，嘲讽别人没见识呢，结果进来就这表现，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但没办法，两个师兄都吐了，罗小青也只好弯下腰一起陪吐。安青顿时嫌弃地看了他们一眼，庆幸他有好好听自家师兄的话，不然就像这几个人一样，在师兄面前出大糗了。江明斜了他们一眼，看得直皱眉，一把抱起安青，稍微远离了一点。看他们的样子，估计一时半会还缓不过来。江明也就不再理会他们，抱着师妹娇软的身子，小声说道：小青，趁现在有时间，我给你普及一些修道界的常识。安青闻言，虽然还有点晕，但还是连忙打起精神，小脸认真。那明哥哥你说。我们修道的境界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成道，而秘境是由化神以上的大能开辟出来的空间。像这种炼气期的秘境，实际上却是最为稀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安青缩在江明怀里，突然发现自己的脑子转不动了。每当有人可以依赖的时候，安青都觉得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脑子全都会陷入一种缓慢运转的节能状态，实在转不起来。但师兄好不容易这么正经的给他普及知识，他又不想错过，于是便皱着小脸苦思冥想了起来。半晌，他歪了歪脑袋，说道：我想应该是，不知道。江明看了一眼差点连五脏都吐出来的三人一眼，继续解释道：开辟秘境对那些大能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在创造秘境时会赋予秘境规则之力，比如这个秘境限制了炼气期的进入限制，以及……江明背对着他们掏出师姐剑，此时的师姐剑锋芒内敛，光泽暗淡，像是失去了能量似的。炼气期以上的法宝也被压制住了。秘境一般都添加了限制身外之物的规则，如果不加限制，秘境就成了拼爹现场，谁的背景强，谁的法宝威力大，谁就能获得秘境的最终奖励。当然也不是没办法破除这个限制，如果师姐的修为是成道期，境界比秘境主人还高，那她的剑气就可以突破秘境的限制了。师姐，医生说我胃不好，希望你加油，早日晋级成道期。江明抱着师姐的师妹，在心里为师姐默默加油了一声后，看了一眼半懂不懂的师妹一眼，继续说道：秘境规则之力一旦确立，就无法随意更改，哪怕是秘境主人也一样。改一个秘境要花费的功夫不会比创造一个秘境来的轻松。所以突然师妹好像开窍了一般，大眼睛一亮，像知道答案的小学生一般举手接话道：我知道，所以那些大能们一般不会创造这种低级秘境。江明眨了下眼睛，惊讶道：哎呦，我们家的小青真聪明。说着趁机捏了捏安青的小脸蛋。安青非但没有反抗，还嘿嘿笑了起来，看上去还挺开心。秘境创造不易，很少大能会造一个炼气期秘境陪一群小朋友过家家的。不过因为炼气期基本都是菜鸟，所以炼气期的秘境内容一般不会太过复杂。江明指着向远处，你看，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遇到危险，说明这个秘境主人还是挺体谅新手的。这个应该是闯关式的秘境，如果我们不继续前进，就不会遇到危险。像一些高境界的秘境，估计你刚进去就掉到凶兽嘴边了，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这次秘境之旅也能给你尝尝经验，知道了吗？江明看向安青，手有些蠢蠢欲动。安青的小脸蛋手感太好了，又滑又嫩。江明一边问着，一边就直接上手像揉包子一般揉了起来。安青也不反抗江明的魔爪，任江明胡作非为，只是模糊不清地说道：知道了。虽然一知半解，但师兄的话他真的全部都听了进去，一点没漏。江明笑了笑，松开了小安青，回头望去。对了师明哥哥，怎么了？我们到底用不用怕他们？安青指了指后面的几人。刚刚师兄演的他有些不自信了。不用怕，如果我打不过他们，那我早就带着你跑路了，知道吗？你可以不用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会影响什么的。江明记得刚碰到他们时，安青因为顾虑他不敢说狠话，但其实安青说什么都不重要，反正罗小青会圆场的。安青闻言眨巴了一下眼睛，应道：哦，那我要做什么事配合你吗？江明摇了摇头：不用，我也不知道等下会发生什么，但你只要相信我就行了。这件事是罗小青主导，他也只是配合而已，会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好的，明哥哥，
安青似乎渐渐习惯师兄在自己娇嫩的脸蛋上胡作非为，只是低声也不反抗，主打一个乖巧。吴楚等人此时正好缓过气，从地上爬起，走了过来。人未到，生先至。吴楚阴鸷地看着江明，质问道：“为什么你们会没事？连他们炼气巅峰都承受不住，为什么区区散修却跟没事人一样在旁边谈情说爱？本来还想让那个女子看看散修与大宗弟子之间的差距，这下好了，差距真的出来了。”吴楚不能接受江明闻言，眨了眨眼睛，无辜道：“我不造啊。”罗小青连忙打岔：“师兄，我这个朋友从小体质就耐草，耐揍，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蠢。原来是体质问题，粗鄙的散修，真是四肢发达的东西。”吴楚不屑一笑。江明叹了口气，没想到这家伙能这么不要脸，自己出了丑还要舔着脸来踩他一脚。于是他脸顿时涨红，一副想反驳却又不敢的样子，最后弱弱朝罗小青说道：“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弄死他们？好烦人脸！”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在场众人一懵，没听懂。倒是罗小青闻言顿时勃然大怒，愤声回应道：“快了快了，明哥你耐心一点嘛，跟弱智计较什么呢？”罗小青，你们在说什么？吴楚皱着眉头问道。没什么，师兄，这小子不敢骂你，就用家乡话骂我。原来如此。吴楚点了点头。散修是这样的，欺软怕硬，不过他为什么也没事？突然吴楚指向了安青。江明说是粗鄙，体质强大，所以没感到不适。那安青呢？安青闻言斜了他一眼，突然伸手抱住江明，冷笑道：“因为明哥哥保护了我啊，哪像你们那么弱，这边建议趁早入土。既然师兄说不怕，那他还怕什么？”凶狠形态启动。因为明哥哥保护了我啊，哪像你们那么弱，这边建议趁早入土。吴楚和赵年一呆，有些难以置信。别说其他人，就连搂着安青的江敏都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而且比起之前干巴巴的咒骂，此刻虽显幼嫩，但攻击力却肉眼可见的有所提升，像是已经炸毛的小猫，一点就燃。看来师妹早就看这两人不爽了。不过很快，呆愣的吴楚脸色一沉，大声怒喝：“你什么你？你别一开口就吐出来了，我嫌恶心！”安青直接打断了他的话，疯狂输出：“我什么我可不像你们那么弱，进个秘境都能吐成这样，是我的话已经自杀了。”吴楚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对面这娘们怎么就揪着呕吐不放呢？偏偏他真吐了，还没法反驳。不过很快吴楚就反应过来了，他需要反驳吗？吴楚冷冷一笑：“等会和赵年把这小娘们拿下不就行了？本来还想找个办法独占她的，现在看来也没必要了。到时候看看她嘴是不是也像现在这般硬。”吴楚深深吸了一口气，不再去理会安青，而是看向罗小青，问道：“罗师弟，人齐了，我们可以动身了吗？”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献祭了那个散修，然后让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见识一下合欢宗的厉害了。哟，连我都吵不过，是刚刚吐的时候把脑子吐出去了吗？安青还在输出。吴楚拳头一紧，连忙深呼吸了几次。没事，吴楚，没事。他现在跳得越欢，等会叫的就越大声，嗨嗨，自然可以师兄，我们走吧。罗小青看了安青一眼，显然也没想到这个对明哥柔柔弱弱的小女孩居然这么勇。吴楚沉着脸率先走了出去，一言不发。路过赵年时，小声说道：“你跟他们后面，别让他们跑了。”赵年微微点了点头。江明看着走在前头的吴楚，捏了捏安青盈盈一握的腰肢：“有长进啊，小青，咋这么生气呢？”安青扭了扭腰肢，被师兄一捏，有些痒，感觉怪怪的。他看了前方的吴楚一眼，撇了撇小嘴，模糊不清低声呢喃：“哼，谁让他一直针对你？我说我看他不爽很久了。”安青小声回了一句，不过很快又担忧道：“师兄，我这么骂不会有问题吧？”“没事。”江明摇了摇头。这俩之所以还没被砍了，是因为罗小青说他们还有利用价值，要是他们忍不住直接动手，那他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提前砍了算球，还能帮师妹出口气，让她开心开心。一行五人没人再发话，沉默不语地走着。眼前的景象是一片广阔的空地，看上去十分简陋，甚至连基础的植被都没有，更别提其他东西。能看得出来，开辟这个秘境的大佬偷了懒，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力气。一行人走了一会，突然一个突兀的门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吴楚停下脚步，看向罗小青：“没事的师兄，可以直接进去。”说罢，罗小青打开了门，只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迷雾，看不清门的另一边，但他倒也没犹豫，直接踏入门内。“进来吧，这里没有危险，但我回不去了。”很快门内传来了罗小青的声音：“
见此，其他人也没犹豫，纷纷跟上。踏进了这道门，眼前的景象忽然没有任何变化，还是一片宽阔的空地，都让人有些怀疑，刚刚那个门有什么用啊？这副本谁做的？江明咂了咂舌，哪个程序员这么懒，就做一片空地啊？不过这次好像稍有不一样。众人往前走了几步后，又是2个紧闭的门忽然出现了。不一样的是，一个门上写着仙字，一个门上写着后字，文字龙飞凤舞，透露着无尽的威严，隐隐压在众人的身上。旁边还有个漏斗，沙子流逝，似有无形的声音在催促着众人。按这个流速，大约5分钟就流光了。至于流光后会发生什么，众人都怀着最坏的猜测。众人没想过这个秘境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简单甚至有些简陋的布置却在扯动着在场所有人的神经。毕竟无论秘境再怎么简陋，也无法掩盖秘境主人至少是个化神期大能的事实。两方之间的差距比天地还高。罗小青，走哪边？吴楚当即转头看过去，问道：先门与后门。意义不明，周围一片空白，也没有任何提示，幸福2选1。罗小青闻言身体一抖，我不知道。什么？吴楚愤怒地抓着罗小青的衣领，你不是说你有筑基期师兄的秘境信息吗？罗小青欲哭无泪，不，这秘境布置和他给我的信息不一样，他骗了我。废物！吴楚用力一甩，将罗小青甩在了地上。那现在怎么办？得有人去探路试试了。罗小青摔在地上，瑟瑟发抖地说道。探路赵年和吴楚几乎同一时间看向江明。你去！吴楚冷冷地说道。要去你自己去，没长腿吗？安青挣脱了江明的怀抱，把师兄挡在后面，怒斥道。吴楚脸色一沉，我对你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你真以为你有资格在这叫唤吗？安青还想说什么，但赵年却打断了他。没时间，我们把他扔进去就行了。别，两位师兄，他跑得快，我们现在没时间纠缠了，让我来。这时罗小青从地上爬了起来，将功赎罪道。吴楚闻言抬头望去，发现沙漏已经掉了一半了。快点！是。罗小青点头哈腰，然后转过头看向江明，凶神恶煞地威胁道：江明，我知道你这小女友还是个凡人，你或许可以逃跑拖时间，但她不行，所以要么你去探路，要么我们把她抓起来扔进去探路，你选一个。罗小青说着，眼神隐蔽地看向后门。江明闻言顿时抱紧了安青，身体颤抖。安青的小手也不安地抓着师兄，虽然师兄说不怕对方只要相信他就行了，但此刻怎么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呢？师兄不会真的去探路吧？快点，给你3秒钟。吴楚看着沙漏催促道。3、2，我去。江明一咬牙出声说道。师兄！安青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惊叫出声。好在沙漏紧闭着众人的神经，倒也没人意识到安青称呼的变化。小青，对不起，我不该带你来这里的。江明说着，一咬牙猛然放开小青，往后门冲去。打开门，冲进了那一片迷雾。啊！一声凄厉的惨叫传来，鲜血像不要钱的一般泼洒出来，落在地上，一片猩红，触目心惊。太快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快到安青还在纠结江明是在演还是真的。可是当他听到惨叫，看到鲜血的时候，脑子一炸，瞬间变成一片混沌。师兄！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从安青身上发出，没有经历任何思考，他一点都不注意仪态，几乎是连爬带滚地跑进了后门。啊！尖叫声再一次从后门内传来，只不过后门这次并没有再溅出鲜血。罗小青显然是注意到了，所以他急声催促到两位师兄，没时间了，快，仙门！说罢便带头往仙门跑去。只不过突然他像是被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发出惨叫。啊！沙漏已经快到尽头了，赵年显然也注意到了什么，但时间不允许他继续思考。见罗小青都带头向仙门走去，也便不疑有他。两人迈开腿向仙门跑去，跨过了罗小青，并没有去扶他。罗小青见状，一个打滚，顿时滚进了仙门旁边的后门。沙漏也在这时流完了，连带着门空间开始崩塌，重归虚无。江明快速穿过后门，在身形即将消失之时，他悄悄捏爆了罗小青给的血包，手猛然一甩，血溅的一地，看上去就像是受到了某种剧烈的攻击一般，同时嘴上发出了一声惨叫。戏演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虽然感觉面对2个菜鸡这么做有些复杂，但毕竟惦记着合欢宗的功法，江明也耐心配合到了现在。至于还落在另一边的安青，江明相信等会罗小青会妥善安排，把他骗进。突然，江明脚步一顿，猛地转身看向那道门，一道身影从门的另一头扎了进来，速度极快，于是不减，一头撞在了江明的胸膛上。按这身影的速度，如果江明硬挺着不倒，估计能把小师妹撞成傻子，所以他只能顺势抱住师妹的同时往后卸力。咚！江明顿时被师妹的火箭头锤撞飞了出去。砰！江明给师妹做垫子，2人摔倒在地上，发出了沉闷的响声。他连忙抬起头，看向了趴在身上的师妹。此时，安青趴在江明身上，依然有些懵，眼神里还残留着几分惊慌失措与茫然。毕竟他是真以为师兄穿过那扇门后遭遇到什么不幸了。江明见状，心里一咯噔，坏了，不会真撞傻了吧？江明突然发出一声轻喝，师妹惨叫！啊！几乎没有任何延迟的，师妹一声凄厉的惨叫脱口而出，然后惨叫渐止，变成了低声啜泣。啊呜！师兄，呜师兄，呜你没事，吓死我了！呜，我还以为……安青紧紧抓着江明的衣领，埋在他的胸口，就这样哭了起来。他似乎知道刚刚那声惨叫的作用是为了迷惑门外的人，所以安青压着声音哭得很小声，哪怕这时他都有些害怕影响了师兄的计划。但师妹的声音小归小，眼泪却是真的多，像是决堤的洪水一般，很快就将江明的胸口打湿了一大片了。女人是水做的，但师妹不一样，当年精卫填的就是她。江明微微抬头看着趴在身上痛哭的师妹，张了张嘴，习惯性的想要哄她，但没发出声音，并不是不知道说什么，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哄师妹，而是不知为何，此刻的他并不想用花言巧语。看着师妹梨花带雨，哀怨中带着欣喜的俏脸，江明突然感觉自己的心有些悸动，一种莫名的情绪在蔓延。说实话，他没想过师妹会这么快跟过来。江明刚刚演这么一出戏，又是泼血又是惨叫的，是个正常人都知道门内有危险了。所以在江明的料想中，师妹应该是在罗小青的引导设计之下，最后迫不得已才走进后门与他重逢。万万没想到师妹会这么忙，他前脚刚进来，师妹后脚就冲进来抱着他哭了。不是，他真的都没带犹豫的吗？江明很想开口问一下，但又觉得没那个必要了，毕竟师妹在那一刻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江明也承认，在看到师妹义无反顾的身影时，他心动了。和以前的见色起意不一样，江明伸出手轻轻拍着师妹柔软而有弹性的后背，温声安慰，好了师妹，乖，别哭了。虽然现在知道师兄没事了，但安青还是止不住流眼泪，哭声停不下来。他哭的时候是有隐藏指定标准的，得流够一定数量的泪水才能止住。他一边低声啜泣，一边控诉着坏师兄，呜师兄，你坏呜，好，我坏，是我不好。江明像是哄孩子一般，只是不停的道歉，一边轻抚着安青的背，帮他顺气。甚至他怕小师妹趴着哭会气不顺畅，所以江明在尽量不打扰安青哭泣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将安青扶着站起来。果然一站起来，安青的哭声就更有底气了一些。看来刚刚趴着哭确实不怎么舒服。坏师兄，江明也不再说话，就这么抱着安青，听他一边哭一边碎碎念。对江明来说，刚刚只是演了一出戏，但对安青来说却是一次失而复得。失去师兄安青在哭声中渐渐恢复了思考能力，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过激动了？在听到师兄惨叫的那一刻，他几乎放弃了思考，只想找到师兄。可他连门对面有什么危险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他会那么冲动？安青抿了抿嘴唇，终于停了下哭声。他突然有些害怕以前担心的事正在悄然发生。说要远离师兄，可他却一次一次地向自己的内心妥协，越来越靠近师兄，越来越依赖他。那么到底是情况所迫，还是他其实是在遵从本心？又哭成小花猫了。柔软的触感从脸上传来，安青呆呆看去，只见师兄俊逸的脸上满是温柔，正眼神认真地擦拭着他的脸蛋，动作是如此小心，如此轻柔，不像是在擦眼泪，更像是在拨动他的心弦。这一刻，安青知道了，远离师兄可能做不到了。就算回到宗门，安青觉得自己也可能没法远离师兄了。自己早该清楚的，只不过一直在逃避。可是这样的话，那若七姐姐怎么办？她不可能背叛若七姐姐，可若七姐姐也不可能接受她与师兄这样子相处吧？安青脑子一团乱麻，怎么办？安青感觉自己现在的思绪就是一团乱麻，
一堆线团毫无规则地缠在一起，他解不了一点。显然，以他的阅历与观念，并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两全其美、鱼与熊掌兼得的方法。不过，这里明显不是适合他思考的环境。一个阴柔的声音打断了安青的思考：“明哥，嫂子，我来了。”他转头望去，门外走来一个女相男身的家伙。这家伙一直针对师兄，明明那么可爱，却一副狗腿子模样，讨厌得很。但师兄又说可以信任他，现在看来确实是和他们一伙的。等等，神什么嫂子，别乱喊，我只是师兄的师妹而已。安青慌忙否认，结结巴巴。罗小青看了他一眼，眨了眨明媚的眼睛，又看向江明。他阅人无数，男女通吃，自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女孩正处于一种渐渐沦陷的状态。不过他也不点破，只是笑道：“原来如此，是我误会了。”接着他看向江明，说道：“明哥，我们该出发了。”一边走一边说：“江明点了点头。他其实也有点好奇，罗小青费那么大劲，又是阿谀奉承，又是点头哈腰的，千方百计骗那两个菜鸟进仙门的意义何在？如果是他，估计直接把那两货打晕扔进去得了。江明看向旁边的安青，伸手自然地搂住了他的纤腰。如果以前，安青或许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毕竟这里云雾弥漫，根本看不清前方，在师兄怀里待着是最安全的。他完全可以用情况所迫来安慰自己。但现在呢？在刚刚那件事发生之后，安青开始审视自己逃避的内心，于是他开始思考，这样心安理得真的好吗？安青在思考了片刻后，决定放弃思考。师兄都说了，进宗门之前维持原样，那就维持原样吧。至于进宗门后怎么办，安青觉得自己还是不要想的那么长远比较好。现在就先听师兄的吧，反正一路上都这么过来了，现在也不可能去挣脱师兄的手，万一他误会了生气了怎么办？所以最后安青也没有挣扎，还是选择乖乖待在师兄怀里。只不过比起之前，有些心不安，理不得了，因为他很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情况所迫，这也意味着他正在对不起若七姐姐。安青甩了甩脑袋，算了，不想了，交给以后的安青去烦恼吧。念此，小师妹屏气凝神，细细感受着江明温热的体温。与其想那么多，不如趁现在好好感受师兄带给他的感觉。万一回宗见到师姐后，他下定决心远离师兄了呢？江明并不知道怀里这位美人心思会如此复杂，他只是下意识地搂过师妹而已。毕竟一路上都有些习惯手上软软细腻的触感了，而且这种环境遇到危险也方便他出手护住师妹一行三人，行走在这茫茫迷雾之中，不知方向。明哥，你看得出这迷雾的来历吗？罗小青开口问道。江明闻言点了点头，雾中有妖气，还有一丝特殊的甜腥味，应该是迷雾飞莲吧。见江明直接推出迷雾来历，罗小青倒也不惊讶。明哥肚子里全是墨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肯定地说道。是的。接着罗小青继续解释道，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把那两个人骗到仙门的原因。秘境主人很懒，基本没在秘境考验上花什么心思。这秘境的最终考验就是一只稀有的筑基期迷雾飞莲。这种妖兽隐蔽性极强，速度极快，迷雾中的它更难对付。我们要在它杀光所有人之前找到离开秘境的传送门。罗小青说得很详细，显然是解释给安青听的。而踏入仙门者会率先遭受迷雾飞莲的袭击，等他杀完那两个后，就轮到我们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折腾那么久，要把那两个人完完整整骗入仙门的原因。那两个人是我从一堆炼气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空间戒指里有不少好货，估计能拖上那么一段时间。如果明哥与他们发生冲突，可能会折损他们的战斗力，这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懂了。江明点了点头，算是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了。不过迷雾飞莲说实话，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把迷雾飞莲搞到手。这玩意十分稀有，外界都快绝种了。啥？为什么绝种？被吃的。迷雾飞莲像一条大型的狗，但它的后脖梗处长了一个包，里面装满了迷雾飞莲常年储存下来的肉身精华。这是飞莲储存来突破境界用的，但对人类来说，尤其是体修来说，也是大补。不仅能量温和易吸收，还能助力体修突破境界瓶颈。就是因为这个包，他们遭受到了种族灭绝式的捕杀。再次呼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所以江明不打算拿来卖，如果搞到手的话，他打算自己吃，那样他的肉身应该可以直接突破到筑基期了。不过江明也只是想想，迷雾飞莲不好杀，都不说筑基期，领先他一个段位了。就说这妖兽智商几乎没有，但野兽本能却十分强大，趋利避害，伺机埋伏，适时而动，速度又极快。哪怕师姐剑没被压制，江明都没把握能够打中他。算了，
师妹在这里，江明就算眼红迷雾飞莲，也不会把师妹置于险地，还是老老实实找到出口，然后拿秘境奖励吧。就在江明做好决定之时，一声凄厉的长啸传来。呜！迷雾飞莲的狩猎开始了，我们得抓紧时间了。迷雾飞莲的尖笑让罗小青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从戒指里掏出2个金色铃铛，一个递给了江明，一个自己拿在了手里。江明接过来看了一眼，很快就认出这对铃铛的来历。双生铃，双生铃，只要一头注入铃里摇动铃铛，另一头便会有所反应，指引方向。这里地域辽阔又无提示，加上时间有限，要找个秘境出口也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不知为何，江明对分头行动这4个字似有忌惮，总觉得这个词冥冥之中与他有很深的联系。行，时间紧迫，江明倒也没多说废话，道别后与罗小青兵分2路。现在只能希望那2个合欢宗的弟子能够给力点，拖多一点时，这样也不枉他演了那么久的戏。师妹，怎么了师兄？安青疑惑地抬起头。等等，为什么离得这么近？抬起头看向师兄的安青突然有些后知后觉。以前哪怕被搂着，他也会有意识地与师兄保持一点距离，仅仅让师兄搂着自己的腰而已。但现在他不仅被师兄搂着，自己居然在不知不觉地越来越贴近师兄了。抬个头，脸蛋都快能感受到师兄炽热的鼻息了。果然，像自己这种性格的人，一旦开了头，就不好止住了。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依赖师兄，越来越习惯师兄在他身边了，甚至连与师兄这种略显亲密的接触都习以为常了。那以后怎么办？安青心里又不禁叹了一口气。他不想去想这些东西，但脑袋瓜不听他的。而且安青发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现象。他刚刚也仔细听了罗小青的讲解，虽然他连修道菜鸟都算不上，并没有完全听懂，但也知道现在有一只可怕的妖怪正在迷雾中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出来捕猎他们，而他们需要在此之前逃出这里。情况很是危急，可是他为什么一点都不紧张啊？就因为旁边的师兄一脸轻松吗？但师兄是师兄，你是你啊。师兄感觉轻松，是因为他很强大，心里有底。你呢，安青？你呢？你个连师兄口中练气期都算不上的人，为什么也敢如此放肆？是因为师兄在你旁边吗？不行，这样不行。安青啊安青，你怎能如此堕落？要打起12分警惕啊！现在情况很危险。师妹。江明看着突然之间就有些恍惚的安青，不禁又喊了一句。他总觉得最近的师妹很容易走神，是在纠结她和师姐的事吗？要不要给她指条明路呢？比如一夫一妻。在江明的呼唤下，安青回过神来，慌乱地道歉道：师兄，对不起，什么事？没什么事，我们该出发了。江明摇了摇头，但是在出发前还有件事要办。说着，江明将铃铛递到安青的小嘴边，说道：来，吹一口。安青不明所以，但他乖，所以他还是张开小嘴，往铃铛上吹了一小口气。呼够了吗，师兄？用不用再吹点？够了，咱走吧。江明笑着收起了铃铛，搂着安青走向了与罗小青截然不同的方向。安青老老实实地跟着师兄走在了无尽的迷雾中。虽然觉得师兄这么做一定有他的深意，但安青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师兄，为什么要往铃铛上吹一口气啊？江明闻言神秘地说道：刚刚我施了秘法，用这个铃铛剥夺了你的运气，加在了我的身上。安青闻言大惊失色：真的吗？那用不用再吹一口？师兄，你的运气够不够用？我的运气是不是还有很多？要不再分你一点？安青非但没有惊恐，反而跟连珠炮一样的问了一堆。江明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以前怎么不知道师妹有这么天然的一面呢？傻傻的，但很可爱。江明叹了口气，拍了拍师妹的脑瓜：傻师妹，逗你玩的啊！坏师兄，你又骗我！哼，什么叫又？我什么时候骗？师兄，你心虚了。我没有。嘿，不说这个了，师妹，你难道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让你吹这一口气吗？师兄，你又岔开话题。为什么？师妹果然还是忍不住好奇心，明知道师兄在岔开话题，她还是愿者上钩了。听说好看的人运气都不会差，所以师妹。江明笑得很灿烂，你的运气肯定很好，应该能够保佑我们顺利走出秘境。安青看着江明的笑脸，抿了抿嘴：真是的，师兄，你别再说这种话了。安青感受着加速的心跳，我真怕以后真的离不开你怎么办？草，为什么还在追我？吴楚一脸惊恐地飞奔着，只恨爹妈没多给自己生多几条腿。他的手上有一道巨大的伤口，
正潺潺流着鲜血，隐约可见森森白骨。踏入仙门不久，吴楚和赵年便听到了一声恐怖的尖笑，接着噩梦就开始了。迷雾中有东西，吴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赵年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就在一瞬间，他的归灵护符破碎了。如果不是归灵护符，他可能已经被腰斩了。就算如此，他的手也废了。赵年那狗东西见势不妙，已经跑路了，只剩下他还在逃。可前是迷雾，后也是迷雾，什么都看不见，甚至迷雾中那恐怖的怪物在行动时根本就不会惊扰这些迷雾，就像是融化在迷雾中一般，无声无息的便夺走了他一条胳膊。这根本不是他可以应付的东西，跑是他唯一的选择了。吴楚一边跑一边掏出自己身上所有保命的法宝，只求能够争取一丝存活的机会。事已至此，他要还反应不过来，那他真的就没救了。吴楚咬牙切齿的从嘴边一字一顿的挤出几个字：罗小青。突然悄无声息之间，他的一条胳膊落在了地上。啊！另外一边的赵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他看不清方向，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跑。他亲眼目睹了吴楚受伤的情景，瞬间判断出危险非他可力敌，于是当机立断放弃了吴楚。他不需要跑得多快，只要跑得比吴楚快就行。突然前方的迷雾翻涌，赵年心中一紧，手上捏着金刚符，严阵以待。该不会是那只怪物吧？这时前方的景象慢慢清晰，两道身影走了出来，近距离的与赵年对上了眼神。是你？是那个散修？赵年脸色一沉，他也不傻，原本就对罗小青有所怀疑。进门后罗小青没跟着进来，更是让他确信有内鬼。那眼前这个散修自然是跟罗小青一伙的，他们遭遇袭击，想来和那个仙门脱离不了关系。不过不重要。赵年眼睛一眯，这个散修实力弱小，如果能将他打残，待会又可以拖住那只怪物一会了吧。江明没那么多小九九，还十分热情地打了个招呼：又见面了，吃饭了吗？赵年可没给什么好脸色，一边调动灵力准备动手，一边质问道：你和罗小青到底是？赵年话还没说完，一个拳头在他眼前渐渐放大。他没想到这个散修居然敢率先发动攻击，要是没吃的话，先吃我一拳。咚！金刚符激活，一个金色的中型虚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挡住了江明的拳头，发出了一声洪亮的钟声。见此，赵年一声冷笑：哼，你一个散修还想偷袭？突然红钟破碎，在赵年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拳头不断放大放大。砰！啊！随着一声惨叫，赵年倒飞了出去，重重摔在了地上。怎么可能？你！赵年慌忙爬起身，却发现刚刚的那两道身影遁入迷雾中消失了，并没有乘胜追击。操！这是散修！赵年吐出一颗被打掉的牙，他算明白了，罗小青和江明两个人都在把他们当猴耍，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散修，没有哪个散修能这么年轻就把肉体修炼到可以击破金刚符的地步，这至少是炼气巅峰。不过好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江明并没有继续追击，这时候也没时间纠结了。赵年掏出几张防御性符箓捏在手里，继续逃跑。迷雾中，江明和安青还在快速向前移动，寻找出口，打完就跑，一击脱离。但是安青不明白，他看向师兄，不解地问道：师兄，你为什么要打他啊？罗小青不是说过他们的状态越好，对我们就越有利吗？是的。江明点了点头，表示肯定。接着他问道：那我打他，你爽不爽？啊！安青一呆，爽不爽？什么爽？好吧。安青承认，当师兄给了那家伙一拳时，他心情突然就通畅了，所以师兄是为了给他出口气。安青沉默了。师兄啊师兄，你别这样，别对我这么好，我怕，而且就为了他的一时之快，怎么觉得不值？江明斜了一眼安青，似乎猜到了什么，问道。闻言，安青老老实实点了点头。为了我的心情去折损他的实力，我觉得很赚。江明拍了拍安青的小脑瓜，谁让他觊觎我家小青的，不打他一顿，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家小青你看，打了他一拳，你爽了，我出气了，这不双赢吗？你赢一次，我赢一次，你觉得呢，师妹？安青看着师兄的脸，坚定地点了点头。我觉得师兄说的对。江明皱着眉头看着无尽的迷雾，他方向感很好，哪怕身处茫茫迷雾，江明也可以保证自己走的是直线。可饶是如此，两人快步走了接近10几分钟，也依然还是没走到秘境尽头。这个秘境大得有点可怕，可偏偏
秘境主人可以说是一点提示都不给，就硬找。在这么大的范围里，纯靠运气来寻找秘境出口，多少有点扯乎。江明总觉得这样有些不符合逻辑。一个大能费那么大力气搞这样一个简陋的炼气期秘境，闲得蛋疼吗？除非罗小青从一开始推测就是错的。江明皱着眉头，略微思考，如果秘境的最终考验不是找到出口呢，而是杀死这只迷雾飞莲。这里的迷雾产自迷雾飞莲，这只妖兽一死，迷雾自然也就消散了，届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出口了。这显然比找秘境出口更符合逻辑。迷雾飞莲虽然攻击性强，但无论是肉身还是精神都比较脆弱，是经典的高攻低防刺克型妖兽。如果只是筑基前期，那一群炼气巅峰合力付出一些代价后，完全是有机会杀了的。而之前所谓的仙门、后门更像是秘境主人设的陷阱，主要就是为了分化秘境的参与者，一旦参与者心散了，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合力不合力的了，引颈带路吧。甚至江明的内心有种预感，如果他这个猜测才是正确的话，那秘境主人显然是想给炼气期的小菜鸟们狠狠上一节简单而生动的课了，甚至再狠一点也不是不行。比如这个秘境的最终奖励就是这只迷雾飞莲身上的肉身精华，这样的话，哪怕参与者找到秘境出口，也是没有任何奖励的。辛辛苦苦垂死挣扎找到秘境出口，却发现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得到，那可真是去他妈的修道梦。不过现在追究这个也没意义了，找到出口可能是现在唯一的方法，还是得看运气。江明对自己的运气有绝对的自信，所以只能依靠罗小青了。那小崽子从小就运气好。这时安青弱弱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师兄对不起。江明转头看去，一脸迷惑，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道歉上了？只见安青低着脑袋，小脸上满是自责，是我的运气不够好，才找不到出口的。江明眨了眨眼睛，想起了不久前让他往铃铛上吹一口气，借他运气这一事。不过师妹是什么背锅大侠吗？这也能把锅背自己身上？不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锅也是他的。江明脸色一板，师妹此言差矣，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师兄的运气太差了，连你的好运都无法抵消掉我的厄运啊？可师兄你说过，长得好看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哟，师妹居然也会婉转的夸人了，小嘴真甜。不，师妹，师兄今天就教你个道理。师兄请讲。见师兄一脸严肃，安青连忙端正姿势，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你一定要记住，吾辈修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是句在修道界被用烂的鸡汤，但对还未入道的师妹来说，犹如雷霆炸响，振聋发聩。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好是大气磅礴。师妹默默喃喃了2声后，眼睛一亮，我懂了。师兄，你是叫我面对困境，不应该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运气，而是应该奋力斗争，自己寻找生的出路。就像现在这般，不要去相信什么运气，以免庸人自扰。只见师兄赞赏而欣慰地点了点头，很好，不愧是师妹，孺子可。江明话没说完，突然口袋疯狂地震动起来。谁把开关开了？哦，不对，他没带那玩意，是双生铃。此时在口袋里的铃铛正隐隐指向一个方位。罗小青找到出口了。怎么了师兄？师妹，我刚刚教了你什么来着？安青疑惑地歪了歪小脑袋。师兄这是突然失忆了，不过他还是挺了挺傲人的胸膛，鼓起气势，声音低沉地念出来，我命由我不由天。说完期许地看着江明，期待他的表扬。嗨嗨，师妹念得真好。江明拍了拍安青的小脑瓜，夸奖道。被师兄夸了一句的安青眼睛顿时弯成了月牙，像是幼儿园举手回答完问题后的小孩。不过今日为兄再教你一个道理。安青顿时就来了精神。师兄请说。江明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就是对于无辈修士来说，其实运气这东西偶尔还是可以信一下的啊。运气这东西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小师妹陷入了沉思。所以师兄到底是让他信呢，还是让他别信？或者说运气好时就信，运气不好时就不信？江明斜了一眼认真思考的小师妹，师妹放前世肯定是个好学习的小笨蛋。双生铃为江明指向了大致方向，但奇怪的是，铃铛只是响了短短几下后便失去了反应。这也就代表着罗小青停止了灵力的注入。是遇到迷雾飞莲了吗？死了？还是逃出秘境了？江明思忖了一会，不管怎么样，先去看看。好在江明方向感很好，双生铃指的方向他已经记住了，
只要不断往那个方向走就行了。念此，江明直接抱起了还在沉思的师妹，吓得师妹一声惊呼：“啊，师兄！师妹，我们要抓紧时间了，放心，我很快，你忍一下就好。”哦，安青看着师兄的脸蛋，不知为何，直觉告诉他，师兄他话里有话，或许是自己多虑了。不过安青还是配合的用小手挽住了师兄的脖子，因为师兄说他很快，还是挽着比较好，这也是没办法的。万一跑太快了，师兄抱不稳怎么办？不过师兄的手，安青美眸斜了一眼师兄放在上半身的手，没碰到，很老实。师兄虽然顽皮，但确实是个君子。师兄，你真的好快！这还是安青第一次见师兄全力奔跑，风飒飒的往他脸蛋上呼，速度几乎是他的几倍了。难怪当初追不上师兄，还不小心陷入了强盗的围剿。一想到这，安青就有些想笑。坏师兄！倒是江明闻言又有些不乐意了。他说自己快，那是自谦；师妹说他快，那可就有点奇耻大辱了。师妹别这么说，其实平时我还是挺慢的。安青的直觉越来越强烈，师兄绝对话里有话。夸别人跑得快的时候，谁会回一句平时很慢？更别说师兄刚刚自己还说他很快的。和师兄说话老是云里雾里的，难道是他的知识储备不够？等回宗后一定要狠狠地学习知识，早日听懂师兄的话中话。突然，江明放慢了脚步，低下头，眉头微皱。这里有一滩血迹，但不知道是谁的。吴楚、赵年还是罗小青？江明谨慎了起来，连步伐都慢了许多。迷雾是飞廉的领域，哪怕他五觉敏锐，估计也只能勉强捕捉到迷雾飞廉的动作。重要的是怀里还有个师妹，真打起来，江明很难从高他一个大境界的迷雾飞廉中保下安青。这也是江明有些缠迷雾飞廉的身子，却仍迫切的想要找到秘境出口的原因。安青在江明怀里，见他表情变得有些严肃，也不禁收起了声音，甚至连呼吸声都刻意放慢了，生怕打扰师兄。他知道现在他是一个累赘，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打扰师兄了。说实话，他很讨厌这样的感觉，回宗以后一定要好好修炼，趁早能帮上师兄才行哦。还有若七姐姐。江明想了想，还是将安青放了下来，抱在怀里限制了双手，反而更难应对突发情况。严肃地嘱咐道：“安青，待会如果我叫你做什么事，你不要犹豫，知道吗？”师兄都叫他名字了，看来这次真的很认真了。安青郑重地点了点头。他在信任师兄这一方面做得不错。走吧。安青小心翼翼地跟上，两人往前走了几分钟，江明又停下了脚步，低下头。一节带血的衣物，看上去是被利爪抓下来的。这下不用猜了，正是罗小青的。江明认得，看来他在这儿遭遇了迷雾飞廉，然后逃跑，结果运气爆棚的在前面遇到了秘境出口，摇响了铃铛。如果只是遇到迷雾飞廉，他是不可能摇铃铛的，以免传递了错误信息。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江明把手伸进裤兜，往铃铛里注入了一点灵力，接着集中注意力倾听，隐隐约约似乎听到了铃铛的声音在前方传来，不远不近。果然，罗小青可能把铃铛丢在秘境门口那里了，方便他通过听觉确认位置。人应该是跑了，不过这也意味着迷雾飞廉就在附近，继续走吧，师妹。安青紧张地点了点头，他其实并不是很明白现在的具体情况，只知道很危险。至于危险程度，他完全是从江明的脸上看出来的。师兄越谨慎正经，就代表越危险，安青也就越紧张，脚步、呼吸都不自觉地放缓，不敢发出一点动静。江明倒是照旧，甚至脚步声还重了一点。他宁愿迷雾飞廉早点现身，此时敌暗我明，反而更加危险。哒哒哒，脚步声有节奏地传了出去。江明估摸着秘境出口越来越近了，如果能够先把安青送出去，那他就能尝试着击杀这只迷雾飞廉了。突然，江明猛然停下了脚步，心里传来一阵莫名的悸动。安青，待会我叫你跑，你就直直往前跑，不要停，不要回头，知道了吗？师兄。安青担忧地看向江明，知道了吗？江明眉头一皱，又问了一遍。安青害怕地缩了缩身子，知道了。江明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一声暴喝：“跑！”江明猛然推了一把安青，他的动作幅度很大，破绽很多。他相信迷雾中的猎手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果然，迷雾里出现了轻微的翻涌，几乎不可察觉。接着，一个血盆大口突然出现，带着浓厚的血腥味，咬向江明。安青一咬银牙，顿时冲了出去。听师兄的，听师兄的，听师兄的，快跑快跑快跑！可是为什么师兄没跟上来呢？他在干什么？能看一眼吗？不行。安青，不要回头，听师兄的，往前跑往前跑往前跑。可是
可是师兄呢？为什么没跟上来？安青不知道为什么师兄会让他离开，但这种情况似乎只能听师兄的了。只是江明离开了他的视线，一个焦虑恐慌感瞬间占据了他的心。不行就回头看一眼，不会耽误什么的。就看看师兄在干什么，只看一眼以后保证好好听师兄的话。焦虑填满了安青的心，让他没注意到前方的迷雾中隐隐约约出现了一抹蓝色。最终安青还是说服了自己，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了一眼，一只面目狰狞的巨大凶兽一口咬住了师兄的手，鲜血四溅。师兄！安青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想停下脚步，可是突然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不要，师兄！迷雾里隐隐传来了安青撕心裂肺的声音。待突如其来的天旋地转停歇，剧烈的眩晕感袭击了安青，天宇的似乎在这一刻颠倒。这眩晕感让他难以控制地伏跪在了地上，本能地靠双手撑着，才不至于摔倒。脑子就像是被放到搅拌机狠狠折磨过一样，难受到安青几乎无法思考。与此同时，腹部一阵痉挛，很快痛苦从腹部涌向喉咙，约哦嗨嗨。这瞬间安青感觉自己似乎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了。就在这时，一个阴柔的声音突然响起，安神，像是有一汪清流缓缓流淌过安青的脑袋一般，清凉宁静的感觉让安青精神一振，顿时好受了许多，思考能力也恍恍惚惚地恢复过来。原来有师兄在身边和没师兄在身边差距这么大的吗？上次进秘境时他还嘲笑过吴楚和赵年羸弱不堪，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师兄，他的情况可能只会更糟。师兄，师兄等等，师兄，师兄呢？安青终于从恍惚中意识到师兄似乎还在秘境里。师兄，师兄，师兄！他慌忙四顾，像是失去依靠的小猫，发出了胆怯慌乱的叫声，但却并未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只有离他不远处的秘境裂口还在散发着莹莹蓝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安青慌慌张张地从地上手脚并用爬了起来，冲向秘境。别，姑娘，别！可是安青还没走几步，一道身影便急忙挡在了他的前面。走开！安青看着罗小青，咬牙怒吼，像一只凶猛的老虎。他的眼眶微红，但却强忍着并没有哭出来。罗小青闻言倒也不恼，只是耐心地解释道：你别激动，你已经进过这个秘境，如果再进去，多半是将你传送到时空乱流里去，到时你连怎么死都不知道，别说找到你师兄了。可是师兄还在里面，不行，我要去找他。安青说着就要绕过罗小青前往秘境。他并不太懂罗小青口中的时空乱流是什么东西，安青只是想去找师兄，不是小姑娘，你这么忙的吗？哦，之前好像也是这么忙。念此，罗小青不禁叹了口气，这才卧底多久，明哥就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女孩，他呢到现在还单身，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女孩？哎，男孩也行，不过肯定是不能让安青进秘境的了，要不然等明哥出来就该把他丢到秘境里了。罗小青继续挡在安青身前劝解道：姑娘你先别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算你见到明哥，你又能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一针见血的言论让安青愣住了。能做什么？是了，自己似乎一直都是拖累师兄的那一个，就算现在凭着一股冲动回到师兄身边又如何呢？还得让师兄分心保护自己。安青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般，缓缓瘫坐在了地上，抱着膝盖无助地看着秘境裂口，喃喃着：我什么都不会，只会连累师兄，原来我什么都做不到。师兄，对不起。安青抿着嘴唇，眼眶里似有水雾弥漫，但却始终忍着眼泪。他不想在外人面前哭。倒是罗小青没想到自己不过是好心劝慰的一句话，威力能这么大。不是姐妹，你是什么很容易破防的类型吗？难道就没想过你连练气期都不是，拖后腿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况且你不更应该怪明哥把你置入险地吗？怎么自己背起锅来了？罗小青看着安青那强忍泪水的俏脸，心下有些不妙。待会明哥出来不会以为自己欺负他师妹，然后把自己扔进秘境吧？嗨嗨，姑娘，其实你也别急，明哥那么厉害，多半等会就出来了。安青闻言眼前一亮，对哦，师兄那么厉害。可很快他又沮丧绝望地低下了头。可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一只妖怪咬住了他的手，流了好多血。一想到师兄手臂上溅出的鲜血，安青心里一阵惊惶，情绪涌上心头，眼眶里蓄谋已久的眼泪终究还是悄然落下了几滴。安青连忙将脑袋埋在手上，不让罗小青看到。一旁的罗小青闻言陷入了沉思。江明和迷雾飞廉对上线了，罗小青一点也不意外。实际上他看到安青独自跑出来的时候，心里就有猜测了。听安青的说法，明哥是受伤了，被咬住手臂，听着像是故意卖破绽，拖住了迷雾飞廉，争取时间让安青跑了出来。
算了，还是先把这个姑娘搞定吧，免得被扔进时空乱流里面。姑娘，你先听我说，我认识明哥很久了。秘境内，迷雾飞莲狰狞的大口死死咬住了江明的小臂，鲜血直淌。江明都能看到他嘴边挂的肉丝以及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了。这比得多久没刷牙？虽然师妹临走前看到的情形甚是凶险，但其实都还在江明的计算之内。此时，一把暗淡微光的宝剑正贴在江明的手臂上。虽然师姐剑遭到了一定的压制，但毕竟是筑基期的宝剑，硬度还是摆在那儿的。正因为有这把宝剑横在他手上，迷雾飞莲无法用他的咬合力直接撕断江明的手臂。江明也不是很想过的日子。迷雾飞莲一击不成，并没有给江明反击的机会，而是化作一缕白烟融于迷雾之中，伺机而动。一击脱离，丝毫不贪刀，一看就知道是打游击战的好手。江明见状，倒也不敢大意，手持师姐剑站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越级挑战还是有点难度的，不过好在他不怕这种脆皮刺客，反正没有时间限制，慢慢磨吧。正好他很持久。一座昏暗的洞府内充斥着浓烈的酒味，一个邋里邋遢的修士正半躺在地上，往嘴里倒着酒，饶有兴趣地看着前方。只见前方仙雾渺渺，在空中化成影像。哟，小伙子单挑啊，真不错，真不错。我看看是什么样的小天才，炼气出气。哦，炼气期就修身怀闷雷了，野心还挺大，难怪敢单挑筑基期。修士倒了一口酒，摇头晃脑看着闲暇之余的下酒菜。打算用感官和身法磨死飞莲吗？那不行，那不行，那多无趣。修士凭空点了点，来吧小伙子，让我看看，哥，你还有没有其他招儿？一个漏斗突然出现在了江明眼前，沙子没有任何预兆与准备，就开始哗啦啦的流。见状，江明没有惊愕愤怒，只是无奈的笑了笑。修道界虽然因为天灾人祸死的人比较多，但出生率还是挺高的嘛。念此，他伸出手往天空竖起了一个宇宙通用友好手势，算是打了个招呼。另一头正在喝酒的修士虽然看不太懂，但也能猜得出不是什么好意思，看得他直直乐呵。小伙子还挺有胆的，化神期可以随便加难度，而炼气期要考虑的就多了。几乎是在江明竖起中指的时候，伺机的迷雾飞莲突然从他身后跳出。江明侧身躲闪的同时，师姐剑以诡异而难以捉摸的痕迹划过迷雾飞莲的身体。他的动作很快很隐秘，也让这一击立功，在迷雾飞莲上划出一道伤痕。迷雾飞莲顿时化成雾气消失。这技巧有几丝剑意的味道了。炼气期，邋遢修士摸了摸胡子，脸色罕见的严肃了一点。剑意是剑道精深的表现，可这不是炼气期能够掌握的，哪怕只是一点味道。这说明这个小伙子的剑道有些早熟了。江明可不在意这个秘境主人的心思，他太远了，而迷雾飞莲很近，沙漏还在流逝，估计也就几分钟。唉，江明无奈地叹了口气，要出点血了，物理意义上的出血。他颓废地站着，像是放弃挣扎了一般。迷雾飞莲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没有任何征兆，他不知从哪儿的迷雾里冒出，袭向江明。可江明置若罔闻，没有丝毫反应，看得秘境主人一阵皱眉，这是放弃了。可惜了，本来还以为来了一个可堪重任的迷雾飞莲的攻击临近。就在这时，江明动了，他猛然侧身，横腿踢了出去，然后大腿直接喂到了迷雾飞莲的嘴边。飞莲倒也不客气，一口咬下，噗嗤，鲜血四溅，深可见骨。只不过因为江明紧绷着大腿肉，迷雾飞莲并不能第一时间撕断，毕竟大腿肉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江明的肉质不怎么鲜软，甚至有些硌牙。迷雾飞莲一击得逞，此时却并没有脱离。现在他咬住了猎物的大腿，虽然没有咬断，只要轻轻一甩，便能让猎物失去平衡，然后一击致命。简单来说，迷雾飞莲贪刀了，而江明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此时江明一只脚站着，大腿肉又被咬着，甚至连挥剑造成有效伤害都困难。但是他有一把不用挥的小剑，丹田处一把散发着黑色气息的小剑瞬间飞出，在迷雾飞莲贪刀舍不得离开之际，飞向他的脑袋。飞莲的本能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想要脱离融入迷雾，但是江明紧绷的肌肉卡住了他长长的獠牙，以至于他并不能第一时间逃脱。黑色小剑畅通无阻地冲进了他的脑袋。嘶吼！迷雾飞莲的眼睛肉眼可见地灰暗下去，似乎陷入了某种情绪之中，失去了动作。但是他的眼睛又肉眼可见地再变回原样。毕竟只是凡人的绝望，对筑基期来说质量还是低了点，哪怕他精神力很是薄弱。不过这一小会也够了。
江明趁着迷雾飞廉陷入绝望之际，放松了紧绷的肌肉，然后狠狠一扯，一阵令人心惊胆战的血肉撕裂声传来。江明将肉留在了迷雾飞廉紧咬不放的嘴里，换来了挣脱。接着，他张开嘴巴，狠狠地咬在了迷雾飞廉脖颈的肉包上，咕咚，顿时便吞了一大口，血腥味随着他的喉咙流淌至四肢百骸。卡了一段时间的炼气期瓶颈顿时消散，立竿见影。进阶筑基期，迷雾飞廉的血肉精华对他来说就可有可无了。但是江明还是多吸了一口，含在嘴里，同时玩好单脚全力一蹬，身形往秘境出口方向飞了出去。吼！这时迷雾飞廉终于清醒过来，存了许多年的精华积蓄被人抢走了，他的眼睛瞬间变得通红，甚至都忘记隐于迷雾，就这么直直冲向那个强盗。可惜筑基期的江明速度快了何止1倍，这全力一蹬直接把他送到秘境出口，让迷雾飞廉望尘莫及。只不过在飞进秘境出口之前，江明伸出2只手，又朝天上比了个友好手势，接着消失不见。这时漏斗沙子也恰好流光。但是秘境并没有崩塌情绪之道，剑道、肉身之道3道齐修，胆大、心细、够狠、敢做事，此子之后必成大器。邋遢道人喝了一口酒，江明是吗？我们很快就会再次见面，到时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惊喜。师兄怎么还没出来？可能还在打。我的姑奶奶哟，再怎么着你也不用2秒钟问一次吧？师兄呢？还在打。师兄怎么还没？还在打。师兄还在打。师兄会不会已经……罗小青仰起头，算了，还是不找女朋友了，希望以后的男朋友不会这样。安青期许地看着秘境裂口，不断祈祷，但心却越来越沉了。只是他不愿意去面对，所以只能用期许的目光看着出口了。师兄，你快出来！师兄，我以后好好听你话好不好？你出来吧，我回宗后一定好好修炼，绝对不拖累你。你出来好不好运气？运气如果真有运气，我愿意用我一生的运气换师兄平安归来，行吗？安青看向蓝蓝的天空，希望冥冥之中能有个存在接受他的这个交易，像是收到他的祈祷似的。突然秘境裂口发出幽幽蓝光，有人要出来了！罗小青解放一般的喊了一声。话音刚落，安青便急不可耐地跑到秘境裂口，焦急地等着，眼里透露着无尽的期许。没让他久等，很快一道身影便飞了出来。安青连忙伸出双手接住，小嘴呼呼：师兄，师兄，呜，师兄，太好了，师兄，呜呜，眼泪夺眶而出，肆无忌惮地流淌，心中的大石也终于落地了。感谢运气，感谢运气，师兄回来了。只不过师兄，你鼓着嘴干嘛？安青低头，这才发现自家师兄的腿。师兄，你的腿，呜呜，我，对，包扎，师兄你忍一下，我本就流个不停的眼泪，一下子更是如决堤一般。安青手忙脚乱的想撕下自己的衣服帮师兄包扎。江明连忙摇头，示意他不用麻烦，嘴里含着东西，只能发出的声音。师兄你说什么？你嘴怎么了？也受伤了吗？我带你去医馆，你忍一会。安青脑子一片混沌，慌慌张张。江明心里叹了口气，从安青怀里站了起来。虽然丢了一大块肉，但只是小伤，站着还是没问题的。啊，师兄，你别站着，我背你。你的腿我背你，抱你也可以，你别勉强。见江明站起来，安青更慌乱了。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下一步动作，一只大手便掐住了他的俏脸。安青迷惑地看向师兄，江明没有解释，他也说不了话。他的手微微发力，安青的小嘴顿时被捏成圆形，微微张开。安青还是没想明白师兄想干嘛，不过也不用想了，因为接下来他没法思考了。安青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一时间忘记了所有动作，连世界都仿佛静止了下来。师兄，他亲我了。嘴唇传来温润的触感，无不在提醒安青这一件事。坏了，初吻没了。小青，你在做什么？若曦姐姐，你明天就要去万法仙宗了，我给你折个平安符，保佑你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谢谢你，小青，用心了。没事，若曦姐姐。怎么哭了，小青？乖，不哭不哭。若曦姐姐，我舍不得你。我。好了，小青，我也非常舍不得你。如果可以，我也想要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可是我们不能一辈子这样躲着，我必须要拥有可以保护你的力量，我们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仙宗是能让我强大的唯一机会，也是能让我们在一起的唯一途径。
我必须把握住。我懂的，我知道的。若曦姐姐，你是为了我们。是小青没用，不能帮上忙。好了，不哭哈，再哭就成小花猫了。还有，谁说小青没用的？如果不是你，我又怎么会有动力走下去呢？你可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更别说小青你这么温柔，这么可爱，这么讨喜了，光看着你，我的心情都好不少。呜呜，若曦姐姐呜呜啊！哎，小青，你怎么哭得更大声了？若曦姐姐你这么温柔，我更舍不得你了。呜呜哇哇哇！哈哈，好了，小青乖，等你进宗的那一天，我们不就又可以见面了？可是那要好久。正是因为等待，有了期待，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才会更加深厚，不是吗？可我不想等。呜呜，若曦姐姐，你怎么不说话了？我想不到可以安慰你的话了。我不哭了。若曦姐姐，你离开后，我一定会变得坚强的。我相信你，小青。若曦姐姐，停，小青，这个初吻还是留到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的那一刻吧，这样才更有意义，不是吗？听你的，若曦姐姐。安青美眸睁大，一时间无所适从，脑子里更是直接掀起了思维风暴。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被师兄强吻了，怎么办？要不要推开他？可这样他会不会伤心？不对，若曦姐姐怎么办？他知道了更会伤心吧？明明说好糟了，怎么办？要不还是推开师兄吧？可留给若曦姐姐的初吻已经丢了，现在推开也没意义了吧？不行，要不还是推开吧？不推开岂不是代表着自己是接受了的吗？那不行。安青肯定不乐意，就算是师兄，那也不能这样豪取强夺啊！这可是他留给师姐的。短短一瞬，安青脑海划过千万道念头，心几乎都要拧巴在一起了，但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推开师兄。等等，师兄的腿受伤了，不能推啊！万一摔倒了怎么办？安青感觉自己的小脑袋瓜又要过载了。等等，他记得从一本小册子中不小心看到过，别人接吻都是要伸舌头的，那样才算是真正的接吻。那他是不是只要咬紧牙关，不让师兄的舌头进来，就不算丢了初吻？对哦。念此，聪明的小师妹眼睛一亮，亡羊补牢似的紧咬银牙，这次绝不向师兄妥协。为了若曦姐姐，就在安青做好防备警惕入侵之时，突然他觉嘴巴一热，一股暖流从师兄渡到了他嘴里。什么东西？水。师兄的舌头是水做的。不对，这不是师兄的舌头，好重的血腥味，是血。师兄往他嘴里吐血啊！这下安青比刚刚更猛了，完全不知所措，但他紧咬的牙关挡住了师兄渡过来的鲜血。不对，师兄没有伸舌头，而是吐血。那是不是说明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强吻他，是自己想太多了？师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血渡给自己。应该是了。师兄人品那么好，不应该突然做出这种事的才对。心思斗转之间，安青张开了牙关，鲜血顺利地流进了他的小嘴里。遇事不决，安青选择遵从第一定律，相信师兄。浓郁的血腥味让安青有些不适，但他还是把血含在嘴里了，没有吞下去。万一师兄只是寄存在他这的师妹，咽下去啊，含着干什么？咕咚，安青眨了眨眼，好难喝，好热，感觉浑身在发烫。忍一忍，师妹，很快就过去了。师兄传来的声音平复了安青心中的疑虑，静神忍受着身体传来的不适。这时罗小青搓着手，脸上堆着奉承的笑走了过来。明哥，还有剩的吗？给我也来一口。他不用猜都知道明哥嘴里含的是什么东西。那只飞莲还活着，你自己去找他啊。明哥，你这个见色的真好的人。明哥，想我们小时候，你百步穿杨，一箭就射中了100米之外的盟主，当时我就知道了，你是我一辈子的老大。哎，过奖了。不过奖，估计我们里面也就你敢这么对盟主了。江明看罗小青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只想笑。好了，这次秘境能出来你功不可没，不过刚刚时间紧急，我没办法也给你带一份。江明阐述了一下秘境发生的事，尤其是突然出现的漏斗。时间有限，我也只能含一份在嘴里了，这样吧，下次有什么你用得上的好东西，我第一时间给你，行了吧？兄弟归兄弟，江明不是什么杀熟的人。江明的承诺在修道盟可是很有含金量的。罗小青顿时喜笑颜开。嗨呀，明哥你这话说的，大家都兄弟，我怎么会在意这点小事呢？那不给了啊！不久前，锦官城，
夭夭从景观城外一处无人的地方款款落下，他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新，脸上也没了之前的邋遢样。这番清理耽误了他不少时间，但没办法，总不能狼狈地出现在师弟面前吧？那样还怎么拿下小师弟？夭夭整理了一下衣裳，向景观城走去。你的专属小舔狗来了。不过可惜，在景观城绕了一圈之后，他并没有看到小师弟，倒是因为他的装扮过于仙气，被城主找上门了。一番交谈过后，正好也从城主那里得知，师弟不久前已经离开景观城了。看，这就叫缘分。师弟的情报自己就送上门来了，都不用他去找的。这是他和师弟之间的羁绊啊！以师弟炼气期的速度，应该走不远吧？小师弟，我来了。秘境外，秘境裂缝正在缓慢关闭，估计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开了。安青还在旁边站着，紧闭着眼睛，娇躯上白嫩的肌肤浮现出淡淡的红色，头顶上还冒着几缕烟雾。虽然迷雾飞莲的血肉精华出了名的温和与精纯，但师妹毕竟是一个从未接触过修道的凡人，吸收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这还得多亏她习过武，肌肤才是淡红色，不然的像是熟人一样的红。而江明和罗小青正在旁边侃侃而谈，共谋天下。小青，师兄。旁边的小青似乎听到师兄在喊他，有些艰难地开口回应道：师妹，你再忍一忍，很快就过去了。好的。安青艰难地回答道。其实他没感觉到疼痛，就是有点奇怪，像是有无数双手在拉扯他身上各个部位的肌肉，来了个全身大按摩。我们继续。罗小青，明哥你说，在合欢宗有什么打算？暂时还没呢，明哥有何指教？合欢宗啊，你觉得找人下海有戏吗？下海？就是。江明看了看师妹，在罗小青耳边小声解释。合欢宗好歹是大宗，应该不会搞这些吧？嗨，合欢宗是大宗没错，但总有弟子缺灵石的。况且以合欢宗做背书，质量肯定有保证，必火的。合欢宗别的不说，俊男美女是真的多，就算是之前的2个男弟子，虽然其他不咋地，但脸还是不错的。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又不是让你去强迫别人，你只是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与机会而已，其他的都不是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吗？那怎么销售出去呢？嘿，你别忘了我们啊，各个大宗都有我们的人，你寄给我们不就行了？到时候我悄悄帮你们宣传，打出名号。别了吧明哥，合欢宗会以败坏师门名声的理由弄死我的吧？江明摆了摆手，那是你的事，我只提供思路而已，至于宗门肯不肯，那得你去沟通了。不过我跟你说，7情6欲乃凡人修士皆无法避开的一环，前景大着呢。修道界也不是没有宗门做这些，但你们和欢宗不一样，这可是大宗门，质量保证，口碑精选啊。况且方法有很多，你也别盯着个下海搞。明哥赐教。罗小青虚心求教。明哥从小鬼点子多，不说实施，先听着也能给他很大的启发。比如你还可以搞写真，就是那种纯颜值不带路的那种，知道吗？这种你可以造神造势，把他或他打造成明星，收割那些颜粉的零食。你看，无论是下海还是写真，都能给你的宗门弟子提供就业渠道。到时候要是品牌打出去了，他们的修炼资源不是源源不断，弟子们获得修炼资源，宗门减轻财政压力，简直双赢。明哥说的对，况且吾辈修士大部分人修了一辈子，都不能在这世间留下自己的姓名，死后尘归尘，土归土，如梦一场空。现在不一样了，要是能拍出佳作，那不仅会被称作老师，还能流传千年不衰呢。有道理。那反正意见是给你了，具体怎么弄你就自己看着办吧。不过罗小青，如果你真的能搞出名堂，一定要记住。明哥你说。江明戳了戳罗小青的心。对得住你的良心。利益之处必有阴暗滋生，但如果你操作得好，形成正规渠道的话，反而能减少那些不太好的事情发生。我不希望你为了一时之力走上不好的道路。你能放过自己，但心魔不会放过你。我知道了，明哥。罗小青郑重地点了点头。师兄，我好像可以了。这时旁边传来了师妹怯弱的声音。哎呀，我的小师妹，你感觉怎样？有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江明脸上立马堆出了笑容，身形一闪，跑到安青旁边。小师妹虽然有些恍惚，但看到师兄伤口的时候立马就惊醒了。师兄，你的腿，你不要乱动，疼不疼？我帮你包扎一下，小伤而已，不用在意。江明摆了摆手。小伤？师兄，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我们赶紧找个地方治疗一下，快！安青觉得自己第一次这么强硬，但看着师兄不在意的脸色，他就急，骨头都露出来了，看着都可怕。师兄怎么这样随意真是的？好了，师妹，
就算要处理这伤势，也得回宗后再说，这里哪有这条件？那我们赶紧出发吧。师兄，你痛不痛？能走吗？要不我背你吧。上来吧，师兄。江明看着火急火燎蹲下来的安青，有些失笑。一旁的罗小青突然打岔道：“明哥，既然姑娘也醒了，那我就走了。”再见。临走前，罗小青看向安青，语气夸张地说道：“小姑娘，你真幸运，碰到明哥这么好的男人。你刚刚喝的可是秘境里那只凶残怪物的精血，十分稀罕。明哥受这么重的伤，竟然都还惦记着你，真让人嫉妒。是这样吗？”安青闻言，愧疚地捂住小嘴。自己一开始居然还以为师兄是想强吻他，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不过师兄居然把这么宝贵的东西给了自己吗？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帮上忙，还一直拖后腿，这以后的恩情该怎么还啊？好了，赶紧滚！好脸！罗小青打完助攻后，屁颠屁颠的滚蛋了。他要回去试一下明哥说的东西。是，师兄。安青看向江明，抿了抿嘴唇，总觉得上面还残留着师兄的温度。不过还好，初吻是保住了。真正的初吻是保住了。别听他的，我不过是喝不下了，给你带一份而已。江明笑着拍了拍安青的头，随意的说道。可他越这样，安青越觉得他是为了让他安然接受才这么说的。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心情更加复杂了。那我们现在也该启程回宗了。师兄，我背你。不用，我能走。可是，等等，不用了，我们不用走了。突然，江明脸色一喜，朝天空大喊道：“夭夭师姐，夭夭师姐！”江明的这一声吼叫，中气十足，连林中休憩的鸟儿都被纷纷惊动，慌忙振翅跑路，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受伤的人。师姐，安青连忙顺着师兄的视线看去，只见悠悠蓝天上一道优雅的身形正踏着灵光四溢的古琴徐徐前行，速度并不快。而正在沿着官道慢慢飞行寻找小师弟的夭夭，并没想到会有人突然叫他，这声音是师弟。夭夭眼睛一亮，果然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与小师弟有纠缠不清的孽缘。等等，不太对，夭夭是天音风的，对声音的理解可以说是专业的，他能够通过声音判断出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一个人声音的底气以及雄厚程度判断出对方的肉身境界与状况。师弟的这一声吼所透露出来的浑厚程度与力量和之前完全不一样，质量上有着天壤之别。夭夭对比了一下师弟与分开的声音，发现此时师弟声音的雄厚程度在量上或许差了点，但在质上已经与分开相差不大了，这也就代表着夭夭的心跳不禁加速。师弟的肉身已经进阶到筑基境了，可这才几天，而且就算是刚进筑基境，这强度是不是有些太过夸张了？夭夭能判断得出来，师弟的肉身强度远超一般的筑基前期，已经达到筑基中期的水平，恐怖如斯。这下好了，原本小师弟只是练气期的后辈，还需要他的关照，现在小师弟已经可以骑在他身上，哦，不是骑在他头上了。而且他这才刚入门啊，还这么年轻，要是再给师弟一点时间的话，夭夭抱江明大腿的心顿时跟铁坨子一般硬得很。现在不抱，等师弟变成参天大树了，就没他什么事了，更别说师弟还救过他的命。一时间，夭夭温和知性的俏脸上堆满了友好而激动的笑容，玉琴款款落下。刚落地，他便张开双手朝小师弟走去，似乎是想拥抱一下师弟，表达一下内心的欣喜。师弟，好巧啊，居然能在这里看见你。是啊，好巧哦，你这不直接御剑走直线返回宗门，还拐到锦官城这里来，那可真是太巧了。当然江明是不可能这么说的，多伤和气不是。顺风车主都主动找上门来了，蹭车的肯定要笑脸相迎了。见夭夭师姐张开手臂，似乎是想要与她拥抱一下，江明也没拒绝，同样张开了双手，脸上挂满了有人相见的欣喜，等着她靠近。夭夭见状，笑容更盛了，还稍微挺直了腰背，将伟岸之处高高耸起，看样子是打算让小师弟尝尝洗面奶的滋味了。之前守身如玉，不就为了在此刻遇到对的人吗？近了，近了！夭夭的脚步近了，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脚一横，直接挡在了两人中间。对不起，这位师姐，师兄身上有伤，不能和你拥抱。安青刚刚在旁边看了半天，同为女生，她一眼就看出这个夭夭师姐不对劲。谁见面拥抱一下，还要故意挺挺凶气的？你这是拥抱吗？她和师兄拥抱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刻意做这些的。被师兄不小心碰到的时候，她还会羞得慌呢，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动作？所以安青瞬间做出判断，这个夭夭师姐是在缠师兄的身子。不行，师兄那么单纯，万一看不出来这个夭夭师姐意图不轨呢？要是被他骗了怎么办？
必须阻止他。但师兄看上去和他好像很熟，似乎没有什么借口去阻止等等。师兄受伤了，万一被他碰到伤口怎么办？很疼的。安青在这种时候脑筋动得尤为快，短短瞬间便分析完毕，还找到了借口与应对方法。而夭夭刚刚注意力都在师弟身上了，直到安青挺身而出才发现，原来在场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仔细看了过去，好漂亮，饶是经常被人夸奖的夭夭，此刻居然也有了些自惭形秽。还好自己比他要大一点，这方面至今为止无人企及。夭夭再次挺了挺胸膛，很快就收拾好了自己的心情。哼，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谁都无法超越。只不过这女孩是谁？哦，对了，师弟是来接新弟子的，所以这个坏他好事的就是新弟子。等等，他刚刚说什么？伤？夭夭没有去纠结安青，俏脸上立马浮现出焦急关切的表情。伤？什么伤？师弟你受伤了？不要紧吧？没什么大事，只是一点小伤。江明摆了摆手，刚刚他觉得大腿有些露骨，可能形象上不太好看，所以用布遮了一下，所以夭夭师姐并没有看出来。那怎么行师弟？夭夭柳眉一皱，关切异常，甚至有些严厉。再小的伤也要重视才行。哎，师弟，你伤哪儿了？我正好懂得一点医术，我来给你看看。你懂医术？安青闻言美眸一亮，欣喜地问道。略懂。夭夭看了过去，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个女孩对师弟的态度似乎并不像普通的师兄妹关系，有危机感了。那太好了，麻烦师姐过来帮师兄看看，他伤得好重。安青不由分说地拉着夭夭走到江明面前。师兄要紧，其他的都可以先放一放，我不都说了是小伤。师兄你别说话，好好站着让师姐看看。安青一嘟嘴，语气虽软，但话却很硬。一旁的夭夭斜了他一眼，这声音我的天，这是上天喂饭吃的吧？要是去天阴峰习得一些法门，估计一开口就足以魅惑众生了。配上他这副清纯绝色的面容，为什么上天给他开了一扇门，还把他家房顶也拆了？这不公平！夭夭心中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了。算了，先看伤，要好好表现，体现自己的价值才行。是啊，师弟，让我看看伤口吧。江明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安青已经掀开他遮住伤口的布了。在这呢，师姐，你快看看。师兄一直说轻伤，哪有这样的轻伤？江明无奈地看了安青一眼，师妹有些过于活泼了。不过她在外人面前一向表现得比较强势，再加上心系她的伤口，所以有些着急。江明心里还是挺暖的，好师妹，没白疼。我看看啊，师弟你……夭夭看到江明的伤口被吓了一跳，这是发生了什么？被狗咬了一口而已，师姐勿虑。江明随意地说道。看师弟云淡风轻的样子，夭夭有些恍神。在这一刻，夭夭终于意识到了两人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天赋。夭夭是真的懂一点医术，他看得出来，师弟这腿上的伤口虽然有咬痕，但并不是被妖兽啃食出来的。看这撕裂痕迹，这应该是被某种凶兽咬住时，师弟主动发力自损800的。这夭夭想想都觉得自己的大腿肉一阵疼痛，难以想象师弟到底面临了什么困境，但显然他克服了，并且不以此为荣，甚至懒得去说这伤口仿佛不值一提。如果是他被凶兽咬住腿的话，他估计已经放弃挣扎，吓瘫痪了吧。夭夭突然觉得自己妄图去追求师弟，是不是有些太看得起自己了？以他的资质，加上这种心性，注定要站在世界之巅的，自己配吗？算了，试试吧。如果追不到，那交个朋友也不亏。夭夭收拾了一下心情，郑重说道：师弟，你这伤口有些严重，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止了血，但还是早点回宗治疗比较好。所以师姐你来得很及时。江明微笑道，看得夭夭有些入神。不知为何，以前只觉得师弟很帅，可现在他身上似乎又多了一股非凡的魅力，吸引着他。师姐啊，哦，没事，那我们启程吧。劳烦师姐了。夭夭掏出他的古琴，迎风剑掌。师弟上来吧，还有师妹也上来吧。师兄。安青看向江明，怎么了？我没事。这是要飞吗？安青有些怕，他虽然算不上恐高，但太高的话他会没有安全感，会害怕。但这个不是很熟的师姐在这，安青不可能露怯的。江明看着安青突然上前，手环抱过她，将她搂进自己的怀里，低声在她耳边说道：不用怕，我在呢。安青只觉得自己的心开始不受控制的快速跳动起来了，小鹿又开始乱撞了。师兄啊，师兄，我现在更怕你了。
夭夭带着师弟师妹遇见往万法仙宗的方向前进，速度并不快。只不过这个多出来的师妹也让他一开始的计划泡汤了。本来夭夭打算让小师弟抱着他的腰，在面露几分嫣红，羞涩难当，再偶尔似有不习惯般的轻轻扭几下腰，来表达自己不习惯被男人触碰的纯情。接着他在胡思乱想之间不小心刹车，让师弟一个控制不住撞在自己身上，自己在豫剧还赢得娇嗔2声，一来二去这不就成了吗？可惜半路杀出个小师妹。现在夭夭只能偶尔回头看着师弟抱着师妹，手轻轻拍打着师妹的后背，不知道在低声说些什么。哎呀呀呀呀呀呀！气死了！这小师妹还把脑袋深深埋在师弟怀里，一点都不敢往看下边，看上去好像很害怕。恐高？真的假的？不会是装的吧？难不成这个师妹也对师弟图谋不轨？现在的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夭夭突然开始沉思，他刚刚就觉得这个小师妹对小师弟态度不一般，看现在这个样子，他的猜想可能是正确的。可惜这招夭夭不能学，他一个飞行好几年的老司机说遇见恐高，谁信哦？不过不行，他得不到的东西怎能让师妹享受？嗨嗨，师弟，师妹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让我给她看一下。夭夭温和地询问道。哦，没事，只不过师妹刚从秘境里出来，有些头晕而已。安青闻言心里一暖，有时候师兄真的很体贴。他没有说他是因为害怕，而是说他头晕啊。那要不让师妹过来我这里吧，我这儿有一些安神的法术。没等江明开口，安青闷闷的声音传来，不用了师姐，我已经好很多了，谢谢。这是最后的路了，回宗以后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和师兄这样接触。安青此刻真不想离开师兄的怀抱。好的，如果有什么需要一定要跟我说，师妹。谢谢师姐。不客气。说完，三人又陷入了一开始的状态。夭夭专心开车，江明则在安抚有些害怕的安青。被师妹霸占，愣是找不到借口占师弟便宜的夭夭也不再控制古琴的速度。灵力注入，古琴顿时化成一道长虹，往万法仙宗的方向疾驰而去。江明突然感觉到怀里的人身子一抖，吓得2只小手紧紧抱住了他，柔软的娇躯贴在了他身上，幽香一缕缕钻进了他的心田，比江明闻过的任何一种花都要香，不浓郁，不刺鼻，淡雅而柔和。小师妹，你好香！倒是看得夭夭目眦欲裂，失策了。刚刚那个小师妹看上去好像还挺不好意思用手抱着师弟的，现在他一加速，反而给了他借口。失策啊！不行，开快点，得赶紧回到仙宗才行。夭夭见不得师弟被他之外的人占便宜的场面。护宗大阵内，万法仙宗宗门大门口，师姐，放我们下去吧。啊，师弟，这里离仙宗门内还有很远。没事，我们就在这下琴就行了。那好吧，那我送你们下去。见师弟执意如此，夭夭倒也不好拒绝，将2人在大门口放下。谢谢师姐，对我不用这么客气的，师弟。夭夭微笑着说道，接着他突然有些害羞地递过一个洁白的小牌子，说道：这个是我的传音符，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联系我吧，没什么需要时也可以联系我。夭夭师姐以前显然没有做过绿茶，并不熟练。江明觉得她的害羞扭捏没有师妹来的自然，透露着3分故意。不过令牌还是被他接过了，客套道：今天谢谢师姐了，改天请你吃饭。夭夭闻言眼睛一亮，那我就静候师弟的邀请了。安青在旁边看了看师兄，又看了看夭夭，默不作声。他也不是胡搅蛮缠的人，自然不可能去破坏师兄交际，但这个夭夭师姐一看就知道不怀好意，等等要提示一下师兄，莫要让他给骗了。互相道别后，夭夭御剑离去了。他出轨的任务失败了，得回去反馈一下。只留安青与江明站在了仙宗大门口外的长阶梯下，阶梯上一座古朴沧桑的巨大石门静静伫立，立地而顶天，宛若天门，亘古至今。时间在门上留下了痕迹，但却没损它的伟岸分毫。站在远处高高仰起头，可以看见巨门上方写着4个无色大字：万法仙宗。没错，无色的。这4个字眼睛无法直接观测，但是当你的目光集中在门上时，这4个字会直接浮现在你的脑海。字势磅礴，却并不凌厉，反而有种仙气渺渺飘忽不定的感觉，让人每看它一眼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正如万法之名。师妹有何感受？江明看着前方，背着双手高深地问道。安青闻言看了一眼故作高深的师兄，略微沉思后回答道：好大的门。江明顿时看向安青，安青见师兄望过来与他对视，不禁眨巴了一下眼睛。怎么了，师兄？
江明真觉得师妹好萌，但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师妹，你没其他感受了吗？好，好高的门，好厚的门，哦，好漂亮的字。闻言，江明陷入了沉思，开始担心起师妹的未来了。大门上万法仙宗4个字，并不是一个人写上去的，而是无数大能将他们所悟的大道一点一点刻上去的，最后形成了万法仙宗这无形的4个大字。4字里面有近千条大能留下的道义，大道无形，大因牺牲。每一届招生，宗门都会在这里召开新弟子大会，因为观看这4个字的弟子心里会被种下一颗道种，这颗道种就是最契合弟子的大道。道种不仅能够让弟子知道自己最适合修炼哪条大道，在修炼契合道种的大道时还能事半功倍，这就是大宗门的底蕴。可看师妹的评价，不是好大就是好高，要不就是字好漂亮，似乎什么都没感受到一样。江明在大门这里下车，本来是为了提前了解一下师妹适合哪条大道，毕竟当初他看这4字的时候心里被种了数百个道种，太多了，江明懒得数。虽然他不能将这些大道全部走一遍，但无论师妹适合哪一条道，江明都可以陪着她一起修行，增进感情，就像一起学习的同桌一般，互相请教，互相进步之下，总会产生一些情愫的。而且也方便他有借口来找师妹玩。可是现在看来完了，师妹没能获得道种有2种可能，一种是因为师妹资质愚钝，感到不到里面的道义。念此，江明端详了一下师妹的俏脸，被师兄奇怪的眼神看得有些害怕的安青怯生生地说道：师兄你怎么了？别吓我啊！江明揉了揉师妹的脸蛋，补充了一点能量后继续沉思。不对，师妹虽然有时候会呆呆傻傻的，但资质肯定是没话说。别的不说，光师妹这声音条件，去天阴峰都能修炼出一番名堂，那只有第2种可能了。这4个大字里面的近千条道，没有一条是最契合师妹的。江明原本以为声音大道是最适合师妹的，但现在看来显然不是。那最契合师妹的道到底是哪一条道？每个有天赋的人都有一条最契合他的根本大道，江明简约地称它为一本道。但很多人终其一生苦苦追寻，却都没有找到属于他的一本道。归根到底，试错成本太高了，没有人能够慢慢尝试哪条道最适合自己。一个大宗的寻常天才能修2条道已经是极限，像师姐与修道盟2五仔这种能够同时修几条道的，已经是妖孽中的妖孽了。绝大部分普通修士一生只修1条道都不一定能走到元婴期，更别说慢慢去尝试了。而万法仙宗的镇宗大门是历代仙宗强者累积而成的心血，被修道界奉为万法之本的宝物，能够一开始就能找到一本道，不用到处去求索，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江明叹了口气，师妹这开局就不咋地，当然也不是说师妹这就废了。江明笃信他修声音大道最后的成就也不会差，就是不如一本道而已。师兄，江明松开了蹂躏师妹小脸蛋的手。你怎么了？是我说错什么了吗？师兄刚刚的眼神十分不对。安青以为是自己的回答令师兄不满意了。没有。想了想，江明也没说出来。安青知道了也没用，徒增烦恼。就是觉得你的回答傻傻的，很可爱。师兄，你别再说这种话了。安青心虚的左右张望，生怕下一秒就会有一道倩影突然跳出来。这里毕竟是仙宗，师姐就在这里。一想到这个，安青就有些紧张。刚刚被师兄捏脸蛋，应该没被看到吧？对了，还有刚刚下飞剑的时候，自己还抱着师兄来着希望若七姐姐还在修炼，没看到吧？江明看安青的样子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淡笑道：放心，不出意外的话，师姐这回还在正道峰上修炼，以她的性子多半是不会出门的。是这样吗？安青松了口气。等等，为什么要松一口气？搞得自己和师兄有什么关系一样？自己和师兄不过是比较熟悉的师兄妹关系而已，应该不用怕若七姐姐吧？师妹，做个选择吧。什么？我带你逛逛宗门，一路走到内宗去办手续，这可能会花上挺长一段时间。或者我带你坐船送阵，直接到达内宗办手续，然后我们去看看师姐，选一个吧。江明微笑地看着安青，好像给出的这个选择毫无心机一样。安青张了张嘴，见若七姐姐，终于可以见到若七姐姐了吗？天啊，安青觉得自己要开心死了，恨不得马上飞到若七姐姐身边，跟她亲密缠绵，你侬我侬。这世间还有比若七姐姐更重要的事吗？那师兄，我和你一起走过去吧。我正好想熟悉一下宗门。安青的声音越说越小，低着头，显然底气不足。
那走吧。江明点了点头，往仙宗大门走去。安青乖乖的跟在师兄身旁，不敢靠太近，不舍离太远，正好是两人走路摆起来的手会偶尔不小心碰到的距离。诚然，若七姐姐对他十分非常的重要，但是他和师姐可以相处的日子还很长，不着急一时。而师兄安青记得师兄说过，为了不让若七姐姐误会，等回到宗门就不会再和他过多接触了。现在师兄还说若七姐姐还在那个什么正道峰上修炼，不会出门，这说明一路走到内宗，可能是自己与师兄唯一一次能够像以前一样正常相处，不用避嫌若七姐姐的机会了。安青觉得不能够放弃这个机会，是他承认自己是有点舍不得师兄，但这不是很正常吗？虽然师兄和他没什么特殊的关系，只是比较熟悉的师兄妹，但师兄一路过来对他的照顾可是真的，连那么珍贵的妖兽精血都给自己了。安青现在觉得自己的身体活力强得可怕，所以舍不得师兄其实也很正常，不是吗？他只是想陪师兄再走一段路而已，真的就这一段路，走完之后他也得回到师姐身边了。至于师兄的恩情以后再还吧。师妹，这里是外门，不过我们是内门执招弟子，一般不会来这里。安青仿佛认真听讲的小学生，恨不得把师兄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脑海里。只不过安青总会时不时的偷看两眼师兄的脸，像是现在不看，以后就没机会看了一般。倒是安青惹来了不少外门弟子的偷瞄与议论，他们看上去还在忙着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但实际上眼睛早已不知道瞄到哪去了。哇，你看那个女生，我的天，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女生，我突然又有修炼的动力了。确实很漂亮，不过我建议你别继续看下去。看到旁边那个男生了吗？看到了。怎么了？他身上穿的是内门弟子服饰，要是你看多了，惹得他不快，我们都得遭殃。哦，不过内门弟子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生，我一定要好好修炼，争取早日进入内门，冲！你加油！你也是，少年嘛，总是一腔热血。当然也有不少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很隐蔽，声音也压得很低。你看到那个女的没有？真想干啊。算了吧，想想就得了，那女生看旁边男生的眼神都拉丝了，一看就知道没少被干。没事，至少今晚做梦的素材有了。你可以把我也给梦上，我们两个一起。你怎么了？呼吸不救。喂，你别吓我啊！你喝酒？你们两个怎么了？快来人，这里有两个弟子，不知道怎么了。快！一阵骚乱，安青好奇地看了过去。师兄，那边怎么了？不知道。江明斜了那边一眼，可能是看到老鼠了吧。修炼资质不代表素质，哪怕内门也有不少这种玩意。就像前世所说的，学校能过滤学渣，但过滤不了人渣一般。喜欢背后嚼人口舌的人，一般和素质沾不了边。如果是平时，江明可能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他们身上，那简直就是自杀。但这次他们既然在背后歪起自家师妹来了，那江敏可就不能当没听见了。不过这只是小插曲，安青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江敏也没告诉他，带着他继续走下去。那里是执法堂，远离内门外门。执法堂背后那座阴气森森的建筑就是幽囚狱了。江明指向远处，威严十足的执法堂后边有一座低矮的建筑，一眼望去似有血气弥漫，令人不寒而栗。安青就不自觉地缩了缩身子，绕到了江明的另一边，让师兄挡在了他与幽囚狱之间，这才松了口气，好奇地问道：幽囚狱是监狱吧？这么小，能关几个人？只是看上去小而已，实际上幽囚狱是深埋在地下的，它一共有999层，真要滴溜出来，那比一座先锋都要高了。安青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惊叹道：哦，好厉害。师妹，有事没事可以去执法堂坐一下，跟弟子们联络一下感情，如果我进幽囚狱了，你也好把我赎出来。江明开玩笑地说道。啊，师兄，你为什么要进去？不要进去好不好？那里看着有点可怕。安青看着光望去就有些可怕的幽囚狱，怯生生地问道。江明失笑一声，我是说如果，没说我一定要进去。不过幽囚狱最底层镇压着万法仙宗都无法驯化的大道碎片，也正是这个大道碎片才让越接近底层的狱房环境就越恶劣。以后江明有机会肯定是要去看看的，但不是现在，以他现在的修为，估计还没接近底层就歇菜了。哦，那师兄你进去以后，我能给你送饭，进去陪你聊天吗？突然安青的小脑瓜不知道怎么转的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幽囚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师兄有恩于我，如果师兄进去了，于情于理自己都该去探望探望他，
然后陪他聊聊天，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若七姐姐，没事应该不会跑幽囚狱里来吧？江明斜了一脸单纯的安青一眼，失笑道：幽囚狱可不是凡人的监狱，不存在探监的，而且里面的环境估计不会让你有聊天的欲望。安青闻言点了点头。这样，那师兄你还是不要进去了。江明闻言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按师妹的意思，如果幽囚狱能送饭探监，那他还是进去比较好。还是自己太多虑，想太多了。累吗？师妹，还好。安青长舒了一口气，微微喘着粗气。万法仙宗真的是太大了。安青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绕着景观城走了100圈一样，可师兄却说现在不过刚刚走了一半的路。天啊，更别说路上师兄担心他会累，还用传送阵跳过了几个没必要了解的地方。不过一路走来，安青很满足，他见识了很多前所未见的东西，既有血气弥漫的幽囚狱，也有药香四溢的灵药园，还有仙雾环绕的仙峰，驾鹤远去的仙人，很多安青从未见识过的东西在他眼前呈现，为他拉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这新世界的大门是师兄陪他打开的，这样他与师兄的最后一段路倒也不算枯燥了，只不过一想到走完这段路后自己和师兄就再也回不去从前，安青就有些神伤。刚刚令人惊艳的景色似乎也没那么深刻了。江明看了过去，发现自家师妹的脸色似乎有些不对，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师妹？太累了吗？那我们坐会。安青想说不累，但话到嘴边却轻轻点头应了下来。好，坐一会也好，这样时间也能过得更长一点点。安青看了看周围，没人，但也没什么可以坐的东西，看来只能坐在地上了。来，师妹，坐这吧，这里比较舒服。安青还在想着师兄真厉害，这种地方都能找到可以坐的东西，结果他转头望去，师兄已经趴在地上翘起屁股了。来啊师妹，坐这人体工学椅子，保证舒服。江明见安青看了过来，摆了摆头，示意了一下自己的后背，然后期待地看着安青。安青美眸一瞪，刚刚的伤感都顾不得了，连忙跑过去把师兄拉起来，娇嗔道：哎，师兄你快起来，被人看到了怎么办？一边说着一边左右张望。江明被安青拉着，只能站了起来，有些惋惜地说道：这不是想让你舒服地休息一下吗？安青看着师兄，没好气地说道：那也不能做你啊。真的是，其实我不介意的。我介意。好吧。安青看师兄一脸可惜，突然间有些恍惚，师兄好像很久没有发神经了，最近他都很可靠，情绪稳定，没有突然发作的迹象。这么想来，师兄每次作怪都能扯动他的心神，让他没空胡思乱想，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师兄不正经，是为了逗他开心？师兄那么温柔体贴，完全有可能。安青不敢再想下去，师兄的好不能多想。越想越他望了望，指着一片比较偏的草地说道：师兄，我们坐那里就行了，歇一会我们就走。也行，不过师妹，你真不考虑坐我身上吗？江明希冀地看着安青。安青看着师兄，不知为何他突然笑了起来，带着一点古灵精怪，一点俏皮。不要！略。安青搞怪吐了吐小舌头，接着像活泼少女一般蹦跳着走向草地。江明一愣，这算什么？用魔法打败魔法？师妹是被自己传染了吗？师兄，快过来，这里的草好软，肯定比坐你身上舒服。来了，等等，你没坐过，我凭什么这么断言？我不服，除非你做一次。江明看着朝他招手的师妹，小跑过去，不服地抗议道。师妹已经在草地上坐下了，腿并拢着，斜斜地置于身前，坐姿很是淑女。江明就没那么雅观了，在他旁边一屁股坐下。安青并没有继续接师兄的话茬，微风吹拂，绿草如茵，他突然觉得有些累了，似乎是娇柔不胜锋利。安青的身体被风吹得慢慢倾斜，最后脑袋轻轻靠在了江明的肩上，清香扑鼻。江明看了安青一眼，发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俏脸柔和，一如睡莲般淡雅恬静。见此，江明也没有再说话，只是微微沉肩，让安青能靠得更舒服。果然，师兄他真的很温柔。安青闭着眼睛，心里宁静。之后会怎样？安青已经不愿想太多了，至少现在，他只想心无杂念地靠在师兄身上，让思想稍微驻足。在师兄身边，似乎永远都那么有安全感。伴着清风，困意袭来，安青迷迷糊糊之间，突然想起若七姐姐。不过师兄说她不会出来，应该没事吧？只睡一会，很快就醒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安青均匀的呼吸声传来，江明手绕过她的背，轻轻抚着，以免她睡着摔倒。看着安青熟睡的面孔，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安青在烦恼什么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毕竟师妹的脑筋有时候喜欢拐大弯，连她都猜不透她的小脑瓜里在想什么。但有时候师妹又很好理解，比如刚刚在走路的时候故意放慢的脚步，比如走一段距离就要求驻足看风景的小要求，再比如没走几步就偷偷看向他的眼神。显然安青的烦恼和他有关。当初他承诺过回宗以后，为了不让师姐误会，要和他保持好距离。想来师妹在操心这个。师妹啊师妹，你可真贪心，又想要师姐又想要师兄，却只能二者择其一。但师妹啊，你不要怕，其实只要师姐不知道，她就误会不了。安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不小心睡着了。奇怪，自己一开始好像也不是很困，但一靠在师兄身上，困意就来了。不过小憩一会，好舒服。这时旁边传来了师兄的声音：师妹，你醒了，手术很成功，你已经是个可爱的男孩子了哟。啊！安青陡然惊醒，低头看不见腹部。师兄又说胡话，这不是帮你提提神吗？师妹擦擦口水。啊！安青一惊，要是在师兄面前睡到流口水，以后就没脸见人了。他连忙摸了摸嘴角，没有。师兄！这下安青彻底醒了。见状，江明笑着问道：那我们继续走吧。哼！安青嘟了嘟嘴，但还是站了起来。知道了。两人再次启程。内门任务接待处依然热热闹闹，络绎不绝。夭夭刚跟前台说明了任务情况，正要出去，一个声音叫住了他：夭夭。是你啊，君莫。正是任务小组3人中的枪修君莫。夭夭说完便左右张望了一下，并没有发现另外一头队友分开。见此，君莫自然知道他在找什么，出声道：分开不在这，我和他分道扬镳了。哦。夭夭点了点头。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见夭夭不复之前的温和，君莫苦笑一声。其实他并没有和夭夭闹得太僵，但他之前帮分开说过话，应该是被夭夭恨污及污了。但自找的，没话说。我想请问你，看到江明师弟了吗？你想干什么？夭夭顿时警惕了起来。放心，我对师弟没有敌意，也不敢有。毕竟那张契约上写了什么，他可一概不知。万一再得罪江明，自己的小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我遇见带他回宗的，他现在正在从大门走过来，估计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好，谢谢你夭夭，我在这等他吧。不客气。说着，夭夭便走了，没有给好脸色。既然决定抱大腿，那就要做出表现，坚决与师弟对立的人划清界限。师妹，这里就是内门了。安青闻言眨了眨眼睛，看向前方，内心开始紧张，又失落了起来。紧张是因为若七姐姐就在内门失落，则是因为安青又偷偷看了一眼师兄。这一路上他已经不知道瞄了几次师兄了。我先带你去任务接待处签到登记，领弟子令牌，领完后今天差不多就结束了。安青抿了抿嘴，似有犹豫，但最后还是乖乖的点了点头。他安静的跟在师兄后边，内心思绪复杂，一团乱麻。今天就结束了，那明天呢？是不是就要和师兄开始保持距离了？到了师妹，这么快？快！师妹，你是有什么心事吗？内门也挺大的，安青其实跟着江明走了好一会了，只不过他没发觉而已。没什么。安青摇了摇头。只不过两人的到来显然有些显眼了。江明虽然是新弟子，但他在任务接待处这儿的名头可不低，刚进来便被认出来了。只不过他已经不是重点了。看，快看，快！那个女生哪儿呢？那里，那个好像是江明。江明旁边那个。哦，看到了，卧槽，这么漂亮，好像不比若七师姐差啊。天，感觉内门要变天了。新弟子应该是身上没有修为。师妹啊，太好了，我就喜欢帮助师妹。呵，爬，你就是缠她身子。你不缠？缠的。不行，我得去跟她搭讪一下，晚了就没有空位了。加我一个。师妹嘛，刚进门懵懵懂懂是最好骗的时候。于是有些比较外向的人已经蠢蠢欲动了。江明没理会这些猪哥，带着安青走向前台，啪的一声将任务令牌丢在前台。师兄，交任务。好的，请稍等。前台弟子接过令牌，看了起来，接着又看向安青，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嗨，江明咳嗽了一声。前台弟子回过神来，尴尬的笑了笑，朝江明说道：新弟子安青接引任务完成，报酬是一块中品灵石，请你收好。接引弟子
也就江明这么拖拉。实际上，大部分接引弟子都是直接遇见一个来回的，所以任务报酬并不高。接着，前台弟子又给安青递过一个令牌，来，这是新弟子令牌，里面有弟子的基本福利，请你收好。安青看着令牌，犹豫了一会，接过令牌，今天就结束了。师妹，安青看向师兄，最后深吸了一口气，接过令牌，谢谢，恭喜师妹终于成为万法仙宗的一员了。谢谢师兄。安青看着江明，挤出了一个微笑。走吧，师兄带你去搓一顿仙。安青眼前一亮，师兄，你不是说领完令牌今天就结束了吗？报完到今天就没什么要事了，我带你去熟悉一下内门，这里毕竟是你以后生活的地方。好。安青顿时恢复了精神，他还以为领完令牌师兄就要走了呢。走吧。江明，等等，一个陌生的声音叫住了他。江明不予理会，他在仙宗并没有多少朋友，现在突然有人叫住他，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师兄。不理他，走了。喂，江明，别急。两道身影挡在了他面前，这让江明不禁叹了口气。两位师兄，何事？没什么事，只是想认识一下这位师妹而已。你好师妹，我叫庆泽，天丹峰弟子。庆泽伸出手，彬彬有礼地说道，你好。安青有礼貌地回应一声，但没有伸出手。刚进宗，师妹乎并不打算拿出凶凶的态度，毕竟这里的都是同门。倒是这两人听到安青的声音，眼睛有些发光，人美声甜，软绵绵的。我叫陈年，师妹你好。你好。师妹不要怕，我不是坏人，只是想跟你认识一下而已。哦。安青点了点头，没了后文，搞得两个人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只能看向江明，说道：江明，要不我带师妹去熟悉一下宗门？不用了，谢谢。江明还没说话，安青反倒抢先一步应道：可是师妹，我们可是筑基期的师兄哦，江明和你一样是新弟子，肯定没有熟悉宗门。不用了，谢谢。师妹，我建议你还是跟我去比较好，江明也是刚入宗，估计啥也不懂，你跟他学不到什么。滚开。安青突然一声轻喝，像炸了毛的猫，这家伙好烦，一直江明的，大好时间都浪费在他们身上了。庆泽和陈年一愣，没想到刚刚软萌的师妹怎么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庆泽还想开口说些什么，师妹，但江明打断了他的话。君莫，开路。君莫，周围看戏的人一愣，都是老油条，对这个名字自然不陌生。君莫是朱武峰的翘楚，在筑基期里面都算是顶尖的那批。可这个刚入门的江明在这大呼小叫是什么意思？君莫总不能真听他两位给师弟让路。淡漠的声音传来，靠，还真是君莫，他怎么听江明的话了？不知道，想不通他图什么，可能两个人认识而已吧，出手帮个忙倒也没什么。那倒也是。君莫像是没听到周围的议论声一样，走在江明前头，伸手推开了动都不敢动的陈年和庆泽。他们只是普通筑基期，和君莫这种筑基巅峰有不少差距。本以为事情到这也就结束了，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周围的弟子惊掉了下巴。他们只见筑基巅峰的君莫微微弯腰，手往前一伸，客气地跟江明说道：师弟，请。仙宗酒楼雅间内，来，师妹，吃这个好吃。谢谢师兄。安青甜甜一笑，他的心情非常不错。原以为领完弟子令牌后师兄就要走了，没想到原来师兄说的只是今天的工作结束了而已，其余的时间是休息时间，这也就代表着还能再和师兄相处半日。开森嘿嘿。对了师兄，刚刚那个人为什么帮我们？他啊，有求于我而已。君莫和分开两个人都与鬼王签订了契约，却不知道契约内容，如果不来找江明问个明白，以后估计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江明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君莫坐在那儿，像是等待着什么，看到江明的那一刻他就立马站了起来，只不过看见江明有事要办，他又识趣地坐了回去。显然君莫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得罪过江明，又有把柄在江明手中，所以他的姿态放得极低，甚至愿意大庭广众之下将姿态放得极低。可能那一声师弟是他最后的倔强了。既然如此，江明也不打算为难他了，毕竟他也没把自己得罪太狠。哦。安青低头吃着师兄夹给他的菜，那两个搭讪他的人一直在强调师兄跟他一样是新弟子，还说自己是什么筑基期，烦死人了。但师兄随便一叫就叫了一个比他们还厉害的人出来，看他们的脸色被君莫推开，连吱声都不敢。果然师兄很厉害啊。安青心里有些得意，好像厉害的是他一般。哼，新弟子又怎么样？
就算师兄和他一样是新弟子，那也是很厉害的新弟子。怎么样，师妹，好吃吗？安青轻轻咂巴了下小嘴，小心地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说道：师兄，其实我还是觉得你做的好吃。真的吗？那我改天我继续给你做。江明乐呵地说道。对厨师最大的赞扬就是跟他说菜好吃。真的吗？安青眼睛一亮。真的啊。可是师兄，你不怕若七姐姐误会吗？江明眼睛一眯，笑呵呵地说道：我每天都会在蒸道峰给你若七姐姐做饭，你来蒸道峰一起吃，当着师姐的面，她能误会什么？你就是一蹭饭的。哦，是这样啊。安青有些失望，他还以为师兄要单独给他做呢。等等，师兄每天都会给若七姐姐单独做饭，那为什么自己怕若七姐姐误会，若七姐姐却不怕自己误会？安青想了想，发现是因为心虚，若七姐姐与师兄也就只是普通的师姐弟关系，若七姐姐对师兄肯定没其他意思，所以能光明正大的与师兄正常相处。可他就不一定了，安青怕自己一个不注意就和师兄贴在一起了。刚刚在路上休息的时候，都不自觉靠在师兄肩膀上睡着了念词。安青有些心虚的左右看了看，哪怕和师兄在一起只剩半天，但还是得防一手才行。不行，得问问师兄若七姐姐的行踪才行。只不过安青还没来得及开口，江明先出声了。只见他嗦了一口长长的面条，长到把嘴巴填得满满的，一边吃一边说道：嘶溜，这面条不错，改天买一点下面给你们吃。这豪放的嗦面姿势让安青看得一愣一愣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允许他这么吃面，因为看上去会很不雅。可师兄吃起来似乎也没那么不雅，是因为他长相俊逸吗？安青低下头，夹起一小根面条，小心翼翼地嗦了一口。嘶溜，因为没控制好力度，面条咻的一下就钻进了安青的小嘴里，还带起了一些汤汁，溅在他的俏脸上。安青眨了眨眼，这样吃感觉很好玩。没等他接着尝试，就听对面的师兄说道：不用吸那么用力，这面条很滑的。接着一张手帕便递到了他的面前。安青下意识地抬起小脸。江明一愣，他只是想递给师妹而已，可看师妹这个动作是想让自己帮他擦。江明想着，手下动作倒没有迟疑，仔细地擦了擦师妹脸上的汤汁，两人的配合显得自然流畅。这时安青似乎才反应过来自己刚刚做了什么，脸上有些发烫。果然以自己的性格，依赖他人过多就会变成这样。安青有些心虚地瞄了瞄四周，生怕一个倩影跳出来抓个现行。对了，若七姐姐，刚想问来着，又差点忘了。师兄，若七姐姐这时候一般会做什么呀？怎么突然问这个？安青总不能回答，怕等会跟你在一起被抓个现行吧，所以只能回答道：我就想知道一下若七姐姐平时的生活习惯。江明一边嗦面一边摇了摇头，说道：她哪里有什么生活习惯，丝溜除了修炼就是修炼，一天到晚都在修炼。安青闻言张了张嘴，一时无言，内心突然一阵难受。江明的话像一发子弹击中了安青的心，让他所有的开心飘然无踪，一股愧疚感如同潮水般将安青淹没。修炼，若七姐姐为什么修炼，她会不知道吗？不就是为了她吗？若七姐姐在为了自己和她的未来而努力，可自己在干什么呢？安青怔怔出神，自己到达万法仙宗的第一时间并不是去见若七姐姐，相反，自己为了和师兄再待一会，还得时刻警惕被若七姐姐抓个正着，还得避开她。难道自己对若七姐姐的感情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深？还是说其实他安青是个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的人，自己对若七姐姐的感情假不得，几年来日日夜夜思念的感情怎么能假？那自己其实是个见异思迁的人？不是的，不是，自己只是安青有些迷茫了。师妹，师兄。安青抬起头看向师兄，正是眼前这个人才让自己整天提心吊胆、魂不守舍。但能怪师兄吗？显然不能。归根到底还是他意志不坚定，对那个温柔的可靠的搞怪的师兄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才会造成现在的苦恼，难以抉择。可是自己最终还是要做出选择的。安青原本打算和师兄处完这最后半天就回到若七姐姐身边，可是现在得知若七姐姐为了她昼夜不休的修炼后，安青心里的不安与愧疚越加严重。安青啊，安青，你在做什么？若七姐姐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你不清楚吗？这时候你怎么敢有那个闲心和师兄慢慢相处？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不行，得马上回到若七姐姐身边，是时候做出选择了。拖得越久就越难选。师妹是有什么烦恼吗？没有。有，可以说说看吗？我想若七姐姐了。安青低着脸蛋，看不清神情，
但他的声音很是沉闷。闻言，江明看着安青，像是看穿了他内心的挣扎。这很正常，师妹并不是见异思迁、薄情寡义的人，不然当初再密近她，也不会舍生忘死的跟自己冲进后门。她只不过是内心柔弱，想要寻求依靠的人，仅此而已。而他江明不过是趁虚而入，在恰好的时间、恰好的地点发生了恰好的事，才能短短时间内在师妹心里占据一席之地。但肯定是比不上师姐的。此时安青显然是在心中做出了选择。对于师妹的选择，江明并不意外。想要脚踏两只船，哪有那么容易？自己才是挑战者。江明闻言，非但没有拒绝，反而淡淡的笑道：“那我带你去找他，好吗？”“谢。”安青抿了抿嘴，“谢谢师兄。”虽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若七姐姐，但师兄他也十分不舍，心下很是难受，有点想哭。但一哭，师兄肯定就要安慰他，一安慰，安青就怕自己忍不住钻师兄温暖的怀里。钻进去，安青怕自己好不容易做出的选择又白费了，所以不能哭。吃吧，吃完我们就去争道峰。师兄还是那么体贴啊，为什么要让我做出这种选择？好。安青轻轻应了一声后，小口小口的吃起面来，也没心情再撕溜了。只不过他吃得很慢很慢，要是时间不会动就好了，他也不用做出这么烦恼的选择。但饭菜总会被吃完，哪怕吃得再慢，这毕竟不是天庭的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安青于心不忍地喝完了最后一点汤，意气消沉地说道：“师兄，我吃完了。那我们走吧，去找师姐。”好。为了不引人注目，江明跟酒楼买了一个面纱给了安青，他带着她一路走到了争道峰。安青一路上总会找那么一两个借口驻足，多看两眼师兄，然后继续前进。江明倒也没有任何不耐烦，耐心地陪伴着。师妹到了啊，这么快吗？师姐应该就在上面修炼，我喊一声她就能听见了。等会我喊。等等师兄，先别喊。怎么了？江明微笑着。果然，谢谢你一路以来的照顾。安青紧咬着下嘴唇，心绪翻涌，忍着眼泪。他看着江明，深深吸了一口气。对不起，师兄，再见了。怎么弄得跟生离死别一样，搞得我以为我尸体都凉了。对不起，好了师妹，我知道你的苦衷，没关系的。江明温柔地打断了他。他看了看天色，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师妹，能最后答应我一件事吗？师兄你说无论是什么事，我都会努力去做的，能再抱我一次吗？安青没想到师兄会提出这种要求，当然不愿意就算了。不，安青慌忙道：“我愿意。”江明闻言也不说话，微笑地张开手。安青小嘴嘟囔两下，慢慢的紧紧地抱住师兄，很用力很用力，恨不得把自己揉进去。师兄的怀抱还是那么温暖，但是对不起师兄再见了。安青闭上了眼，享受着最后一刻温存。就在这时，登道街的方向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声音：“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似乎不带一点感情的清冷声音毫无预兆的响起。但江明并不是很意外，果然师姐在这个时间点会准时下山，利用登道街巩固修为。有时候江明都怀疑自家师姐不是个人，而是某个按规定程序设定行动的 NPC。 他不过是短短跟他相处了几天，便基本掌握他大部分的行动规律，在哪个时间点会出现在哪个地方，会做什么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是运转的发条。如果没有外来因素干涉，那师姐的每日行程就毫无变化，自律的可怕。至于为什么说是大部分行动规律呢？那当然是因为师姐洗澡睡觉这些时候肯定是不会让他看到的。不过当着师姐的面抱着他的爱人，怎么有种夫目前犯的奇怪感觉？算了，还是好好操作先。师姐的出现是在江明的预料范围之内，但却是在安青的预料范围之外，这让小师妹遭了老罪了。相处多年，若七姐姐的声音她自然熟得不能再熟了。在听到若七姐姐声音的时候，安青感觉自己的魂都要被吓飞了。这一刻，原本因为抱着师兄有些微微加速的心跳陡然间停止了跳动，脑子也像是被仙术轰炸了一般，一片轰鸣，无法思考。自己苦苦担心许久的事居然真的应验了，而且还是即将回到若七姐姐身边的最后关头。完了，都完了，全都完了。若七姐姐肯定不会原谅他了。安青感觉眼前一黑，有些发昏，惊恐占据了他整个心灵。他已经不敢去看若七姐姐的脸，
更不敢去想象若七姐姐的眼神了。失望、绝望、震怒，或者都有。不要！救命！我不想失去若七姐姐。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自己后背被轻轻拍了拍。师兄安青心里突然升起一丝希望。这些日子以来的相处，让安青与江明产生了一点默契。他相信，在这种危急时刻，师兄不会平白无故拍自己的。虽然将挽救自己爱人这件事交给自己可能喜欢上的人身上，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但这个时候遇事不决，遵循第一原则，相信师兄。说时迟，那时快，无论在场几人是如何想的，但实际上也不过是短短一瞬。当颜若七声音响起的时候，江明便拍了拍安青的后背，示意他稍安勿躁，然后当即轻轻推开了他，一脸惊喜地看着师姐。在安青难以置信的眼神中，张开双手向师姐走去，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师姐，数日不见，度日如年，我想你啊。颜若七见状，微微一滞。原本他刚下山，见自己的爱人居然和自己的师弟紧紧抱在一起，心绪难免有些波动。但他毕竟是个冷静的人，倒也不会看到两个人抱在一起就给两人下定论。最主要的是，他下意识地相信印象里那个乖巧依恋他的小青，思想自然不会往安青移情别恋这一方向靠去。看师弟一脸惊喜地向自己走来求抱抱，颜若七反而更坚信了他们之间没什么关系。毕竟自家师弟一向大胆跳脱，小青性子又软，可能是师弟先动的手，小青只是被动不敢拒绝。师弟，你回来了，一路可还顺利？颜若七自然不会和江明结结实实地抱一下，他就静静站着，开口问道。见颜若七无动于衷，江明只能讪讪地收回了手，然后便长叹一口气，哎，可能并不算顺利，师姐。颜若七闻言，柳眉微微一皱，眼神隐蔽地斜了安青一眼，发现他身上没什么伤后，松了口气。此话怎讲？那就说来话长了，慢慢说，或者长话短说。好吧，那请师姐容我细细道来。江明沉思片刻，叙说道：我去锦官城接师妹，原本一切顺利，我也见到了师妹，相互确认了身份。可是在返回宗门时，有个合欢宗的弟子找上了我，说意外发现了一个炼气期的秘境，邀请我一起去探索。师姐你知道的，炼气期的秘境本来就少，错过一个少一个，所以我不打算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然后我转念一想，有师姐你给的宝剑，在炼气期秘境里不是乱杀，所以我呢就打算把师妹也带上，让她也见见世面。闻言，颜若七目光一沉，师弟居然敢把小青带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是小青此刻正完好无损地站在他面前，那他可能就不会让师弟完好无损地站在面前了。可是江明突然语气一沉，抑扬顿挫，搞得颜若七都忍不住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询问道：可是什么？可是没想到那秘境里师姐你的剑居然发挥不出威能。江明眼神里露出一丝后怕，心有余悸。颜若七柳眉又是一皱，不过很快就展开了。师弟是新弟子，不知道秘境是有规则的，这很正常，不能怪他，以后得让他去学习一下这些常识才行。而且秘境里有一只筑基期的迷雾飞莲正在追杀我们。迷雾飞莲？颜若七惊讶地重复一遍。迷雾飞莲可不常见万幸，师弟师妹没受伤，应该运气好，没遇到迷雾飞莲，从秘境里逃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被迷雾飞莲带住了。颜若七张了张小嘴。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江明张了张嘴，正想卖惨邀功。啊！就在这时，旁边的安青突然惊叫了一声，吓得颜若七和江明连忙望去。只见安青小跑到颜若七身边，有些哭腔：若七姐姐，师兄为了让我逃跑，自己留下与那只妖怪搏斗。因为江明一直脸色自然，跟个没事人一样的，让安青都忘记了师兄的大腿还缺了很大一块肉呢，自己居然连这个也能忘。安青啊安青，你此时才想起。安青顿时感到万般愧疚，一时间有些泪眼婆娑，着急哀声求道：若七姐姐，你救救师兄，他是为了我才受那么重的伤。呜。颜若七闻言有些难以置信，炼气期的师弟与筑基期的迷雾飞莲搏斗，送下酒菜还差不多。虽然不敢相信，但颜若七还是下意识地安抚自家小青。小青你先别着急，我先看看。说罢，金丹期特有的神念便瞬间扫过江明的身体，很快便发现了师弟腿上的伤。不过比起安青，颜若七见识要更广一些，只是缺了一块肉，并不算什么致命伤，吃个生鸡丹休养几天就没事了。此时他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筑基。师弟你的肉身筑基了。他的神念能够轻易察觉到江明体内的旺盛气血，炼气期是不可能有这水平的。可这怎么可能？师弟才出去几天就筑基了？
不久之前，颜若期还怀疑他能不能在半年内到达筑基期，参加宗门大比。结果你几天就筑基了，虽然只是肉身筑基，但也是筑基啊。江明谦虚道，侥幸咬了迷雾飞莲一口，刚好能够筑基。若期姐姐，你先帮师兄治疗一下行吗？见自家师兄和师姐还在若无其事地聊着别的，安青就着急。没事的小青，这个在修道界不算重伤，很快就能治好了。颜若期耐心地解释一句，然后转头问道，所以师弟你出门的时候，肉身就已经是炼气巅峰了？迷雾飞莲的精血可不能把人瞬间抬到筑基期，那只有一种可能，师弟肉身一开始就是炼气巅峰。是的，师姐。见江明承认，颜若期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亏他不久前还苦口婆心地劝师弟要好好修炼，还认为师弟懒惰，可现在看来，师弟是有他自己计划的。师弟不过炼气期，却能在迷雾飞莲底下讨到便宜，甚至在关键时刻借用飞莲精血进阶筑基期逃脱升天，不然以炼气期的修为，绝不可能逃脱迷雾飞莲的追捕。这种果断大胆之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修炼毫无安排？是他有些自以为是了。一时间，颜若期居然觉得有些羞耻。好在他早已习惯冷着脸了，倒也没表现在脸上。师姐，那我继续讲了。你继续。师兄，你先别讲，你治疗先啊。师妹别急，师姐也说了是小伤。江明随口安抚了一句，他忙着与师姐对线呢，师妹别插嘴。安青见状，小嘴巴一嘟，怎么感觉只有他一个人在急算了？如果是师兄一个人说是小伤，他可能觉得师兄逞强，但自己最信任的师兄和若期姐姐都说是小伤了，那就当他是小伤吧。出秘境后，刚好遇到了完成任务回宗门的弟子，我就跟着他一起回来了。直到刚刚，我们办好了入宗手续，师妹突然说想来见见你。颜若期闻言，冰冷的美眸温柔地看了一眼小青，小青一定很迫不及待地想来见自己吧。安青眨了眨眼，回应充满爱意的目光，这真挚的感情一点都假不了。江明继续解释道，因为我待会还有点事要先离开，师妹为了感谢我一路上对她的照顾，就抱了抱我。没想到师姐你刚好就过来了，可惜什么？你不和我抱抱？颜若期一阵无语，但好在到现在为止，她算是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刚才那一幕了。小青本来就是个感性的人，师弟舍身救她，光靠语言可能无法表达她的感谢之情，用拥抱代替，倒也合情合理。果然，眼见不一定为实，不随便下定论是对的。对了，师姐，师妹就先交给你了，她一直嚷嚷着要见你，我还有点事，得先走了。劳烦师弟了。虽然中途惊险，但无论如何，师弟安全将小青送达，自己理应感谢他。更别说师弟能在关键时刻舍己为人，为常人所不能之事。自己倒也没看错师弟，他果然是个品行优良的人。不客气，师姐，我身为安青的接引弟子兼好朋友，这些都是我该做的。铺垫了那么久，江明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他设计做那么多，说那么多，不就为了在师姐面前坐实安青好朋友这个身份吗？刚刚的拥抱，只要师姐认为是合理的、正常的，那接下来我身为安青的好朋友，有事没事跟他待一起，很合理吧？我身为安青的好朋友，请他单独吃个饭，很合理吧？我身为安青的好朋友，偶尔不小心有个身体接触，很合理吧？师姐你不要多想，我们只是朋友。嘿嘿。对了，师弟。怎么了，师姐？颜若期沉思了一会，小青她初来乍到，而我又忙于修炼，不能久伴，所以以后她可能要你多加费心了。颜若期虽然把小青当成爱人，但也不会另类囚禁小青，让她杜绝与他人往来。而师弟品德优良，不贪财，不好色，小青也不排斥他。现在师弟实力也强大了，还会做饭阵法，学识颇杂，很适合做小青的好朋友。至少在宗门内，江明能够照顾安青一二。颜若期从来没有想过安青会喜欢上师弟，他与安青多年感情，情比金坚。没问题，师姐，包在我身上。江明拍了拍胸脯，好耶，是官方认证，意料之外的收获。安青在一旁都看傻了。等等，自己纠结的问题解决了，不仅若期姐姐没有误会，以后还不用和师兄刻意保持距离。从刚刚的惊险到现在的惊喜，巨大的反差让安青还是有些难以置信。所以现在既有了若期姐姐，又有了师兄，这是真的吗？安青感觉从未如此幸福过，自己一直纠结的大烦恼就这么被师兄解决了。师兄不愧是师兄，果然相信师兄总不会有错。离开争道峰的江明心情不错，他随手将师姐给的生鸡丹高高抛起，让它充分沾满空中的灰尘后一口接住咽下。伤药不过刚入口，大腿的伤口处立马就传来酥酥痒痒的感觉，
看来是在长肉了。生鸡丹的名字虽然土，但可是实打实的金丹上品丹药。这可不是什么便宜廉价的丹药，而是专门为肉身强大的体修炼制的昂贵商药。其药效对刚刚肉身筑基的江明来说，可以说是有些大材小用了。这种商药是不含在蒸道峰修炼资源里面的，但看师姐那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她应该是个小富婆吧。虽然师姐很少出门，但身为万法仙宗的牌面，各种赛事可没少参加。大大小小的赛事奖励加上宗门奖励，估计师姐的空间戒指都快装不下了。念此，江明揉了揉肚子，突然感觉胃不怎么舒服。去酒楼喝点茶吧，晚些时候再去买菜，回蒸道峰给那小两口做饭。蒸道峰峰顶，颜若期从刚刚开始便一直在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只不过师弟还在面前，他不想表露出来，以免暴露自己和小青的真正关系。毕竟在师弟眼中，自己和小青只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而已。这会颜若期直接御剑带着小青跨过登道街，到达峰顶之后便再也无法隐藏自己的感情。他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安青的娇躯，搂得很紧。还好安青要稍微矮上一点，这会倒也没有出现山峰正面相撞的场景。颜若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小青身上的味道依然让他感到分外着迷。小青，终于再见到你了。安青也反手抱住颜若期娇软的身子，感受着期待已久的温暖。若期姐姐的怀抱如果是以前，安青这会可能已经激动得梨花带雨，泪流不止，抱着若期姐姐失声痛哭，倾诉这些年来的思念了。但奇怪的是，当安青抱住日日夜夜思念的若期姐姐时，却发现自己似乎好像也没自己想象中那么激动兴奋。这个发现让安青有些诚惶诚恐了起来。不对啊，不该是这样，自己可是非常想念若期姐姐的，日思夜也想，每天都在想，数年来从未中断。难道是今天的自己太过疲惫了？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今天经历了那么多。安青勉强压住心中的慌乱，柔声回应着颜若期的情感。我好想你啊，若期姐姐。正激动的颜若期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不过，她原以为安青会像以前一样抱着她哭泣，但现在却没有。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了，小青，你真的变坚强了啊。当年的小青向她许诺，离开她后会变得坚强起来，看来小青做到了。是吗？安青有些勉强的笑了笑，她越来越不安了。为什么明明刚刚还那么期待忐忑的，怎么单独接触以后反而偏安青还无法理解透为何如此？那当然，如果是以前，你肯定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了。颜若期轻轻拍着安青柔软的玉背，似有怀念的调笑道：那是因为若期姐姐不在我身边了，我只能坚强，对，坚强起来。还好若期姐姐都帮她把借口想好了，倒也不用费尽心思去找为什么不哭的理由。但安青没想到，她的这番话反而让颜若期越发愧疚了起来。是她的错，是她离开小青太久，才让柔弱的小青独自坚强起来。这或许是好事，但颜若期深知，以安青的性格，要变得坚强的花费多大的努力。小青，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啊！安青先是一愣，然后才明白若期姐姐为什么道歉，连忙说道：若期姐姐，你别这么说，这与你无关，是我自己的选择。不！颜若期松开安青，两只小手抓着安青的手臂，愧疚地看着她。是我的错，是姐姐没能力保护你，让你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别这么说，若期姐姐，我总不能一辈子让你保护。安青有点不敢看颜若期的眼睛。说愧疚，她可能要更愧疚一点，跟师兄走的这一路，她在心里都不知道跟若期姐姐道歉多少回了。哎，小青，你真的长大了。闻言，颜若期感慨了一声。不过没关系，小青，如今你来到仙宗，你可以无忧无虑地做你自己了。安青点了点头，却不知该如何接话。做自己？可是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在做自己，不用隐藏，也不用装坚强，甚至不用思考。安青感觉越来越奇怪了。他本来有无数的话想跟若期姐姐说，想要倾诉，但现在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总觉得这次的再相见与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而颜若期见安青如此沉默，只感觉一阵阵心疼。如果是以前的小青，这么久未见，肯定会拉着自己不断碎碎念的诉说着自己的心情遭遇，但现在却变得如此沉默寡言。是因为变坚强了，所以不再愿意像以前那般毫无保留的吐露心事吗？如果这是小青变坚强的代价，那颜若期宁愿她从来都没变过。都怪自己啊！一时间，颜若期的道心有些迷茫。一直以来，她都为了安青而努力修炼，一刻不停。如今，她变强了，可却为此
冷落了小青，让他不再像以前那般亲近自己，都是自己为了修炼，没有经常去看他，去陪他才会这般。所以对自己而言，到底是修炼重要，还是小青重要？自己真的仅仅是为了小青而修炼吗？那为何自己会冷落了小青？颜若七不断地对自己发出质问。若七姐姐，小青，对不起。若七姐姐，你怎么又向我道歉？是我不好，没能时常陪在你身边。不要这么说，若七姐姐，你也有自己的事，我能理解。安青摇了摇头，懂事地说道。可她越懂事，颜若七越觉得自己心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不知为何，看着不再黏着自己的安青，她总觉得她和安青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不，颜若七，不要往坏的方向想。小青之所以这样，不过是许久未见，有些生疏了罢。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青可能会有所改变，但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间性格大变。她这是为了应对环境的伪装而已。你要做的是给她提供一个能够做回自己的环境。对，就是这样。颜若七毕竟是天才，道心坚固，她的思维总会朝解决问题的方向走，而非轻易向问题妥协。小青，你放心，在仙宗没人敢欺负你，你想怎样就怎样，只要做回你自己就行了。颜若七有些激动地说道。安青的变化让他有些急躁了。颜若七的样子看得安青有些害怕。若七姐姐，你怎么了？这次重逢的情景越来越脱离他的想象了，你侬我侬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安青觉得若七姐姐也变了，她似乎更强势，也更疏远了。虽然安青也知道若七姐姐对自己的爱从未改变。颜若七深吸了一口气，俏脸上挤出有些僵硬的微笑。我没事，对不起小青，吓到你了，我只是在见到你有些兴奋，原谅姐姐好吗？谢谢你，小青。颜若七见此摸了摸安青的脑袋。我们在这站着也不好，先去我的屋里吧。好的。安青乖巧的点了点头。嘿，各位看官，且听我细细说来。上回书说到，这争道峰里啊，来了个新师妹，其貌亦若天仙，卓尔不凡。可是这师妹见了师兄江明，却是惊为天人。世间竟有如此俊逸之人，莫不是被贬凡尘的谪仙？一时间芳心暗许。江明听得直皱眉头。肤浅，真是肤浅。这说书先生真的是，优点就是听劝，让他加点三角恋元素，他还真加。可你不能这么加啊，搞得这个江明除了帅一无是处一般。虽然帅是真的帅，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师妹怎么设计成颜狗了？一见钟情？放屁，那就是见色起意。毕竟他就是这样的，算了，先听听后续。可惜这江明实乃情种，对这颜若七那是一心一意，真挚之情，天地可见。确实说得对，颜若七对自己师弟的心意，那是一个心知肚明。可惜他却对此并不感兴趣。可怜这江明一片倾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但是这颜若七却对这个争道峰小师妹似有所感。原来颜若七前世乃是天庭镇门关前的一株仙草，而这小师妹啊，乃是仙草旁的一块石头。两者相伴千余载，幸得仙人点化，轮回做人。可是岩石无情，草木却有心。这颜若七一眼便对石头投胎所化的小师妹暗生情愫，如同命中注定，江明、颜若七师妹三人便如线团般纠缠在了一起。这师妹意外知晓了师兄的心意后，便动了歹心，想要娶师姐而代之。在水了一大段剧情之后，说书也来到了尾声。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一下子台下弟子叫喊了起来。啊，这就没了？不是，你这段在这里故意卡文是吧？好短啊，你能不能多说一点？说书人是这样的，说的故事和下面一样短。说书人，你家在哪？仙宗送温暖。不得不说，虽然说书人乱加设定，但这个题材够吸引人。貌若天仙的颜若七喜欢上同样貌美的师妹百合，这还真没听什么说书人讲过。而且如果说书人口中的仙宗门面颜若七喜欢男的，那80%要被冲。但喜欢女的那就不一样了，接受度大大上升。还很好奇接下来的发展。至于这个师妹，一听就是虚构的，那看官们对她喜欢上江敏自然没什么意见。只不过说书人卡文吉不道德，让弟子们纷纷送上真挚的祝福。当然动手是不敢的，能在仙宗内门要地开酒楼的，能是什么善茬？谁敢闹事？见说书人离开，这回江敏也没再留下说书人指点一二，因为他发现说书人口中的故事怎么感觉和现实有些接轨了。
在接师妹前，他便跟说书人提议加点三角恋元素，这回不说一模一样，只是像3分，便让江明慌了神。难不成自己真的是什么乌鸦嘴？那不行，原本打算让说书人加点灵异元素的，现在不能乱加了。师弟。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来，江明抬头客气地笑道：哟，君莫师兄来了，请坐，请坐。君莫闻言，不知为何竟然有点受宠若惊。谢谢师弟。他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坐下，直了直身子，让自己看上去显得郑重。来，师兄喝茶。江明为君莫斟了一杯茶。谢谢师弟。江明可以悠哉悠哉，但君莫可忍不了。自打签订契约以来，心里便压了一块大石，不早日搞清楚，内心便一刻不得安宁。师弟，我为之前对你的态度献上诚挚的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我，我愿意付出代价。君莫开头便把主导地位让了出去，姿态放得极低。嘿，师兄你这话说的，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么见外。江明摆了摆手，不介意地说道。师弟真是宽宏大量，在下佩服。君莫抱拳。师弟救我一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若有需要，我定当全力以赴。哼，那师弟，想来你也知道我此次前来的目的，请问你与鬼王签订的那张契约上到底是何内容？没什么内容，就只是一些赔偿而已。赔偿君莫不笨，很快就想通了鬼王为何对他们如此客气。想来这赔款不轻，但也总比把命丢了好。君莫叹了口气，敢问师弟何物？阴灵石、还魂草、验鬼火，还有招魂液。江明每说一个名字，君莫的脸便难看一分，心头在滴血。都是金丹期的宝贝，交出去可能得掏空他的家底，还得奔走相见，预支不少。原本打算今年进阶金丹的，不过他还是客气道：多谢师弟解惑，感激不尽。不用客气。对了师兄，契约上有保证双方安全交易的条例，你最好去确认一下，别让宗门金丹期的弟子去把鬼王讨伐了。江明微微一笑，不然你可能会死。君莫唰的一下站了起来，慌忙的朝外面走去。谢谢师弟告知，我这就去接待处说明缘由，告辞。师弟之恩，当来日再报。言罢，君莫匆匆向外走去。对了师兄，还有一件事。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江明的声音。君莫不得不停下脚步，转身看向江明。师弟何事？只见江明微笑着看着他，轻声说道：师兄，你的赔款和分开的赔款是不一样的。一股寒气从君莫脚底窜上脑子，一阵发凉。所以师弟早在写纸条的时候便预料到所有情况了吗？甚至连自己会将赔款告诉分开这件事都被算到了？还是说一开始师弟就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分裂他与分开吗？无论是哪种可能，都在说明眼前的师弟不是什么善茬。他突然觉得眼前笑眯眯的师弟有些可怕。君莫咽了咽口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哈哈哈，分开的赔款与我何干？不过还是要多谢师弟提醒，在下先忙了，师弟请便。再见，君莫师兄。江明的声音似乎有些悠悠的，让君莫不禁加快了脚步，绝不能得罪师弟。他暗下决心，接着他又在心里叹了口气，以分开的性格，多半不会放下身子求师弟，到时会怎样，谁也不知道。只希望分开不要太冲动吧。以前不觉得，现在君莫不认为那个没脑子的分开能玩得过师弟。见君莫离开，江明也不在意。现在四下无人，他郑重地从空间戒指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细细研究了起来。青姨给的攻略宝典不是，是师姐和师妹的生活习惯爱好大全。江明相信这本小册子每个字都价值1000块上品灵石。以颜若期的天赋容貌，要是别人知道了这小册子里记载了什么，可能就算要付出重大代价也会将它拿下。只因为这小册子能增加1点追到颜若期的几率，但其实他们可能至死都不会让颜若期浪费宝贵的时间去瞥他们一眼。可是他们依然趋之若鹜。没办法，舔狗是这样的，泡妹子不行，付出后自我感动一套一套的。原来师妹喜欢早睡，而师姐喜欢熬夜吗？但师姐皮肤为什么还那么好？算了，修道者的是少管。两人的口味上倒是相近，这样也好，容易一碗水端平。师妹喜欢白色，师姐居然喜欢黑色。等等，好颜色，改天叫罗小青把丝袜搞出来。两人都喜欢比较保守的衣物嘛，这点应该不太对，与其说喜欢，不如说是被迫的。师妹喜欢可爱漂亮的东西，师姐则喜欢实用的，这以后送礼物得注意一下了。不过感觉送师姐一些可爱的东西也不是不行。江明认真的写写画画，对其中一些地方进行批注。有些记载
他认为没有根据具体问题与实际情况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发展的问题分析，这些东西得以后通过与师姐师妹的详细实践方能得出结论。比如黑丝白丝这种东西，既可爱又实用，不是两人都可以送。嘿嘿，可爱。江明啊江明，你怎能如此堕落？快点学习。小青，这里就是我的屋子了。哦。安青左右望了望，一如既往的简朴单调，全是些实用的物品。之前为了效仿坚强的若琪姐姐，安青还把自家里所有可爱的装饰都卖了。现在想想还有些心疼，可如果只是收起来的话，就跟给自己留退路没什么区别了。若琪姐姐，你现在还自己做饭？这时安青看到了桌子上锅碗，问道。颜若七看了一眼，随意的说道，那不是我的，是师弟的。师兄还会做饭？安青惊讶的问道。他做的菜很好吃的。颜若七表示肯定。安青闻言有些好奇，请求道，这样啊，那若七姐姐，下次师兄做饭我可以尝一下吗？若七姐姐都说好吃的菜肯定很好吃。闻言颜若七好像想起什么，俏脸泛着淡淡的笑容。以前流浪的时候，他吃土安青也吃土，他吃树皮安青也吃树皮。后来被青衣收养后条件好了，但两人却也习惯了吃一样的东西。他拍了拍安青的头，当然可以，师弟肯定不会介意的。谢谢若七姐姐。好耶，以后可以经常光明正大的过来和师兄还有若七姐姐一起吃饭了。对了，师兄也住正道峰上吧？来，小青，口渴了吧？喝点水。谢谢若七姐姐。颜若七张了张小嘴，但没说出口。小青对自己有些客气了，以前不会跟自己说那么多声谢谢的，果然分别太久会让人变得生疏。不过没关系，还可以挽回。若七姐姐，师兄住在哪啊？安青不经意地问道。在那。颜若七伸出青葱般的手指往窗外一指。哦，那房子好像和若七姐姐你的差不多。那是师弟看着我的屋子自己建的。他说什么以我为标杆，一切向我看齐什么的。这话听上去是有师兄的风格。师兄还会建房子？其实师弟懂得挺多的。小青，如果你有不懂的可以问他。闻言安青笑眯了大眼睛向月牙。好的，若七姐姐，我会经常向师兄请教的。小青，青衣现在怎么样了？她很好，师兄去到锦官城后还帮青衣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师弟还愿意插手凡人的事。若七姐姐，我跟你说，师兄他……安青闻言眼睛一亮，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般，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颜若七见此，脸上也露出了一点笑容。果然，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自己不过几句问话，便让小青开始滔滔不绝地跟他分享起事情来了，一如以前。这让颜若七信心大增，看来自己之前的感觉有误。其实小青并没有改变太多，和他也没有那么重的隔阂，只要自己多陪陪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师兄好厉害，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浮在空中。然后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好大好大，一说话整座锦官城都听到了。安青记得很详细，说的也很精彩。他第一句话就吓到我了，他居然说站起来不许跪。安青沉着声音模仿江明，师弟竟然会说出这种话，这可不像师弟平日里跳脱的风格。师兄说这话的时候，全城百姓都看着呢，可他却说你们的跪拜与我无益。安青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师兄那时很帅。他越说越起劲，而言若七只当他是在分享自己的日常，乐见于此，便也不打断他，安静地听师妹分享，时不时附和几句。安青就讲得更起劲了。颜若七很开心，他觉得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前途一片光明，自己很快就能和师妹重归于好。君莫走在前往冥王峰的路上，低头沉思。突然，一阵强大的气息从他的头顶上空划过，带起一阵惊人的气浪，刹那间消失在了天际。君莫抬起头，目光深邃，看着气息离去的方向，喃喃自语：金丹期吗？很快他就收回眼神，轻车熟路地在冥王峰里找到了一间小屋。他抬起手，清脆的敲门声响起，咚咚咚，谁？粗犷浮躁的声音从屋内传来。砰！可怜的门顿时被一阵巨力拉开，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声音。一个凶横的大脸探了出来，目光扫向君莫。分开兄，君兄。分开的脸顿时绽放出菊花般的笑容。快请进，请进。不了，分开兄，我很快就走。君莫的目光扫过分开，发现他被鬼王断掉的手腿已经接上了。见君莫拒绝，分开也不介意，脸上依然堆着笑容。那君兄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他的目光中透露着期待。显然，他隐隐约约猜到了一点君莫上门的目的。当然，分开兄。君莫微微低沉了目光，露出一点微笑。江明已经将那契约内容告诉我了。分开眼睛一亮，迫不及待地问道：好好好，不愧是君莫兄，我的好兄弟，快告诉我是哪些东西。这些日子他茶饭不思，一心担忧那份契约。此间他不仅一次后悔，早知当时就多看2眼契约内容，把文字记下来了。万法仙宗人才多，说话又好听，说不定有懂行的人可以看看。不过那样的话又是一笔支出，街上断手断脚已经将他积蓄花的差不多了。这个方法算不上上策，所以他一直在等君莫能带来一个好消息。没想到今天就上门了。时来运转了，一切都会过去的。等解决了契约的麻烦后，他就一心修炼到金丹期，到时江明那崽子最多住机7。呵，其实江明是和鬼王签了一份赔偿契约，我们需要给鬼王一些东西，以换我们的命。我就知道。分开咬着牙，说来听听是要哪些东西。君莫思考了一会，缓缓说道：阴灵石、还魂草、验鬼火、招魂液，就这4样。君莫每说一样，分开脸色便阴沉一分。最后他脸色涨红，咬牙切齿地骂道：妈的，畜生东西！骂谁自然不言而喻。分开兄啊，我不是在骂你，我清楚，不过分开兄打算怎么办？事先提醒，鬼王杀不得，不然可能会连累到我们。君莫的话也绝了分开的想法，他叹了口气：能怎么办？借呗，我想法子凑一凑。这些东西虽然贵重，但好歹算不上绝世稀品。那待分开兄将东西凑齐，我们再一同前往鬼域交还物品，可好？分开沉思着要去哪里凑钱，随意的点了点头。那分开兄，我还有事，就此别过了。好。分开没有心情去挽留他，点了点头后就回屋将门关上了。君莫看着关上的门，转身离开。不知为何，他又再一次想起了不久前江明师弟意味深长的微笑。他到底在笑什么？仙宗菜市场。什么？2块中品灵石？你踏马这肉是灵石做的？帅哥稍安勿躁，这可是好东西，是云纹猪的排骨肉，是不可多得。不你妈妈的腿，这就是山纹猪。山纹猪？云纹猪的骨头上有白色云纹，你当我不知道是吧？江明的大声怒骂引得不少弟子往这边看。那边那个好像是江明。是他。他不是正道峰弟子吗？还要来买菜？不清楚，不过他来了好几次了，应该是喜欢做菜吧。他在干嘛？在整顿市场呢。啊，这个江明来过几次了，每次都能抓到几个以次充好的贩子。那么牛。他的见识好像挺广，我们认认老板的脸，以后好避雷。见许多人望了过来，卖肉的老板也有些心虚了，缩着脖子说道：我不卖你了，你赶紧走。走你妈，赶紧的，多少钱？你要敢不卖，我天天来这找你的摊位。你老板咬了咬牙，还真有些怕他。5块下品灵石你拿走吧。1块。啊，就算是山纹猪也卖不卖？卖，算我倒霉。你赶紧走，赶紧走。江明斜了他一眼，丢下灵石，拿起排骨就走，眼睛开始的扫向其他商贩，搞得这些商贩有些紧张。突然江明的眼神看向一个菜摊，摆摊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可爱小女孩，衣着简朴，看样子只是帮家里的长辈看摊子。显然刚刚江明大声喊叫有些吓到她了，见江明看过去，还怯生生地缩了缩身子。江明抬起腿就往那边走去，见江明靠近，小女孩显然更害怕了。她也不知道自家摊子的菜质量好不好，万一像刚刚那样，小女孩欲哭无泪了。这碧玉根多少钱？1下品灵石，1斤。小女孩咽了咽口水，大眼睛里满是胆怯，颤颤巍巍地开口道。江明闻言眉头一皱，小孩女身子一抖，等待着审判降临。小妹妹，你这价格低了，这碧玉根品相良好，一看就知道花了不少力气种出来的。江明看了看，这质量卖3块下品灵石都够了。啊！小女孩有种从地府上到天庭的落差感，突然觉得这位大哥哥不仅长得帅，人也很好。于是她又有了勇气，开口说道：可是姐姐说只要1块下品灵石就够了。江明闻言也没有强行要求涨价。那就这样吧，先给我来2斤。好的大哥哥，请稍等一下。很快小女孩便手脚利索递给江明一个袋子，谢谢你小妹妹。江明笑着将2块下品灵石递到小女孩手里，起身离开。他离开不久，很快就有几个弟子围了上来。小妹妹，
给我来1斤，我拿回去尝尝，多少钱？1块下品灵石1斤。好，给我来2斤。我也要1斤，谢谢。好，请稍等。空闲了很久的小女孩很快就忙碌了起来，这让周围的贩子若有所思。天色渐晚，比阳的晚意笼罩在蒸道峰上，让仙雾渺渺的仙风平添几分忧愁的美感。一如颜若期此刻的心情。带小青上山已经2小时了。2小时了？你知道他这2小时是怎么过的吗？一开始颜若期还以为他和小青只是许久未见，所以显得有些生疏。于是他开始找话题，想要通过聊天熟络一下感情。所以他问到了青姨的近况。没想到安青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从青姨讲到师弟，从锦官城讲到万法仙宗。虽然青姨只出现了一会，但安青的表现还是让颜若期很高兴啊。聊天法这么快就有效果了。然后他发现他高兴得太早了。以前的小青会缩在他的怀里，哪怕没有话题，他也会嘟嘟喃喃说个不停，可能会分享心情，可能会自言自语，可能会表达爱意，而他只要耐心地听着，偶尔搭2句话就足够安青说上1整天了。颜若期很想念那个时候宁静、祥和、美好，所以他以为现在会跟以往一样，只要应答2句，安青便会一直说下去。可是小青绘声绘色地说道，师弟带他去领弟子令牌，被人堵路。在声情并茂地说道师弟是如何随口叫出一个厉害的人推开堵路的2个人之后，小青便停了下来，大眼睛眨巴了一下，看着他。颜若期也不禁眨了眨一下眼睛，看了回去。2人互视，一时间竟无话可说，气氛都似乎有些凝固了起来。颜若期本就不是什么能说会道之人，上峰之后更是宅女一个，以前她只要负责听就行了。现在小青不知道为什么不继续说下去了，像是把话题说完了一样。不对啊，小青，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就算话说完了，你也能说个不停的。你冷静，颜若期。果然，这份久别重逢的生疏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加上小青也长大了，话变少了也正常。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担起姐姐的责任了。快想个话题继续聊下去。颜若期张了张小嘴，犹豫了一小会。嗨，小青啊，我跟你讲2年前，仙宗大比上，你姐姐我横扫那些弟子，我很厉害的。他涨红了俏脸，感觉自己想找个缝钻进去。颜若期原本是想挑着点精彩的东西讲，不至于乏味。可他上峰以后，最精彩的部分应该就是如何狠狠地虐爆对手了，这样也好让小青知道姐姐现在有多厉害。可是话到嘴边，颜若期就像结巴了一样，磕磕绊绊，却无法将自己回忆中的精彩对决讲出来。说实话，以前没觉得怎样，现在他才发现，原来要像小青那般讲的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原来这么难的吗？刚刚小青讲的就让他很有代入感。安青毕竟和颜若期相处多年，他看着自己的若期姐姐，自然知道她想干什么。于是他睁着大眼睛捧哏道：哇，若期姐姐好厉害。那自然，还有我刚进宗时的新手大比。哇，真的吗？若期姐姐好棒。就这样过了一会，一个说不下去了，一个夸不下去了，纷纷陷入了沉默，气氛再一次凝固。颜若期看了看天外的景色，陷入了惆怅。原来时间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以前和安青怎样都好，只要待在一起就行了，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可现在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居然让颜若期想要逃离不行，不能这样想。若期啊若期，许久未见，这很正常。想点别的，快想。安青看着想话题想得有些红温的若期姐姐，张了张小嘴。她自然清楚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可是她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以前的自己是怎样碎碎念来着？好几年没人倾诉，安青发现自己确实有些遗忘了当年是如何缩在若期姐姐怀里碎碎念的了。不管怎样，先说话吧。若期姐姐看上去很苦恼。若期姐姐，颜若期美眸一亮，期待地看着安青，希望她能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安青被自家若期姐姐这样看着，感觉有些奇怪，心理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若期姐姐，自打你离开后，我就很努力变坚强。小青，你辛苦了，都是我不好。不是你的错，若期姐姐。就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就是我的错。救命！救命啊！师兄，你去哪了？2个人的心里发出哀嚎。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等等，师兄。嗨，若期姐姐，你说师兄干什么去了？师弟，
我不太清楚，他一向神神秘秘。如果是以前，颜若七可能会说他吊儿郎当，到处闲逛。可现在不能这么说了。若七姐姐，要不我们猜一下吧？好。颜若七点了点脑袋，猜一下也好，至少可以缓解一下气氛。我觉得师弟应该是找个地方练功了吧？颜若七歪了歪脑袋，说道。毕竟师弟进步那么快，应该是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偷偷修炼。闻言，安青嘟着嘴想了想，师兄是那么勤奋的人吗？好像没见他修炼过。师兄这时候会去干什么？那安青看了看窗户外边，夕阳洒下，一道灵光闪过，师兄的声音隐隐约约在他耳边响起：给我钱。在锦官城的时候，师兄就这么理直气壮跟他一个师妹要钱的，那时候还觉得师兄不要脸呢。安青俏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我觉得师兄应该是去买菜了。可他刚刚不是说有点事要去做吗？买菜也算是吧。可是要是师弟不回来做饭呢？那若七姐姐，你平时吃什么？辟谷丹好吃吗？比树皮好吃一点。那若七姐姐，你这也吃的太惨了吧？其实还好，毕竟方便。所以如果师兄不回来，我们吃辟谷丹。那倒不用，我们可以出去吃。那若七姐姐，仙宗有什么好吃的吗？不知道。救命！师兄，救命！师妹，师姐，我回来了。江明坐着垂直梯回到了争道峰，左手右手提着一大堆东西。金盖姐妹重逢，江明高兴，打算大显身手，做顿丰盛的。为此，甚至还搞了点小酒，就是不知道他们喝不喝。江明站在争道峰上，看着熟悉的地方，竟有种许久不曾回家的感觉。不过，有人的地方才有家，所以师姐师妹呢？出去了，还是说在屋子里？江明的目光看向颜若七的屋子，陷入了沉思。如果两个人在屋子里的话，会干些什么？江明不是很想往那方面去想，可脑子不听他的。应该不会吧？那不一定，毕竟都是好多年的老百合了，谁知道走到哪一步了？可看师妹师姐也不像是那种开放的人啊。师妹一调戏就脸红，应该没那么大胆吧？情投意合的事怎么能叫开放？这叫久别重逢，两情相悦，情不自禁，干柴烈火，擦枪走火，一触即发。俗话说得好，小别胜新婚。他俩做什么还真不奇怪。怎么做的呢？等等，这个不能继续想下去了。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江明站在原地，看着师姐小屋，开始在脑海里推演起来。直接走过去推门而入。不太行。这样的话，估计还没来得及大饱眼福，就当场被师姐削成刑天，提前解锁成歌结局了。走过去敲敲门，对着里面喊一句：你好，可以加一个吗？又不是打篮球还加一个，做梦呢。况且师姐和他都是攻的话，那不是只有师妹是受。那不行，江明善见不得师妹两面受罪，所以这个方案也行不通。扫黄，全部抱头蹲下。算了，还是选用最稳妥安全的方法吧。江明沉息，扯着喉咙大喊一句：师姐师妹，我回来了。言罢，才向师姐的屋子走去。提前告知，总不会出事了吧？可出乎江明意料的是，他还没走进屋子呢，就传来砰的一声，师妹慌慌张张推门而出，带着笑意，惊喜地喊了一句：师兄，你回来了。师妹，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还笑？是想通过笑容掩饰些什么吗？不会吧？难道真被我猜中了？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居然在做那种事，还不带上我？可恶啊！师弟，你回来了。在师妹身后，师姐也走了出去，朝他点了点头。若七姐姐，你看，我猜对了。安青指着江明，雀跃道：不愧是小青，猜得真准。颜若七摸了摸安青的头，宠溺地说道，心里也不禁松了口气。刚刚屋子里实在是太尴尬了，还好师弟刚好回来了。果然，欲速则不达，和小青恢复关系的事还得从长计议才行。不过，颜若七看了一眼满脸笑意的安青一眼，内心也不禁温柔了起来。小青还真是个孩子呢，听到师弟的声音就慌慌张张地推门而出，肯定是急切地想要看看师弟到底有没有买菜吧。现在见师弟真买菜回来了，又笑得那么高兴，肯定是因为自己赢得猜测而高兴吧。小青啊小青，真是孩子心性呢。不过这样也好，这才是小青该有的样子。念此，颜若七暗暗发誓，一定要继续努力修炼，为了给小青一个安稳的环境，让她无忧无虑，继续保持这种难得可贵的孩子心性。至于压力，全部由她承受了吧。江明看着二女，眨了眨眼睛，好奇地问道：师姐师妹，你们在屋里干什么？能不能带我一个？直言不讳的，慷慨淋漓的，
直抒胸臆的：“我们在聊天呀，师兄也想跟我们一起聊吗？”安青很懂事，一边说着，一边小跑过来，伸出小手帮江明提东西。聊天啊？江明有些失望，捧读道：“当然，我早就知道你们在聊天，所以我也想跟你们一起聊。”好呀，好呀。江明有些失望，可师妹看上去是真的开心。安青双手提着袋子掂量了一下，娇声道：“好重，师兄你买这么多菜啊？还有，若七姐姐说你会做菜，我也想尝尝，可以吗？”江明闻言斜了小安青一眼，小机灵鬼，现在都敢骗师姐了，以后怎样江明都不敢想。当然，说起来我还没给你做过菜呢，这样吧，以后我做菜多做一份，你可以过来一起吃。真的？不会麻烦师兄吧？安青的大眼睛笑成月牙。不会，多一双碗筷而已。江明摆了摆手，随意道：“好耶，这样我就能经常和若七姐姐见面了。”安青很是雀跃。颜若七在旁边见此，不禁在心里点了点头。虽然因为时间的消磨让两人有些生疏，但显然小青心里还是有他，还是惦记着他，那他就知足了。再相处一段日子，肯定能回到以前那样的。一时间，刚刚在屋子里相处的尴尬一扫而空，颜若七顿时恢复了斗志。师姐，那我去处理食材了，可能要花上一些时间，师姐可以先去修炼。江明提了提手中的东西，说道。颜若七闻言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劳烦师弟了。师弟有心了，为了庆祝自己和小青团圆，居然买了这么多东西，还知道自己此刻想要抓紧时间修炼。果然，师弟虽然有时不着调，但人很是不错。安青眨巴了一下明亮的眼睛，看着师兄离去的背影，转头看向颜若七问道：“若七姐姐，我想去帮忙，可以吗？”她腼腆的笑了笑：“我和师兄之间不像若七姐姐那般熟人，感觉蹭吃蹭喝的，不太好意思。”颜若七闻言点了点头：“去吧，我刚好可以去走2趟登道街。”心里颇为欣慰。小青还是老样子，虽然喜欢依赖别人，但也时常想自己也出一份力，替人分担。真好，看来小青并没有多少改变。若七姐姐加油！安青闻言向颜若七挥了挥小拳头后，快走向江明。师兄，我来帮你了。他其实想小跑的，但又怕看起来有些迫不及待，让若七姐姐误会些什么。毕竟他只是想帮师兄洗个菜而已。而言，若七看着安青离去的背影，修炼之心更加稳固。为了小青的安定生活，转身迈着坚定的步伐往登道街的方向走去。师妹，喜欢吃什么？我都可以的，师兄做的都好吃。江明斜了安青兴奋的小脸蛋一眼。话说，从刚刚开始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安青可是从景观城那儿就开始期待与师姐见面了，他还故意为两人腾出了一点空间。原本以为两个人会如漆似胶，不可分离的，可是现在怎么和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自己不过刚回来，结果师妹粘过来了，师姐又修炼去了，闹哪样呢？旁边的安青2只小手轻轻打开袋子，摆弄着里面的东西。他发现里面全是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倒是有块排骨，长得挺像平时见过的猪肉。师兄，这猪肉要洗吗？要的。安青闻言跃跃欲试，正想大展身手，他伸出小手抓住排骨，拎不动。原来自己弱到连排骨肉都拎不动了吗？我就不信了。安青深吸一口气，2只小手抓住排骨，使劲往上提。嘿呀排骨纹丝不动，倒是安青一个没抓稳，直接向后倒去。他毕竟是习武之人，正想调整身形，一根手指就已经轻轻抵在安青柔软的后背上，稳稳地拖住了他。江明发誓，这是他最老实的一次了。毕竟男女授受不亲，趁机占便宜，不似君子所为。这般想着，他斜了眼登道街。安青借着师兄的手指稍微发力，站直了身子。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袋子里连位置都没动过的排骨，转头哭诉道：“师兄，我连块排骨都打不过。师妹，你是来卖萌的吧？这是妖兽山纹猪的肉，猪如其名，骨头很重的。”江明说着，随手将排骨捡了起来，扔在砧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得把骨头里面掏空才行。那我能做点什么吗？安青显然还是想帮上一点忙，把菜洗洗就行了，其他的交给我。好的，师兄。安青乐呵呵的洗菜去了。两人没再交谈，各做各的事。江明看了眼安青，发现他洗个菜都似乎乐在其中，俏脸专注，恨不得把每片菜叶子都洗干净。夜已经来临，菜也已经做完了。江明将自己屋子里的桌子挪了出来，摆了满满一桌，桌上再放了几颗夜明珠，倒也有几分仪式感。师兄好厉害，闻着好香啊！小师妹很会提供情绪价值，在旁边拍着小手鼓掌，美眸放光的夸奖。那是
不过师妹也帮了不少忙，节省了我不少时间。江明笑着说道：“情绪价值嘛，互相供应才能绿色循环可持续。”接着，江明看向登道街，思索一会，小声喊道：“师姐，吃饭了。”来了，师弟。话音刚落，一道身影直接落在了安青身边，看得江明心中一凛，还好刚刚没怎么跟安青聊天，要是不小心聊到什么不该聊的桌子上的菜品，说不定有他的位置。好次，师弟的厨艺又有长进了。果酱果酱，桌子上的饭菜已经被消灭大半，毕竟三人不是练武就是修道，包揽几道菜还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江明发现，其实两个人的口味并没有与亲笔记里说的那么相近，他故意多做了几种口味，然后暗中观察两姐妹的夹菜频率。安青猛猛炫糖醋排骨，很少夹菜，她碗里的菜都是师姐夹给她的。显然师妹口味偏甜，师姐则是均衡很多，几乎每种菜都吃，显然有意识地保持营养均衡，但加清淡的菜品会吃得更多一点。果然实践出真知，尽信书不如无书，笔记也不全是对的。江明暗暗记下。师兄，这是什么？中场休息时，安青拿起一个白色玉瓶，好奇地问道：“酒。”江明斜了一眼，说道：“我可以喝吗？”“可以吧。”江明看向颜若期，只能喝一点点。颜若期思索了一会，说道：“安青毕竟也不是小孩子了，应该尝试更多的事物。”“我尝尝。”安青拿起茶杯，打开玉瓶，往里面倒了一点点，一股浓郁的酒香瞬间弥漫开来。师妹拿起酒杯，端详了一会，小心翼翼地伸出粉舌，蜻蜓点水般在酒面沾了一下。安青俏脸瞬间皱成一团。“怎么了，师妹？不好喝吗？”“倒也不是。”只见安青的脸蛋，不过短短几秒间便爬上了2朵云霞口齿，开始不清晰了起来，身子开始东倒西歪。“师妹，叔兄，怎么了？好像有好多个叔兄，好多个若期姐姐，比刚刚更严重了。”江明眨了眨眼，看来自己买的酒度数有点高了，毕竟是灵酿。安青虽然就沾了一点点，但似乎有些承受不了。突然江明抬头望去，却发现师姐刚刚停下的筷子又快速动了起来，猛猛吃东西。师妹都快晕倒了，师姐怎么又开吃了？只见师姐风卷残云般迅速消灭完桌子上的菜后，立马抱起头都快点到桌子上的师妹。师姐小嘴里鼓鼓的，平日冰冷的神色消失，反而带着几分傻傻的娇憨。她有些着急，含糊不清地说道：“师弟，你说过粗的慢的洗碗，我带小青回去休息了。”言罢便急匆匆地带着安青奔向屋子，看上去有些兴奋。眨眼间，其乐融融的餐桌上只剩江明，看着桌子上的餐盘陷入了沉思。他好像是跟师姐说过吃得慢的洗碗，不过刚刚师姐的样子还挺可爱的，也不亏小青居然是一沾就醉的那种类型嘛，那自己以后戒指里是不是得备点酒？江明思索着，开始收拾起桌子来。颜若期抱着安青奔回小屋，放到床上，眼睛放光。他本来就想着今晚抱着安青睡觉，像以往一样培养感情，但今天屋子里的尬聊让他有些怀疑人生，不知道安青还会不会像从前一样让自己搂着睡觉。但是师弟，你做得好啊，还带酒回来了。看小青这迷迷糊糊不省人事的样子就知道他今晚做什么都可以。不过不急，颜若期压抑着心中的情感，动手开始扒起安青的衣服。谁脱衣服？小青，是我。若期姐姐啊，你干嘛？帮你清理一下身子。不要了。安青有气无力地挣扎着，拒绝的声音绵柔，带着酣醉的娇喘，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好啦，乖，很快就好。颜若期边说着，动作却不慢。很快，一具造物主精雕细琢的身体便这样躺在了床上。颜若期扫视了2眼，倒也没有什么欲望。她从安青的身材中可以看出，这些年小青过得不错，至少吃得很好，这让颜若期稍稍安心了点。于是手掐一道无尘诀，一阵清风拂过安青的玉体，又从戒指里拿出了一点不知名的粉末，撒了上去，看上去像是在给菜上调料。但粉末撒上去之后，安青本就洁白的身子更加细嫩，还带着一股淡雅的香味，显然是某种护肤品。之后颜若期又拿出一套偏大的衣服给安青穿上，算是大功告成了。接着又在自己身上故技重施了一遍，终于将2人清理干净的颜若期迫不及待地带着安青钻到被窝里。他一把搂过安青，温嫩的感触让他满足地叹了口气，俏脸上勾起了淡淡的微笑，还是熟悉的感觉。比起以前，小青变得更软了，抱起来也更舒服了。
相信就这样到了明早，小青酒醒过后，和他的感情又能恢复不少。安青似半梦半醒之间，似乎也感觉到了熟悉的温暖。他反手抱住颜若七的身子，往他宽广的胸怀里钻了钻，这让颜若七十分惊喜。看来，哪怕小青睡着了，也还是记得他的，真好。就在颜若七高兴之时，怀里传来了安青小声的呢喃一语：“是兄，只因你太美，哦贝贝，只因你实在是太美。”江明哼着小曲，慢慢悠悠地洗着碗。虽然法术洗得更快，但没有灵魂。江明更乐意用手洗，仪式感嘛，又称是逼。突然，一阵不知何处来的莫名寒意从他的脚掌一路爬上了他的脑袋，刺激的他一个激灵。怎么回事？他身强力壮的，争道风也不怎么冷，他不可能会无缘无故会打冷战的，这不科学。但这很休闲，所以肯定是有人在暗中念叨他。难不成是因为他唱这首歌，所以被冥冥之中的某种存在警告了？有可能，还是不唱了。江明不敢深思，心里暗暗将这种无缘无故的冷战称之为律师函警告。是兄。安青的嘴角似乎勾起一点弧度，他的呢喃一语是如此轻微，但却像是极寒极冰的弱水，一头浇在了颜若七的头上。顿时，有些激动期待的心情被瞬间冰镇，化为冰凉，连强而有力的心脏都似乎停滞了一下。他低头看向脸上依然带着醉人嫣红的安青，有些不知所措，连身子都似乎僵了僵。小青，刚刚喊了什么？师兄，是师弟吗？还是说他听错了？其实是师兄。师兄，师兄。颜若七思考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面对现实。安青叫的肯定就是江明了，但是为什么小青为什么会在最后叫师弟，而不是叫若七姐姐？为什么？颜若七明眸里闪过一丝诡异的光。哦，对了！突然，他脑海里灵光一闪，伸出纤细修长的手，抚摸安青柔软细腻的小肚子。吃到一半就喝醉了，应该是没吃饱吧？菜又是师弟做的，所以小青的全话应该是：师兄，我还想吃。对了，是这样了。颜若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又松了一口气，笑着摸了摸安青的小脑瓜。真是小贪吃鬼，难怪短短几年长这么大。安青迷迷糊糊之间感受到了肚子上的小手，身子扭动了一下，之后实在不胜酒力，终于不省人事了过去。颜若七看着怀里沉睡过去的安青，美眸微沉，勉强地笑了笑，心下也没有了一开始的悸动与期待。师弟妈。颜若七闭上了眼睛，平日用冥想代替睡眠，今日就难得的休息一回吧。江明坐在床上，有些无聊，也不知道师姐和师妹此时在干什么。不过师妹都醉成那样了，师姐又那么宠溺师妹，应该干不了什么吧。算了，修炼一下吧，感觉好久没修炼的样子。可是又不是很想修炼，要不过个2分钟，凑到整点再开始修炼。眯2分钟吧，乏了。江明这般想着，闭上了眼睛。朦朦胧胧，半梦半醒之间，他似乎看到了黑暗中一道模糊的身影正静静站在了他的床边，看着他，无声无息。卧槽！一股寒气直冲天灵盖，江明猛地睁开眼睛，一下子坐了起来，东张西望，并没有人，门还是关着的。梦！江明紧皱眉头，不应该啊！洗碗的时候感受到的寒意，刚刚似有似无的鬼影，好端端的怎么往灵异片的方向发展了？不过按国产灵异电影的方向来说，最后肯定是人为的。江明胡思乱想了一会，也没有什么头绪，于是放弃了思考。天亮后让师姐帮自己看看吧，说不定是在哪里被下了咒。江明看了看窗外，发现天已经蒙蒙亮了。哦，对了，修炼。江明再一次感受到前世凌晨起来补作业时的痛苦，好在他明天不用上课。江明打起坐来，感受着体内灵气的运转，开始运转周天。原本打算依靠情绪之道来提高修炼效率的，但此时肉身筑基了，也就不用那么麻烦了。灵气肉身毕竟是一体的，肉身境界提升了，灵气容量、吸收速度、炼化速度都蹭蹭往上涨。江明体内可可爱爱、柔柔弱弱的灵力被一群气血围住，难上加难，使劲挤压，在灵气无奈的呻吟中，被气血之力狠狠地压缩，变得越发凝实。同时，江明还不断地在外界里将那些无辜的灵气骗进来。接着，气血在一拥而上，然后随着太阳的升起，江明也突破了炼气中期。他倒不着急境界的突破，炼气，这个阶段的灵气压得越凝实，基础也就越牢固。况且，他对筑基有一些别的想法。筑基，寻常人皆以灵气筑基，但江明不想走寻常路，比如大道碎片。不过这个急不来，得徐徐图之。筑基期的肉身也暂时够他用了。
除了不能御剑飞行之外，其他都还好。安青做了个噩梦，他在心里有若七姐姐的情况下，还对师兄暗生情愫，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真的两边都舍不得放弃。鱼与熊掌，他全都要。于是，安青明面上与若七姐姐你侬我侬的情况下，暗面里又与师兄纠缠不清，经常躲他怀里睡觉。被人拥抱，可能是安青最喜欢，也是他想象中最能体现亲密关系的行为了。而被师兄和若七姐姐两个人拥抱下过日子，简直不要太幸福，快乐双倍。安青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像是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父母健在的时候，母亲可以依靠，父亲也可以依靠，他们都能给予自己安心的感觉。虽然安青知道这么做很冒险，就像在细线上行走，随时都可能往一边跌倒，但他控制不住自己。果然，好景不长，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在一棵大树下躲在师兄怀里安心睡觉的时候，若七姐姐出现了。他很害怕，师兄也很害怕，但师兄还是挡在自己身前，跟若七姐姐理论着什么。背着阳光，安青看到若七姐姐很生气，很生气。他从未见过温和的若七姐姐会露出这般恐怖的表情。安青忍不住浑身颤抖。凡事都有代价，他不知道自己的贪心会带来什么样的代价。很快，若七姐姐就与师兄动起手来了。师兄很厉害，但若七姐姐显然更厉害。3两下，师兄就被打倒在地。他还叫他快走，安青没有走，他哭着上去抱住亲爱的若七姐姐，拼命认错，祈求他放过师兄，惩罚自己就行了。若七姐姐不听，她把自己和师兄抓了起来，绑住，关在了一个狭小的用竹子编制而成的笼子里，然后扔进大海。他想救师兄，却无能为力，海水不停地灌进他的嘴巴鼻子，最后无法呼吸。安青猛然睁开了恐惧的双眼，发现自己满头大汗，居然真的有些喘不上气。安青被若七姐姐的手怀抱着，紧紧按在了她的胸上。安青稍微把脖子往后仰了仰，离开了若七姐姐波涛汹涌的胸怀。某种意义上，波涛汹涌也是种海水状态的表现。你怎么了，小青？颜若七被安青的动作惊醒，睁开朦胧的睡眼，紧张地问道。为了最大程度地感受以前和安青一起睡觉的温暖舒适，他封闭了自己所有的修为，化为凡人。一时间居然没能提前察觉到安青的不适，都怪自己。没事，若七姐姐。安青长舒了一口气，避开了颜若七关心的目光。原来是梦呀，你怎么这么多汗？很热吗？颜若七惊讶道，连忙伸出袖子帮安青擦了擦。没有，若七姐姐，我没事。安青自然不能说在梦里被若七姐姐你抓奸了，还被进猪笼了。这次的梦记忆有些清楚，安青实在无法将梦中可怕的若七姐姐与现在温柔的若七姐姐联系起来，但还好只是梦。颜若七见状张了张小嘴，却没有说话，低垂的美眸里闪过一丝神伤。小青显然有什么事，眼神里都还有些极力隐藏的恐惧，应该是做了什么噩梦。如果是以前，不用他问，小青自己都会说出来，可现在不能这么想。小青只是长大了，也该有自己的秘密了，这很正常。颜若七舒了一口气，笑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若七姐姐的怀抱啊，安青缩了缩身子，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虽然和若七姐姐的独处情况和自己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但这熟悉温暖的怀抱依然让安青很是受用，似乎比师兄的软，但却少了一点其他的感觉等等。自己怎么还比较上了？安青连忙将想法抛开，两边的怀抱对他来说都是难得可贵的珍宝，不应该拿来比较才对。倒是颜若七美眸里有些惊喜，小青她这是在调整姿势，就跟以前一样。果然，睡一觉什么都会变好的，昨晚的努力没白费。念此，颜若七小心翼翼的不敢轻举乱动，生怕妨碍到小青找舒服的位置。若七姐姐，好久没有抱着你了。我也是，好温暖。小青也是，还很软呢。颜若七斟酌的回应道，有些害怕像昨天那样，说着说着就没话说了，然后陷入尴尬之中。那估计现在怀抱的温存气氛都会被破坏的吧。好在安青舒适之下，似乎也找回了以前的感觉，有些慵懒的问道，若七姐姐，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个要问师弟，他是你的接引弟子。颜若七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为什么不提前去了解一下新弟子行程？粗心大意。这样啊。不知为何，一听到师兄，安青心里就有些惆怅。梦境的可怕冲淡了他昨天美好的幻想。昨天的他还天真的以为可以同时安心的享受若七姐姐和师兄可梦，还是让他回到了现实。问题自始至终摆在这，无法解决。
若七姐姐是不可能接受自己和师兄的以后，该怎么办呢？那若七姐姐，那我们起床吧。不再躺会吗？颜若七有些不舍。不了，若七姐姐，我刚入宗，还有很多东西要熟悉。安青甜甜的笑了声，将脑袋埋在颜若七的怀里。以后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不是吗？师姐，师妹，早。师兄，早。安青看着师兄阳光俊逸的脸，张了张小嘴，小声地问候了一句，态度却不如昨日那般自然热情。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像钉子一般，在安青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虽说是梦，但这其实是潜藏在安青心灵深处的担忧，一直都在。但现在，既然问题被梦摆在了明面上，那安青也不得不多考虑一点了。毕竟，只有安青知道，若七姐姐清冷绝色的面孔下，藏着怎样一颗偏执决断的心。要知道，当初颜若七能带着安青从大宋一路安全的流浪至大汉，靠的可不仅仅是他人的帮助。为了保护好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颜若七剑上的血就没干过。正是因为了解若七姐姐，自己梦里呈现的才会是姐姐心狠手辣的一面。若七姐姐或许舍不得把她扔海里，可对师兄就不一定了。所以安青决定在若七姐姐面前要与师兄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为了师兄的人身安全，哪怕若七姐姐不在，也要提高警惕，注意言行举止，不钻她怀里，避免噩梦成真。鱼与熊掌都想得见的日子真累。不过凡事都有代价，这一点安青早已明了。其实能够不用疏远师兄，平时能和他一起聊聊天，吃饭，安青便知足了。这样的情况能维持下去也好。师弟，你突破了。颜若七扫视了江明一眼，柳眉一挑，昨日天气不错，所以我就突破了。突破还看天气的吗？不等师姐发问，江明接着问道，对了师姐，你能帮我检查一下身体吗？我总觉得被人下了咒一样，昨晚睡觉时还模模糊糊看到了鬼影。颜若七还没来得及说话，旁边的安青倒是一声惊呼，急切地问道，下咒？鬼影？师兄你没事吧？问完后，安青才想起来若七姐姐面前应该表现得冷淡一点，于是他又补了一句，这个咒什么的不会传染到我和若七姐姐吧？要不师兄你离我们远点。这样听上去就显得疏远多了，不过就是要委屈一下师兄了。等会若七姐姐不在了，再跟师兄解释一下，以免他心里不舒服。安青为自己的小机灵点了个赞。江明闻言倒也不在意，笑道，放心师妹，如果你有问题，师姐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不用害怕。师妹不像是会说出这样狠心话的人，估计是小脑筋又不知道拐哪去了，才说出这种话。颜若七看了眼安青，接着看向江明，说道，师弟放心，我学过太清观气之术，你身上并无咒术，亦无巫术。说到这，颜若七顿了顿，继续开口道，师弟看到鬼影，可能是平日里做了不该做的事，心底有亏，以后注意便好。江明闻言一愣，不该做的事？师姐这话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等等，今天师妹态度不对，师姐好像也有点不对劲，该不会是师妹这小呆瓜一不小心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吧？不管怎样，这时候可不能心虚。江明毕竟不是师妹，被唬一下就露馅。他皱着眉头思考一会，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脸愧疚地说道，原来如此，多谢师姐解惑。看来是昨天买菜杀价杀太狠了，伤了天德，以后不敢了。安青在一旁眨巴着大眼睛，原来砍价也会伤天德的吗？那他这种砍人的怎么办？晚上会不会也看到鬼影啊？嘤，好害怕，要失若七姐姐的怀抱。颜若七闻言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师弟心里有数便好，既然没事，那我也放心了。师姐师妹，我做了早餐，我们边吃边聊。安青眼睛一亮，但在若七姐姐面前，她是谨慎版安青，不敢说话。江明将桌子搬了出来，一会儿又端了几个盘子出来，盘子上放着一个类似三明治的面包，里面加了不少东西，看上去鼓鼓囊囊的。之后江明又端了几杯热牛奶出来，安青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已经开始大呼小叫了起来。原来师兄除了神经病可靠师兄之外，还有个贤妻良母的特点吗？居然早早就把早餐准备好了，一起床就能和师兄还有若七姐姐一起享用这么好吃的早餐。安青想不到以后也能这样，该有多幸福。安青小口小口咬着三明治，如黑宝石一般的大眼睛亮晶晶的。江明看着有些安静的安青，虽然不知道他又在想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但不知怎的，他越安静，江明就越想跟他说话。师妹，怎样，好吃吗？好，还好，也就比锦官城路边摊好吃一点点吧。闻言，江明叹了口气，有些沮丧。对不起师妹，师兄能力不足，只能做成这样了。安青闻言心里一颤，小嘴微张，又合了回去。
斟酌了一会，方才说道：“没事，师兄，其实已经很不错了。”真的。两人都没发现，旁边的颜若期小口小口地吃着三明治，眼眸微垂，但神光似乎一直聚焦在江明身上。突然，他开口问道：“师弟，小青今天有什么安排吗？”“有的，不过不急。”江明点了点头。今天要宗门会派长老组织新弟子去仙宗大门观字，然后便是择锋了。接着，江明详细地为师妹介绍起相关事项。择锋就是选专业大道，万法仙宗素来以广而多的大道选择闻名于修道界，每座仙峰都有擅长的大道。弟子入门后会先在大门处观字，获得道种，之后便依据道种选择仙峰，修炼适配的大道，此为主要大道。如果要辅修其他大道，付出一定的代价后，可独自前往其他仙峰求学。听完师兄解释，安青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急忙问道：“师兄，那择锋后呢？”“择锋后自然就是入住仙峰，然后便开始在仙峰修行。”江明似乎知道贪心的小师妹在想什么，补刀道：“对了，为了避免新弟子贪玩耽误修行，宗门规定新弟子在修为达到炼气中期之前，都得在仙峰处修炼，不得在外留宿。”安青闻言张大了嘴巴，看上去呆萌呆萌的。不，他刚刚还在想着晚上抱着若期姐姐睡觉，早上起来吃师兄做的早餐，生活乐无边。结果这乐无边的生活居然一天就结束了。等等，只要炼气中期就可以出来了。安青连忙问道：“师兄，炼气中期一般要修炼多久？”江明闻言摸了摸下巴，思考了起来。师妹是不可能进入争道峰的，争道峰并不是人选，而是道选。入宗时能与争道峰底下那些大道碎片的其中一个产生共鸣的，即为争道峰弟子能与某个大道碎片产生共鸣，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只要不出意外，这个人一定能在这条道上走到终点。而江明入宗时便感受到了数个大道碎片的感召，基本上都来自争道峰底下，隐隐约约有一个来自幽囚域。打听后才知道，幽囚域镇压着一个寻常修士所不能容的大道碎片，但道与道之间亦有差距。江明能感觉到争道峰底下有一个非常强悍的大道，当这条大道发出感召之时，其他大道甚至会收声，噤若寒蝉。他之所以压着灵力境界，很大程度上便是为了这条大道做准备。筑基，江明想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以大道碎片筑无上道基。他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试过，反正他没听说过。江明之所以想这么做，也没其他原因。他天赋都逆天成这样了，还走别人用灵气筑基的老路，那不跟没有一样。江明虽然喜欢躺平，但也知道躺平是需要实力的。他可以装菜，但不能真菜。至于修道盟的任务再说吧。江明其实也没那么上心，毕竟天道破碎必有殃灾，只是盟主的一家之言，他不全信。等他实力强大后，自然会去探查的。只不过这大道碎片不好拿，一拿估计就全宗通缉了。更别说他才入宗也才将近1个星期，可不敢搞这么大的事。因此他在等一个机会，或者想办法创造一个机会。在此之前，他得保证自己不要一不小心筑基了。所以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他也不知道这些正常的天才要修炼多久才能到达炼气中期。师妹，炼气中期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只要努力修炼，很快就能达到了。江明避开正面回答，冷模两可地说道：“不管怎样，要给予孩子鼓励，给他信心。”真的。果然，安青神色又放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相信师兄。颜若期斜了江明一眼，没有出声。在场的3个人中，只有1个人是正常的天才，是谁我不说。所以颜若期也不知道炼气中期要多久。虽然没有师父指点，但他入宗1星期后也就炼气中期了。至于小青，师弟说的挺对的。见师兄的话得到若期姐姐的赞同，安青更放心了，一下子信心100倍。小炼气中期，待他认真修炼一段时间，便能重回争道峰，享受神仙日子了。师妹，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你去报道吧。好的，师兄。小青，加油。是。若期姐姐。颜若期看着朝他挥手离去的安青，笑了笑，希望他刚刚那番警告能让师弟识趣一点吧。颜若期不担心安青，但不知道为何，昨晚过后，他开始担心师弟了。不管怎样，是时候继续修炼了。昨天将近半天没修炼。颜若期有些心疼。等等，盘子和杯子没洗。师兄。江明不禁颤了颤。怎么了，师妹？我刚刚不是故意那么说的吗？安青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江明，一脸无辜。是吗？可我听着像是故意的，心里生气了好一阵子呢。对不起嘛，师兄，我只是有点。安青回头望了望，已经离争道峰很远了。
他小声说道，有点怕若七姐姐误会。师妹啊师妹，你这个不是怕师姐误会，你是怕被她发现奸情。不过江明还是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我懂得师妹，嘿嘿，我就知道师兄你能理解。安青顿时雀跃了起来，大眼睛都弯成了月牙，笑得很甜很甜啊。可是师妹，你的话就像一把剑插在了我身上，虽然你拔出去了，但伤口却还是留下来了。啊，这么严重吗？安青知道师兄肯定不生气，但还是配合地问道。那怎么办？肯定是把伤口填好了。怎么填？叫声哥哥吧。就这样。哼，那安青稍微靠近一些，声如棉花。明哥哥，原谅我吗？江明一颤。我好了。江明觉得师妹无论放哪个地方都是个祸水级别的红颜，可能连安青自己都没察觉到，她自身的魅力可能远不止来于她的样貌。而江明身为师妹身边亲近的正常男性，在安青自然流露时，犹能感知到她惊人的吸引力。师妹总能在某个不经意间狠狠地拨动她的心弦。明哥哥，原谅我吗？一声哥哥叫得江明心里酥酥麻麻的，转头望去，却见安青仰着小脸蛋，期许地看着他，黑宝石般的眼睛，纯净无瑕，就是这个样子。明明师妹声音和样貌比那些什么魅魔狐狸精还要诱惑人，撒起娇来更是要命，可偏偏她总是一脸纯真柔和。所有在别人看起来十分诱人的动作语言，对安青来说只是天性流露，自然而然，未经心理雕琢。对江明来说，这吸引力可比绿茶魅魔狐狸精那种有意的勾引领先无数级别。安青自身察觉不到这一点，可江明却有些顶不住了。师兄，原谅你了，原谅你了。耶，师兄最好了。和若七姐姐并列第一好。江明看着紧张兮兮的安青，不禁笑道。放心，师姐不在。如果在的话，就凭刚刚的谈话，师姐的杀意估计就锁定过来了。江明没猜错的话，师姐现在对他有所怀疑，但又不确定，不然早上不会说那种话。昨天吃饭前，师姐还是正常的，第二天早上就过来警告他了。看来是昨晚小师妹喝醉后暴露了什么，但又没全暴露。不管怎样，至少现在她还活着，那就没有任何问题，还能操作。对了，师妹，我在。安青现在就像刚进了大学的学生一般，有些兴奋、忐忑、期待，连语调都上扬了一些。来，拿着，这是面纱。就当是我原谅你的奖励吧。收到礼物非常高兴的安青闻言一猛，师兄你又说胡话。不过，安青扬着嘴角看着面纱，爱不释手。谢谢师兄。悟道广场一般是仙宗用来开会的大广场，其广度足以容纳仙宗所有弟子。此时广场上的人挺多，年轻的弟子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脸上带着憧憬和兴奋。不过这群显然是小鲜肉的新弟子里混进了几个老腊肉。喂，那个师妹不错哦。确实，但我感觉那个更可。哎，你看那个戴面纱的，身材真好，就是不知道长得怎样了。那面纱好像还是个灵宝，看不清脸，要不要去搭讪一下？算了，看不清脸的当丑八怪处理，那么多师妹没必要纠结他。走，去那边瞧瞧。哇，好多优质师弟，好想吃。你小声点，我们现在是师妹，你别暴露了。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看那边那个站着的好帅，他不会也是来狩猎，不是欣赏新弟子的吧？看他的衣着不像新弟子，估计是。哼，这种海王真是宗门败类，让我去会会他。喂，你等等。江明在广场边缘停下，并未继续送安青进去。在讲解完注意事项后，他开口道：师妹，要注意的就差不多这些，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安青闻言，看着广场里热闹的情形，小嘴抿了抿，看上去有些害怕，小手忍不住抓住师兄的衣袖。说到底，他一直被鱼青藏了起来，还从未正式与那么多人正常相处过。当初连去济幼院送善款都是偷偷的。不过师妹很懂事，她知道自己要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必须拿出点勇气。安青看着广场，仿佛前方是什么刀山火海一般。师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放开了师兄。师兄，我知道了，加油。说罢，安青便像是下定某种决心，头也不回地往广场中央的签到处走去。好吧，其实也没那么有决心。安青向前走了几步后，回头发现师兄还在后，继续往前走去。又回头见师兄没有离开，正微笑着看着他后，安心继续走去。再回头发现师兄身边怎么多了2个女生？你在干嘛呢？
江明看着不知道打哪跑来的2个女生，笑道：“和你们一样。切，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其中一个女生大大咧咧地说道：“刚好我也不是，约吗？对了，我叫李文，认识一下。”不聊。江明没有自报姓名，他没兴趣。身形修长，力量内敛，皮肤呈小麦色，有种野性的美感，再加上说话如此直接豪放，没猜错的话，这个女生应该是冥王峰的。别嘛，又不用你负责。对了，我们2个可以一起哦。李文指了指旁边的女生。喂，李文。显然李文的朋友脸上有些小雀般的清秀姑娘刘月，并不像她那么开放。哎呀，开玩笑的啦，我还舍不得和你分享呢。李文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看向江明。如何，就一次？我看你是练气期，你从了我，以后我罩着你怎样？江明摇了摇头。不了，谢谢，我练童子功的。就在这时，在旁边端详了好一会的刘月突然惊呼道：等等，我想起来了，你是江明。江明。哦，征道峰新来的那个刺头。对对对，就是他。李文闻言眼睛更亮了，他自然听说过江明的事，虽然是刺头，但是有种，长得还帅，这下子更喜欢了。江明师弟，别这么冷漠嘛，你想想，我可是筑基期，你这算是越境挑战了，万一你把我揍趴下了呢？江明斜了李文一眼，没想到他还挺有幽默细菌的。他微微一笑：不了，师姐。李文皱眉：真不识好歹，没办法，我妈让我跟洁身自好的人玩。你是说我不洁身自好？李文惊愕地反问道。江明闻言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自不自豪你心里没点 AC 数吗？倒是旁边看戏的刘月暗叹一声刺头果然名不虚传，这师弟真的是说李文豪爽开放什么的都可以，但用不洁身自好这种贬义词肯定会得罪他的，他可是筑基期啊，真敢。李文看懂了江明的眼神，顿时觉得被挑衅了，不禁眼睛一瞪，正想发火。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师兄师兄，我有些不懂，你可以过来教教我吗？话音刚落，一只小手便熟练地挽住了江明。悦耳的声音顿时吸引了2女的注意。李文望了过去，却见安青蒙着面纱，不见真容。他冷冷一笑，拆台道：你叫他师兄，你不知道他和你一样是新弟子吗？你可别被他骗了。师兄，他们是不认识。江明摇了摇头。既然不是师兄朋友，安青放下心来，看向李文：关你什么事？我就喜欢被他骗啊。李文闻言一呆，不是，这师妹这么快就被这江明骗得死心塌地了吗？不过很快，李文眼睛一眯，勾着嘴角说道：哼，那你知道他不久前才和我上过床吗？显然他以为安青和江明之间有不正当关系，打算挑拨一下。不过安青闻言眨了眨眼，自然不会信了他的鬼话。哼，嘴里全是污言秽语，必不是好人，不可信。我不信，不信，也只有你这种傻子才会相信他。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都不知道骗过多少小姑娘了。李文冷笑道：师兄，我们不理他，走了。安青不想回话，拉着江明往广场走。李文见状也没打算追，站在原地喊了一句：傻子配骗子，道士般配。刘月在旁边拉了他一下，示意差不多就可以了。倒是江明身形一顿：师兄，我们不要理他。安青见状连忙扯了扯江明，他们一看就知道是老弟子，万一师兄打不过怎么办？就算打得过，师兄可是给他介绍过执法堂的，他可不想师兄去幽囚狱。可他说你是傻子哦，那就让他说，我又不是。师妹，你真懂事。江明拍了拍安青的脑袋。安青闻言以为师兄不想去计较了，却听师兄继续说道：可我不懂。哟，怎么又回来了？李文看着走回来的2人，咧着嘴笑道：他没别的想法，也不打算动手，恶心到对面就算成功，他就喜欢别人打又打不过，骂又骂不过的样子。师兄，跟他道歉。闻言李文笑了：道歉？我做错什么了要道歉？你生下来就是个错，我要是你爸，我就直接把你 S 墙上了。李文张了张嘴，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为什么这个人能顶着这么张俊逸的脸说出这么粗鄙的话？就连刘月都呆住了。还好旁边的安青看上去懵懵懂懂，不是很了解。怎么嘴巴张这么大，是想吃点经常吃的东西是吗？说你不洁身自好，你还敢不服气？你吃过的比我见过的都多了。我没有。安青茫然地看着师兄。吃什么？为什么李文看上去很生气？你没有嘴巴能张那么大，不是被撑开的吗？还洁身自好，你也配？
江明的情绪之道迅速运转。当初他在正道峰底下骂人，收集到的大多都是愤怒，此时正全力输出，影响着李文。虽然炼气期作用不明显，但好在情绪量大，而且李文脾气本身就暴。你！李文咬着牙，眼眶通红。刘月见势不妙，连忙上去拉着李文。李文，你别冲动，走开。李文甩开了刘月，死死盯着江明。安青见状，隐隐约约有挡住江明前面的趋势，但却被师兄一把拉回身后了。江明轻蔑地笑了，继续输出。怎么，想用眼睛瞪死我啊？哎呦，我好怕哦。你找死！终于，李文没忍住，脚下一蹬，朝江明冲了过去。一个炼气期，不知天高地厚，不教训一下，他筑基期都白上了。见状，刘月也只能期望李文下手轻点了，这样赔点东西就完事了。于是他着急地喊道：李文，轻点，别打出！砰！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砰的一声。刘月张大了嘴巴，看着趴在地上陷入昏迷的李文，他擦了擦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发生了什么？刘月师姐。江明突然的声音让刘月身子一颤。怎么了？我可没。刚刚是谁先动的手？江明微笑着。刘月却更害怕了。是李文。好，我用留音石录下来了，感谢你作证。江明满意的点了点头。你可以走了。好的，师弟再见。刘月咽了咽口水，不敢逗留，抱起李文慌忙离开。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李文是怎么被打倒的。但炼气期，别搞笑。师兄，怎么了？我们不理他不就行了？师妹，你不生气？生气啊？可是，江明拍了拍安青的脑袋，只要有我在，就不能让你受气。安青闻言陡然沉默了，内心悸动。师兄别这样，安青真怕因为自己控制不住，让师兄被丢进海里。只要有我在，就不能让你受气。看着师兄信誓旦旦的样子，安青心里居然产生了一种扑到师兄怀里，脸蛋埋在他身上蹭蹭的冲动，那样肯定很舒服。不过可惜，安青最终还是成功压制住了这种冲动。一方面他不好意思，另一方面安青怕这次真扑上去了，那之后肯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然后师兄就去海里畅游了。念此，安青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悸动。他伸出小手轻轻抓着师兄的衣袖，怯生生地站在师兄身边，柔声道：谢谢师兄。闻言，江明随意地摆了摆手：太客气了师妹，以后有事没事骂我2句就行了。安青嘟起了粉嫩的小嘴，内心刚刚升起的一丝悸动又飞得无影无踪。坏师兄，刚刚他还感动着呢，怎么又突然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哪有人会求着别人骂他的？不过被师兄这么一打岔，倒是让安青想起了一开始的目的。他娇哼一声：哼，师兄，我去签到了。话虽如此，可当安青看着签到处，还是抿了抿嘴，有些犹豫。安青其实也还没想好以后该如何与同门交流，这个他是真的没经验，以至于有些胆怯。对方是同门而不是山匪，他自然不能装凶狠拜人缘，但对方也不是什么亲近的人，安青也不想用柔柔弱弱的语气说话，以免落了下风。该怎么办呢？江明斜了安青一眼，突然他抬起手胡乱掐了个印，接着点在了安青光洁的额头上。安青懵懵地看着师兄，脑袋上似乎冒出了一个大问号。江明没有解释，只是一直远方的签到处，激情昂扬地喊道：师妹，别想太多，你已经被强化了，快上。好在安青也渐渐习惯了师兄的无厘头，虽然没感觉到他强化了什么，但在师兄这么一喊，安青一咬银牙，配合着说道：好的，师兄，那我上了。冲！安青如同脱缰的小鹿，带着不安小跑着离开了师兄，奔向签到处。这回他倒没有再三不意回头了，因为安青知道师兄会一直看着他的。你好。签到。柔美中带着一点慌乱，又带着一丝伪装低沉的声音，让签到弟子不禁抬头看了一眼。戴着面纱，不见真容，只能看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可惜，该说不说，江明专门挑选出来的这灵宝面纱为安青避免了不少麻烦。毕竟他只是个普通的新弟子，既不像颜若期那般强大，无人敢惹，又不像江明那般心态硬得很，又不要脸。签到弟子见不到真容，也就没有了搭讪的心思，低头问道：叫什么名字？安青。安青。不是，是安青。安青师妹是吧？别紧张。好的。你的接待弟子是？安青闻言眼前一亮，略带一点骄傲地说道：是师兄。介绍自己，
安青没底气，但介绍师兄，他能说很多啊。毕竟他自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但师兄很厉害啊，又能打又能说会道，又会做饭，还体贴温柔搞怪。签到弟子无语地看着这个小女生，无奈地说道：“我是问你接待弟子的名字。”啊。安青这才意识到自己叫习惯了，差点到反天罡的把师兄当成江明的名字了。他连忙改正道：“是江明师兄。”接待弟子在玉简上写画画，很快便说道：“可以了，你在旁边休息一下，等人齐了，会有长老带你们去仙宗大门开新弟子大会。”好的，谢谢你。不知为何，安青不想叫别人师兄。师妹道谢过后，便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不远处的师兄。他发现其实与正常人正常沟通其实也没什么难的。难道这是师兄刚才那个加强的作用？师兄，我回来了。还没到江明身边呢，安青就开始挥舞着小手，急不可耐的想要与师兄分享好消息。其实江明知道这里的签到不过就是登记一下，并不需要交流什么，毕竟前几天他也来这登记过。但师妹那么开心，他自然不会扫兴，笑着夸奖道：“真厉害，这样看来以后师妹一个人在仙锋修炼也能过得很好。”嘿嘿，应该吧。要离开师兄和若七姐姐独立生活，安青还是有些不太自信。以前他一个人的时候，只要窝在家里，根本不需要交际，哪怕之后去杀那些山匪，他也只要动刀子就行了。正常跟人交往，他可是很清楚自己并不会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不过师兄说他可以，那他就一定可以。相信师兄，自己也是时候适当的脱离师兄和若七姐姐的保护了，毕竟他总不能一辈子躲在他们身后。安青暗暗发誓，一定要在仙锋中顺利修炼到炼气中期，与别人处好关系，到时候让师兄还有若七姐姐刮目相看。新弟子集合！突然，一个平淡但不失威严的声音唰地传遍了整个广场。明明声音不大，但却清晰地在每个弟子耳边响起。师兄，去吧，安青，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江明看着师妹，微笑道：“我相信你，你可以的。”幽囚狱分为浅层、中层以及深层。浅层的幽囚狱是由一间又一间狭小的牢房构成，环境阴湿恶臭，只关押了一些犯了小事的弟子，环境自然算不上好，但也不会受到什么折磨与痛苦。中层的幽囚狱开始，环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里不再有牢房，而是一层又一层的小秘境，住着一群犯了大罪的弟子或宗门高层。哪怕只是小秘境，那空间也是极广。秘境内基本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常年罡风吹拂，消磨肉体，偶尔还会下一点血雨，噬人心智。更别提荒兽埋伏，伺机而动。环境不仅称得上恶劣，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成了荒兽的下酒菜。就算修为高至元婴，在这里也只能活下去，仅此而已。说要活得舒服，那是断然不可能。深层的幽囚狱越靠近底层，便越接近幽囚狱底下的大道碎片。在这个无法控制的大道碎片影响下，几乎没人能够在深层生还。来者大多变为了嗜血的道仆，如行尸走肉一般，只知互相残杀，吞噬对方的血肉，不死不休。除了一个人还能保持神智，厉雨。这个人或许在很多人耳中有些陌生，但他还有另一个名号。第7代征道峰弟子为宗门夺得大道碎片，却导致宗门生灵涂炭，损失重大的人，连同带回来的大道碎片一同被镇压在幽囚狱最深处，不可超生，不可解脱。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久了，久到几乎被人遗忘。幽囚狱浅层，一个执法堂的狱卒打开了一间牢门，对了对手册，说道：“金远是吧？”盘坐在牢房里的金远顿时睁开了眼睛，连忙点头如捣蒜：“对的，我就是金远。我看看哈，殴打炼气期弟子未遂，哈哈哈哈嗨，不好意思，我想起了高兴的事。”金远的脸都快变成猪肝色了，但他也只能唯唯诺诺，不敢说话。狱卒虽无大权，但要是看他不爽，找个不服从管教的借口多关他几天也是可以的。幽囚狱浅层虽然没什么危险，但阴湿恶臭的环境对金远来说简直是个折磨，他一刻都不想在这待下去了。嗨，狱卒笑够了之后，咳嗽2声，方才说道：“你收拾，再过2个时辰就可以出狱了。”金远脸上浮现出喜色，连连道谢：“是，谢谢师兄，谢谢师兄。”狱卒摆了摆手，离开了。金远长舒了一口气，坐在了地上，脑海里却不禁浮现出一个人，那张戏谑得意的脸。他咬牙切齿的喃喃道：“江明，你给我等着。”金远目光阴沉，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报复江明了。他都道歉了，江明居然还把他弄进来。金远要是不出这一口气，他都不叫金远。
只不过这次的动作必须隐秘一点，得想好法子才行。趁那个江明还是练气期，必须把仇报了。然后在他起来之前，申请离宗任职，远走高飞。金远睚眦必报，开始在心里盘算了起来。突然，他觉得头有些晕，晕得有些莫名其妙，脑袋不能控制地点啊点，最终一头栽在了地上，不省人事。金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头疼欲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向四周，一股寒气从他脚底直冲天灵盖，腿一软，不禁跌倒在地。这里是哪？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一种莫名的恐慌却不停地在心底传来，周围仿佛有无数看不清的生物正在死死盯着他，似乎在等待着将他分食得一干二净。来自本能的恐惧直灌脑海，让金远口不能言。裤裆下一片暖意。突然黑暗中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仿佛蕴含着大恐怖。你。随着这个声音的传出，金远发现周围那些看不见恐怖目光顿时四散而逃，不敢停留。这也让金远松了一口气，但很快他又浑身紧绷了起来。黑暗中的无数目光，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让他觉得恐惧，而这些恐怖的东西却被一个声音全部吓跑了。那咯咯咯咯，他的牙开始忍不住发抖。你要出狱了？声音继续传来。金远忙不迭地点头。那你能帮我带句话出去吗？可以。前辈你请说，晚辈一定誓死完成任务。我相信你。沙哑的声音传来，却让金远头皮一麻。如果你话没带到，你会死。暴露出去，你也会死。不，前辈，请相信我，我可以的，我一定带到。当下止不住的湿暖。告诉宁一长老，1个月后丧钟将响，把握好机会。是，我一定把话带到。去吧。金远眼睛一糊，等他再次睁开眼睛，又回到了熟悉的牢房，仿佛只是一场梦。悟道广场乌泱泱地站了一大批人，新弟子们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一些比较外向的人依旧叽叽喳喳地与身边的人吹着牛，有立下雄心壮志的，有讨论美女帅哥的，有不懂装懂，对大道侃侃而谈的只有安青独自排在人群后边，时不时地回头望望师兄还在不在。可惜师兄好像已经走了，那接下来就只能靠他自己了。他抬起脑袋看向前方，只见一个脸色严肃死板，犹如灭绝师太的中年女人稳稳地漂浮在空中，正闭着眼睛。刚刚发出集合号令的正是此人。待到散乱的弟子们集合完毕之后，女人方睁开她淡漠的眼睛，发出一声冷喝。肃静。强烈的威压如同秋风荡尘，横扫整个悟道广场。新弟子们内心一凛，不再敢言，纷纷闭上了嘴巴。一下子广场寂静无声，调根针都清晰可闻。女人的眼神缓缓扫视过这群弟子，声音森寒。这里是宗门，不是菜市场，不是让你们说废话的地方。当她的眼神扫过安青时，微微顿了顿，不过很快便略过了他，继续开口道：我带过不知多少届新弟子，而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目无尊长，不识时务。我在这站了这么久，还敢废话，是家中无长辈教养你们吗？在场弟子被骂，不敢怒，亦不敢言。女人骂了2句后，见新弟子们唯唯诺诺，也没继续追究，进入正题。我是守门长老宁一，接下来会由我带领你们前往仙宗大门观自悟道。依然一片寂静，因为他刚刚的态度，此时新弟子们倒也没有人敢出声附和，这倒也符合宁一的心意。他讨厌这群叽叽喳喳的玩意了，不说话更好。现在我带你们去仙宗大门，都不许吵闹，安安静静悟完道滚蛋。言罢，宁一一挥手，一阵大风凭空而起，驾着众弟子飞往大门。与其他第一次看到这种仙法，有些兴奋的新弟子不太一样。安青有些害怕，被风驾着飞在空中，比遇见更令他不安。往下望去，感觉还有点高，他的脑海里止不住地想，这个高度如果摔下去，肯定会粉身碎骨的吧。有时候安青颇为烦恼，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脑袋呢？不让他想的东西，他偏要想，还想得十分详细，坏得很。安青连自己如何粉身碎骨，变成安青酱的画面都在脑海中现出来了。越想他就越害怕，心跳开始加速，恐慌涌了上来。虽然才分开了一会，但安青这会有点想念师兄了。如果师兄在这里的话就好了，待在他怀里，无论飞多高，他都不用怕。当他把脑袋埋在师兄怀里时，脑子就会自动开启待机模式，自然也就不会害怕了。等等，安青小脑瓜突然灵光一闪，师兄不在的话，那能不能想象一个出来？当初若七姐姐离开后，他也经常幻想若七姐姐在身边支持着他。安青身子因为害怕而轻微的颤抖着，他强迫自己稍微冷静下来，闭上了眼睛。黑暗的世界中，
一个师兄一点一点的被勾了出来，师兄对着他微笑，张开了手臂。现实里，安青微微抬起手臂，将额头贴在小臂上，感受着额头上传来的温度，心中默念：这就是师兄，这就是师兄，这就是师兄。渐渐的，因为心神沉浸在虚拟师兄的温暖身上，一时间安青倒也忘记自己还飞在了空中，整个人竟奇迹般的放松了起来。到了，威严死板的女声再次传来。安青在与2号师兄依依不舍的道别之后，睁开了眼睛。一座威严高耸的大门呈现在他眼前，上方浮现着似有似无、飘忽不定的4个大字：万法仙宗。正是之前师兄带他来过的地方。而宁一此时正漂浮在大门的上方，俯视着下方的弟子，淡淡的介绍道：这是万法仙宗的正宗大门，在整个修道界也是名列前茅的宝物。它除了与仙宗的护宗大阵息息相关之外，还有诸多妙用。今日带你们来，便是为了观万法仙宗这4个无上道字，里面蕴含着近1000条大道，观之可得道种，可明道路。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道种。如果观字后没有获得道种，则可在宗门内自由选择仙锋修炼。现在观字，自由悟道。话音刚落，只见宁一抬起手，往4个大字上轻轻一点，只见原本飘渺不定的4个大字陡然凝实。在底下辛苦昂着头看字的新弟子，绝大多数忽然似有感悟，闭上了眼睛。只有寥寥几人什么也没感觉到，一脸茫然。其中便有安青，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没有道种在他的意料之内。之前师兄便已经带他来过这，并且后面也告诉他来这儿的原因。为了怕他因为没获得道种而焦虑，师兄还费了很多口舌，跟他说了很多东西。比如什么就算没有道种也没事，这决定不了你的未来。比如区道种，你没有，是他配不上你。再比如没有道种也好，这样你就可以自由选择你喜欢的大道。其中还有一句安青没听懂，师兄说他也有很多种子，一般都扔墙上的，一扔就是好几亿个，这东西没什么好稀罕的。不过其实当时的安青并没有多少感觉，他不太懂这些修道界的东西，而且安青本来对自己也没抱有太大的希望，他一直认为自己天赋平平，能进仙宗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所以他对自己一直抱着很低的期望，这样也就不会感到失望。比起这个，师兄那着急想要开解安慰他的样子更加令他受用。师兄真的很好呢，哪怕经常欺负他，却从来不会去伤他的心。不过安青倒也把师兄的话听进去了，因此在其他弟子闭眼悟道的时候，安青反倒是最轻松的那个。他四处张望了起来，发现有几个跟他一样也没有闭上眼睛的弟子，但这些弟子就没他那么淡定了，要么死死盯着那几个字，仿佛要把道种抢出来一般，要么就目露绝望，感觉自己前途一片渺茫。安青猜测，他们压力一定很大吧，或许背负了很多东西，不像他那般幸运，有个好师兄，有个好姐姐，都不曾给他压力，只给他最好的温暖。不过就算如此，安青也没想过好逸恶劳，相反，他想努力修炼。安青想早日能够帮上师兄和若七姐姐。阿嚏！走在路上的江明莫名的打了个喷嚏，一想二骂三感冒，应该是师妹在想我了。江明笃定的猜测，他有种将自家孩子送进寄宿学校的感觉，心中颇为牵挂与不舍。但师妹终归还是得适应一下一个人生活的感觉，江明能做的也只能是在心里向师妹发誓，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内绝对不会向师姐动手。就算他想动手，好像也动不了。师姐心智如铁，修为高强，对师妹又一心一意，还真不是他可以下手的。况且江明发现，其实自己对师姐并没有那么强的念想，一开始想的攻略二人，不过在于亲的拜托下一时兴起，可一路相处之下，师妹这软软乎乎又蠢萌蠢萌的样子，实在令他动心。换句话说，他可能被师妹反向攻略了。江明很明白自己的心意，毕竟他不用像师妹那般在二人之中纠结。如果可以，他可能会选择和师妹安安心心过日子。这样虽然比你们都是我的翅膀简单一点，但好像也不简单不到哪去。首先得过师妹的心理关，以他的性子是不可能那么容易放得下师姐的。这只小贪猫比他还贪心，更想要两全其美，鱼与熊掌兼得。其次的过师姐那一关，江明感觉师妹都成了他的道心基础之一了，想让他成全自己和师妹，那更是难如登天。头疼，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万一师姐哪天看开了，成全他和师妹了呢？或者师姐哪天想通了，让他加入那个大家庭了，这样他也能接受。话说让师妹去策反师姐，这个计划行不行得通？但感觉师姐知道后会先砍了自己，从根源上直接解决问题。江明正思索着呢，突然他在前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那个人满脸凶悍，身材魁梧，样貌丑陋。金远师兄啊，
这么快就刑满出狱了？此时的金远有些魂不守舍，低着头匆忙的快步赶路，并没有看到江明。他的嘴唇轻轻翕动张合，眼睛惊恐，似乎是在喃喃自语着什么。因为嘴唇张合力度很小，倒是让江明连读唇语的机会都没有。原本江明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金远身上的，毕竟事情都过去了，他也不是什么睚眦必报的人，心胸宽广得很，自以为。但江明眯了眯眼睛，仔细感知了一下，心虚、恐惧、着急、慌张，哪怕他的情绪知道并不精深，都能清晰地感觉到金远身上的情绪。金远他一触机期，害怕到连情绪都藏不住了。如果仅仅是这些也就罢了，毕竟可能只是金远遇上了什么事，有些慌张而已。但江明是谁？二五仔啊，还是极其专业的二五仔。他轻易地从金远身上嗅到了一点不寻常的味道，同类的味道。金远这家伙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二五仔中的新手，既心虚又害怕。显然他心里并没有当二五仔的准备，那说明一件事，他是被强迫当二五仔的。而且看他这恐惧程度，对方可能是拿他的命来胁迫的。此外，一般人只有正面面对背叛对象的时候才会感到心虚，但看金远这一直都有些心虚的样子，他背叛的对象有可能是所有人，也就是万法仙宗。而且隔着老远，江明都能闻到金远身上的酸臭味。再看他那狼狈的样子，显然是刚从幽囚狱里出来。是在监狱里被逼着当二五仔吗？谁？幽囚狱里关着不少被仙宗镇压的罪大恶极重犯，他们想要颠覆万法仙宗也说得通。江明眯了眯眼，金远的一切表现在他脑海里瞬间被串联起来。这一切都是猜测，但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接下来就是求证阶段了。江明大摇大摆地迎面走了过去，眼瞅着就要撞上了。金远虽然低着头，心不在焉，但就像走路玩手机的人一般，余光总能看得到有人靠近，因此他在撞到江明之前，还是横跨了一步，躲开了来。如果是平时，他可能早就开始发脾气了，直接一个临真的走不长眼啊！起手，先骂一顿再说。但此刻他显然没有这个心情，甚至没有察觉到眼前的是他心心念念的仇人。江明自然不可能让他过去。金远横跨一步后，他紧跟着横走了一步，再次挡在了金远面前。这一次金远倒没忍住，直接抬头便骂：你他妈是你！金远一下子就愣住了。哟，金远师兄，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江明。金远看着眼前嬉笑的臭脸，嘴里传出了嘎叽嘎叽的磨牙声。不过很快他便深吸了一口气。江明，你该庆幸我现在没时间，这次就饶你一马，赶紧滚开。命比仇恨重要，金远还是拎得清的。鬼知道幽囚狱里的那位大人有没有给他限时间。江明闻言倒也不动怒，只不过收敛起了微笑，眼神刹那间变得淡漠起来，看上去颇为高深。我当然知道你没时间，说说吧，那位大人又有什么计划？什么计划？金远一愣，刚当二五仔，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江明闻言眉头微微一皱，这时候还装什么疯，卖什么傻？幽囚狱那位大人的计划？金远闻言瞳孔惊惧一缩，惊疑不定。你什么你？赶紧的，我没时间和你耽搁，耽误了大人的计划，你几条命都不够赔。江明眉头一皱，大声呵斥道。或许是江明太过理直气壮了，这一吼下的金远身子一抖，心里已经信了7、8分。按理说幽囚狱里发生的事不可能会有其他人知道的，更别提不在幽囚狱内的江明。除非江明也是那位的人，那就说得通了。难怪会在这里遇到江明，可能江明一开始就在这里等他，否则仙宗那么大，怎么可能在他出狱没多久就遇到江明了呢？天底下哪有这妖巧的事？不过居然连征道峰弟子都是他的人吗？这可是征道峰啊，仙宗弟子的核心啊！难怪那位大人能无声无息地找他谈话，简直手眼通天。这下金远心里更加害怕了，丝毫不敢忤逆，以免丢了性命。他心虚的左右看了看，见四下无人后，方才小声说道：大人息怒，息怒，是我有眼不识泰山。砰！话还没说完，金远便倒飞了出去。当他落地时，肚子传来的剧痛让他有些懵。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明：筑基，怎么可能？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江明一巴掌扇在了金远脸上，金远连躲闪都不敢，硬生生挨了一巴掌。怎么可能？前几天还是练气，难道是了？什么练气期？什么打不过他这个江明？从头至尾都在演。难道说隐藏修为也是那位大人的计划？看来他们图谋甚广啊。说，江明没让他细想，抓住了他的衣领，森寒的声音响起。像金远这种脑子不灵光的，不能给他思考的时间。
威逼利诱骗，一整套下去就差不多了。是，大人让我给您一长老带句话。1个月后丧钟将响，把握好机会。好，知道了。江明淡定站起身，随手掐了个提神醒脑的复杂魔改版清凉诀，一阵眼花缭乱的操作后，手指点在了金远的额头上。金远只觉得脑袋一凉，心也跟着一凉。我是最深的案子，不可将我的存在透露给任何人，记住，是任何人。忘记今天的事，不然你的脑袋，呵呵。江明没有说完，但金远已经幻想出自己脑袋爆炸的场面了。是，江明大人，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知道就好，去吧，去找您一长老，他现在应该在仙宗大门，你也可以等等。是，江明大人，我先走一步了。金远忙不迭地起身，一番点头哈腰后，匆忙离去。江明也没去看他，若无其事地走了。1个月后，丧钟将响，把握好机会。江明摸了摸下巴，1个月后刚好就是新生大比了呀。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刚好是这个时间点，难不成是想将新生一网打尽不成？还是说只是巧合？不过没想到倪长老那灭绝师太居然也是卧底，如果金远是给其他人传递消息，江明可能不会想太多，但给身为守门长老的宁一传递消息，那这件事就值得琢磨了。这个长老之位职权虽然不高，但却极为重要。守门，这可事关护宗大阵。虽然守门长老不止一个长老也无权动摇护宗大阵，但有个守门长老做卧底，其危险指数依然很高。如果是其他长老是卧底，那江明可能会优先猜测是宗门内乱，但既然是传话给守门长老，那极有可能是外敌想要入侵。把握好机会。什么机会？比如护宗大阵关停一会的机会。江明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同样也是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窃取大道碎片筑基的机会。若真有强敌入侵，宗门上下肯定会被调动起来，尤其是大道碎片的守道人，他们身为宗门高级战力，肯定也会被调动的。届时无人能够顾得上他，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机。只要能把大道碎片搞到手，铸成道基，江明自然有办法掩盖他的气息。为此得多做一点准备了。炼气境界也不用再压了，1个月的时间得晋级到炼气期大圆满才行。除此之外，还得想办法给仙宗透露一点消息，免得仙宗损失过重。虽然江明目前暂时对万法仙宗没什么感情，但以后毕竟还得在这修炼，还是得保一手才行。不过这个不着急，同样不能让万法仙宗准备的太过充分，万一敌人打不进来，连守道人都不用调遣，那就糟糕了。还得考虑师妹师姐的人身安全。慢慢来吧，1个月时间也挺长。江明抬头，眼瞅着快到中午饭时间了，回去给师姐做顿饭先。无论他怎么想，江明放不下小师妹，以后指定的和师姐打交道。既然如此，关系还是要先处好的。以后东窗事发了，师姐说不定就心软了不是？再次来到菜市场，江明感觉摊主们看自己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清澈了很多。哟，江明来了，要不要拿块云纹猪的肉？货真价实，物美价廉。江明，这边我给你留了块上好的山纹猪里脊肉，来看看吧，给你一个便宜价。这江明碧云腰的大腿肉，稀罕货啊，要不要来点？还有过来买菜的弟子们也纷纷停下了脚步，眼神时不时地飘向了他，似乎想看看他要买什么。江明大概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在意，他只想买一些好点的食材做一顿好菜而已，其他的不重要。这次那个小妹妹似乎没来，江明有些可惜。倒不是他萝莉控，那小妹妹卖的东西品质都很高，他也不用到处挑挑拣拣，还便宜。于是江明随便买了点肉和面后便回了正道峰。在他走后，不少弟子光顾了他买过的店，那几个老板一下子笑开了花。其他老板已经开始想着下次江明来直接把东西免费塞他怀里了。师姐，我回来了。江明再一次与师姐单独相处。颜若期听到他的声音，终止了修炼，从屋里走了出来。师弟，小亲怎么样了？挺顺利的，这回应该在泽峰了。江明点了点头，提了提手中的面，问道：师姐，我下面给你吃。颜若期闻言犹豫了一会，应道：好。他正好有事跟师弟聊聊。江明下面很快，不一会2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出锅了，上面的肉可能都快比面多了。师姐请。谢谢师弟。客气了师姐。颜若期吃了一口面，眯了眯美眸。师弟下面哪怕简单，却依然好吃，不愧是师弟。但颜若期吃了一口后便放下了筷子。师弟，怎么了师姐？早上我说了一些话，你不要放心上。出乎意料的是，颜若期居然道歉了。哎，师姐那么说肯定是有些道理的嘛。不，
颜若期摇了摇头，早上他说什么报应之类的话，其实是他有些冲动了。师弟并不知道他和小青之间真正的关系，那如果师弟对小青有意思，不也是很正常的事吗？小青那般可爱温柔，是个人都会喜欢，自己不应该那么说师弟。所以师弟，你知道吗？师姐请说。我和小青不是普通朋友关系。坏了，师姐要摊牌了。果然，江明念头刚刚一闪而过，颜若期美眸便盯着他，郑重道：我和小青是爱人关系，是不可分离的爱人关系。所以师弟，我不知道你是否对小青有其他的心思，但我想让你知道，小青她已经有爱人了，如果可以，希望你以后能与她保持好距离。我和小青是爱人关系，是不可分离的爱人关系。所以师弟，我不知道你是否对小青有其他的心思，但我想让你知道，小青她已经有爱人了，如果可以，希望师弟以后能与她保持好距离。颜若期一脸严肃郑重，美眸直勾勾地盯着江明。江明没想到师姐会跟他坦诚，如果师姐不跟他坦白的话，他完全可以跟师妹以朋友的名义卿卿我我，哪怕最后师姐知道了，他也可以用我不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啊来保住自己一命。毕竟师姐也不是什么不讲理的人。但现在不行了，颜若期已经坦言他与师妹之间的关系了，这之后要是再让他发现自己跟师妹亲密的话，那后果江明也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了。难搞啊！算了，该演还是得演的，至少不能让师姐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早就清楚他与师妹之间的关系了，不然性质就不一样了。一开始不知道对师妹有意思，那叫无心之失，不知者无罪；一开始知道名花有主的情况下，还对师妹起心思，那叫撬墙角，那叫想牛师姐会砍了自己的。而且这也是个机会。江明目光惊愕地看着颜若期，有些难以置信，筷子不自觉地从手缝中滑落，掉在了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啪！颜若期见状抿了抿嘴，暗道一声，果然，师弟果然对小青有想法，不然他的反应不会如此之大。他突然有些庆幸，还好自己发现得早，现在能将这点不好的苗头提前掐死在摇篮之中，不然任由其发展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师姐，师弟，我知道这件事很难接受，但我和小青在孩童之时便已立下了山盟海誓，此生不分离。颜若期声音轻缓，他之所以跟江明坦白，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认为江明是个值得信任与交往的人，所以他体谅江明的感受。也正是因为体谅，颜若期才打算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断了师弟的念想。江明闻言沉默了下去，眼神黯淡，像是枯萎的花朵，连平日里笔直的背都失去了支撑，弯了下去。他苦笑地说道：师姐，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对一个人如此心动。颜若期美眸低垂，对不起师弟，但现实总是充满遗憾，不是吗？江明嘴巴微动，不死心地问道。可是师姐，你和师妹真的是那种关系吗？会不会是你们之间会错意了？不会的师弟。颜若期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和小青都清楚彼此之间的感情。师姐。江明眼神微垂，大胆试探道，如果你对师妹真的那么有信心，又何苦特地警告我，让我与师妹保持距离呢？颜若期一愣，江明的话如同暮鼓晨钟般在颜若期耳边炸响，一语惊醒梦中人，让他忍不住瞳孔一缩。是了。颜若期有些后知后觉地想到，如果自己真的对小青十分信任，那其实只要将自己与小青的关系告知师弟即可，在小青不可能会背叛自己的情况下，只要师弟不用强硬手段，他们便不可能走到一起。他根本不用画蛇添足的叫师弟与小青保持好距离。难道其实自己的心里一直在下意识的害怕小青背叛吗？不是的，自己只是颜若期一时间找不到解释自己这个行为的借口。江明见颜若期似乎在自我怀疑，便继续添柴加火。师姐，你与师妹的感情我自是看在眼里，是如此真挚而纯粹。但是师姐，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很多种，友情亲情也可以是纯粹而坚固的。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师姐，你与师妹之间只是友情亲情而已？都说到这了，江明也不打算刹车了，继续进攻。甚至有可能是师姐你一厢情愿地认为你们之间的感情是不可分割的爱情。毕竟师妹年幼而单纯，她完全可能会弄混亲情与爱情之间的感觉，只是在你的引导下才误会了这种感情。别说了。颜若期声音突然变得冰寒，话一出口，连周围的空气都仿佛结冰了一般。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江明这时候是不可能止住了，机会转瞬即逝。
他继续追加攻击。以师妹的性格，如果他对你真的是爱情，他必然会至死不渝，不可能变心。但如果不是呢？师姐，我叫你别说了。急了，他急了。看来师姐，你也有这顾虑。那何不让我去追求师妹？若他不答应，我自然会放弃。祝福你们。若他答应，那不就能证明师妹对师姐你并不是真的爱情？那样何不给他正常的生活？砰！江明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痛，一股心甜涌上喉咙，整个人倒飞了出去。哇！刚落地，江明便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瞬间将他洁白的长袍染红。还活着，问题不大。江明坐在地上，一只手支起身子，看向颜若期，模样虽然凄惨，但他还是笑着问道：“师姐，你不敢？”颜若期目光森寒，仿佛回到了与师弟初见那会的陌生与警惕。他知道师弟说的有道理，小青毕竟还小，又没有与其他人有过多的交际，甚至连他可能也一样，如师弟所说的，误解了自己和小青之间的感情。但那又怎样？颜若期身形消失在了原地，瞬间出现在了江明面前，速度远超一般的金丹期。他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缓缓开口：“师弟，你知道吗？”“师姐请说。”江明并不是很怕。师姐想杀自己，早动手了，不用过来跟他废话。我不在乎，你说的什么亲情、爱情、友情，我都不在乎。我只要小青，其他的都无所谓。只要小青在我身边就够了。我可以为她做所有事，也可以为她付出一切。谁都别想带走她。颜若期的眼神直逼江明，目光如同万年坚冰，寒冷彻骨。包括你。江明没有搭话。事情好像变得麻烦起来了。一开始江明还打算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通过赌约让颜若期明白他与师妹之间的感情可能有所曲解，让师姐与师妹回归到正常的关系，手拉手做好朋友，然后他与师妹喜结连理，这是最好的结局了。师妹也能跟师姐正常相处，不用离开她的若期姐姐。可是事实往往会狂奔向另一条道路，师姐很可能早就在心中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她与师妹的感情并不是所谓的爱情了，只不过她一直不愿意承认，直到今天被她点醒，被她撕破了虚幻的面纱，让颜若期直面这个现实。但这样反而让颜若期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想法，占有安青。他已经把安青当成一种此生的执念了。这时候他们之间的感情有没有误会已经不重要了，他只要拥有安青就足够了。江明一开始的想法自然也泡汤了。师姐是不会放手的。